轰的一声，虚空划过一道闪电，一个帅得昏天黑地、日月失色，几乎人神共愤的少年从天而降。他叫苏长歌，是个货真价实的蓝星人，前世是个老书虫，喜欢看各种玄幻小说，看得多了就对玄幻世界充满了幻想。玄幻世界美女如云，仙兽成群，修行者御剑飞行，摘星拿月，更有大能者一剑开天门，剑气纵横3万里，那是说不尽的风流，道不完的潇洒，令他向往不已，很想穿越到这。于是今天放学后，他对着天空大喊穿越，天空轰隆一声响，然后还真穿越到这来了，美梦成真，可太爽了！穿越成功，他立刻开始查看自己的修为，毕竟玄幻世界讲究的是实力为尊。不查不要紧，这一查，苏长歌顿时愣住了，修为是0，这还怎么御剑飞行，还怎么耍帅？他急忙查看身体，这才发现自己肉身凡体，体内有很多杂质，这些杂质堵塞了经脉，导致灵气无法流通，自然无法吸收天地间的灵气，而且天赋也不高。不是吧，竟然这开局？苏长歌有些无语。时光悠悠而过，眨眼5年过去。这一天，苏长歌走在山路上，心情郁闷。5年前刚穿越的时候修为是0，这都5年后了还是0。回顾这穿越的5年，心里有很多苦想说。本以为穿越后的日子会很潇洒，像很多小说那样帅气，资质逆天，美女主动投怀，异兽主动臣服。可结果呢？除了帅一无所有。因为没修炼天赋，修为一直停滞不前，但也不是全都很糟。第2年的时候拜入了一个宗门，就是眼前这仙气飘飘的地方，这里叫太玄道宗，是一处大势力，山门极大，有9个封座。当初拜进来，虽然他天赋很低，但还是被9峰之一的梨花峰峰主收走了。梨花峰主名叫叶青瑶，身材窈窕，肤白如雪，一双大长腿，一汪桃花眼，是宗门里出了名的大美人。为什么收她？叶青瑶原话是修炼天赋什么的真的不重要，颜值才是第1位的。于是苏长歌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而这5年来，他一直都是抱着美女师尊的大腿吃软饭过来的。没办法呀，没天赋啊，没实力啊，什么都没啊，一穷二白啊，只能吃美女师尊的软饭。其实一开始苏长歌是拒绝吃软饭的，但后来发现吃软饭真的香。不过如果能改善一下体质，能修炼，能耍帅，那该多好啊！是有软饭可以吃，但谁不想让自己强大一点呢？只可惜，正当苏长歌准备回去继续抱大腿吃软饭的时候，脑海忽然叮的一声，好像是触发了什么，响起一道机械般的声音，叮！系统激活中，正在激活，激活成功，恭喜宿主绑定100亿补贴系统。苏长歌一愣，猛地大喜过望，系统爸爸，5年了呀，你总算到账了！他发出喜极而泣的呐喊，随后没有犹豫的立刻开始查看系统。没过多久，苏长歌就明白系统有什么作用了。100亿补贴系统意思很简单，只要把自己的机缘送给别人，那么就会得到补贴，补贴倍数最低都是100亿，并且有极大的概率触发超量暴击奖励。一旦触发超量暴击，那么补贴倍数在100亿的基础上直接飙升到恐怖的倍数，补贴回来的宝物无法想象。但有一点，有时候补贴只会普通补贴，不会触发超量暴击。总之，看脸。不过这个苏长歌倒不担心，别的他都怕，唯独不怕看脸。自己长这么帅，在100亿的基础上爆个10万倍的超量暴击不过分吧？说干就干，他随手从身上取出一颗丹药，准备去送人。这是一颗下品丹药，表面干干巴巴，黑乎乎的，就像是泥巴搓成的一样，没有一点灵气，说白了就是废丹。走了一段路，转过一个弯，迎面走来一名黑衣青年。苏长歌眼睛一亮，赶忙将丹药送到他的面前，随后大方无比的说道：“师兄，这颗丹药送你了，拿去吧。”说着直接将丹药塞他手里。黑衣青年一愣，旋即低头看着这颗色泽暗淡，没有一点灵气的废药，神色复杂，张了张嘴想要说些什么。苏长歌赶忙笑道：“不用谢，我是绝世大好人。”说完赶紧开溜，只留下一个潇洒的背影。几分钟之后，苏长歌回到自己的住处，系统100亿补贴准时到账。叮，你送出了一颗废丹，100亿补贴生效，触发超量暴击，本次超量暴击倍数30万倍，恭喜宿主获得。你送出了一颗废丹，100亿补贴生效，触发超量暴击，本次超量暴击倍数30万倍，恭喜宿主获得洗髓圣丹星号100。什么？30万倍数的暴击？苏长歌差点没按捺住心里的激动，直接跳起来。我的天啊，100亿的30万倍，那该多恐怖！一上来就暴击这么恐怖的倍数，直接补贴了100颗洗髓圣丹，要不要这么给力？系统提示：洗髓圣丹，天级丹药，可以在短时间内洗去修饰体内杂质，令人脱胎换骨，如获新生。苏长歌听了，顿时激动无比。要知道，丹药也分品级高低，共有天、地、玄、黄4级，黄级最低，天级最高。天级的丹药极难炼制，价值奇高，稀缺无比，根本见不到。很多顶级炼丹师穷其一生都无法炼制出天级丹药，不愧是30万倍数的超量暴击，竟然直接补贴了最高品级的洗髓之物。一颗废丹换来这么恐怖的天级丹药，而且还是整整100颗，赚大了！哈哈哈哈！苏长歌兴奋无比，他本身就天赋不高，
体内杂质很多，阻塞经脉，无法修炼，所以正需要洗髓。而眼下系统可谓是雪中送炭，整整100颗洗髓圣丹，可以连续洗髓100次。就算体内杂质再多，100次之后，体内所有的杂质必然会被彻底排空。苏长歌敢打包票，如果洗100次都洗不完，那自己就不姓张。旋即，他深吸一口气，关上房门，取出一颗洗髓圣丹，张口吞服了下去。圣药入口，一股澎湃的药力顿时化作甘露，顺着喉咙倾泻而下，以他的胸膛为中心，向着四肢百骸迅速扩散。苏长歌感觉有一股热流在体内来回冲刷，仿佛排山倒海一般，冲刷着浑身骨骼与经脉。轰咔！药力扩散之下，他体内猛地一声炸响，传出破碎的声音，似乎有什么阻碍被冲破。他顿时感到呼吸顺畅了许多，鼻子一吸，竟感知到周围的空气也变得更加清新了，闻起来有花香的味道。但这里是屋子，根本没种花。我明白了，这是我体内经脉被打通，可以吸收天地灵气了。不愧是玄幻世界，就连空气都是香甜的。苏长歌猛地大吸了2口，感受着空气的改变，也感受着身体的改变，大喜过望。没过多久，他体内的经脉接连被打通，传出噼里啪啦的爆响，仿佛鞭炮在体内炸开一般。精纯的药力狠狠冲刷着各条经脉，经脉一寸寸的炸响，里面的堵塞纷纷被炸穿，被疏通，最终被排出体外。他的身体表面逐渐浮现很多黑色的污泥，厚厚的一层，发出腥臭的味道。越是这样，他就越高兴。体内的杂质被排出来越多，越说明他得到的蜕变越大。几息之后，苏长歌出了一身热汗，感觉体内某种枷锁已经被打破，仿佛卸下千斤重担，耳清目明，身体轻盈。他尝试着捏了捏拳头，拳头立刻发出咔嚓咔嚓的关节爆响，经脉通了，能运转力量了。下一刻，修为开始暴涨，突破！轰！后天境1重天，后天境2重天，后天境3重天，后天境4重天，后天境6重天，后天境7重天，后天境8重天，后天境9重天。修为一直飙升到后天境9重，这才堪堪停了下来。但药效仿佛还未挥散完毕，依旧在冲刷着他的身体。苏长歌憋得满脸通红，大喝道：“爽！”他能明确地感觉到体内的杂质被排出大半，只剩下很小一部分了。而一直都没有突破的修为，也在今日连破一个大境界，实在是爽！不愧是天级圣药。再来！他毫不犹豫地再次取出一颗洗髓圣丹，像吃糖豆一样吃了下去。轰！丹药入口即化，一股股热流很快在体内肆虐开来，使劲冲刷着他的四肢百骸、奇经八脉。这一次，苏长歌感觉到药效好像没有刚才那么大了，体内发出的爆响也少了很多。但他知道这其实不是坏事，这是因为体内各条经脉的杂质骤减，需要疏通的不多了。很快，一层又一层淤泥一般的黑色泥垢被排出体外，敷贴在体表上，几乎将苏长歌糊成了一个泥人。轰！修为再次突破，后天境巅峰，半步气海境，气海境1重天。这一次，修为直接跨越3个小境界，迈入了气海境。后天境之后就是气海境，一旦踏入气海，堪称脱胎换骨的改变。仅仅是这个境界，爆发出来的实力就不可同日而语。一个气海境修士，一根手指就能撂倒10个后天修士，跟玩一样。轰！苏长歌忽然一拳轰出，空气爆发一声炸响，如同霹雳雷霆，势大力沉，刚猛异常，竟然这么强！他心情激动无比。1天之内，从不能修炼到连升9级，直接踏入气海境，变得这么厉害。若是传出去，恐怕要在宗门引发大轰动了。他之前可是不能修炼的，可现在能修炼了不说，还直接踏入了气海境。若是让旁人知道他手里有整整100颗天级洗髓圣丹，恐怕会震惊的怀疑人生。旋即，他沉下心来，继续洗精法髓。既然洗，那就给身体来个彻底的大通透。就在苏长歌洗精法髓的时候，同一时刻，刚才的山路上，那名黑衣青年看着手中的废丹，心中情绪万千。过了很久，这才吐出一个字：操！他都快气死了。对方平白无故送他一个废丹干什么？这是在瞧不起他。好你个苏长歌，拜入宗门这么久，还无法修行，连一点修为都没有，竟敢瞧不起我！你等着，我这就去修理你。他是谁？后天3重的王山，这可是后天3重啊！他苏长歌一个连修行都无法修行的人，竟敢看不起他这个后天3重，找死呢！轰！王山握了握拳，快步朝苏长歌的住处冲去。苏长歌依旧在洗精法髓，轰咔咔，他体内接连不断的传出轰炸声，一条条经脉被强劲的药力硬生生贯通，爆发出滚雷般的轰鸣声。随着洗髓的深入，他的身体经脉内部、骨骼内部，甚至骨髓内部，所有的杂质全都被强劲的药力贯通彻底，然后通过毛孔逼出体外。短短一会，苏长歌体表的污泥又翻了1倍，形成厚厚的一层，如同穿了一件铠甲一样。他感觉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轻盈，越来越有活力，身体内部也迸发出浑厚的力量。这种感觉真跟前世在小说上看的一样，源源不断，滔滔不绝，浑厚至极，深沉至极。大概几息过去，轰隆，一股恐怖的气势从他身上席卷冲出，直接将身上的污泥铠甲炸得稀烂，无尽的烂泥崩飞，溅在地上化作齑粉。爽！
苏长歌忍不住大喝一声，这种感觉实在是太爽了，体内巨力翻滚，那一条条经脉通透无比，骨骼也顺畅无比，滚滚的灵气里面汹涌流动，为身体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力量。这代表着他体内所有的杂质都被排空了，经脉通透，骨骼通透，丹田通透，灵气在里面畅游，爽到发麻。而这才用了2颗洗髓圣丹而已，还剩下整整98颗。不过不着急，修士每次吸收天地灵气，那些灵气中都有杂质，长久以往修士体内还会产生杂质，所以苏长歌一点也不慌，以后吸入杂质了，当场用洗髓圣丹洗掉。旋即他站了起来，双眼金光四射，炯炯有神，比起之前得到了翻天覆地的蜕变。该出去洗澡了，虽然身上的污泥铠甲被崩飞了，但还是有少许残留，必须要洗。他开门走了出去。梨花峰后山有座清潭，苏长歌沿着山路很快便抵达这里。美美的洗了个澡后，他换上一身白衣，整个人出落的风度翩翩，俊美潇洒。就在他要回去的时候，远处忽然传来一声暴喝：“苏长歌，你看不起我是不是？”苏长歌眼眸一凝，转头看去，只见来人一袭黑衣，正是王山师兄。他刚问了一句，立刻遭到了王山的大骂：“是什么兄？操！你送的什么垃圾丹药？看不起我是不是？”苏长歌脸色凝固住了，还没来得及说话，王山脸色猛地变得无比难看，破口大骂道：“你送我1颗废丹，打发叫花子呢？就算是打发叫花子，也不带这样的吧？我今天不修理你一顿，我就不姓王！”王山气得肝疼，一个无法修炼的废物，竟然敢骑到他的头上，简直岂有此理！哦，原来你要修理我。苏长歌脸色也沉了下去，我要打爆你的头！王山死活也咽不下这口气，不愿意再废话，直接动手了。轰隆，一只铁拳破空而来，空气为之炸响，后天3重的修为全面爆发。苏长歌脸色彻底阴沉了下去，后天3重，就这也配来修理自己？谁给他的勇气？王师兄，你确定要和我打？苏长歌像看傻子一般看着他。王山想也不想，直接断喝道：“什么确定不确定的？就你这样的垃圾，我一个能打10个！”轰，拳头轰碎空气，烈烈作响，疯狂逼近苏长歌的面门。王山脸上露出畅快的笑容，他已经能预料到苏长歌被这一拳打得头破血流，横尸当场的情景。解气，太解气了！望着拳头逼近，苏长歌脸色不变，风轻云淡的在衣袋里掏了掏，取出一件东西。王师兄，你看这是什么？王山正在臆想，猛地看到苏长歌手中的东西，眼睛顿时瞪大，眼中流露出深深的不可置信。这竟然是……王山眼睛都看直了，天啊，竟然是天级丹药！我靠，这怎么可能？他虽然看不出这是什么丹药，但闻到浓郁的药香，立马断定此物品质极为不凡，是洗髓所用之物。刚才山路上我不过是随手一掏而已，谁知道竟然掏出了那种废丹，实在是不好意思啊。苏长歌淡淡笑道：“不过没关系，我这还有呢。来，这颗天级洗髓圣丹就送你了。”他并不是真的要送给王山，而是打算卡一下系统 bug， 看看究竟能不能作弊，把系统补贴回来的宝物再赠送出去。鸡生蛋，蛋生鸡，无限刷补贴，这不就永动机了？而等王山接下，自己拿到补贴后，直接以迅雷不及之势将他杀了，夺回洗髓圣丹，这不就爽歪了啊！听到苏长歌的话，王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对方竟然要送他1颗天级品质的洗髓圣丹，我靠，发了！虽然这样想，但他还是愤怒，对方就这样送他东西，与施舍有何区别？说白了，还是看不起他，太气人了！你在施舍我？王山愤怒质问。话虽这样说，但他却是收了拳头，凶猛的杀机随之消散。听到王山的质问，苏长歌没说话，只是默默的再取出1颗洗髓圣丹。我靠！王山眼珠子猛地瞪大，几乎要从眼眶里掉出来了。这特么2颗，竟然有2颗天级丹药，难道他要全都送给自己？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王师兄，我听说你卡在后天3重很久了，这2颗洗髓圣丹绝对能将你体内所有的杂质全都萃洗一空，祝你突破，拿去吧。苏长歌大方无比的说道，就跟真的要送他一眼。王山激动的浑身发抖，简直无法平复自己的心情。我靠，2颗！对方竟然要送他整整2颗天级洗髓圣丹，这不是在做梦吧？他赶紧掐了掐自己的大腿，当感知到剧痛传来，顿时意识到这是真的，心里狂喜。我靠，今天走大运了，心花怒放，欣喜若狂。虽然如此，但他还是愤怒，凭什么自己怒了他就再加1颗？这是在试探叫花子的底线，也太操蛋了。他看向苏长歌，怒道：“你还敢看不起我？”苏长歌默默地取出第3颗洗髓圣丹。王山愤怒暴跳：“你在侮辱我的人格！”苏长歌默默地再取出第4颗。王山破口大骂：“你别不知好歹！”王山虽然愤怒，但很快就真香了，因为他这次骂声落下，苏长歌直接取出了所有的洗髓圣丹，整整98颗天级洗髓圣药喷薄出极度浓郁的灵气，将周围的空气都给浸湿了，形成露水。四周的空气一下子清新到极致，闻上一口顿时感觉耳清目明，神清气爽。王山下巴都要惊掉了，心里所有的愤怒一瞬间全都飞到九霄天外，直接扑通一声给苏长歌跪下。我靠，给大佬跪了！说完，
他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伸手就要收下这些洗髓圣丹，整整98颗啊！他一辈子都不可能获得天级品质的丹药，更何况还是这么多。激动的心，颤抖的手，他飞快凑到苏长歌面前，脸上堆满笑容。什么看不起，什么打发叫花子，什么侮辱人格，对不起，大佬给的实在是太多了，我无法拒绝。叮，系统提示：系统补贴之物可以赠送他人，但无法获得补贴。苏长歌眼眸一凝，原来不能卡包呀。那好吧，算了。他猛地变了脸色，看着王山，冷冷道：不好意思，这些可不是给你的。什么？王山心头一惊，脸色一瞬间变得惨白，骇然道：苏师弟，怎么了？苏长歌鄙夷地扫了他一眼，冷笑道：你刚才要打爆我的头，我还送你东西，我有病，而做这些不过是逗你玩罢了，可笑你还当真了。王山嘴角一抽，心中骤然生出浓浓的失落，仿佛跟千万级大奖失之交臂了一样，慌忙道歉：误会，这都是误会，刚才是我不对，是我脾气太大。苏师弟，你大人有大量，千万别和我一般见识啊！无法刷补贴，苏长歌也懒得跟他废话，握了握拳，只听轰的一声，一股恐怖的气势猛然爆发，肆虐开来。轰隆，气海境修为爆发，在空气中掀起一股飓风，如雷霆炸响，横扫四面八方，空气都传出音爆。苏长歌体内深沉的力量汹涌翻滚，滚滚灵气如浪涛澎湃，在体内流窜，最终汇聚到右臂之上。他只感到手上力量浑厚，气息暴涨。虽然是误会，但你刚才要给我一拳，那我现在也还你一拳，不过分吧？这，你的修为。王山察觉到这股气息，看出了什么，脸色猛地大变，震惊失声。这是气海境，远超他的修为。轰！电光火石间，苏长歌一拳轰出，结结实实地轰到了王山面门上。啊！王山发出一声痛苦无比的惨叫，只感到脸部撕裂，连骨头都要碎了，痛苦无比，整个人像破麻袋一般，直接横飞了出去。滚滚巨力带着王山一路撞穿一整排碗口粗的大树，烟尘四溅，最终将他狠狠钉在远处一块大石上。那块大石足有5米多高，根部埋入地面不知多深，极为庞大沉重。王山狠狠撞在上面，大石顿时被砸出一个人形裂缝，开始剧烈颤动，连带着根部都在颤动。大石周围的地面也经受不住这股力量，像水面波纹一样剧烈起伏。噗噗噗噗噗噗！王山只感到眼冒金星，头昏脑胀，随后从大石上摔下来，瘫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他脸色一变再变，心头震惊。苏长歌不是无法修行吗？怎么会突然变得这么厉害？这怎么可能？联想到刚才的洗髓圣丹，他顿时明白了。洗髓的丹药不仅可以洗去身体内的杂质，其中蕴含的海量灵气更能让人在短时间内突破。更何况这还是天级洗髓之物，药效和那些低级洗髓丹天差地别。他是怎么得到这种宝物的？王山心里翻江搅海，羡慕无比。他猛地想到了叶青瑶。叶青瑶对苏长歌好是宗门人尽皆知的，让苏长歌抱着他的大腿吃软饭，这一吃就是整整4年。原因是因为苏长歌长得帅气无比。没办法，女人大多都是看脸的，只有长得帅才能体会到女人有多主动。说实话，王山以前是嫉妒的，但现在他不敢嫉妒了。苏长歌现在这么强，他不敢再找事了。更何况他自己长得一言难尽，自知自己想吃软饭也没那个命。不过他也很疑惑，这种天级品质的丹药，叶青瑶又是从哪得来的？苏长歌这时候走了过来，看着他冷笑道：王山，你刚才不是说像我这样的垃圾，你一个能打10个吗？现在怎么反而被我打飞了？王山只感到脸上火辣辣的，一句话也说不上来。轰！苏长歌体内迸发出更加深沉的力量，一股股气浪在周身炸响，雄厚的力量汇聚于拳头上，骨关节咔咔作响，爆发出恐怖无比的气势。你要干什么？王山脸色大变，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干什么？当然是杀你了。苏长歌提着拳头寸寸逼近王山，越是靠近他，气势就越恐怖一分。王山只感到一股死亡的压迫寸寸逼近过来，越演越烈，吓得心脏扑通乱跳，一边后退一边大叫道：苏长歌，是我错了，我愿意道歉，我愿意道歉，只求你能放我一马。他不想死，他想要活着。他此时肠子都悔青了，如果早知道苏长歌这么恐怖，说什么也不敢过来找事啊。苏长歌无情地摇摇头，自己拥有系统，身怀外挂，那自己就是这个世界最牛逼的人，任何枷锁也限制不了自己。只要有人敢招惹自己，那就一个字：杀，绝不能有任何心慈手软，不能圣母。而且据苏长歌所知，王山的师尊是天台峰峰主，是个怪老头，他曾赐给王山不少好东西，其中有一样特别珍贵，名为洞明草。此物宝贵至极，苏长歌并不知道有什么作用，只知道王山3年前就得到此物，但一直舍不得吃，那定然是件重宝。眼下把王山杀了，杀人夺宝。不好意思，我并不是吃素的，你今天必死。苏长歌暴喝一声，直接就出手了。轰！一拳轰出，空气震荡，爆发出恐怖的炸响。眼见求饶无望，王山索性破罐子破摔，暴跳嘶吼道：我手里有师尊的传音幸符，你把我逼急了，我现在就传音过去，看是我师尊强大还是你强大。
苏长歌眉头一皱，没想到这个小反派智商在线，竟然懂得拿老的来压自己，这智商妥妥碾压前世那些小说中的无脑反派啊！不过我岂会害怕？你若有胆，尽管求援，就是不知道是你师尊支援的快，还是我杀你快。一句话说的王山哑口无言。是啊，现在苏长歌可是站在自己面前，师尊就算再快也不会瞬息到达，等他到达的时候，自己早就死透了。理清了这些，他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猛地丧失了所有底气，瘫倒在地上，苦苦哀求：别，不要，求你饶了我，只要你饶了我，我愿意将身上最宝贵的东西拱手送给你。服软了。苏长歌嘴角浮现一抹胜利的笑容。不好意思，你死了，你身上的宝物自然是我的。他前世看过太多小说了，自然知道圣母的下场是什么，越是圣母，下场就越凄惨。拳头寸寸轰过，裹挟着恐怖的威力，朝王山的面门狠狠轰去。刚才那一拳差点将王山头骨轰碎，若是再来一拳，骨头必定承受不了第二次撞击，必然会碎，头破血流。啊呀呀呀！眼见这恐怖无比的一拳朝自己轰来，王山疯狂了，直接从怀里取出一块玉，这就是传音信符，还想叫人？苏长歌眼疾手快，调转方向，拳风震荡，一拳重轰击在传音信符上，砰嚓！传音信符当场炸裂，炸成碎片。王山被震得后退一步，脸色疯狂无比。信符炸裂，他愿望破灭，今日必死，我跟你拼了！他发了疯，舍命一搏，手中出现一把大刀，狠狠朝苏长歌身上砍去。苏长歌眼也不抬，直接一拳轰在大刀上，砰！一拳，仅是一拳，大刀寸寸爆碎，炸成一条铁粉。王山脸色惨变，苍白如纸，骇然道：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强？为什么？这个问题你下地狱问阎王爷去吧。苏长歌不和他废话，铁拳当空，一拳朝他脑袋轰去。别，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瞧，咔嚓！这一拳重轰在王山脑袋上，他的脑袋当场炸开，骨头碴子四溅，红白之物像不要钱一样朝外喷涌而出。扑通！王山重重的倒在地上，抽搐了2下便不动了。让你来找事，这下老实了吧？苏长歌骂了一声，旋即低下身子，在王山身上开始摸索起来。他搜身搜得很快，毕竟出了人命，赶紧拿到好处，然后处理案发现场才是，不能被人发现了。很快，他就从王山衣服上的夹层取出一个小袋子，这是一个低阶储物袋，内部空间不大，只放着一样东西。苏长歌将其取出，顿时间一股沁人的清香弥散开来。这是一株草，大概一根胳膊长短，但和普通的草有极大不同。它不是绿色，而是白色，像是美玉一般的洁白，看上去高雅至极，淡雅至极，十分的高洁纯粹。苏长歌仅是闻了一口，顿时感觉浑身通透，力量暴涨，体内修为都增加了不少。此物便是洞明草，极为珍贵，走遍方圆100里都买不到。苏长歌隐隐有听闻，当初天台风主花了很多钱，才在一个拍卖场拍到此物，而此物的作用便是可以让人在短时间突破，踏入一个全新的领域。切海境之后就是退凡境，退凡顾名思义，褪去凡尘，一旦褪去凡尘，就可以做到御剑飞行。此物便可以让切海境修士直接破开一个大境界，踏入到退凡境。可笑王山一直舍不得吃，到最后却便宜了自己，终于能耍帅了。苏长歌心中呐喊，大喜过望，旋即他又在王山身上搜索一阵，摸出了几块散碎灵石和几万两黄金。不过黄金只在凡俗有用，修行者根本没用，但用它到凡俗泡个妞还是不错的。几万两黄金够泡不少妞了。苏长歌又搜了一会，确定没什么东西了之后，便将王山的尸体拖到后山边缘。边缘是个悬崖，深不见底，底部是一条激流汹涌的大河。他一脚将王山的尸体踢下去，王山掉下去连个水花都听不到，直接被冲走。随后苏长歌打理了一下现场的血迹，并将身上的血迹清洗干净，便开始思索怎么处置这株洞明草，是自己吸收还是送出去。自己吸收固然好，但送出去明显是更正确的选择。毕竟洞明草虽好，但系统补贴更好啊，万一在100亿补贴的基础上再报个几10万倍呢，那补贴回来的东西该多牛逼啊。可是赠送给谁呢？他又陷入沉思。洞明草可是实打实的宝物，如果赠送给外人，那该多心疼啊，简直暴殄天物。思来想去，苏长歌决定将它赠送给美女师尊，不让肥水流到外人田。打定了主意，他抬脚便离开这里，朝着叶青瑶的住所走去。梨花峰很大，一个时辰也转不过来玩，也幸好有这么大，让苏长歌痛痛快快杀掉了王山，没有被任何人察觉。至于其他峰，相隔数十里，从远处看云遮雾绕，根本看不到这边发生了何事。叶青瑶的住所在梨花峰东部，距离后山很远。苏长歌足足用了半个时辰，才终于走到这里。眼前是一个小院，清雅别致，门口种着一排绿竹，微风吹过，发出沙沙的响声。乘着微风，苏长歌感到竹叶散发出淡淡的清香，心旷神怡。苏长歌来到门前，轻轻敲了敲门。谁啊？里面传出一道如百灵鸟吟唱的悦耳声音。师尊，是我，苏长歌。原来是徒儿啊，门是虚掩着的，你进来吧。是，
师尊。苏长歌推门而入，映入眼帘的是小家碧玉的庭院，有假山，有溪水，十分高雅诗意。在庭院的长凳上端坐着一名年轻女子，此时正在品茶。她气质高洁，静若处子，肌肤如牛奶般白嫩，冰肌玉肤，无瑕点缀，腰肢纤细，身形曼妙，俏脸晶莹洁白，樱桃小口，娇艳欲滴，肤白长腿，胸有丘壑，一身素白色长裙，腰部盈一握，赫然便是叶青瑶了。苏长歌都快爱死自己的美女师尊了。这几年多亏他让自己抱大腿吃软饭，不然根本无法在宗门立足。徒儿，你来的正好，为师刚出去了一趟，偶的奇遇，获得一株天星雪兰宝药，来拿着。叶青瑶柔声道。说完，他白皙的玉手一挥，一株碧翠的宝药散发着清香，凌空飞了过来。苏长歌将天星雪兰接在掌中，闻了一下，顿感清香宜人，心中微动，也道：师尊，弟子也有些奇遇，特地过来送给您。咦？叶青瑶美眸一动，流露出一抹惊讶，红唇轻启，道：你也要送为师东西？他这还是第一次被苏长歌送东西，美眸流露出不可思议。值得一提的是，梨花峰只有他们师徒2个，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弟子，也就是说叶青瑶只收了他一个徒弟。简单概括下原因：10年前梨花峰本是一座荒山，一个人都没有，宗主将这座山收拾了一下，准备当做一个全新的峰，但后来选峰主就成了难题，宗门那些高层一个也不愿意去荒山，而宗主也是个看脸的，见叶青瑶年轻漂亮，就让她当了这一峰之主。叶青瑶修为不算顶尖，在9个峰主之中属于最弱的修为，造成的后果就是没人愿意拜进这座峰，所以有时候他还是很感激苏长歌的，竟然愿意跟着自己。后来他干脆就不收第2个弟子了。为什么？苏长歌帅啊，别的不说，光是这张迷死人的帅脸，他觉得自己还要什么自行车，再收一个过来当电灯泡吗？梨花峰上就2个人，没事和自己的宝贝徒儿聊聊天，谈心什么的，这日子不好吗？当然这些苏长歌都不知道，他只知道自己是唯一有人要的。但在叶青瑶眼里，没天赋也无所谓，在自己这当个花瓶就行，自己每天看着这么帅一张脸，吃饭有胃口，心情百倍舒畅。师尊，给你。苏长歌取出冻冥草送了出去。当冻冥草递到叶青瑶面前的时候，他心中微动，美眸采光炽盛，难掩心底的惊讶。徒儿为什么突然送自己东西？难道他忽然想到了什么？洁白晶莹的俏脸涌现一抹嫣红，像漫山遍野的桃花盛开，美不胜收。这可，徒儿，你为什么要送为师东西呢？叶青瑶美目看着他，柔声问道。苏长歌微微一笑，道：师尊，您为徒儿做了那么多，徒儿嘴上不说，但其实都记在心里，所以今日偶有奇遇，就当做礼物送给您，这是弟子的一片心意。一片心意？叶青瑶眸中华光流转，异彩连连，心底呢？难道一片心意？这是他对我的一片心意？他仔细体会着这句话。片刻后，叶青瑶美目张灯结彩，轻声道：既如此，那为师就收下了。苏长歌靠近了几分，叶青瑶将冻冥草收下。他本来是不想收的，而是想让苏长歌吸收，因为他觉得苏长歌比自己更需要这株草。但听到苏长歌说这是对自己的一片心意，他心中动容，舍不得不收，于是收下。眨眼间，叶青瑶一双纤纤玉手抚摸在冻冥草上，感受着上面残留的温度，心底竟生出几分涟漪来。那弟子就告退了。这边东西已经送出，苏长歌便打算离开了。先等一下，叶青瑶叫住了他，道：宗主最近催促我再收一些弟子，他说这么大个峰，就你我2个人，有点荒凉啊。苏长歌眉毛一挑，有人要跟自己抢美女师尊，妈的，找死！师尊，不能收啊！你觉得还有谁能帅得过我？反对的话从他口中说出。叶青瑶柔柔的笑道：我也这么觉得，所以我拒绝了。阳光折射在他的脸上，他的脸颊粉红细嫩，像盛开的格桑花。刚才的事情结局很简单，宗主想要叶青瑶再收点弟子，给梨花峰增加点人气，但叶青瑶以修为不高，不能教导那么多弟子，给拒绝了。确实如此，他的修为在9个峰主中垫底，这本来是个劣势，但如今却阴差阳错成了优势。叶青瑶修为没其他峰主高，那么其他峰主自然比他更有能力教导，所以宗主在闻言之后找不出破绽，也没再说什么。苏长歌进入自己的屋子，脑海中系统百亿补贴也准时到账。叮，你送出了一株冻冥草，百亿补贴生效，触发超量暴击，本次超量暴击倍数32万倍，恭喜宿主获得玉壶灵髓。苏长歌顿时察觉系统空间多了一团金色神光，神光外形跟葫芦差不多，但明显比正常葫芦大。下一刻，神光开始快速的收缩，最终凝聚成一颗指甲盖大小的葫芦。苏长歌将其取出，低头看去，只见这是一枚红色丹药，通红，如同烧红的烙铁一般，摸起来有手感滚烫，散发着一股股玄妙神奇的气息。脑海中也响起系统的声音，系统提示：昆仑山脉先天葫芦藤吸收天地精华，日月养分长制而成，浓缩成一颗精华宝丹，极为玄妙，食用可以开拓经脉，将体内的气转化为血红色真气。血红色真气。苏长歌心中一动，心潮澎湃。修士他入气海境，
才算是真正踏入修行之路。而凡是修行，则全都需要将体内的气炼化成真气。气是修士驱动体内灵气得出的力量，这力量只能用来蛮横出击，而只有真气才能用来施展功法神通。但想要将气转化成真气，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有很多人将气转化成真气后，只得出了最垃圾的真气。真气共分8种颜色：赤、橙、黄、绿、青、蓝、紫。赤色威力最小，紫色威力最强，所以无数人梦寐以求想要炼化出紫色真气。但即便是紫色真气，也无法与第8种颜色的真气相比较，两者之间堪称天壤之别。那第8种颜色的真气就是血红色真气。一旦炼化出血红色真气，带给人体的增益是恐怖的。使用血红色真气施展功法神通，能爆发出200%的威力，十分恐怖。整个太玄道宗还从未有任何一人炼化出血红色真气，很多核心弟子的真气都还只是绿色级别。而这颗玉壶灵髓可以让苏长歌省去炼化这个步骤，只需吞下就能将体内的气直接转化成血红色真气。别人辛辛苦苦炼化，他直接转化，很简单，很轻松，很暴力。这要是传出去，还不得让旁人活活气死？人比人，气死人。不过苏长歌可不管那么多，他穿越过来是来爽的，是来征服一切、掠夺一切的，走的就是无敌路，可不是来闲逛的。哈哈，这次赢妈了。苏长歌闻了一下这玉壶灵髓，而后没有犹豫，一口吞下。轰！玉壶灵髓下肚，刹那间他只感到一股极度炽热，热到极点的热流进入口中，仿佛是一条火龙进入体内，顺着喉咙倾泻下去，扩散到浑身各处。一瞬间，他脸色长得通红，皮肤也变得通红，热得不行，浑身里里外外全都发热。他感到自己仿佛喝了一口岩浆，胃里、喉管里、浑身经脉、骨骼全都热得发烫，热得难受。但越是这样，他就越高兴，因为他明白，越热就代表这颗药的药效越暴力。轰隆隆，强劲的药效霸道地融入他体内，完全不讲道理，在他浑身上下的血管经脉当中汹涌流窜，疯狂改善着他的气。很快，血红色真气就占据了他体内气的半壁江山。又过了一会，体内所有的气全部被转化成血红色真气。内视之下，苏长歌看到自己体内一条条经脉纷纷被点亮，变成血红色，如同里面被灌注了岩浆一般。这就好像是前世玩游戏，人物学了新技能，原本暗淡的图标都被点亮了一般。这一刻，他能清楚地感受到血红色真气极为凝练精纯，仅是带来的力量增益就是之前的8倍。此时他光是肉身力量就已经超越同级别修士8倍。别的修士在这个级别肉身力量只有1万斤，而他已经有了8万斤。轰！突然一声炸响，修为开始暴涨，气海境2重天，气海境4重天，气海境5重天，气海境7重天，气海境8重天，气海境9重天。轰！退凡境1重天。一颗玉壶灵髓不但将他浑身上下所有的气全部转化成血红色真气，更将他的修为直接提升到退凡境，一下子提升了一个大境界，力量也直线增长，体内气血如龙，单臂一阵108000斤。苏长歌热得脸红脖子粗，憋了很久这才吐出一句话：牛逼。不得不说，升级的感觉实在是太爽了，尤其是这样直接提升一个大境界，力量暴涨，痛快，实在是痛快。而玉壶灵髓的药效还没有耗尽，还在一点一点改善着他体内一些细小的角落。这一天，苏长歌缓缓睁开双眼，瞳孔中迸发出一道红色金光，一闪即逝，极为锋利，像是眼中蕴含着一把剑。此刻他浑身上上下下所有的微小角落里的真气已经全被玉壶灵髓转变为血红色真气，带来的增益极大。他感到自己浑身上下都充满了雄厚的力量，浑身筋骨噼啪作响，发出如龙如虎般的咆哮声。轰！他站起来，一股雄厚的真气顿时从他体内爆发，伴随着退凡境的威压横扫四方，周围的桌椅板凳当场炸开，迸溅成无数碎片。强！苏长歌心头大喜，若是让那些核心弟子知道他体内所有的真气都已经蜕变为血红色真气，那还不得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中。那些核心弟子无一不是心高气傲之辈，要知道能走到核心那一步的都是弟子中的佼佼者。太玄道宗弟子的品级很简单，共分为杂役、外门、内门、核心、真传，再往上就是圣子。不过圣子到现在还没立，原因是没有合适的人选。而苏长歌在宗门中的地位几乎是没有地位，因为梨花峰就他一个弟子，自然没办法分品级。苏长歌取出一把剑走了出去，他要试试御剑飞行，这是他前世的梦想。御剑飞行多么潇洒！来到门外，他直接祭出这把剑，随后脚踏上去，尝试着运转体内的力量。只听嗖的一声，一股浩瀚的力量传递到剑上，长剑当即带着他冲天而起。30米、50米、100米、1000米、2000米，很快苏长歌便飞到2000米高空。他低头看着下方越来越小的宗门山峰，再看着远处的人流，不由得心情大好，畅快无比的大喝道：好好好！御剑飞行，大丈夫当如是也，这才是修士风范。宗门中那原本高大巍峨的9座山峰，此刻便小了无数倍，
成了久坐不起眼的小山包，而那远处的人流就跟蚂蚁一样渺小至极。这一幕让他心潮澎湃，心里十分痛快。前世的飞机也不过如此吧。不过想了想，前世家境不好，坐不起飞机，现在能遇见飞行，实在是太爽了。他心潮澎湃，猛地将速度调到最快，宛若火箭发射，瞬间跨过蓝天白云，飞了数百公里，过足了瘾。足足飞行5个时辰，一直过完了瘾，苏长歌这才落下云层，回归宗门。刚踏入地面上，忽然听到远处其他峰传来一阵阵欢呼声。怎么回事？他心中一动，看向那座峰，那里是主峰，是宗主的峰座。此时很多弟子急匆匆地聚集在那里，正在兴奋地议论着什么，欢呼声鼎沸。由于距离太远，他听不清，于是他朝那里走过去。9峰之间是用铁索相连，他跨过铁索，很快便抵达。哈哈，这圣座我当定了！去，你算个什么东西？岂能当圣子？唯有我才能当圣子！都别争了，等到时候擂台见真章。很多人都在这里高谈阔论，每一人都是满面红光。苏长歌听得一知半解，便找了一个人询问道：“这位师兄，请问发生了什么？”没想到那人轻蔑地扫了他一眼，冷哼道：“你莫非也想争圣子之位？”苏长歌还没来得及说话，他就轻蔑地说了下去：“我劝你还是省省吧，你个连品级都没有的小透明，竟然也想争圣子之位，那位置是你能高攀的吗？劝你趁早放弃，也省得到时候丢人现眼。”这人名叫胡汉，长着一双3角眼，嘴唇很薄，像刀子一样，面相十分刻薄。苏长歌眼眸一寒，冷冷地扫了他一眼，一刹间，胡汉竟被苏长歌的眼神给吓到了，心中一凛。不过下一刻，他心中就升腾起愤怒，自己竟然会被一个连品级都没有的小透明吓到，开什么玩笑？他正要开口怒骂，一名身穿白色衣衫的女弟子忽然走了过来，她叫楚雪，开口劝解道：“胡师兄，你不要为难苏师弟了。”转过头，他又对苏长歌轻声道：“苏师弟，你有所不知，宗主刚刚下令，特批准1年后召开比武大会，所有弟子无论品级高低都可参加，到时候第1名可以荣登圣子之位。”苏长歌明白了，怪不得这些人如此兴奋，原来是每人都有机会当上圣子。想来是宗主想让宗门所有人都刻苦修炼，便想出了这个让全员都激动，从而努力拼搏的方法吧。圣子那是何等的高高在上，出行有华丽的辇车，身边还有强横的护道者，1人之下，万人之上，尊贵无比，高不可攀。一旦当上圣子，就代表出人头地，人中龙凤，同时还有海量的资源倾泻下来，每一件都是堪称宗门底蕴的宝物。最重要的，还能俘获很多女子的芳心，走到哪都有绝世美人投怀送抱，主动无比，想想就痛快。一时间，苏长歌心中生出无比激动之情，也想要当上圣子。他捏了捏拳头，心底斩钉截铁道：“圣子，我当定了。”胡汉忽然狠狠瞪了他一眼，恶狠狠道：“给我等着，1年后我一拳打爆你！”此话一出，周围很多弟子都是脸色一变，纷纷议论道：“坏了，那姓苏的完了！胡师兄强横如斯，到大比时候恐怕……唉。”又有一名弟子叹道：“他被胡师兄盯上，恐怕下场难料啊！”楚雪也颇为紧张，暗自为苏长歌捏了一把汗。这时又有弟子道：“算了，不和你们聊了，1年时间很短，我要抓紧时间争分夺秒的修炼，到时候出人头地，再会。”我也赶紧修炼，还有我。所有人匆匆离去，等大比之时，要你好看。胡汉撂下一句狠话，也匆匆离去。苏长歌看着他的背影，冷笑道：“到时候看谁要谁好看。”胡汉是内门弟子，修为高深，远超过他。他现在还没能力干掉胡汉，不过这都不是问题。他拥有系统，是这个世界最强的寡逼。眼下他已经打定主意，在这1年里疯狂赠送别人宝物，快速升级。等比武大会召开之时，他将成为本年度最强的一匹黑马，以无敌之姿横空出世，一鸣惊人。到时候把胡汉狠狠地踩在脚下，当着所有人的面狂抽他的脸。苏长歌突然想到了什么，他现在体内都是血红色真气，蕴含的力量极为雄厚浩瀚，但却没有修炼过功法，所以眼下当务之急是去找一本功法修炼。只要修炼了功法，哪怕是最普通地功法，运用血红色真气催动，也能爆发出200%的威力。到时候他的综合实力就会再次暴涨。不过他自然不可能修炼普通功法的，修炼系统补贴回来地功法不香吗？但要刷补贴，首先就要去获得一本功法，这个不难。想着这些，苏长歌很快便有了决断。他朝一座传送阵走去，传送阵直通藏经阁。藏经阁位于主峰最北部，高大宏伟，耸入云端，里面放着很多秘籍，但路途遥远，最低也要飞行3个时辰才能到达。因为现在是特殊时期，宗主为了方便弟子参阅功法加急修炼，特地请了一位阵法师，在主峰制造了一处传送阵，能将人直接传送到藏经阁。他的做法是正确的，现在已经有很多弟子来到这里乘坐传送阵。苏长歌混在人群中，乘坐传送阵只用了数个呼吸便抵达。眼前出现一座楼阁，古朴无比，历史悠久，共有6层，散发出古老沧桑的气息。作为宗门存放秘籍的地方，这里自然不同于寻常场合，到处都是白雾飘渺，奇景氤氲，一道道仙瀑从远处仙山倾泻而下，
缓缓流淌，更有黄鹂清脆鸣叫，入耳动听，更有仙鹤纷飞，让人晚临仙家福地。苏长歌看着这一幕，心情更好了。据小道消息，太玄道宗以前是一座圣地，名为太玄圣地，只不过后来落魄了，变成了太玄道宗。但即便如此，底蕴也绝非寻常势力可比，极难撼动。那些新进的圣地势力也不会轻易的招惹太玄道宗。事实上，美女师尊曾经告诉过苏长歌一些秘辛，太玄圣地并非落魄改名，只是隐退而已。至于隐退的原因，这牵扯到一个大秘密，不为人知，即便是美女师尊都不知道。但隐隐间，苏长歌猜测，这定然是一件惊天奥秘，要不也不会捂得这么严。很快，传送阵再次闪烁了2下，又有大批弟子到场。他们看了一眼苏长歌，纷纷露出复杂的眼神。这不是那个无法修炼的花瓶吗？怎么也来参阅功法了？虽然心中狐疑，但他们也没问。苏长歌并没有释放自己的修为气息，他要苟住，默默发育。等到了比武大会那一天，横空出世，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藏经阁门口坐着一位胡须花白、不修边幅的邋遢老者，他躺在一张躺椅上，衣衫破烂，形同乞丐，抱着一个酒葫芦狂饮，身上传出刺鼻的酒气，让人下意识就想躲得远远的。操，这老头又脏又臭，宗主怎么不把他轰出宗门？谁知道呢？别管他，我们正事要紧。人群议论纷纷，连看着老者一眼都不看，直接走入藏经阁。唯有苏长歌走上前去，行了一礼，不卑不亢道：“这位前辈，弟子有礼了。”他并不认识这老者，因为这是他第一次来藏经阁，以前不能修炼，所以从没来过。但他前世熟读各种玄幻小说，自然对小说里面的套路耳熟能详。就比如眼前遇到的这个套路是宗门中的邋遢老者，尤其是看大门的邋遢老者，一定是顶尖高手，极大概率是宗门中身份超然的大人物。正是因为熟知这些，所以他要争取获得一下这位老者的好感。可惜刚才过去那些弟子都不知道，要不然也不会被他捡便宜。咦，邋遢老者听到有人向自己行礼，苍老的瞳孔流露出一抹欣赏。这弟子品行很不错呀，前辈，弟子天资愚钝，入宗4年都无法修炼，最近终于开窍了，故而第一次见到您，特来问好。苏长歌非常礼貌地说道。不错，真是不错。邋遢老者眼中流露出更加浓郁的欣赏之色，道：你这小娃娃品性难得，叫什么名字？弟子苏长歌。苏长歌礼数周全，拱手行礼道。老者喝了一口酒，畅快大笑道：你这样的年轻人不多了。言罢，他手掌一挥，一道传音便朝苏长歌打了过来。这传音只说给苏长歌听，外人听不到。是，传音划过，内含一则奥秘，尽数传到苏长歌耳中。片刻后，苏长歌明白了这则奥秘，眼睛猛地一亮，急忙郑重行礼，谢道：弟子谢过前辈。不错。邋遢老者点点头，旋即道：事不宜迟，快去拿吧。那弟子去了。苏长歌行礼作别，随后踏入藏经阁。那则奥秘就在这藏经阁中。太玄斩道盛典，旋即临兵赤霄任藏经阁内部，此时已经进了很多人，全都在热火朝天的挑选功法。不过很多人面对1楼地功法都是嗤之以鼻，直接朝更高的楼层走去。在他们看来，越是楼层高，存放地功法就越好。但苏长歌却反向而驰，他看着那些蜂拥往2楼的人，嘴上扬起一抹诡异笑容，随后便是朝面前一个书架走去。邋遢老者在传音中告诉他，高楼层确实有好东西，但最好的东西并不在高楼层，反而在1楼。那是一本平平无奇的秘籍，看似如此，但内部却是另有乾坤。而藏身地点就在1楼最显眼的书架第7层第6个格子，只要进门，第一眼就能看到。若是想要，无需弯腰，伸手就可拿到。苏长歌明白，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所以宗主便将这门功法摆放在了众人眼皮子底下。可惜他摇摇头，可惜那些人全都是傻子，也多亏自己面对尊长之时礼貌问候，最终走了好运。他走到书架面前，低头看去，只见这书架一共有10层，而第7层刚好在自己胸膛部位，一眼就能看到，十分显眼。7层放着很多秘籍，粗略一数，足有20多本，而最中间的一本就是他的目标。那是一本灰蒙蒙的秘籍，就那样静静躺着，没有任何的气息流出，看起来很平凡，很普通。苏长歌却手腕微微颤抖，看了一下左右，确定周围没人之后，猛地出手，将其拿在手中。入手之后，顿觉不凡，只是一本书便有10万斤重量，这也太恐怖了。也多亏他现在力量暴涨，要不然恐怕还拿不起这本书。他匆匆翻开，一股古朴浓郁的道韵顿时扑面来，里面果真另有乾坤。低头看去，秘籍上篆刻着密密麻麻的蝌蚪文字，偏若惊鸿，宛若游龙，异光闪烁，散发出深奥玄妙的道理。顿时间，苏长歌欣喜若狂，而他也看到了这本秘籍的名字。这本秘籍外面的封皮上不过是一本普普通通的批水拳，但内部的纸页下方标注页数的地方却是写着太玄斩道盛典。这次真的捡了个大便宜。为防夜长梦多，苏长歌没有多看，赶忙将其揣到怀里，随后转身就走。不料刚走几步，还没出门，背后突然响起一道声音：站住！苏长歌猛地一顿，转过身去，只见那人块头很大，浑身肌肉，光头，面相十分凶狠。他认得这人，
这也是天台峰那怪老头的弟子，名叫王金龙，实力远超王山，乃是退凡境7重天的存在。怎么了？苏长歌试探着问道。我怀疑你那本功法有蹊跷，拿过来让我看看。王金龙也不是傻子，他刚从3楼挑了一本秘籍，准备回去。然而路过这里的时候，却猛地听到苏长歌一声大笑。他立刻意识到，苏长歌极有可能获得了一件好东西。既然是好东西，那可由不得他了。不可能，我凭什么给你？苏长歌断然拒绝。王金龙咧嘴一笑，大喝道：不给是吧？那我硬抢了。他猛地一个闪身冲向苏长歌，苏长歌只感到眼前劲风一闪，一股恐怖的威压就已经笼罩过来，声势浩大，如雷如电，退凡7重天的修为全面爆发。王金龙这是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要把他彻底打服。苏长歌也不是吃素的，深吸一口气，体内血红色真气瞬间汹涌流动，各条经脉顿时炸出惊涛骇浪之声。轰！突然一声炸响，一道纯紫色的真气横冲而来，如同冲击波一样，直接照在了王金龙脸头上。他的鼻梁瞬间炸裂，变得稀烂，脸上鲜血横流，狼狈倒飞了出去。苏长歌眼眸一凝，这不是他出的手，看你修炼不易，饶你一命，滚！苍老的声音从门外传来。苏长歌眼皮一跳，明白这是邋遢老者出手了。纯紫色的真气，看来前辈身份非凡。噗噗噗！王金龙脸色惨变，被这一道真气横击的大脑嗡嗡乱响。但好在对方并没打算杀他，只是小惩大剑。即便如此，也将他鼻梁打得爆裂，需要吞服名贵的天才地宝才能修复。一时间，王金龙又惊又怒，挣扎着爬起来向外走去。他也隐隐猜到门口那邋遢老者不是寻常人，而是一身藏不露的强者。在路过苏长歌身边之时，他压低声音，阴恻恻地警告道：在这有人护着你，但别的地方可救，嘿嘿，等着。苏长歌就没怕过他，断喝道：好，我等着。笑话，他拥有血红色真气，力量可是同级修士的8倍，真实修为相当于退凡8重，这个修为足以吊打退凡7重。王金龙离开了，苏长歌也没过多逗留，拿着太玄斩到圣典走了出去。在路过邋遢老者的时候，他行了一礼，道：多谢前辈出手。邋遢老者欣赏地看着他，语重心长道：好好修炼，切勿懈怠。说着，他凑了过来，从身上取出一件金光夺目的匕首，以迅雷不及之势色到苏长歌手中。老夫早些年杀伐沉重，业力缠身，所以不能随意杀人。此物乃玄级灵兵赤霄刃，你修为不及王金龙，他若找你麻烦，你就用这个跟他拼了。苏长歌心中一动，兵器共分普兵、灵兵、神兵、圣兵、地兵，每种又分4境天级、地级、玄级、皇级，和丹药相同，同样是皇最低，天最高。而圣兵和地兵又统称为道兵，属于极道兵器的范畴。邋遢老者手中并非没有更强的兵器，但他怕宝物会给苏长歌招来麻烦，就赠送一个灵兵，他觉得够苏长歌用了。苏长歌虽然无惧王金龙，但也不矫情，直接收下赤霄刃，道：多谢前辈。不用谢，记住老夫的话，好好修炼，切勿懈怠。苏长歌点头称是。旋即他乘坐传送阵离开这里。没过多久，苏长歌便重新回到了主峰，随后马不停蹄地回归梨花峰。他要将这本恐怖的太玄斩到圣典送给美女师尊，越是恐怖的东西，系统补贴回来的就会越恐怖，这也是他为何不将此物私藏的原因。而他去藏经阁这一次，不仅得到了这个宝物，更获得了一件玄级灵兵，一箭双雕，赚大发了。师尊，您对我好，我肯定会对您好啊。很快，苏长歌就来到了小院门前。徒儿，你又来了，门是虚掩着的，进来吧。叶清瑶柔柔的话语声从里面传来。在苏长歌靠近门前的时候，他就已经感知到了。是，师尊。苏长歌推门而入，叶清瑶依旧在那里品茶，美眸散发韶光。见他去而复返，轻启银牙，问道：徒儿，你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弟子刚才去了一趟藏经阁，机缘巧合之下得到了这本功法。苏长歌也没隐瞒，将邋遢老者的事情一五一十说了，也没必要隐瞒，毕竟叶清瑶不是外人，处处对他好，处处向着他，因此他不忍隐瞒。什么？你竟有如此大机缘？听到他的话，叶清瑶吃了一惊，美眸睁得大大的，不可置信地看着他。先不说邋遢老者，他曾去过藏经阁不知道多少次了，从未在意过1楼的那个书架，却不曾想那在眼皮子底下的书架，那么显眼的地方，竟然放着这样一本恐怖功法——太玄斩道圣典。据他所知，这是宗门不外传的秘法，只有宗主特别欣赏什么人，才会将这功法传给他，一般情况下是绝不传给任何人的，即便是封主都不行。徒儿这次捡到大便宜了。然而苏长歌接下来的话竟让他心中一震，更加的吃惊。苏长歌将太玄斩道圣典递到他的面前，微笑道：至尊，我此来不为别的，就是想把这本功法送给您，拿着吧。啊！叶清瑶樱桃小口一下子张得大大的，洁白晶莹的俏脸上满是无法置信。这么恐怖的功法，徒儿竟然要送给自己，这是真的吗？难以置信，恍如梦幻，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为什么不留着自己用，偏偏要送我？震惊的话语从他口中传出。苏长歌淡淡笑道：师尊，您对我好，
我肯定会对你好啊。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仿佛丘比特的箭射中叶轻瑶的心，让他一颗心猛地跳动起来，砰砰乱跳，甚至呼吸都开始急促起来。我对他好，他也会对我好。叶轻瑶心中不断呢喃，细细体会着这句话的含义，联想到不久前他刚送了自己一件宝物，现在又来，莫非他来真的？想到这，他的脸颊骤然涌现一抹绯红，像是绚烂的郁金香绽放，娇羞绽放，姹紫嫣红。这个那个这可，既然你送为是东西，那为师岂有不受之理？总之我就收下了。叶轻瑶脑海观想万千，心中欢喜，伸出玉手将太玄斩道圣典接下。苏长歌点点头，随后又问了一句：师尊，您知道藏经阁门口的老前辈叫什么名字吗？又是何身份？刚才邋遢老者并没有告诉他自己叫什么名字，在宗门又是何身份，所以苏长歌很好奇，有一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冲动。不过他自然不会去问邋遢老者的。你说他呀？叶轻瑶目光陡然变得凝重起来，道：我也不太清楚，我只记得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已经在那里饮酒度日了，十分颓废。宗主曾私下里和我说过，他姓徐，但却没说真名，只让我们这些封主尊称他为徐老。至于身份，我却是不知道了。苏长歌点点头，这回答也在他意料之中。徐老身份如此神秘，看来定然是宗门恐怖无比的大人物了，很可能是太上级别的存在。对了，徐老对你的好，你要默默记心里，日后知恩图报。叶轻瑶这时候又补充道，这些苏长歌自然知道，点了点头道：弟子谨记。接下来叶轻瑶翻开手中的太玄斩道圣典，看了片刻，眼中闪过一道顿悟。他只觉得圣典上面的文字浩瀚无比，恍若无涯的深海一般，奥义重重，精纯磅礴。不过这些对他来说都不算太难。事实上苏长歌看不懂那本功法，即便自己修炼也无从下手，所以送出去是最正确的选择。很快叶轻瑶就将太玄斩道圣典尽数悟透，脑海中奥义滚滚，如大江大浪，连绵不断，滔滔不绝。这是一门锤炼神魂地功法，共分9层，十分玄妙精奥，修满即可将神魂锤炼到极致，免疫任何精神攻击。这世上很多修士不单单是以物理攻击，还会使用精神攻击。最常见的精神攻击就是幻术，可以扰乱人的五感，让人精神错乱，神志不清，从而败亡。这种攻击是最可怕的，看不见摸不着，让人防不胜防。但修炼了太玄斩道圣典，全部免疫。随着修炼的深入，叶轻瑶身上的气息猛然暴涨，随之便传出一股恐怖的威压，如煌煌天威落下，横扫四面八方。突破了，一切都是水到渠成，不带一丝滞色，十分自然。呼，叶轻瑶微微吐出一口浊气，美眸望着苏长歌，流露出七彩华光，柔声道：徒儿，这次为师要感谢你了，说吧，你想要什么奖励？超量暴击，太初级道圣典，修为再次暴涨，奖励。苏长歌属实没想到师尊这次竟然会给自己发奖励，那岂有不要之理？师尊，徒儿不挑的，你给什么，徒儿就要什么。他淡淡笑道。叶轻瑶思索片刻，从怀里取出一颗金色丹药，笑道：此为涅槃神凤丹，拥有极强的恢复力，重伤之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只需服用此物，伤势就会在一息内尽数恢复，重回巅峰状态。来，拿着。苏长歌伸手接过，只见此物圆圆的，通体金色，闻上去有扑鼻香气，浓郁无比。一瞬间他心头大喜，这可是疗伤圣药啊！有了此物，自己可以说拥有一张复活机会了，就像前世玩的某训游戏一样，身上穿着一件复活甲。旋即他起身告退，刚回到住处，系统补贴准时到账。叮，你送出了一本太玄斩道圣典，100亿补贴生效，触发超量暴击，本次超量暴击倍数365000倍，恭喜宿主获得太初级道法典。太初级道法典，苏长歌心弦一动，玄幻世界最恐怖的道兵便是极道兵器，那此物以极道来命名，肯定不会是善茬。系统声音响起，系统提示源自上古时代一尊仙王强者的秘法，可同时锤炼肉身与神魂，共分18层，修到极致，肉身坚若磐石，神魂强度也会一跃达到恐怖的地步，免疫一切精神攻击。卧槽，果然不是善茬。苏长歌深深吸了一口凉气，着实被震惊到了。时间划分太古时代、上古时代、中古时代、近古时代，现在太玄斩道圣典只能锤炼神魂，但太初级道法典不仅能锤炼神魂，更能同时锤炼肉身，两者皆可锤炼，这就恐怖了。可以想象，当肉身与神魂在千锤百炼下，整个人一下子没有任何短板，那该多恐怖。旋即他关上门，盘膝坐下，开始参悟。系统补贴回来的东西全部是经过解析的，上面的文字通俗易懂。苏长歌看了一眼，立刻融会贯通，没有任何滞涩的地方。轰轰轰轰轰，他的体内传来一声声战鼓之声，仿佛是一把圣锤在锤炼他的肉身，而他也感到神魂中有一把神圣的大锤在锤炼自己的魂魄。两者同时进行，每锤炼一下，肉身和神魂就增强1分，稳步增强。第1层、第2层、第3层、第10层、第12层、第16层、第18层，不出半个时辰，
苏长歌便将太初极道法典修到顶层。轰隆，他身上席卷出一股浩瀚且深邃的气势，恍若汪洋般深沉，席卷八方。周围的空气传出声音爆，噼啪作响。修为也在刹那间冲破自身极限，蹭蹭暴涨。轰！突破，退凡境2重天，退凡境3重天，退凡境4重天，退凡境5重天，退凡境7重天，退凡境8重天，退凡境9重天。轰！半步金身，退凡境之后便是金身境。在太初极道法典的锤炼下，苏长歌的修为蹭蹭飙升，短短片刻便踏入了半步金身。这时他发现自己体表产生了淡淡的金色，恍若佛门金身罗汉一样，金光闪闪，熠熠生辉。而随着修为提升，他的肉身力量也在蹭蹭暴涨，10万9千斤，20万斤，20万1千斤，30万斤，30万2千斤。极道法典锤炼带来的提升是恐怖的，苏长歌感到自己浑身是劲，体内力量汹涌，劲力暴涨。不得不说，拥有力量的感觉实在是太爽了。但很快他就平复了心情，将金身境的修为隐匿了下去。对，我得苟住，只有这样，到时候才能以黑马之姿打全宗门一个措手不及。最关键的是，他的提升太快，如果引起别人的注意，引来麻烦，怀璧其罪的道理他还是懂得的。旋即他闭上双眼，继续锤炼自己的肉身神魂。随着修炼的深入，他发现这本功法非同寻常，一旦运转，可催动肉身力量进行攻击，也可以催动剑法、掌法、拳法各种武技进行攻击。这是一本万金油功法，如果用武侠小说来解释，那就是内功心法。苏长歌眸子越来越亮，心里痛快无比。就在苏长歌修炼之时，天台峰、王金龙愤愤不平地来到一间密室内。密室黑暗无光，传出龙虎般的咆哮，阵阵威压席卷，恐怖的气息引起气浪炸响，极为强横。王金龙立在门前，恭敬行礼道：“大哥，我咽不下这口气，请您为我出头。”密室里的人是他认的大哥，他不是傻子，知道苏长歌回去之后肯定会修炼那门功法，那实力不用说肯定会暴涨，到时候自然不怕他，所以他必须要叫大哥出马了。详细说说。密室传出一道低沉的声音，王金龙很快就将事情全盘托出。轰咔！密室爆发出恐怖的炸响，大门直接被一股强横的真气撕裂贯穿，一道高大魁梧的身影走了出来。他叫向威，乃是真正的金身境强者，修为在金身境9重。眼下他扭了扭脖子，暴吼一声：“功法要，他的命也要！走，既然你们找死，那我就成全你们。”另一边屋子之中，苏长歌沉心修炼，体内骨骼、经脉、细胞、神魂纷纷得到了锤炼，变得坚韧无比，如同钢铁，体内更是迸发出千军万马奔腾之声。大概几息后，他将这声音压制下去，随后打量自己的变化。内视之下，只见那一条条经脉足足被锤炼了千次万次，坚韧挺拔，变得如同骨骼一般，而那骨骼更是被锤炼的坚硬无比，宛若磐石。至于体内那一颗颗细胞，更是变得如同铁丸一般，在体内汹涌流动，遇山开山，遇海拔海，甚至就连血液都被锤炼得如同烧红的铁汁一般，坚硬不摧，强横异常。咔嚓！苏长歌捏了捏拳头，拳头顿时爆发出一声声清脆的炸响，如同爆竹被点爆，噼里啪啦的响。他走了出去，找到一块足足10米厚、5米高的山石，运转太初极道法典，一拳轰了上去。轰隆隆！只听一声震耳欲聋的炸响，那高大厚重的山石直接被一拳贯穿，连带着周围破碎的石壁都在寸寸炸裂，不出片隙，整个石头炸成齑粉。这便是我目前的力量吗？当真是恐怖。苏长歌心中震动，实际上这一拳他才使用了1分力量而已，只是试威力。若是动用全力，足足30万2千斤力量尽数轰击在大石头上，还不知会恐怖到什么地步。不过若是轰在人身上，怕是他当场就要吓尿了。人可不比石头，人的身体要比石头脆弱得多，石头都一拳打爆了，那人就更不用说了。在想着这些，苏长歌也在估算自己如今的真正实力。血红色真气可以给实力带来8倍加成，再叠加上30万2千斤力道，跃进强杀简直如杀鸡宰狗。他现在的实力足够爆杀半步法相境修士，金身境之后便是法相境。他以半步金身的修为碰到半步法相，直接就是一拳打爆，霸道无比，根本不讲道理。旋即他将修为气息下去，便准备回屋去了。然而刚转过身，忽然察觉眼前一黑，一个光头冲了过来。光头怒发虚张，指着苏长歌的鼻子大叫道：“大哥，就是他！”苏长歌定睛一瞧，这才发现此人竟是刚分别不久的王金龙，而他身后还跟着一名魁梧壮汉，同样是光头，满脸横肉，右半边脸纹着一条青龙，龙的眼睛位置刚好是他的眼睛。此刻正恶狠狠地盯着自己，冷笑连连。正是相威，小子，把那本功法交出来，我可以大发慈悲，给你留个全尸。相威冷冷地扫了一眼苏长歌，恶狠狠地说道。他从苏长歌身上感知不到任何修为，这样的弱鸡，他自诩自己连拳头都不用，仅用一根手指就能把他打得爆浆。王金龙也在一旁狞笑道：“苏长歌，识相点就把那门功法交出来，我这是好心劝你，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苏长歌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不慌不忙道：“如果我不给呢？”咔嚓，向威攥了攥拳，发出一声清脆的骨头脆响，没有说话，猛地挥拳朝旁边一块大石头砸去。轰咔咔，那块石头足有半人多高，3米多厚，在这一拳之下顿时土崩瓦解，仿佛泥巴做成的一样，直接炸成了渣。我向威力来人狠话不多，你若不给，那么下场就有如这块石头。恶狠狠的话从向威口中说出。一旁王金龙高高挺直胸膛，颇为神气，狂笑道：“看到没有，我大哥强横如斯，你最好把东西乖乖交出来，也省得拳脚无眼。”他其实是怕苏长歌将那门功法给藏到别处去了，不然万一贸然杀了苏长歌，也白费力气。苏长歌不怒反笑，不得不笑，这两人一个比一个嚣张，自己刚突破，实力蹭蹭暴涨，这俩人就迫不及待送上门来了，真是千里送人头啊！既如此，那就一个字：杀。等杀完了，再例行搜身。此刻他看着王金龙和向威，就如同看待两个行走的宝库。以王金龙和向威的修为，身上的东西肯定比王山多，他拿定了。你笑什么？找死！向威眼见苏长歌非但不怕，而且还笑出了声，顿时勃然大怒，猛地上前将苏长歌逼到墙角。苏长歌站立的背后有2堵墙，刚好形成一个角落，向威就将他堵在这个角落里。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王金龙也走了过来，联合向威将苏长歌死死地堵在墙角。被这么挤兑，苏长歌再次笑了，冷冷道：“好，既然你们找死，那我就成全你们，跪下，给我磕头道歉。”不料向威听了，也猛地笑了起来，沉声道：“你拿什么杀我们？废话少说，吃我一拳！”轰！他身上气息暴涨，如龙似虎，骨关节爆响，一拳轰来，其势如浪。他要一拳把苏长歌制服，然后慢慢拷问。王金龙哈哈大笑，疯狂叫嚣：“哈哈哈哈！我大哥生气了，你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我会后悔？笑话！面对这一拳，苏长歌眼也不眨一下，深吸一口气，运转太初极道法典，体内血红色真气也跟着运转起来，各条经脉顿时爆发出大江怒浪般的声音，古筋膜噼啪作响，一股恐怖的气势猛然爆发开来。轰！地面承受不住这股气势，直接炸裂，冒起滚滚浓烟。什么？王金龙震惊，向威也是脸色一变，心中凛然。苏长歌没有多讲，面对向威这一拳，同样是一拳迎了上去。眨眼间，两拳狠狠撞击在一起，砰！空气中爆出一声炸响，席卷出无穷风浪，烈烈作响，狂风激荡。啊！王金龙只听到一声痛苦至极的惨叫，立刻察觉眼前一黑，一个身影狼狈倒飞了出去。赫然是向威倒飞了出去，他那魁梧的身子仿佛变成弱不禁风的树苗一般，直接被轰飞，一边飞一边大口吐血。王金龙愣住了，骇然的脸上全都是难以置信，这是什么情况？大哥竟被苏长歌给一拳打飞了。他看向向威，只见向威凄惨无比，拳头连带着整条手臂都是炸裂，露出了肩膀阴森森的白骨，鲜血淋漓，好不凄惨。一拳，苏长歌仅是一拳就硬生生打爆了向威整条手臂。向威脸色豁然大变，惨白无比，面无血色，仿佛经历了全世界最难以置信的事情一般，嘴巴张得巨大，难以置信。这个苏长歌怎么会这么强？打住！今日之事就此结束，告辞。唰的一声，向威抬脚就走，头也不回。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哪那么容易？苏长歌冷哼一声，猛地闪身追去。他体内轰然炸响，力量尽出，全身泪响，百骸震动，血红色真气将浑身血液搅动得轰隆作响，一拳轰向向威后心。向威心头大骇，赶忙转身，咬了咬牙，取出一面厚实的铁盾，横在身前抵挡。咔嚓咔嚓嚓，铁盾爆发出惊人的炸响，被这一拳生生贯穿，寸寸爆碎，炸成碎片。向威脸色猛变，赶忙求饶：“不，苏师弟，停手，我今天不该。”轰！苏长歌毫不留情，拳头击穿铁盾，一路直捣黄龙，狠狠轰击在向威胸膛上。砰砰嚓嚓，向威胸膛向下塌陷下去，肋骨断裂，碎碴子飞溅，鲜血横流。而后轰的一声，胸膛直接炸穿，脏器乱飞，胸膛被开了一个大洞。向威脸色煞白，只发出一声惨叫，用尽力气转头看了一眼王金龙，随后尸体扑通一声倒在地上，没了声息。他的眼睛还是张着的，死死地盯着王金龙，死不瞑目。若不是王金龙，他今日也不会碰上硬茬子，横尸在这。王金龙哗然，吓得六神无主，心头震恐。金身9重的大哥竟被苏长歌一拳给轰得胸膛炸开大洞，他竟然这么恐怖的吗？苏长歌冷冷扫了他一眼，道：“王金龙，你刚才说我会后悔？不，刚才是我瞎胡说的，你千万别往心里去。”王金龙现在肠子都悔青了，看苏长歌的眼神小心翼翼，如在看一只嗜血猛兽。跪下，给我磕头道歉。苏长歌指了指地面，砰砰砰砰，王金龙毫不犹豫，立刻跪在地上，狠狠地磕着响头。很快，他的脑门磕出了鲜血，但他还一直磕，不敢停下，足足磕了上百个，他才敢抬起头来，战战兢兢道：“苏大哥，可以饶了我吗？”向威的惨状就在眼前，他只感到头皮发麻，可不想不其后尘，把身上所有的东西全都交出来。苏长歌冷冷说道：“是，大哥。”
王金龙手脚颤抖，在身上摸索一阵，取出一个储物袋递了过来。储物袋是紫色，从外表看起来鼓鼓囊囊。苏长歌看了一眼，就知里面肯定放着不少东西。苏大哥，东西已经给你了，可以换我一条命吗？王金龙颤声说道。苏长歌冷冷一笑，不好意思，不可以。轰！他直接就出手了，一拳轰过，直接爆头。啊！王金龙脑袋瞬间开花，鲜血混合着骨头茶籽四处飞溅。哼！苏长歌冷哼一声，又补了一拳，直接将王金龙身子打爆，炸成一团血雾。随后他走到向威身前，开始搜身。向威作为金身境，身上肯定有不少宝贝。巨大收获，撼山拳、昆吾拳。事实上，刚才苏长歌先问王金龙索要东西，是为了防止一拳将他打爆了，他身上的东西也跟着爆炸了，那自己就白忙活了。等得到了好处，再把他一拳轰爆不迟。而杀向威同样也是如此，在出手的刹那，苏长歌将所有的劲力全部集中在向威的胸膛，滚滚巨力会做一点，直接打爆了向威的胸膛，却没有伤及到其腰间的储物袋。这也是他现在对力量的掌控达到了完美无缺、游刃有余的地步才造成的。旋即，苏长歌低下身子，在向威身上来回摸索。向威的胸膛破碎，鲜血咕嘟嘟的冒出来，染红了衣裳，也染红了腰间的储物袋。苏长歌将这储物袋翻出来，随后便是握紧拳头补了向威一拳。这下可没集中力量，而是全面爆发，30万2千斤力量叠加血红色真气的8倍增幅，直接让向威的身子轰咔一声，像王金龙一样寸寸爆开，炸成血雾，连骨灰都没剩下。旋即，苏长歌去清潭洗了个澡，又换了一身新衣服。他连杀2人，身上、拳头上、衣袍上早已沾满血迹，必须清洗。做事要不留痕迹，要利索。搞定这一切，他回屋开始检查这2个储物袋来。苏长歌率先解开向威储物袋的封口，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数10平方左右的空间，约有2间屋子大小，里面放着7、8本秘籍。他看了一眼，只见是撼山拳、游龙拳，还有一本是昆吾拳，其他的几本大多都是拳法，只有一本是刀法。除此之外，还有7、8件兵器，有长矛有大刀，都是一些上品普兵，品质比起邋遢老者送的要低上一个大等级。咦，零食！突然他发出一声欢笑，只见储物袋的底部还有一大堆闪闪发光的零食，神识一扫，竟有3000多块，全都是上品零食。别小看这3000多块零食，可以买很多东西了，每一块零食都得质不一。零食品级下品、中品、上品、极品，100块中品零食才可以兑换1块上品零食，而100块上品零食才能兑换1块极品零食。这3200块上品零食都是向威辛辛苦苦攒的家底，如今都便宜了苏长歌。旋即他开始查看王金龙的储物袋，王金龙就没向威那么富了，储物袋里稀稀落落，只有900多块下品零食，其他丹药、兵器若干，蚊子腿也是肉。苏长歌淡笑一声，心态十分良好。接下来他便打算将这些东西全都赠送给美女师尊了。只是就在他准备出门之际，忽然想到了什么，改变了主意。以师尊的眼光，不一定会看上这些拳法吧，也不一定会看上这些普兵吧。美女师尊可是一phương之主，这些东西固然能送出去，但自己就不觉得寒碜吗？只有将宝物送他，面上才有光啊。不过这自然难不住苏长歌，他脑筋一转，很快就有了新的打算。干脆这样，下山把这些东西全都卖了，换成一大笔零食，然后送给他，这样系统补贴回来的零食肯定更多。苏长歌边说边笑开了花。送钱，然后系统超量暴击补贴更多的钱，自己简直是个商业奇才。最关键的是还能体会一次拿大把钱砸女人脸上的快感。等拿到补贴回来的零食，直接吸收，修为蹭蹭蹿升，这不就爆爽啊！打定主意之后，他便准备下山了。等一下，这个赤霄刃我根本用不到，留在身上也是吃灰，不如临走前去找一趟师尊，把这玩意送他吧。苏长歌忽然想起了邋遢老者赠送的灵兵，他将其取了出来，打开刀鞘，一把泛着锋利寒光的匕首便暴露在空气中，寒光闪闪，让人不寒而栗。旋即灵兵极为锋利，切石头如切西瓜，是件宝物，但自己根本用不到，不如用来刷更强的灵兵吧。啊呸！什么刷灵兵，分明是献孝心。旋即他推门出去，朝叶轻瑶的住处走去。徒儿对师尊的孝心变质了。沿着一条山路，没过多久，苏长歌就又来到了叶轻瑶门前。算算次数，这已经是第3次来了，今天可真够频繁的。摇摇头，他将心中的杂念驱赶，便敲敲门道：“师尊，你在吗？”“在。”“门没关，进来吧。”里面传出叶轻瑶柔柔的声音。苏长歌其实也猜到门应该没反锁，不过面对美女师尊，自己肯定要保持谦谦君子的形象的。不再多想，他推开门，踏步而入。叶轻瑶已经不再品茶了，正在水池边拿着一些鱼饵撒入水里，水中有几条金鱼欢快地扑腾着，抢食鱼饵。徒儿，怎么了？叶轻瑶转过身，晶莹的美眸疑惑地看着他。他有点不明白，自己的徒儿今天怎么了？怎么来得这么频繁？算了算，已经3次了，是怎么了吗？苏长歌淡淡笑了笑，道：“师尊，之前忘记说了，藏经阁的徐老送给我一柄玄级灵兵，十分锋利，
我想把它送给您。说着，他就将匕首取出来，递到叶青瑶面前。叶青瑶拍了拍洁白的额头，恍然大悟，第三次来送自己东西，他这样如果不是来真的，恐怕都没人相信吧。怪不得他今天来的这么频繁，原来是在暗示自己。徒儿，这灵兵你可以当做防身之用，为什么要送我？叶青瑶觉得自己应该确定一下，于是柔柔的话语从口中传出。苏长歌就没想那么多，不假思索的笑道：没有那么多为什么，就是觉得师尊你很漂亮，所以想送你礼物。礼物？叶青瑶心中的难，送我礼物？他柳眉一舒，心底荡起涟漪。徒儿三番五次送我礼物，而且还夸我漂亮，肯定是喜欢我，所以他此举应该是在暗示我吧。毕竟哪有拿着自己的东西随随便便就送人，而且宗门中那么多人呢，他谁都不送，偏偏只送我，这一定是……诸多念头从他脑海闪过，俏脸逐渐转变，一寸一寸的变红，粉晕溢满脸颊，如羞涩的花儿绽放，心跳也逐渐加快，内心紧张，呼吸急促。而这边苏长歌看他脸色渐渐红了，顿时有些不明就里。师尊的脸为什么突然红了？难道是遇到了什么害羞的事？咦，莫非是因为自己？他突然反应过来，自己今天三番五次过来，又送这又送那，只要是宝物统统都送，是不是让师尊误解了什么？天啊，自己的孝心变质了，师尊对徒儿的心也变质了。这就思索之际，忽然见叶青瑶俏脸绯红如春日桃花，清雅绚丽，轻启皓齿，柔声道：徒儿，我知道你的心思了，那我就接受了。心思接受？苏长歌明白了，自己和他的心都变质了。叶青瑶接过这把玄级灵兵，随后笑面如花，有些娇羞地看着他，红唇开合，轻语道：徒儿，既然你对我有想法，那不如我干脆嫁给你得了。他是以开玩笑的口吻说出这句话的，也在心中不断地提醒自己，要矜持，一定要矜持。可是矜持不住啊，这么帅，换谁都遭不住。苏长歌听到他的话，眼眸微微惊讶，不过很快便回归寻常，道：可以。他不是矫情的人，美人都送上门来了，自己若是拒绝，那还是不是个男人了？说话之际，他伸出手臂，顺势将叶青瑶揽入怀中。啊！叶青瑶猛地发出一道叫声，身子颤抖。第一次被男子触碰，他六神无主，大脑一片空白，心脏也跳得更快了，也在心中彻底的确定下来，他是真的来真的。这徒儿，他脸颊一刹间红到了耳朵根，六神无主的慌叫道：这样影响不好，光天化日的，先等等，以后再。苏长歌反而把他搂得更紧了，低头笑道：怕什么？梨花峰又没旁人，没人看得见。叶青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他只知道苏长歌说的确实是事实，梨花峰就他和苏长歌两人，其他任何人都没有，所以还能害怕别人能看到不成？他低下了头，不再说话，却是伸出玉手抱紧了苏长歌的腰，足足很久，两人才分开。师尊，我要下山一趟，快则半日，多则一天，很快就会回来。苏长歌自然是知道正事的，不过却没说具体下山干什么，他要回来给美女师尊一个大大的惊喜。注意安全，我等你回来。叶青瑶柔声道，他的门一直都是虚掩着的，为苏长歌而虚掩。天级灵兵屠龙刀。山下刚下过一场小雨，山色空蒙雨一齐，一个白衣身影走在路上，他意气风发，神采飞扬，步履稳健，英姿飒爽，正是苏长歌。家里有一个如花美眷等着我回去，这种感觉就舒坦。他心情畅快，意气勃发。不得不说，有一个家人永远在家里等着你回去，这种踏实的感觉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也就在这时，脑海当中系统补贴到账，叮，你送出了一件玄级灵兵赤霄刃，100亿补贴生效，触发超量暴击，本次超量暴击倍数362000倍，恭喜宿主获得天级灵兵屠龙刀。什么？苏长歌心头一震，竟然是屠龙刀！武林至尊宝刀屠龙。他想起了熟悉的 BGM， 这把刀他熟啊，前世又不是没看过某位大师级别的作家写的倚天屠龙，自然对这把刀极为熟悉。不过似乎有点不对啊，这里是玄幻世界，你给一个武侠世界的刀有何用？这不是被别人给反向降维打击了吗？忽然系统声音响起，系统提示：屠龙刀，上古时代一尊仙王强者的遗留兵器，威力极强，一刀砍出，无坚不摧，可上山擒龙，可入海杀鲸。哦，明白了，原来是仙王级强者的兵器。苏长歌眉头一展，大喜过望。仙王级强者有多恐怖，自然不用多说。他立刻打开系统空间，只见那片形同混沌的空间中，一把巨大的厚重巨刃笔直的插在那里，刀足有10多米长，刀身很宽很大也很厚，线条硬朗笔直，如同一把大铡刀。刀背则是纯黑色，漆黑如墨，侧着看去足有手掌那么宽，厚实无比，散发出一股霸道的气息。而刀刃则是雪白，能映出一张人脸，锋利处很薄，几乎如一片叶子。屠龙刀没有刀鞘，因为它太大了，太重了，任何刀鞘都装不下它。在它的刀柄处还缠着一道粗壮的铁链，足有手臂粗细，散发出雄厚的战意。苏长歌只是远远看着，便感觉一股霸道硬实的气息扑面而来，刚强无比，深沉无比。他上前去，双手握住刀柄，
却发现自己竟然提不动它，神识一扫，竟然足足有100万斤重。苏长歌骇然，他现在的力量不过才30万2千斤，这刀竟然超出了他力量将近3倍。想要拿起它，就必须催动血红色真气才能举起。呵，他大喝一声，咬了咬牙，催动血红色真气，浑厚的真气在体内流窜，奔腾开来，奔波在4肢百骸中，为他提供强劲的力量。嗡，屠龙刀颤动，被他撼动了1寸，向前挪了一点点。好重，好重，不愧是天级灵兵。苏长歌额头冒汗，但却是大喜，这把刀第一次让他用尽浑身全力，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难以想象，若是拿屠龙刀去杀人，将会恐怖到何种地步。轰！他运转太初极道法典，体内力量进出，骨关节咔嚓作声，经脉鼓胀，一条条粗壮青筋从体表凸显出来，力量膨胀，再去拿这把刀。终于，屠龙刀被他举起，高高举过头顶，拿起来了。这一刻，苏长歌心底猛然生出一种征服他的快感。把玩了好一会后，他才将屠龙刀放下，随后退出了系统空间。此物终究是太大了，存放在系统空间就挺好，等需要用的时候再拿出来。接下来，他取出一把剑，御剑飞行，方向是南方。他打算去敦煌城，那里是一座繁华都城，占地极广，城中各行各业人员都有，丰硕富足，还有很多大集市，是个卖东西的好去处。1个时辰后，苏长歌来到了一片黑松林的上空，这里是去敦煌城的必经之地。他本来没在意的，只是在经过这里的时候，忽然眉毛一挑，感知到下方有一股非比寻常的气息，那气息爆裂无比，戾气很重，像是魔道之人，充斥着一股嗜杀的邪气。另外还有一股气息，那是正道修士的气息，不过从感知来看，却显得极为孱弱，像是受到了压迫。苏长歌很快便想通，下方有魔修，正在残害正道修士。突然，似乎是感知到有人路过，一道迫切的求救声从黑松林传出：“救命啊！救救小女子！谁能救救我？”黑松林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听到求救声，苏长歌眼眸一凝，他虽不是圣母，但正魔不两立，惩恶扬善的事做一次也未尝不可，心中也骤然升起一股豪爽的感觉。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萧，他驾驭长剑朝着黑松林飞去。此时黑松林深处，日光被遮掩，四周黑暗昏沉，一股魔气笼罩，仿佛乌云压顶，让人心悸。一名30多岁的美妇倒在地上，嘴角溢出几丝鲜血。她颇有姿色，身穿紫色旗袍，凹凸有致的身材若隐若现，只是这旗袍现在却被撕去了一大块。叫吧，你就算叫上了天，也不会有人救你的。今天我要定你了。一名身披黑甲，头戴黑白2色鬼脸面具的青年狞笑着，向他寸寸逼近。他身上的威压太浑厚了，魔威肆虐，每走一步都像是黑暗在驱逐光明。黑暗中传出鬼怪撕心裂肺的尖叫，让人脊背发凉。此人半步法相近，身上仅是威压一出，就如一尊山岳凌空压下，碾压的美妇脸色苍白，目露绝望。他抓住最后一丝救命稻草，希望能唤醒青年最后一丝良知，道：“小兄弟，你看样子应该20出头，我比你大了10多岁，而且我有家室。”你说到家室，美妇顿了一下，眸中流露出痛惜。在他身旁不远的空地上停着一辆马车，马车早已破碎，被从中间劈为2半。一名30多岁的中年倒在半截马车里，他被拦腰斩断，鲜血横流。比我大，佩戴鬼脸面具的青年狞笑一声，道：“小爷我就好这口。”他眼中流露邪光，在美妇身上仔细扫过，不放过1寸1缕，口中发出赞叹：“好啊，好啊。”说话之际，他一步步的逼近美妇，眼中邪光越发炽热。美妇彻底绝望了。家门不幸，他今日和夫君一起出行，不料来到这只黑松林之时，碰到魔道，夫君被杀，钱财被抢，他也即将惨遭玷污。这黑松林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可以想象，等待他的将是一场暴行。轰！突然，虚空划过一道闪电，伴随着正义的光芒，有雄厚的威压浮现，卷起千层风浪，似排山倒海，风卷残云。什么人？鬼脸面具青年瞳孔一缩，倒是没想到竟有人敢打搅他的好事。不过下一刻，在看到来人之后，他眼眸顿时闪过一丝不屑，冷笑道：“这在他的感知中，苏长歌不过才半步金身的修为罢了，而他呢，可是半步法相，就这也来伸张正义，莫非是活腻歪了想找死？”美妇也看到了苏长歌，她只觉得眼前白光一闪，一名白衣年轻人从天而降，仿佛为黑暗带来黎明，正义的光在照耀，在发散。只是当他注意到苏长歌的修为时，眼中的光芒顿时暗淡了下去。半步金身太低了，不但救不了自己，还有可能搭上性命。唉，美妇长叹一声。苏长歌在听到他叹息，便明白了怎么回事。不过他也不解释，淡淡扫了那鬼脸青年一眼，自语道：“还没杀过魔道呢，偶尔杀一个练手也不错。”练手，声音不大，但落到鬼脸青年耳中，却让他震惊了。这货说什么？竟然拿自己练手？哈哈，自己比他高出一个大境界，他竟想拿自己练手，这特么什么心气？心比天高啊！像你这样大言不惭的，小爷我还是第一次见。去死吧！魔道向来一言不合便大开杀戒。鬼脸青年手中出现一柄血色长矛，
长矛尖锐的刃上还沾染着鲜血，像是刚杀过人。眼下他振臂一挥，浑厚的蓝色真气爆发，长矛顿时变得更加锋锐，枪尖迸溅出火星，杀机沸腾。轰咔，空气迸发一道音爆，长矛划过，朝苏长歌胸膛刺去。美妇脸色比刚才更苍白了，看向苏长歌，大声劝解道：“小兄弟，这不关你事，连我丈夫都不是他的对手，你不要逞能，快走，快走啊！”鬼脸青年发出一声冷笑：“他走得掉吗？既然他这么爱管闲事，那就把命交代在这里。”轰！长矛如闪电般划过，穿在空气上，有鸣爆之音响彻，如在敲击战鼓，雷霆般震耳欲聋。眼见长矛刺来，苏长歌冷冷一笑，大喝一声，体内血红色真气猛然爆发，似巨浪狂涛，在臂腕流窜，而后炸裂。屠龙刀出现在手中，足足10米长的巨大刀刃爆发出霸道的气息。他深吸一口气，运转太初极道法典，体内巨力汹涌流动，302000斤力量进出，叠加血红色真气增幅，砍出了一刀。一刀砍出，犹如平地惊雷，狂风凭空而起，地面震荡，树木摇曳，澎湃的杀机如怒浪喷涌而出。一刀，仅是一刀，咔嚓，那如闪电般刺来的血色长矛直接炸裂，噼里啪啦的响，一个照面便炸成齑粉，不堪一击。鬼脸青年脸色一变，心头震惊，这正道人士怎么这么强，竟然一刀砍碎了他的长矛。美妇同样嘴巴张大，震撼至极，说不出话来。那在他眼里如杀神一般的魔道青年，竟被一名白衣人跨越一个大境界，一招击败，这如何叫人相信？这闲事我管定了，你能奈我何？苏长歌豪迈大笑，入剑不平，拔刀相助。也过一回大侠瘾，他猛地举起屠龙刀，劲力流窜，血红色真气在经脉中发出澎湃之声，再次砍出了一刀。轰咔，轰咔咔，一道刺目刀光几乎刺目到极致，从屠龙刀上迸发出来，周围的魔气直接被劈开，仿佛拨云见日。这一刀势大力沉，刀光如蟒，滚滚而过，发出滚雷般的音爆，仿佛有千军万马在奔腾。这鬼脸青年震惊了，脸色唰的一下变得煞白如纸。他从这一刀上感知到了威胁，那是超过他的力量，极为恐怖，让他切切实实感知到了死亡气息，如死神在接近，强悍的霸道气息仿佛要将他消瘦。美妇完全震惊了，怔怔地看着那刺目的刀光划破长空，嘴巴颤抖，呆若木鸡。呵！鬼脸青年忽然大喝一声，体内力量奔腾，经脉鼓胀，一股股雄厚的魔道气息爆发开来，拼尽全力催动一个阵法，朝前丢出。天元魔域大阵。轰咔！有凶恶魔光闪烁，他的面前一尊厚实的黑色大阵拔地而起，如宏伟长城，雄关漫道，100丈之高，挡在他的面前。鬼脸青年知道，若是硬接这一刀，不死也残。他不想交代在这，必须利用他物，争取一下逃跑时间。丢出大阵后，他冷笑一声，便朝后暴退。这天元魔域大阵可是他花了大价钱在一位阵法大家那里购买来的，防御力极为强横，他不信挡不住苏长歌。轰轰擦擦，说时迟那时快，苏长歌这一刀击穿层层空气，狠狠劈在了魔域大阵上。只听轰擦擦刺耳欲聋的声音响起，大阵瞬间火星四溅，发出噼啪爆碎之声，不堪重负，出现一丝丝裂纹。裂纹本身只有一丝，但在刹那间就被放大。轰咔，火星四溅，大阵彻底不堪重负，裂纹寸寸放大，大阵被从上到下砍出一条大口子，100丈高的雄关直接崩溃，被硬生生劈开，变成两半。而这一刀余威不消，继续向前劈去。不好！鬼脸青年心中大惊，脸色苍黄，变得煞白如纸，连御魔大阵都拦不住他吗？美妇在一旁更是看得呆了，嘴巴张得巨大，几乎能塞下一个鸡蛋。天啊，这一刀该有多少力道？眨眼间，屠龙刀砍过，霸道的刀刃劈开长空，飓风激荡，滚滚杀机似海浪般席卷而过，无形中散发出骇人的威压，让人心惊胆碎。鬼脸青年眼睁睁看着这一幕，知道今天碰到了铁板，不敢硬拼，拔腿就走。想走，你走得掉吗？苏长歌原话奉还。也是到了现在，鬼脸青年才猛然惊醒，原来大言不惭的是他，而要把命交代在这里的也是他。他望着那寸寸推进，如死神来临的霸道的一刀，望着那巨大沉重的刀背，心头震恐，连反抗的勇气都没有。屠龙刀给他的感觉太霸道，又沉重又锋利，他感觉就像是命运之刀砍下来，要断了他的命，而他毫无招架之力。而此刻在美妇眼中，那把刀落下的很快，却又落下的很慢，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变慢了无数倍，可以看到刀的残影，光是残影便是飓风轰鸣，隆隆作响，真气激荡，风雷之声齐轰，咔嚓，骤然一声骨头脆响，将他惊醒。侧目望去，那一刀中是落在了鬼脸青年头上，重重的砍了下去。只听咔嚓嚓的声音响彻，鬼脸青年头骨爆碎，轰然炸裂，碎骨随着鲜血溅飞。而那一刀劲力仍在，将他竖着，从头劈开，一直劈到脚，分为两半，而后重重的砍在大地上。大地被砍出一条10米长的沟壑，朝着前方蔓延100丈，草木炸裂，树叶激荡。鬼脸青年化作两半的脸，望着这一幕，心头大骇。天啊，自己招惹了一个什么怪物？这是他最后的意识。下一刻，
他重重倒在地上，没了声息。苏长歌收刀，心念一动，屠龙刀自动消失，被放入系统空间。随后他负手而立，气定神闲，恍若刚才斩杀的不是一个半步法像的强者，而是一只小喽啰。美妇惊呆了，瞠目结舌，目瞪口呆，仿佛看到了鬼。那不费吹灰之力杀他夫君的鬼脸青年，就这么被杀了，如此轻松。一时间，他呆呆地看着苏长歌，嘴巴乱颤，支吾作响，说不出囫囵话。斩杀了鬼脸青年，苏长歌自然不会错过他身上的好东西。他并不是盲目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同样也是为了好处而来。杀了人，搜了身，还为世间荡去了不平，一举两得，美爆了。旋即，他便开始搜身了。整个过程中，美妇就这样呆呆地远远看着他。他知道那是苏长歌应得的，并无半分觊觎，但他的眼角不经意间却划过一抹诡异的光芒。宝刀，那把刀一定是宝刀！他在心里呐喊。以半步金身修为，一刀砍死半步法相，跨越一个大境界，强势斩杀。试问正常情况下，谁能做到？所以，他倚仗的必然是手中那把刀。想到这里，美妇眼角的鬼光更浓了几分。不过也在奇怪，心道：这小子杀完了人，把刀给藏哪了？他就没看到苏长歌收刀，那么大的刀，他给弄哪去了？这边。苏长歌很快就在鬼脸青年尸体上搜查完毕，获得了1000块中品灵石、1张羊皮绘制的藏宝图、几颗灵石爆发修为的丹药，以及数颗疗伤丹药，还有6本魔道功法、几件黄级普兵。此外，还有一些枯萎发黄的药材，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枯萎的药材，按理说形同废物，早就该丢掉了。这人一直带在身上做什么？苏长歌有些狐疑，看来有什么秘密。不过眼下还有正事要办，先不管了，先收了以后再说。这灵石爆发修为的丹药，倒是可以为我增加几张底牌。他看了一眼那些丹药，那丹药味血红色，看起来如同是鲜血炼成的一般，极为瘆人。这是血煞丹，吞服之后可以临时提高1重修为，不过代价很重。当药效过去之后，经脉寸断，血液倒流，体内力量会耗尽，修为也会往下刷刷的掉。不过苏长歌倒不担心，他手里有美女师尊送的涅槃神凤丹，万一遇见危险，服用血煞丹击败对方后，再服用涅槃神凤丹，这不就完美？接下来他又拿出这藏宝图看了看。只见藏宝图上画着各种红绿相间的线，错综复杂，最终指向一尊山岳。苏长歌认识那里是九华山，传说那里有中古时代的强者埋藏的宝藏。不过因为时间太过遥远，已经无从考究，但还是有很多人前往那里碰运气。至于魔道功法，与他修行地功法不契合，他打算先收着，以后看能不能派上用场。还有那几件黄级普兵，放到手里形同废物，他放在了王金龙的储物袋里，准备等会一块卖掉。小兄弟，谢谢你救了我。就在苏长歌想着这些的时候，不远处传来美妇的声音，悦耳也魅惑，充满了成熟的韵味。苏长歌洒脱一笑，不以为意。小兄弟实力高强，路见不平，是我平生见过最侠义之人。如果不是你，我今天已经……美妇哽咽落泪。说到这，转头看着被劈为2半的中年人，呜咽道：如果不是你，我已经和丈夫一样死于非命了。在那之前，我还会受到玷污，生不如死。美妇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苏长歌劝道：都已经过去了，节哀。美妇应了一声，又道：小兄弟高风亮节，敢问姓甚名谁？让我记在心里，日后能够有机会报答。苏长歌道：苏长歌，原来是苏公子。美妇将这个名字记在了心里，随后也报出了自己的姓名。我姓杜，名叫杜鹃。若日后小兄弟用得上我，请尽管开口。杜鹃虽然话语声轻柔恳切，但说话之际，黑色的眼珠子散发贪婪与渴望，暗暗打量着苏长歌，想要知道他究竟把那把刀藏哪了。他虽然修为不高，但眼界并不低，猜到那把刀必然是绝世宝刀。他见宝起意，要定这把刀了。只是苏长歌太过强大，他不敢乱来。眼下他眼珠子乱转，觉得还是先按捺住，以防打草惊蛇，先慢慢试探，等寻到机会了，再趁机出手夺得那把宝刀。苏长歌在听到他的话时，本来觉得没什么，可猛地定睛一瞧，却发现这美妇似乎很不对劲。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他注意到了美妇眼中的贪婪。虽然这贪婪很快就被美妇掩藏下去，但还是被他注意到了。见财起意吗？苏长歌心中一语，自己身上最恐怖的也就屠龙刀了。莫非这女人看上了屠龙刀？想到这，他嘴角轻轻翘起一抹诡异的弧度，也不是很在意。原因很简单，就是把屠龙刀放到这美妇的面前，他拿得动吗？行，等我用得上你的时候，自然会通知你。苏长歌不露声色地说道。咳，噗噗噗！美妇突然大口大口地吐起鲜血来，眨眼就将身下的地面染红。她刚才被鬼脸青年一掌拍飞出去，早已受了重伤，体内五脏乱翻，血液倒流。咳，小兄弟，救人就到底，你身上有疗伤丹药吗？美妇竟然说出了这种要求，苏长歌心中顿时升起一抹冷笑。自己救了他，他不感恩不说，还觊觎自己的屠龙刀，而眼下竟然还无耻地提出要求，还拿救人就到底来压自己，这人怎么就这么无耻？真下头啊！哟，你等着！
苏长歌从身上取出一颗血红色丹药，这正是从鬼脸青年身上搜到的疗伤丹药，名叫幽魂毙命灵丹，可以大范围治疗身上的伤势，但内部也含着剧毒，只有魔道之人服用，这毒才不会喷发，反而会让魔修功力大增。但正道之人吞服就不一样了，犹如吞服了慢性毒药一般，虽能一时疗养好伤势，但那毒会慢慢在体内发散，不出1个月，那人体内所有的器官都会被强烈的毒性腐蚀掉，最终整个人化作血水，死相凄惨。魔道疗伤之物就是正道的毒药，苏长歌自然不可能暴露的，手掌一挥，幽魂毙命灵丹表面就被镀了一层金色薄膜，将那殷红如血的红色掩饰了下去。这样看起来就跟正常的疗伤丹药一样。美妇由于受伤很重，无法站起，苏长歌将这颗丹药递到她面前，道：“拿去吧。”谢谢小兄弟。美妇眼神躲闪，接过丹药，没有迟疑，立刻吞服了下去。丹药入口，她顿时感到一股股热流澎湃无比，顺着喉咙进入体内，输送到浑身4肢百骸，浑身暖洋洋的，舒服至极。片刻后，她伤势好转，扶着地面站了起来。这小子真是个老好人，傻子一个。美妇打量着苏长歌，心中谩骂：老好人他见得多了，但下场好的又有几个？老好人要不得呀！一时间，他看着苏长歌，如同在看待傻子一般。这边苏长歌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但也不屑知道，无所谓，恶人还需恶人治。1个月后，这女人就被腐蚀成血水了，而且自己似乎还能顺着这次赠送丹药刷一个补贴，歪打正着啊！旋即，苏长歌便打算离开了。他不动声色道：“祝您早日痊愈，我先走了。”说完，转身离开。美妇眼中闪过一道鬼光，暗中跟踪上去。系统暴击，肉身力量蹭蹭飙升，眨眼间，苏长歌便走出了黑松林。但感知中，背后有一道若有若无的气息在跟踪自己。狼心狗肺，他骂了一声，但也不是很在意，想跟就跟吧，反正你也活不长了。他不露声色，继续前行，就像根本不知道后面有人一样。而后方，美妇躲藏在灌木丛中，眼珠骨溜溜的转，紧紧跟上。我一定要把那宝刀拿到手。他给自己打气，袖子中有一把暗箭，准备伺机动手。突然，前方的苏长歌停下脚步，原因无他，脑海中系统的补贴到账了。叮，你送出了一颗幽魂毙命灵丹，100亿补贴生效，触发超量暴击。本次超量暴击倍数362900倍。恭喜宿主获得大力九转丹。大力九转丹，名字怎么这么粗糙？摇摇头，苏长歌不知怎么了，突然就想到了大力水手，那夸张的肩膀肌肉蕴含着英雄般的力量，所以莫非吃了此物，自己的肉身力量就能大量增加？果然，系统声音响起，系统提示：天级丹药，内含汹涌磅礴的巨力，1颗下肚可增长100万斤力量。卧槽！饶是苏长歌也忍不住眉毛一挑，1颗丹药直接增加100万级力量，要不要这么暴烈？惊讶之后便是无尽的欣喜。那屠龙刀重达100万斤，自己这1颗丹药吃下去，那拿起它还不跟健身球一样玩？100万斤的东西当健身球玩？脑海刚闪过这个念头，苏长歌就绷不住了，道：我日，牛逼，实在是牛逼！旋即，他将大力九转丹取出，没有浪费时间，一口吞服了下去。轰咔！丹药入口，苏长歌顿时感到一股雄厚到极点、磅礴到极点的力量在自己体内扩散，以迅猛的速度灌注进体内根筋骨以及条条经脉当中，强横非常。咔哧一声脆响，经脉被撑得满满的，足足胀大了1倍，仿佛里面蕴含着无尽的力量。不止这一条经脉，浑身其他的经脉同样是被灌注的鼓胀起来，胀大了一圈，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干瘪的血管，突然被灌注进新鲜血液，变得活力四射，劲力饱满。而那一条条筋骨也同样被灌注进滚滚巨力，变得坚韧异常，粗壮敦实，如同不到玉柱一般。很快，大力九转丹药效全部挥发，被苏长歌尽数吸收，没浪费一丝一毫。呼，他长长吐出一口浊气，眼中金光爆闪。这一刻，他感觉自己的肉身力量蹭蹭暴涨，完美吸收了大力九转丹的全部能量，浑身上下筋肉爆响，滚滚巨力在里面汹涌奔腾，发出肋骨之声。力量暴涨，修为也跟着暴涨起来。半步金身破，突破，金身境1重天，金身境2重天，金身境3重天，金身境4重天，金身境5重天。1颗丹药将他的修为提升了5个境界。一股股气浪炸响，以他为中心，横扫四方，卷起滚滚烟尘。这一幕直接让隐藏在暗中的美妇看傻了。不是吧，他竟然突破了！他双眼瞪大，震惊道：也分明没什么征兆的，他怎么就突然突破了？匪夷所思，不可思议，他实在是感到不可思议。突破之后，苏长歌攥了攥拳头，拳背上顿时凸现出一条条粗壮的青筋，内部噼啪作响，骨头关节也开始咔咔爆响。一甩手，随意的一拳轰出，轰隆，空气中传出一阵炸响，卷起千层巨浪，仿佛龟派气功爆发的冲击波，直接横击在100丈外一棵大树上。那棵大树不知生长了多久，参天而立，粗壮无比，足有20多米那么粗。但在这随意的一拳之下，远隔100丈，直接被拦腰贯穿。咔嚓嚓，大树被击穿，出现一个大洞，然后拦腰断裂，
轰然倒下，溅起冲天浓烟。美妇震惊，脸色狂变，呆立在原地，大口大口的倒吸冷气，震惊的说不出话来。一分力道就这么强了吗？苏长歌望着那棵大树，淡淡自语：原本只有30万2千斤力量，现在增加100万，直接原地暴涨到130万2千斤。这般恐怖的力量下，随意一拳就把那大树给轰断了，只能说牛逼。若是让美妇知道这只是他一分力道而已，那还不得震惊到极点。而美妇震惊了很久，才终于回过神来，眼中闪过一抹冷光，小声道：兴许这小子是体修，专修肉身，所以才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城郭巨大，城楼雕梁画栋，城墙厚重巍峨，占地千里，极为豪华富足。城中条条街道铺设洁白玉石板，一尘不染。而在这里做生意的商户更是不知有多少万，各种穿金戴银的商贾走在街上，无一不是大富便便之人，一眼便知非富即贵。就连身边的奴仆都是身穿光鲜衣袍，极为富硕。苏长歌来到这里的时候正值中午，眼前是一条繁华热闹的街，店铺林立，人来人往，十分热闹。这条街是敦煌城最繁华的集市，很多生意人在这里开设店铺，足有上百家，摆摊的更是不计其数。苏长歌一路走过，耳边吆喝升鼎沸，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刚打死的是血巨蟒，还热乎着，血液可以做蛇血雨，强化肉身，蛇牙锋利无比，可以做武器，蛇胆可以入药，蛇皮更是好东西，可以做铠甲，整蛇只要6000下品灵石。瞧一瞧看一看，我这的东西最划算，上好的百年灵药冰火草，一颗下肚，按级痊愈，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3000下品灵石一口价。苏长歌一路走过，听得耳朵生茧，也暗暗露出冷笑。嗜血巨蟒是不错，但远远不值那么多钱。至于冰火草、百年灵药、按级痊愈，真有那么神奇，也不会出现在这市井之地了。这里看似热闹，实则鱼龙混杂，处处心机算计，很容易就被人给坑了。苏长歌走到一个角落，也学着他们摆起摊来。他在地上铺了一张锡纸，而后便是把王金龙和向威的储物袋拿了出来。哗啦啦，2个储物袋口子打开，里面的东西顿时落了出来。撼山拳、游龙拳、昆吾拳、几本拳法秘籍和刀法全都落在地上，还有数件黄级普兵、几十枚玄级丹药，东西就那样胡乱的堆在地上。苏长歌盘膝坐了下来，静等生意上门，浑然不知暗处的美妇看到他拿出的这些货，顿时瞪大了眼睛，大感震惊。什么？他竟然连太玄道宗的人都敢杀？他一眼就认出来了，那几本拳法可是太玄道宗地功法呀！太玄道宗可是老牌圣地势力，虽说不知道为何落魄了，但受死的骆驼比马大，很多新进的圣地势力都不敢招惹太玄道宗，闻之色变。可这小子竟然连太玄道宗的人都敢杀！嘶！他连抽冷气，脑门渗出一层冷汗，赶紧将案件收拾起来，心里翻江倒海，生出浓浓的后怕。幸好自己刚才没出手，这就是个杀神啊！看来想拿到那把宝刀，得换个方法了。美妇眼珠转动，喃喃自语。虽然对方很强，但这更激发了他的贪婪，让他越发的愿意铤而走险。富贵险中求，宝物就摆在面前，只有傻子才会放弃。他在这打着算盘，而苏长歌面前已经来了一拨人，人很多，足有70-80个。这些人看着苏长歌的货物，全都是心头震惊。卧槽，这不是太玄道宗地功法吗？竟然拿出来卖了？难道太玄道宗也缺钱了？兴许这小子不是太玄道宗之人，而是杀了太玄道宗的人，在这里出售赃物呢。我了个大草，牛逼！招惹了太玄道宗，他活不长了。你小声点，他连太玄道宗的人都能杀，实力不用说肯定很强。议论纷纷，几乎每个人都是脸色一变，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苏长歌作为梨花峰唯一的弟子，并不用穿统一的宗门制袍，而且宗门每个峰的制袍也都不一样。天台峰的制袍胸膛处绣着一座天台，主峰则绣着一只大鼎。梨花峰因为就他一个，所以不用那么麻烦。这4年来他都是穿着一身白衣。这位公子，请问你这本撼山拳多少钱？忽然一个贼眉鼠眼的青年问道。撼山拳一拳足以撼动山岳，500上品灵石。苏长歌说道。这么贵？那人眉头一皱，四周很多人也都发出嫌贵的声音。这也太贵了，买不起啊！哎，算了。苏长歌卖的确实有点贵，要知道向威所有的积蓄也才3000块上品灵石。就在这时，一个粗犷的声音传来，让，都让。人群纷纷脸色一变，急忙分为2排，形成一个通道。一个人高马大的壮汉走了进来，高声道：撼山拳不错，我要了。其他的东西也不错，我很喜欢，全都要了。说吧，打包多少？大客户，看来来了个大客户，自己打包出售，这就方便太多了。可就在这时，他忽然察觉到那汉子眼神好像有点不对。这是个粗犷大汉，身高足足9尺，比在场所有人都高出一个头来，给人极强的压迫感。他虽然话说的大方利落，但眼中的贪婪是藏不住的。不过生意上门，苏长歌自然不会管他那么多，可能这大汉是真的很喜欢这些东西吧。你要打包，那就给你便宜一点吧，总共7本拳法，1本刀法，8件黄级普兵，收你1800块上品灵石吧。撼山拳最值钱，其他几本功法次之，普兵倒不值几个钱。
所以苏长歌也没多要，1800块。大汉冷声道：“有点多了。”苏长歌眉头一皱，他卖的并不贵，7本拳法，1本刀法，这样折合下来，相当于1本才收200多块，8件普兵相当于白送了。就这也多？他淡淡道：“那就再给你少点，1750块，足足少了50块零食。不过打包出售可以省下很多时间。”苏长歌也懒得坚持几件，还是多。大汉道。苏长歌眉毛一挑，也不废话，道：“1700，还是太多了。”大汉还是摇头：“那就1600吧。”苏长歌为了省事，再退一步，没想到那大汉沉声道：“还是高，远超我的预期。”苏长歌眼眸一凝，旋即问道：“那你想多少？”不料大汉取出一块色泽暗淡的下品零食递了过来，冷笑道：“我的预算只有这么一块。”哗，四周一下子哗然，很多人都明白了怎么回事。不过看着大汉的样子，似乎并不是要抢，人家苏长歌连太玄道宗的人都杀了，会怕他？那他来这一出是要做什么？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苏长歌看着这区区一块下品零食，当场就被气笑了。这是干什么？太岁头上动土，你要抢买？苏长歌差点就说要抢了。那大汉断然摇头，冷冷道：“钱不够啊。那好，我再加一块。”又是一块下品零食递了过来，这一块比上一块色泽更加的暗淡，里面的灵气几乎都被吸干了，只有星星微光。暗处美妇远远看到这一幕，忍不住冷笑道：“这人是找死吧？他可是亲眼看着苏长歌有多强的。”杀那魔道跟杀鸡似的，想起来他都是一阵后怕。苏长歌彻底被气笑了，冷扫了大汉一眼，怒喝道：“滚！”没想到那大汉也怒了，直接凑了过来，阴森森道：“小子，你这些都是太玄道宗地功法，如果让他们知道自己门内的秘籍被人拿出来到处售卖，他们会怎么想？修士之间发生争斗很正常，死1-2个不算什么，但如果让太玄道宗知道是谁杀的，你猜他们会怎么做？我好心提醒你一句，以后卖东西啊，最好机灵点，省得被别人抓到什么把柄，到时候嘿嘿。”闻言，苏长歌明白了，原来这就是这大汉的底气啊。说实话，自己就没把天台峰那怪老头放在眼里，但如果能少生麻烦那更好，却没想到这大汉竟威胁自己。听他的意思，自己如果不卖，他就要去告发自己了。我就不卖你，你能拿我怎样？苏长歌闪电般出手，一掌将那2块零食击飞，随后一脚踩了上去，咔嚓，2块零食爆碎，被践踏成一团渣子。大汉顿时暴怒：“小子，你找死！”他猛地取出一柄大锤，身上威压爆发，如龙吟虎啸的气势席卷开来，横压而过。噗！周围很多人直接被威压给震飞出去。这位大哥，慢！我这位小兄弟脾气暴躁，你不要跟他一般见识。这是10块中品零食，补偿给你，请你不要和他一般计较。美妇见缝插针插了进来，取出10块零食，满脸带笑的递给这大汉。10块零食对他来说不算什么，他想用劝架来讨好苏长歌，获取他的信任，然后再进行下一步计划。一个歹毒的计划，在刚才就已在他脑海中成型。大汉连看美妇一眼都不看，直接一巴掌轰出，狠狠地抽在他脸上。啊！美妇惨叫一声，脸皮瞬间红肿起来，被抽出一个血淋淋的巴掌印子，狼狈倒飞了出去。别以为你是女人，我就会给你面子！大汉暴喝一声，旋即挥动大锤，狠狠地轰向苏长歌。大锤沉重无比，锤头巨大，为金钢铁铸造而成，挥舞起来虎威生风，气流烈烈作响。天啊，这一锤得有10万斤力道了吧？有人感到面皮撕裂，脸色煞白，惊呼道：“一锤下去，破坏力吓人！”消！很多人刹那遁走，远离此处，立在安全距离观看。面对这一拳，苏长歌眼也不抬一下，随意一拳对轰了过去。这一拳看似简单，实则大巧不工，浑然天成，充斥着无尽的杀伤力。轰！双方的攻势狠狠撞击在一起，大锤发出咔嚓一声脆响，有金铁火星冒出，四处溅射，浓烟四起。等浓烟散去，所有人都惊呆了。只见那沉重的大锤直接被一拳贯通，炸成了碎片。大汉发出痛苦无比的惨叫，倒飞了出去。他重重地撞在远处的阁楼上，硬生生撞穿阁楼，还在一直倒飞，一路撞穿了7、8座阁楼，飞到了城墙，这才狠狠地撞击在城墙上。只听轰隆一声炸响，城墙都被撞出一个人形的裂缝，向里凹陷下去。大汉在裂缝中灰头土脸，浑身衣衫破碎，形同乞丐。苏长歌眼皮微微一眯，竟然没死。在他的预料中，这一拳应该能把这垃圾打爆才是，可谁知道只是让这垃圾受了重伤。原来如此，他突然看到那大汉身上散发出金色的玄光，那是一个护心镜，应该是一件防御宝物，不过现在已经被轰成了碎片。得益于此，大汉才侥幸没死，但也费了半条命，蜷缩在城墙上大口吐血，如同一只病猫，再也没有了刚才的嚣狂。城中很多人都围了过来，看见这一幕，倒吸冷气。我的妈呀，这得是多大的劲，一拳将拼命13轰飞了。怎么不一拳打死他？大汉没名字，只有外号叫拼命13，是敦煌城出了名的恶霸，为祸一方。苏长歌一步踏出，直接来到城墙上，在所有人震惊至极的目光中，一拳轰向大汉。别！大佬饶命！大佬饶命！我错了！
错了！大汉心头狂颤，砰！一拳轰出，直接贯穿了大汉的头，毫不留情地打到他身上。这一拳，苏长歌调动了足足100万精力道，大汉整个身子直接就寸寸爆碎，砰的一声，炸成血雾，白森森的骨头碴子四处飞溅，血雨倾盆，一拳打爆！垃圾，继续跳啊！你怎么不跳了？苏长歌冷笑一声，狠狠唾骂。旋即，他从城墙上退了下来，他向自己的摊位走去，沿途很多人齐刷刷让开，让出一条通道。苏长歌从他们眼中看到了敬畏、恐惧、尊崇，也有仰慕和艳羡。玄幻世界实力为尊，受到挑衅只有打回去，才能让所有人服你。眨眼间，他走回自己的摊位，将所有地功法全部收拾起来，然后淡淡问道：“还有人看到这功法了吗？”“没有，大佬，我们没看到，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对，我不知道那功法是哪来的，我不认识。”很多人魂都要吓丢了，脸色煞白，面无血色。拼命13那种恶霸都被一拳打爆了，他们想死？不好意思，我不信。苏长歌朝他们一步步走去，准备杀人灭口。玄幻世界杀伐果断，绝不能有任何心慈手软。啊呀呀！很多人看到他一步步逼近，如同死神在逼近，情绪猛地崩溃。大佬，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愿意永远闭嘴。呲啦！这人取出一把刀，直接将自己的舌头斩了下来。其他人纷纷效仿，为了活命，纷纷将自己的舌头斩了下来。霎时间，这里一片哀嚎，地上到处都是掉落的舌头，散发出一股股刺鼻的血腥气。今日目睹这一切的人，从今往后再也发不出声音。算你们识相，但也不行。苏长歌走上前去，一拳一个，全部轰杀，绝不能给以后留绊子。美妇吓得腿都软了，她没有割去自己的舌头，但在这时候也窃喜，因为脸上有一道血淋淋的巴掌印，她感到光荣。她觉得自己这个巴掌印足够让自己获得苏长歌的信任了。可就在这时，她忽然发现苏长歌向她走来，表情冰冷，杀气腾腾，她的脸色顿时一白。美妇心脏狠狠抽搐了一下，这个巴掌白挨了。她急忙道：“小兄弟，别杀我，我有重要的消息说给你听。”苏长歌凝视着他，冷冷道：“你怎么不割舌头？”美妇倒吸一口凉气，急忙道：“我知道一个地方，绝对可以将你的东西卖出去，不会泄露你的身份。若我割了舌头，还怎么说给你听？”苏长歌眼眸微凝，道：“那是哪？黑市？”美妇沉声道：“那里距此不远，都是一些脑袋别到裤腰带上的亡命之徒经常光临的地方。我早年曾经去过那一趟，在那里没人会管你东西是怎么来的，他们只要看中了，就会毫不犹豫地买下。因为但凡去那里的人都会披上黑袍，遮掩自身气息，头上还要戴着巨大的斗笠，遮住面部，更有甚者还会佩戴面具。你要卖这些功法，那里无疑是最好的去处，绝不会招来任何麻烦。”苏长歌眼睛一亮，道：“不错的地方，行，就去那了。”美妇赶忙顺手推舟，道：“走，我带你去。”苏长歌点点头，他已经打定主意，等把这女人利用完，直接轰杀。很快，两人出了敦煌城，前往黑市。黑市距离此地只有30多里地，建造在一座深山内部。那座山叫做芒砀山，高达万丈，外表看上去郁郁葱葱，生机盎然，但实则内部早已被挖空，连接地底数万里深。地底被开拓出一个巨大的空间，黑暗无比，建造着一座黑暗地下城，各种奇珍异货应有尽有。这里的生意有拍卖场，有黑暗集市，各种娱乐场所也是遍地开花，如勾栏青楼，亦有专门接暗杀任务的势力，只要给得起代价，入生死台，他们什么人都能帮你杀掉。而来这里的人大多都是一些见不得光的人，这些人中多是魔道，但也有正道，也有亦正亦邪之人。总之，这里龙蛇混杂，是一处不折不扣的法外之地，混乱无比。当出了这里后，杀人夺宝也是屡见不鲜。苏长歌在美妇的带领下，经过半个时辰的赶路，来到了这里，立在山前，举目望去，芒砀山风平浪静，但空气中隐隐有不寻常的气息。轰！虚空泛现涟漪，浮现出许多衣着黑色甲胄的强大身影，每一人都气息雄厚，弥漫摄人的威压。来者何人？若想进黑市，需确认身份。地下城守卫森严，并非什么人都能进，每一个要进去的都要经过严厉的盘查，得到允许才能进入地下城。这是为了防止被某些自认为正义之士的正道打入内部，引来不必要的麻烦。这种事情不是没有，在中古时代曾出现过一次。自那以后，黑市的缔造者吸取教训，变得格外谨慎。我是汝阳城的杜鹃，这位是我弟，我们有东西想要来这里出售。美妇取出了一个银色的身份牌子，给了那几道强大身影看。大概几息后，原来你就是汝阳城杜家呀！听说你家家主最近出了门被杀了，但夫人不知被什么人给救了，侥幸存活。原来你就是那位幸存者。一个强大身影笑道。美妇一惊，黑市不愧是黑市，消息网四通八达，有一点风吹草动就能被对方探查。对，是我，我们可以进去了吗？美妇脸色有些苍白，说道：“可以，这是斗笠和斗篷，上面的阵法可以遮蔽你们身上的气息，进去吧。”强大身影随手一丢，2件黑袍丢了出来。美妇道了一声谢，接下黑袍穿在身上。这黑袍宽大无比，穿上之后辨认不出体型，也辨认不出男女。
苏长歌也穿了上去，察觉到背部有一个阵法在运转，将浑身上下所有的修为气息，甚至连呼吸引起的波动都给遮蔽了下去，忍不住暗道：不愧是黑市，来这种地方卖东西。来对了，强大身影大手一挥，一个门户开合，那是一道巨大的铁门，十分厚重，就那样突兀浮现在芒砀山前。轰隆，铁门打开，强大身影不忘了叮嘱一句：进去吧，你们只有一盏茶时间，若没有按时出来，将会被强制传送出来。这便是黑市的规矩，不管是何人，都只能在里面逗留一盏茶时间，不管你是谁，除非你强得过黑市的缔造者。苏长歌和美妇进入门户，消失在地面。暴发户两人感到自己脚心离地，感觉就像是从天空往下坠落，急剧下坠，有一种微微的晕眩之感。美妇来过一次，所以他明白那座铁门其实也是一个阵法，当走进门便会被传送向地底，进入地下城。小兄弟，这个面具你拿着，再加1道防线。他从身上取出2张黑色面具，自己戴上1张，将另外1张递给苏长歌。巨大的斗篷和斗笠虽然能遮住脸庞，但如果再加1道防线，便会更加隐蔽。苏长歌明白他的意思，便接过面具戴上，只露出一双眼睛在外面。很快，那股晕眩感消失，脚掌触碰在石地上，唰的一声，两人眼前出现了一座宏伟都城。天空昏暗，仿佛夜幕降临，但地下城却是灯火通明，人流涌动。抓紧时间去卖东西，美妇提醒道。也建议，但我有个提议，可以让你卖出更多钱。哦，苏长歌起了兴趣，能卖更多的钱自然再好不过。淡淡道：说，地下城有4座拍卖场，每一座拍卖场里的拍卖师都是高手，他们可以将你的物品抬高到远远不属于他的价格。美妇道：你如果去拍卖，得到的钱肯定远超1800块灵石。来这里的人有很多都是在外界打家劫舍、杀人放火、夺来东西，然后来这里拍卖。很多人进入拍卖场前是穷光蛋，但出了拍卖场就变身阔佬。你若按照我说的去做，会有大量灵石入账。苏长歌微微点头，这些他都不知道。他穿越5年，一直都在宗门，因为没修为，所以从没出去过。行，带我去拍卖场。他采纳建议。美妇心中暗喜，按照他那个计划，苏长歌身上所有的宝物都是他的，自然也包括灵石。而现在获取更多的灵石，等计划实施，那这些灵石就全都成他的了。也就是说，他完全是在给自己赚灵石，自然很卖力。跟我来。他带领苏长歌朝着地下城一条黑暗通道走去。地下城的天空昏暗无光，准确来说，那并不是天空，而是岩石。整座芒砀山被挖空，内部铸造了这座黑暗地下城，根本没一点光线照耀进来。沿着黑暗通道，苏长歌看到了很多来来往往的黑袍人，都是匆匆而过，想来应该都是光临此处的人。没过多久，眼前浮现一座铸造于黑暗中的楼阁，雄伟高大，共有3层，散发着古朴的气息。此时，从拍卖场中走出一个黑袍人，他看起来很高兴，走路像大爷一样，意气风发。看到苏长歌到来，他手掌一挥，大方无比地说道：喂，大爷，我刚获得了一大笔钱，心情很爽，这是赏你的，拿去吧。哗啦，1万块极品灵石直接丢了过来。扔完灵石，黑袍人大笑一声，破空而去，只留下苏长歌微微愣在原地。卧槽，真暴发户啊！自己杀了向威，才只获得3000块灵石，还只是上品灵石，这特么一过来就是1万块极品灵石，这也太豪横了。真和杜鹃说的一样，很多人出了拍卖场，直接变身阔佬，牛逼！杜鹃在一旁看得直愣神，那人凭什么只给苏长歌，不给他？不过联想到等计划实施，苏长歌身上再多的钱，那也会成他的，他心里顿时平衡了，旋即说道：快进去吧，等你出来时，和他是一个样的。苏长歌咂咂舌，我就是在和他一样，我也只拿回去给师尊，用来刷补贴。啊呸，什么刷补贴，分明是献孝心。旋即两人进去，拍卖场内部坐有千席，人头涌动，一位大长腿身材火辣的胡尔女子正在拍卖台卖力的介绍拍品。2位客官，请问你们是拍还是卖？一位侍者走了过来，说道。苏长歌扫了一眼拍卖台，道：也拍也卖，既然来了，那就顺便拍几件好东西，到时候出去刚好能刷补贴，请跟我来。侍者带领两人去往2楼，很快便到达一个尊贵的包厢，这是场主的专用包厢，非常豪华。场主打开包厢走了出来，同样身披黑袍，看不出身形。巨大的斗笠下，拍卖场场主黑色的瞳孔扫了苏长歌一眼，有些不屑。刚才他就听到了，来人斗篷下是一个年轻的声音，这种年轻人手里能有什么值钱的拍品？本座很忙，不知客官要拍什么？如果是便宜货，请去对面那家拍卖场拍卖。冷漠的声音从他口中吐出。苏长歌面无表情，取出向威的储物袋递了过去。拍卖场场主打开看了一眼，顿时心头一震，这竟然是太玄道宗地功法。太玄道宗这种老牌圣地势力，他可不敢招惹。很多大势力见到太玄道宗的人，那都是绕道走，如果实在避不开，那就跪在地上叫声大哥，然后任由处置。无他，太玄道宗很多老怪物都强上了天，玩个屁啊！请问阁下可是太玄道宗之人？拍卖场场主小心翼翼地问道，声音都有些发颤。苏长歌看了一眼美妇，摇了摇头，并不是。嘶！拍卖场场主心头大震，狠狠地吸了一口凉气，只感到头皮发麻。我的娘啊，
这人连太玄道宗的人都敢杀，牛逼，是个狠人。阁下，刚才是晚辈唐突了，快请上座。拍卖场场主态度180度大转弯，陪着笑声请苏长歌落入上座。他本来以为苏长歌是太玄道宗的人，谁知道并不是，那定然是一位杀人不眨眼的狠人了。毕竟连那种老牌势力的人都敢杀，这牛逼程度，我操，实在是掉渣。苏长歌也没和他客气，心安理得地坐入上座，随后便是将王金龙的储物袋也扔了过去，道：“这里面也有一点垃圾，看看能拍多少吧。”虽然是垃圾，但拍卖场场主不敢有丝毫怠慢，打开看了一眼那几件普兵，恭敬道：“请前辈放心，在下一定给他们拍出一个好价钱。”要的就是这句话。普兵能值几个钱，但拍卖师巧舌如簧，黑的说成白的，未必不能大赚。苏长歌心中很是乐呵。拍卖场场主又道：“前辈，您就坐在这包厢里参与竞拍，若是碰到什么喜欢的，尽管说。”说完，他便自觉地退了出去，让出了这间豪华包厢。银背烈焰狼，翡玉镯。很快，拍卖场场主走到拍卖台上，给胡尔女子低声说了几句话。胡尔女子心中一惊，震惊看了一眼看向苏长歌所在的包厢，急忙小声道：“是场主，我一定努力。”拍卖场场主把东西给了他，便立在2楼观看。包厢中，苏长歌打量四周，发现这里是1号包厢，怪不得如此豪华尊贵。而隔壁就是2号包厢，在隔壁就是3号，共计有6个包厢。苏长歌猜了一下，猜测其他包厢应该都是身份尊贵之人，至于大厅里那些，应该就是普通人。刷刷刷！就在这时，一道道破风音响过，大厅中有很多黑袍人凭空消失。5号包厢也有人凭空消失。糟糕，时间到了，他们被强制传送出去了。有人惊叫道，面露惋惜。刚才他们已经在这里拍卖有一会了，拍卖会正进行到一半，接下来才是好物，但很可惜，那些人都没机会了。美妇皱眉道：“小兄弟，我们要抓紧了。”苏长歌也正有此意，时间很短，刻不容缓。拍卖台上，胡尔女子露出一个妖娆的笑容，扭动着诱人的腰肢，朗声道：“诸位，接下来是今日第4件拍品，请都做好心理准备。”她是一只狐妖，修炼化形而成，身段十分火辣，声音千娇百媚，特别勾人，一说话就将场中的气氛引爆。快说快说，第4样是什么？我已经迫不及待了。麻溜的，下方热血沸腾，很多人都盯着胡尔女子的腰肢，目光火热。胡尔女子露出一个娇媚的笑容，朝一旁摆了摆手，立刻有侍者搬着一个大铁笼上来，铁笼上面盖着一张黑布，让人难以看清里面是什么。不过铁笼内部不断传出野兽低沉的嘶吼，似乎有一只猛兽在里面咆哮，充斥着摄人的威压。这是什么？不知道，但听声音似乎是修为恐怖的妖兽。场中很多人交头接耳。唰，侍者掀开黑布，顿时间一头银背利牙足有1丈长的狼露了出来。他龇牙咧嘴，看着众人，目光凶恶，血盆大口正在咀嚼一只穿山甲妖兽。强大的咬合力下，穿山甲厚重的铠甲爆碎，被咬成2段，随后被吃掉。胡尔女子道：“银背烈焰狼，金身境修为十分强大，拥有了它，出门在外就多了一个帮手。起拍价1000块中品灵石。”场中所有人都愣了一下，竟然是金身境妖兽。瞬息爆发哄抢，1100块、1200块、1500块、1800块、2000块，很多人都疯狂了。拥有一只金身境妖兽做帮手，可以增加很多战力。我出4000块。忽然4号包厢传出一个声音，直接翻了1倍，场中瞬间肃静。5000块。3号包厢也给出一个数字，大厅中所有人都住嘴。他们都知道能坐到包厢里的，那必然身份超然，不是他们得罪得起的。唯独6号包厢和2号包厢没发出声音，但隐隐却有一股恐怖的杀机弥漫。这里是黑市，并不禁止私斗，杀人越货很常见，黑吃黑屡见不鲜。4号包厢正要继续竞价，这时苏长歌突然开口了：“6000块。”话音一落，场中出奇的寂静，所有人都脸色一白，齐刷刷转头看向1号包厢，面露震恐。1号包厢的人也看上这妖狼了吗？拍卖场场主这时候突然咳嗽一声，道：“如果没人竞价，那这头银背烈焰狼就归1号包厢所有了。”场中爆发一整排倒吸凉气声。1号包厢坐的是谁？竟然连拍卖场场主都要为其站台。4号和2号包厢也隐隐传来几声倒抽凉气声，散发出的那股恐怖杀机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场主也是个狠人，要不然也不会在黑市开拍卖场。咚！胡尔女子挥动小锤，6000灵石1次，6000灵石2次，3次。很快，这头妖狼就被送到了1号包厢，是拍卖场场主亲自送的，态度十分恭敬。这一幕让不少人都面色震惊，隐隐猜到那里坐的定然是一位大人物。包厢中，苏长歌看着这银背烈焰狼，面露喜色。金身境的妖兽，这要是赠送出去，系统得补贴什么样的妖兽回来？拍卖继续进行。第5件，一件玉镯。胡尔女子招了招手，侍者走了上来，手里端着一个碟子，上面盖着红布。当红布揭开，一个翡翠玉镯就显现在所有人眼前。这镯子看起来普普通通，就跟平常的女子饰品一样，没有任何出彩的地方。胡尔女子娇笑道：“翡玉镯象征着美好的爱情，正所谓美玉养美人，
诸位拍下送给心爱的女子，她一定会被你的真心所感动。起拍价2000中品灵石，一个镯子就这么贵？是啊，这么普通的镯子，夸张了吧？外面哪个店没有？我偏偏在这里拍。下方窃窃私语一阵，都是不买。1号包厢中，苏长歌远远看着这镯子，心中闪过一道金光。他前世看过太多小说了，自然知道玄幻世界越是看起来稀松平常的东西，那就越是不凡。套路是主角买下别人都看不起的东西，然后在这东西中找到逆天传承，吸收之后实力大增。而那些不买的人，事后得知真相，都是悔恨不迭。想到这些，苏长歌心中激动，自己竟然也亲身经历这种事了，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不过他也有点怀疑，自己这经历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既然没人要，那我就顺水推舟买下算了，免得拍卖师卖不出去，心底失落。淡淡的声音从他口中传出，仿佛根本不在意这东西一样。果然，这淡漠的姿态奏效了。大厅和其他包厢都传出一阵议论声。1号包厢果真财大气粗，为了不让美人伤心，竟然花这么大价钱。嗨，这种博红颜一笑的本作贱得多了。可惜哟，小仙女可不会感激你哟。大冤种，就让他拍吧，那玩意就是个废物而已，我可不当这冤种。议论过后，拍卖场中便归于寂静，没人竞价。咚！忽尔女子挥动小锤，2000灵石一次，2000灵石2次，3次。很快，镯子就被送到了苏长歌面前。苏长歌拿在手中，只感觉入手光滑，但观察很久也没发现任何异样。镯子内部什么东西都没有，根本就是一个普通的镯子。这种镯子，外界也就5块下品灵石就能买到。算了，不着急。他把镯子放进储物袋，浑然不知，在放进储物袋的刹那，镯子内部一道恐怖身影缓缓睁开一道眸子，释放出无与伦比的璀璨之色，瞳孔猩红，似乎是2颗灼热的大日在燃烧。咦，此子体质通透，毫无杂质，日后若成长起来，必能成为一方强者，到时无若夺舍，修为必会更上一层楼。嘿嘿，小子，多谢你买下我，到时候吾会用你的身体打爆诸天。身影凝视着苏长歌，桀桀冷笑，随后便闭上了眸子。忽尔女子手掌一挥，一个储物袋便出现在众人眼中，赫然是向威的储物袋。这是一位强者陨落留下的储物袋，里面不知有什么，我没打开看。诸位哪位胆大，可以拿去碰碰运气。起拍价5000灵石，上品灵石。话音落下，全场都是一愣，随即面面相觑。强者的储物袋，莫非里面有宝物？那还用说，这就像开奖一样，让我好奇啊，这就有意思了。我有点心痒，要不要拍下来玩玩？1号包厢中，苏长歌嘴角扬起一抹笑容，道：不愧是拍卖师，竟然用开盲盒的方式来售卖，厉害。若是直接拿出来一样拍卖，麻烦不说，还可能拍不出高价。在场哪一个不是人精？但这样开盲盒的方式就不一样了，不但会勾起人的好奇心，还会让他们上瘾。不得不说，这拍卖师果然有2把刷子。苏长歌心中暗想。一旁美妇见他表情欣然，颇有几分得意，讨好道：小兄弟，怎么样？这地方不错吧？确实不错。苏长歌点头道。美妇顿时心底大喜，5100块，5500块，6000块。短短片刻，由于对强者遗产产生好奇心，场中像炸开了锅一样疯狂竞价。转眼向威的储物袋就突破了6000灵石大关，而且还在急速增长。6500块，7000块，7300块，8000。听到8000，苏长歌面露笑容。刚才在敦煌城售卖，2个加到1块才1800灵石，还都是中品。可来到这，短短一会就8000灵石了，而且还都是上品灵石。1块上品灵石可以兑换100块中品灵石，这8000上品够换多少中品去了？这波血赚！一旁美妇脸上越来越得意。9000，终于包厢里的人坐不住了。说话的是4号包厢。3号包厢沉吟了一下，似乎是在等1号包厢说话。见1号包厢没动静，便传出一声浑厚的男子声音：1万！哗！大厅哗然。短短一会，这储物袋就飙升到了1万。如何不让他们震惊？震惊之余，他们也知道接下来是包厢中的大人物争抢了，轮不到他们了。苏长歌也是眉毛一挑，没想到竟然拍出了1万，这可是一笔巨款啊！2万！突然，6号包厢传出一个苍老的声音。此言一出，场中顿时寂静，死一般的寂静，就连苏长歌也愣住了。卧槽，这么狠！2万5！ 5号包厢也加入争抢，说话的同时也在猜测这储物袋里定然有宝物，若不然也不会有这么多人下血本争抢。3万！6号包厢传出一声雷厉风行的声音，场中一瞬间肃静。5号、4号、3号，诸多包厢都有些愣神。原价是5000，现在直接飙到3万，足足飙升6倍。他们一时半会竟然缓不过来神。3万，还有人跟吗？6号包厢传出一声大笑，场中寂静，无人说话。咚！忽尔女子挥动小锤，3万1次，3万2次，3万！慢！忽然一声断喝从1号包厢传出，6万！嘶！场中再次哗然。6万！乖乖，1号包厢竟直接出了6万，看来那储物袋里定然有超然宝物。1号包厢内，苏长歌眼眸一凝，看向美妇，疑惑道：你搞什么？那不是他说的话。抬价！美妇嘴角扬起，露出一抹精明的笑容。
道：“连1号包厢都出手了，他们定然会认为里面有至宝，我这是在帮你。”苏长歌还没说话，一直不说话的2号包厢突然传出一声大喝：“10万！”随之，轰，一股恐怖威压爆发。2号包厢大声补充：“都别跟老夫抢，此物我要定了，谁若出手，休怪老夫手下无情。”美妇嘴角高高扬起，道：“小兄弟，这下你发了。”说话的同时，也在心底暗道：“多亏了自己，嘿嘿嘿，等计划实施，这笔巨款就是我的了。”苏长歌没说话，心情是激动的。初始只有1800，现在直接飙升到10万，这特么赚翻了！你这根舌头挺有用，继续发挥。苏长歌淡淡说道。美妇暗地里翻了个白眼，暗道：“你高兴得太早了，这钱都是我为自己赚的，可不是为了你。”殊不知，他的异样神色被苏长歌尽收眼底。咚！忽尔女子挥动小锤，10万1次，10万2次，10万3次，成交！呼！看到1号包厢的人没出手，2号包厢的老者松了一口气，心头大喜，手一挥，立刻奉上10万灵石给场主。那袋子是我的了。场主一言不发，只是点头微笑。忽尔女子高喝道：“还有一个储物袋，也是一位强者留下的，其拍价1万灵石，现在开拍。”他并没有将香薇储物袋给到2号包厢，因为他深知储物袋里面的道，打算等拍完第2个袋子再说。还有第2个，场中很多人都微微惊讶，旋即都是大喜，立刻参与竞拍。2万、2万5、3万。不过刹那，王金龙的储物袋便突破4万大关，价值暴涨，3万5、3万6、4万。1号包厢中，苏长歌满脸笑容，欣喜若狂，哈哈哈！来这一趟真他妈赚翻了！他忍不住爆了粗口。眨眼间，外面的战场就转移到了各大包厢。本座出10万，请给我个面子。6号包厢传出一个雷鸣般的声音：“不好意思，现在谁的面子都不好使，我出12万。”4号包厢不甘示弱，冷冷说道。5号包厢里的人都来不及反应，3号包厢就已经开口18万。大厅寂静，无数人都被惊呆了，这已经不是他们的战场了。包厢里的人开口就是10万上品灵石起步，他们出不起也得罪不起。20万！2号包厢的老者怒道：“谁若是想死，老夫不介意成全他。”美妇突然开口：“30万！”轰！一股威压宛若灵车驶来。2号包厢的老者杀红了眼，怒道：“1号包厢的人，你找死不成？就算有场主给你站台，老夫也不惧。35万，有胆你继续跟！”美妇赶紧闭嘴，抬一下就行了，认真就输了，也在心底窃喜。傻瓜，你活这么大岁数，白活了。这边苏长歌看了他一眼，嘴角微微抽搐，诽谤道：“金真黑啊！”咚！忽尔女子审时度势，挥动小锤，35万1次，35万2次，35万3次，成交！随着成交的话落下，大厅所有人都感觉头脑晕眩。他们经历了一场什么样的拍卖？原价1万，直接飙升35倍，成了35万。要不要这么疯狂？而35万上品灵石得多久才能攒下？一道震惊的目光看向2号包厢，倒吸冷气，暗自揣测那里面肯定坐着一位恐怖至极的大人物，恐怖到连1号包厢都避其锋芒。很快，2号包厢的老者取出35万块上品灵石，散发着极度浓郁的灵气，由侍者送到了拍卖场场主手中。而向威和王金龙的储物袋也被送到了2号包厢的老者手中。当指尖触碰到储物袋的刹那，老者既庆幸又激动，庆幸自己实力强大，以武力威胁，要不然焉能拿到这2件强者遗产？激动无比，庆幸至极，越是触摸越是兴奋，手脚颤抖，但也没打开看，装在身上，刹那遁出拍卖场，然后破空而去，离开地下城。他知道黑市有很多强者，最爱干的事就是联手劫杀。此番自己拍了强者遗产，消息想必很快就会传出去，到时候难免碰到劫杀。一个劫杀者还好，若是多了，难免力不从心。先走为敬，省得夜长梦多。很快他就回到芒砀山，藏进了一处秘密之地，这才开始查看储物袋。黑市地下城，吱嘎！1号包厢大门被推开，场主恭恭敬敬地走了进来，已将头上的斗笠拿掉，露出一张坚毅满是笑容的脸，恭敬道：“前辈不负重托。”苏长歌心情虽激动，但面上也波澜不惊，道：“来吧。”一个箱子递了过来，打开一看，满满都是白花花的上品灵石，共计有45万。当亲眼看到这么多灵石的那一刻，美妇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激动得浑身发抖，暗道：“多亏了自己，要不然这傻小子岂能赚这么多灵石？”他呆呆地看着那白花花巨量的灵石，满足了。整整45万上品灵石，即便他什么也不干，使劲挥霍，也够挥霍半辈子了。想到这，他一双眼睛也在暗中盯着苏长歌，心底连连冷笑，叶下肯定获取信任了。拍卖场场主满脸堆笑，对苏长歌说道：“前辈，由于您交易这么大的数额，享有9折优惠，刚好减免掉了先前的妖郎和镯子钱，钱不多，前辈不必挂在心上。”苏长歌点点头。拍卖场场主又取出一张卡片递了过来，满脸讨好的说道：“前辈，这是在下拍卖场最高级别的会员卡，您手持此卡就是本店最大的客户，在下希望能与您交个朋友。”苏长歌将卡片接了过来，低头看去，只见卡片很薄但很重，通体纯金，仿佛真金浇铸而成，光芒闪烁，
灿烂夺目。好，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苏长歌淡淡说道。他其实也想跟这位场主交个朋友，毕竟能将2袋垃圾卖到那么高的价，还有谁？自己以后没钱了，就来他这挣钱，不爽。可自己还没开口呢，他就主动过来结交，正中下怀呀。听到对方答应和自己交朋友，拍卖场主心头一喜，满面红光。前辈，在下绰号黑龙，还请您以后能多多光临。黑市的人没有用真名的，都是用绰号，而场主也知道眼前的斗篷身影自然不会暴露真名的，所以自报家门，希望对方能记得他。好，既然是朋友，那么我先送你个见面礼，这妖狼归你了，拿去吧。苏长歌大手一挥，直接将银杯烈焰狼送了出去。嗷！银杯烈焰狼发出一声吼叫，也知道自己被送了出去，乖乖的夹起尾巴回到拍卖场场主身边。拍卖场场主惊呆了，不愧是前辈，这刚认识都不熟，不过一句话而已，就上来就送自己见面礼，这大方无比的架势，值得交朋友。多谢前辈，黑龙感激不尽。这边美妇眉毛一挑，真是个傻子，你跟他刚认识就直接送他一头金身境的妖兽，真是个大大的傻子。他在心里破口大骂，气不打一处来，这世间哪有真情？这拍卖场场主不过是忌惮你杀了太玄道宗的人而已，所以才讨好你。你若没杀过太玄道宗的人，他连鸟都不鸟你。可你倒好，直接送他那么恐怖的妖兽，妈的，傻子！也就在这时，苏长歌脑海中系统的补贴到账了。叮，你送出了一只银背烈焰狼，100亿补贴生效，触发超量暴击，本次超量暴击倍数368000倍。恭喜宿主获得是日天狗。天狗！苏长歌心中一动，立刻查看系统空间。只见那片灰蒙蒙的空间里面，一头庞然大物盘踞在虚空中，足足有上百层楼那么高，背上长着一对翅膀，身上环绕着红色和紫青色的纹路，眼神温顺，但也流露出嗜血的杀意。这是一头雪白的天狗，高贵无比，身上散发着恐怖的气息，惊人的波动压迫的整片天空都在惊颤。苏长歌看了一眼，顿时大喜，天狗竟然是天狗！他曾无数次听说过天狗食月，想来应该是这种恐怖的天狗。不，这头狗应该远比食月天狗要恐怖。这可是是日天狗，是和食是一个意思，但又千差万别。是吞噬，碾压般的吞噬，而食则是像吃饭一样细嚼慢咽。看来这头狗发起狠来，怕是连天上的太阳都能给吞噬掉。你们先出去。他朝一旁摆摆手。是，前辈。拍卖场场主走了出去，美妇扫了一眼满箱的零食，眼神暗流一抹贪婪，随后遵照苏长歌的吩咐，不舍得走了出去。他们走后，苏长歌进入系统空间，远远望着这条狗，大笑一声，牛逼。下一秒，系统声音突然响起，系统提示是日天狗，上古妖神之一，体内蕴含洪荒凶兽穷奇血脉，力能搬山翻江搅海，当成长道完全体，可一口吞下整个太阳。我日！苏长歌眼皮一跳，还真是想什么来什么，一口能吞掉太阳，这就掉炸天。不过激动之余，他也注意到了系统词条的一个细节，当成长道完全体，可一口吞下整个太阳，那也就是说他现在还不是完全体。苏长歌被自己的猜测给吓到了，这么恐怖的天狗竟然还不是完全体。他尝试着去感知是日天狗身上的气息，后天境脱口而出，这条狗竟然还只是后天境一中的修为，但身上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气息就恐怖摄人，隐隐能够战天斗地，气吞山河。那要是自己培养它，给它吃各种丹药，那岂不是很快就能培养到完全体？苏长歌脑筋飞快运转，很快一个养成计划在他脑海成型。也就在这时，他突然发现这只天狗好像是母的。哦，是日天狗也看到了他，发出一声吼，眼神变得异常温顺，身上的气息也收敛了许多。忽然，苏长歌眼睛瞪大，瞳孔中流露出一抹不可置信。只见那只天狗竟然变成了一名年轻女子，身姿窈窕，身披彩纱，曼妙的身段如同天上的仙女，周身无尽的神环照耀，缤纷闪烁，将她衬托得恍若九天圣女般优雅高洁。随着一步步走过，身上的彩纱逐渐转变为红衣，最终来到她的面前。主人！他一边走一边柔声叫道。苏长歌微微一怔，但很快就回过神来，道：你能化作人形？是的，主人。苏长歌眼眸一亮，只见他肤色雪白，身段高挑，婀娜多姿，如绝代佳人，行走时更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只是身后那个部位却有一根毛茸茸的尾巴在翘着。主人！很快，是日天狗来到了他面前。苏长歌只感到一股女子身上的芬芳扑鼻而来，伴随着麻酥酥的声音，氤氲晕晕，让人如置身春日桃林，舒服的想喊。以后你就叫小事吧。苏长歌给他起了个名字，这样以后也好喊。是，谢主人赐名。是日天狗抓起他的手，放在掌心，吻了一口，而后轻声道：主人的手掌好香，这是任气味。小事毕竟是天狗，第一次见主人，要闻一下主人身上的气味，然后记住。苏长歌自然明白这些，旋即心念一动，手中出现一大把洗髓圣丹，道：以修为上低，这洗髓圣丹你拿去服用，洗掉身上所有的杂质。他最不缺的就是这个，先把小事给洗一下，洗通透了才好养成，不是？这也是养成的第一步。谢主人。小事接过洗髓圣丹，足足有19颗，
他张开红润的娇唇，服用了下去。苏长歌知道，像这种上古年间的恐怖妖兽，体质肯定比自己强太多了。自己洗髓只需要2颗，他洗髓肯定需要更多，但无所谓，反正这玩意不缺的。轰！丹药入口，小氏体内顿时爆发出恐怖的气息，周遭瞬息风云变幻，狂风平地而起，虚空激荡，龙卷雨击，澎湃的天地元气翻涌而至。霎时间，小氏的脊梁骨变得笔直，能够透过衣衫隐约看到金色的脊椎骨，如龙撑起，血液、骨骼、肌肤都蜕变为淡淡的金色。在强劲的天级药力下，他体内那道脆弱的屏障瞬间被冲破，修为蹭蹭暴涨。轰！突破！后天境2重天，后天境3重天，后天境5重天，后天境7重天，后天境9重天。19颗洗髓圣丹，只是让他突破到了后天9重。苏长歌眼眸微微惊讶，不过很快便明白了，上古妖兽突破所需要的资源肯定比自己高多了去了，只突破这点等级也正常。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是好事，越难突破，那突破之后实力也远超旁人。碾压！主人，我感到体内力量喷发，如山崩海啸。小氏娇哼道，鼻子还在苏长歌身上蹭了蹭，好像是在闻气味。你先沉淀一会。苏长歌退出系统空间，准备离开拍卖场了。他把45万灵石全部装进储物袋，随后开门走出去。美妇正在门口等着，见他终于出来了，眼中顿时涌现贪婪，不过很快就被他掩饰下去。苏长歌佯装没看到，淡淡道：“走吧，离开黑市。”同一时刻，芒砀山一处隐蔽之地，他妈的，找死！一声爆炸般的怒喝，一股恐怖的威压席卷开来，如煌煌大日，横扫四周。2号包厢的老者差点没被气死，他花了大价钱，又威胁1号包厢，好不容易拍到了这2个储物袋，结果打开一看，天杀的，他肺都要气炸了，花那么多钱，结果只拍到一些垃圾。那些功法虽然是太玄道宗的，但远远不值那个价。这些功法就算往大了说，1万上品灵石顶上天了，可他却花了天价，算一算，足足亏了44万上品灵石。老者思来想去，始终觉得不对劲，问题很有可能出现在1号包厢身上。为什么1号包厢突然加价那么狠？定然是在引诱他上当。依稀记得拍卖中途来了2道身影，其中一道是一个年轻男子的声音，进了1号包厢。随后这些功法跟1号包厢脱不开关系。小子，竟敢骗到老夫头上，我要活剐了你！老者身形一动，身影消失不见。下一刻，他的身影直接浮现在芒砀山。这里是黑市的出口，他要守在这，截杀苏长歌。黑市入口一声炸响，仿佛有阵法运转，一股无形的力量裹挟着2道黑袍身影回到地面上。轰！虚空泛现涟漪，浮现出数道强大身影。你们真守时，归还斗笠吧。一尊强大身影面无表情道。苏长歌将斗笠脱了下来，递给了他。美妇也同样如此。旋即虚空一阵波动，强大身影正准备消失，忽然感知到了什么，眉毛一挑，道：“有好戏看了。”在他的感知中，一股恐怖的气息正在逼近。轰！蓦然，天空飞鸟惊叫，地面飞沙走石，大地都在震动。这种场面，强大身影并不陌生。很多人一出黑市，立马就会遭到劫杀。没办法，谁让黑市里能让人暴富呢？这是他见得多了。2位，你们可能要没了，请做好心理准备。戏谑的声音从强大身影口中说出。他不看好苏长歌，毕竟金身5重这修为，在来人面前完全不够看。至于美妇，更不够看。这时，美妇忽然瞳孔一缩，脸色刷得煞白如纸。她的面前出现了一位白发老者，身上没有任何的气息波动，但却让天空变色，地面层层塌陷。啪！白发老者一掌轰出，恐怖的压迫猛然爆发，瞬息冲击到他的身上。噗！美妇吐出一口鲜血，倒飞出去。她的脸变得惨白，大口吐血，胸口剧烈起伏，挣扎着说不出话来，只剩最后一口气掉着了。贱女人，竟敢骗到老夫头上！白发老者怒火冲天，凶狠的目光扫过苏长歌，暴跳道：“你们2个，今日一个也别想走！”轰！他体内爆发出海啸般的威压，如风卷残云，海浪般席卷而过。白发老者白发飘动，双眼猩红染血，面目狰狞，癫狂无比，朝苏长歌寸寸逼近，俯瞰道：“把灵石交出来，让你死个痛快！”说完，大手一挥，轰！可怕的威压逐渐增强，辐射四面八方，封锁住所有去路。空气中的压迫暴增，如一座万丈高山悬在头顶。就在这时，四周不断传出咻咻咻的声音，有诸多身影突兀浮现。出现之时，感知到威压，都是猛地一惊，旋即看着这一幕，脸上顿时露出幸灾乐祸的表情。这些人都是时间到了从黑市出来的人，眼下一看就明白发生了什么。突然有人惊叫道：“竟然是火云老祖！天啊，原来是他！我说怎么这么恐怖？火云老祖可是法相境巅峰的强者呀！那白衣小子要栽了！”议论纷纷，诸多身影无不是面露讥诮，看着苏长歌如在看一个死人。火云老祖，难道浴火云洞老祖？为人亦正亦邪，有时嗜杀如命，有时和善乐道，性格喜怒无常。被他盯上的人，从来都没有好下场，不是被碾杀成血雾，就是被活活折磨死。咔嚓嚓，威压持续增强，
地面轰然坍塌，向下塌陷100丈。白发老者如死神走过，步步逼近苏长歌，转眼来到他的面前，恨恨道：“怎么没听到老夫说话？”苏长歌面不改色，淡淡道：“就是没听到。怎么，你有意见？”嘶！很多人倒吸冷气。乖乖，这可是火云老祖啊，一辈子不知道杀过多少人，就连不少魔道都在他手里。可这白衣小子说什么？没听到，还问人家有没有意见？哪里来的自信？白发老者被气笑了，冷冷道：“好一个没听到！算了，多说无益，去死吧！”他双掌猛地击出，有日月气息爆发，向前闪电般喷出，周遭所有人离得老远，依然感到眼前疾风扑面，如滚雷轰鸣，还有骇浪之声，真气激荡，冲击的衣衫鼓荡，纷纷向后暴退。倒在地上的美妇面露绝望之色。这一掌距离他数丈，但依然直卷得他脑门震荡，雄厚的真气将他再次冲飞出去，重重砸在地上。他绝望了。那姓苏的小子就算再强，但在火云老祖面前也不敌啊！人家火云老祖修炼了大半辈子，头发花白，他呢，毛头小子一个，根本没可比性啊！恍惚间，他忽然听到苏长歌开口：“火云老祖是吧？不好意思，你连我脚下的狗都打不过。”此言一出，四周一片哗然，所有人都愣住了，呆呆地看着苏长歌。随后，他们都露出冷笑，感觉听见了笑话。黑氏缔造者手下的强大身影更是笑道：“哎，这小子倒是有种，可惜啊，牛吹得太大，容易。”他的话还没说完，忽然听到苏长歌淡淡道：“小事在，主人。”轰！突兀的虚空浮现一头庞大无比的身影，通体雪白，弥漫着高贵的气息，似乎含着极度纯粹的高贵血统血脉，有至极的威压一出，将天穹都压迫得暗淡下来。众人抬头一看，顿时心头大骇。只见那昏暗的天穹上，一阵闪电划过，弥漫着摄人的威压，雪白的身躯恍若跨越万古，一头巨大无比的庞然大物盘踞在那里，瞳孔流露出血腥杀意，俯瞰着白发老者。小氏并没有化作人形，他只会给主人一个人观看他的人形状态。吼！小氏发出一声吼叫，强大的波动爆发，恍若惊天动地的凶兽爆发，毁灭性的力量席卷冲出，向下碾压而去。噗！白发老者顿时感到一座无形的大山碾压下来，狠狠砸在头上，骨关节顿时传出咔嚓咔嚓的炸响，头颅剧烈移位，硬生生向下缩了下去，在强大的压力下被压缩到了胸腔里。嘶！我的妈呀！无数人瑟瑟发抖，这什么力量？仅是一声怒吼，就恍若一张大手拍下来，直接将火云老祖的头打进了胸腔里。轰！小氏一掌拍出，席卷着恐怖的波动，大手恍若一座上古神山碾下，朝着白发老者覆盖而下。不，我错了，我不要那钱了，我……白发老者神魂发出歇斯底里的惨叫，无力的求饶。轰！一掌之下，白发老者灰飞烟灭，神魂俱灭，连尸体都没留下。大地也受到牵连，被硬生生拍出一个大手印，四周的土地朝下坍塌。强大身影赔罪，特赦令牌，不费吹灰之力，瞬间灭了火云老祖。所有人都惊呆了，呆呆地愣在原地，脸上全都露出仿佛是看到天塌了，地陷了，世界末日来临一样的表情，难以置信。这是真的吗？那火云老祖一个照面就被拍没了，我的天哪，要不要这么吓人？这什么妖兽？我怎么从未见过？不知道，但看身上爆发出来的气息，肯定有高浓度的恐怖血脉。我身为金身境强者，竟在那血脉爆发的威压下喘不过气。好恐怖！很多人震惊很久，终于缓过神来。黑氏缔造者的手下的强大身影更是心惊胆碎，头皮都发麻。天啊，他刚才话都没说完，就被人家打脸了，吓得脸色煞白，赶紧捂住嘴巴。胡说八道，刚才全都是胡说八道，希望人家没听到。他在心里不断安慰自己。一旁的地上，美妇震惊无比，双眼瞪大，呆若木鸡。我的神啊，他看到了什么？一只几乎遮天蔽日的妖兽突然出现，一声怒吼，火云老祖脑袋直接搬了家，而后又是一掌拍下，火云老祖整个人直接人间蒸发，连地形都被硬生生改变。他狂吸冷气，难掩心头的震撼，无法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也在回过神来后，他终于明白苏长歌为什么把那只银背烈焰狼赠送给拍卖场场主了。那不是大方，而是根本不需要。他身边都有这么恐怖的妖兽追随了，还要烈焰狼干什么？浪费粮食。灭杀了火云老祖，小氏从虚空一跃而下，来到苏长歌身边，鼻子在他手上不断蹭着，极为亲密。主人，刚才那个人也太弱不禁风了，我只是发出一道声音，他的脑袋就被压缩到胸腔里了，好搞笑。苏长歌其实也觉得挺搞笑的，不过他也明白，这是因为血脉上的压制。小氏虽然修为只有后天境，但拥有洪荒凶兽穷奇的血脉加持，爆发出的威力极度恐怖，远非火云老祖可比。小氏，你先回去。他心念一动，小氏被放回系统空间。旋即，苏长歌一跃跳入坍塌的地面中，一跳入，他顿时感觉自己仿佛置身在如来神掌拍出的大手印中一般，地面向下塌陷100丈，犹如护城河一般。小氏力量控制得很完美，虽然灭杀了白发老者，但没摧毁他身上的宝贝。护城河中爆了一地的东西，金光闪闪。苏长歌走上前去，
将其一一捡起。总共有2个储物戒指，4把下品灵兵，一个生锈的铁块不知道干什么用的，以及一些丹药，其他散碎灵石若干。别看是散碎灵石，也足有17000，全都是蕴含精纯灵气的上品灵石。而之所以说是散碎，则是跟现在苏长歌身上的钱比起来，完全不够看。若是放在以前，那就不是散碎了，而是巨款。捡了一阵后，确定没有遗漏，苏长歌这才跃出护城河，回到了地面。出来后，狠狠地瞪了那几个强大身影一眼，强大身影顿时一个哆嗦，其中一个头领模样的魁梧身影急忙走了出来，拱手道：“公子，刚才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这是一点小小赔偿，还请您能不计前嫌，笑纳此物。”这位强大身影努力陪着一张笑脸，他都快要吓死了。刚才苏长歌从地下城出来的时候，他说什么？苏长歌要没了，还要人家做好心理准备。可现在呢？苏长歌不但没，反而是火云老祖没了。他只感到脸上火辣辣的，仿佛被人狠狠抽了一个大嘴巴，心也在狂颤，希望对方别跟他计较。这是苏长歌接过他递来的东西，顿时眼睛一亮，这是一块纯金铸成的牌子，足有人头大小，跟一块盾牌似的，上面篆刻着各种奇妙的纹路，看起来是件宝物，但又不知具体怎么用。公子有所不知，此为特赦令牌，是黑市的特产，可以在黑市缔造者那里换一张高级藏宝图。强大身影头领解释道。苏长歌心头一惊，原来这就是特赦令牌。几年前曾听美女师尊说过，特赦令牌极为宝贵，兑换出的高级藏宝图可以挖出极度稀有之物。美女师尊就曾经挖过一次，获得了一个异兽元，那是妖兽所用之物，一旦给妖兽吸收，妖兽就可以得到翻天覆地的大蜕变，血脉进化，变得更加强横。行，以后见了我，弯腰叫大哥，今天的事我就当他过去了。苏长歌看了一眼强大身影头领，冷声说道：“是，以后但凡见到您，我们几个立刻叫大哥。”几名强大身影异口同声道，说话的同时也松了一口气。幸好，幸好。苏长歌点点头，旋即扫了一眼旁边刚才幸灾乐祸的那些人，冷声道：“我不想脏了自己的手。”懂了，大哥。几名强大身影瞬息出手，铁拳破空而来，刀光剑影遍布，场中瞬息响起惨叫。仅是眨眼功夫，刚才那些从黑市出来幸灾乐祸的人全被杀死，成了一具巨冷冰冰的死尸。不错，我很满意。苏长歌点点头，不得不说，收几个小弟的感觉还挺好。旋即他在那些人身上摸索一阵，出人意料的是，没搜到任何东西，但灵石却搜到了不少，共计3万多块上品灵石。苏长歌想了一下，感觉这几个人应该是进了黑市，把身上的东西都卖了，全换成钱了。旋即他便打算回宗门了，东西也卖了，钱也拿到了，接下来就该找美女师尊刷百亿补贴了。他转过身准备离去，可就在这时，他忽然灵光一现，想起还有最后一件事没做，那就是杀美妇。这时美妇突然挣扎着爬起来，问道：“小兄弟，你去哪？”苏长歌眉毛一挑，这女人简直是不死小强啊，生命力真顽强。白发老头那一掌竟然没拍死他，旋即摆摆手，冷声道：“准备回宗门。”那个美妇吐出一口鲜血，悲腔道：“我能跟你一起去吗？”苏长歌眼眸一凝，这女人竟要跟自己一起回去，为什么？月黑风高杀人夜，因为美妇目光躲闪，因为丈夫被杀，我无处可去，求求你收留我，可以吗？她的计划还没有实施，可不想放过这只肥羊，他必须要拿到屠龙刀。而刚才小事出现的时候，他看到小事，猛地两眼发光，更想要得到小事。说话之际，美妇也在看着四周的尸体，更看着火云老祖陨落的护城河。虽然惊怕，但更坚定了他的决心。拿到屠龙刀，然后用屠龙刀制服那只妖兽，收为己用。到那时，他就华丽大变身，麻雀变凤凰，还有谁敢在他面前横？机会难得，拼一把！噗！苏长歌猛地笑了，卖惨？那行，我就让你变真惨。他不露声色道：“行，那你就跟来吧。”苏长歌并非要带他回宗门，而是要找个地方弄死他。你受伤很重，这颗丹药你拿去。他又取出一颗幽魂蔽明灵丹，递了过去。这颗品质极强，依据他的推算，足以让美妇化作血水的速度加快数十倍。原本需1个月，吃了这一颗，只需3个时辰。原本苏长歌是准备把这颗留着以后用的，但现在恨不得赶紧看到这美妇死，真是个傻子。美妇眼中闪过一刹那看傻子般的表情，随后接过丹药，一口吞服了下去。片刻后，体内伤势好了一大半，但他却觉得体内好像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心脏位置突兀产生一股说不上来的痛感。他也没在意，这姓苏的小子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有自己心眼多吗？旋即2人开始朝太玄道宗方向回归而去。一路上他不断的说些恭维的话，苏长歌也只是笑笑，不当真。时间悠悠而过，转眼1个时辰过去，到了黄昏，日落西山，天边一抹残阳，有种苍凉的感觉。又过了半个时辰，狂风渐起，月黑风高，整个世界变得黑漆漆的，伸手不见五指。轰隆，哗啦啦！忽然虚空划过一道闪电，霎时间电闪雷鸣，紧跟着便是倾盆大雨，如黄豆般大小的雨点凌空砸下，砸在地面啪嗒啪嗒作响。美妇心头猛地大喜，建议道：“小兄弟，雨势太大，而且天也黑了，
我们不如找个地方过夜吧。他察觉到自己机会来了，月黑风高杀人夜，那个计划终于可以实施了。他的自信主要来源于处事经验，他曾在典籍上看到很多强者称雄称霸，雄霸一时，但最后却都栽到了女人身上。原因很简单，一来那些强者很少有为难女人的，二来他们对女人也不设防，毕竟女人有什么攻击力？正是因为大意，他们没死在更强的强者手中，反而死在了柔弱的女人手中。眼下黑暗的夜色遮掩了美妇眼中的贪婪的杀机，她的心脏扑扑乱跳，激动无比。宝物唾手可得，这怎能不让她激动？但在说完这些话，她突然感到心脏位置那种痛感猛地增强了数倍，这让她脸色一白，心想应该是因为火云老祖那一掌太强，刚才那颗丹药没修复完整。好，那就按你说的办。苏长歌冷笑一声，直接答应了他。算算时间，药效还剩下最后1个半时辰。远处有个破庙，我们就去那。美妇指了指不远处。苏长歌放目望去，只见那座破庙院墙倒塌，只剩下大殿在狂风暴雨中弱不禁风。走！很快两人进入破庙。破庙很破，门户和窗户上到处都是蜘蛛网。这是一个佛寺，不知是什么时间建造，由于多年没人打扫，大殿内落满了浮灰，一股子陈年旧灰的味道，极为呛鼻。苏长歌大手一挥，一股飓风席卷冲出，很快打理出一片干净地方。他从储物袋拿出一张毯子坐了上去。黑暗中，美妇黑色的眸子流露出极端渗人的贪婪和疯狂。他关上大殿的门，随后走了过来，心中恨恨道：小子，进了这间破庙，你不会活着出去。轰隆隆，轰擦擦，外面大雨倾盆，雷电轰鸣，震耳欲聋，如轰击在人的心头，让人心悸。老爷爷行金手指上线，时间悠悠而过，转眼又是1个时辰过去。此时距离幽魂毙命灵丹的药效爆发只剩下半个时辰了，而美妇这个时候也陡然感到心脏位置剧痛，如同是被大火在灼烧一样，痛彻心扉。该死的火云老祖！他怒骂一声，忍着这股剧痛，从身上取出一包药粉。药粉黑漆漆的，漆黑如墨，一眼便知是毒药，但却散发出甜甜的香味，让人心旷神怡。美妇从身上取出一个杯子，将药粉倒了进去，随后去外面打了点水，搅拌一下，让药粉均匀的散开。这药粉可以把人在3息内放倒，让人浑身无力，沉沉欲睡，不出1刻钟就睡着。等睡着了，他就可以用暗箭将其弄死了。这就是那歹毒的计划。然后他回到大殿，靠近苏长歌，柔声道：小兄弟，要喝水吗？说着他先自己喝了一口，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而他的舌尖下面含着解药，所以他不怕。喝完之后，他轻声说道：小兄弟，不嫌弃姐姐吧？不嫌弃。苏长歌淡淡一笑，将杯子接了过来，体内微压一阵，便将杯中的水啄干，随后才装模作样的一饮而尽。黑暗中，他的嘴巴并没有触碰到杯子，美妇也看不到，而他也知道这女人平白无故请他喝水，肯定没好事。出门在外，防人之心不可无，尤其是女人，最毒妇人心，更要防着。而时间也只剩最后半个时辰了，他只需等待就可以了。小兄弟，睡吧。见他喝完了水，美妇轻语道：苏长歌装模作样的顺从他，缓缓躺下，静等时间到来。不一会，他鼻子中传出鼾声，一开始只是轻微鼾声，但很快就鼾声如雷。这是他装的，他倒要看看这美妇究竟耍的什么手段。睡着了，美妇也不是傻子，在他鼻息间摸了摸，当确定睡着之后，猛地咧嘴笑了，哈哈，老娘忍了一路，终于寻到机会了。那把宝刀，还有那强横的妖兽，还有那巨量的灵石，都是我的了，哈哈哈。他激动大笑，旋即从身上取出暗箭，足有1米长的暗箭迸发出刺眼寒芒，仿佛黑夜里的狼露出獠牙，要杀人了。唰，电光火石间，美妇用尽力量，箭头对准苏长歌的心脏，狠狠地刺了下去。原来这就是他的手段，也太天真了。苏长歌心眼通明，暗笑一声，准备苏醒。但就在这时，异变陡然爆发，储物袋忽然像是感知到了什么，光芒大放，飞出一道光，竟然是翡玉镯。贱女人，你找死！玉镯内部传出一声怒喝，苍老无比，有恐怖的威压爆发，如海啸翻滚，恐怖无比。美妇一惊，苏长歌却猛地大喜，心中大笑：老爷爷上线了，哈哈，我果真猜得没错，这镯子果然有秘密。下一刻，从镯子内部一道灰袍身影显化而出，浮现在美妇面前。这是一名老者，胡须头发皆是花白，只是一个残影，但身上的气息却浑厚无匹，恍若浩瀚无边的星河。五官慈子，体质通透，没有任何杂质，是一块好料子，日后若成长起来，必能成就不是强者。等到了那时，吾若夺舍，修为即可大增。你若把他杀了，吾还怎么夺舍？找死不成？美妇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跌坐在地上。她知道自己碰上了什么老怪物，颤声道：您，原来您也盯上了他。小女子不知，小女子罪该万死，还请您高抬贵手。苏长歌眼眸一凝，恍然大悟，妈的，自己这经历果然有点不一样。本以为这个老爷爷是和其他小说中写的一样，是来帮自己的，可谁知道原来这货是想等自己成长起来后直接捡现成的夺舍。我操，老银币！
这一刻，苏长歌真想骂出来，这穿的是什么世界啊？就不能让自己穿到无脑纹理？为什么反派都这么有脑子？吾活过无尽岁月，自然知晓圣母是何下场。但吾不杀你，吾要用你来获取这小子的信任。原本吾还费尽心思，不知如何怎样才能获取他的信任。你的出现刚好帮了吾大忙。愚蠢的女人，谢谢你帮了吾，吾要感谢你8辈祖宗。灰袍残魂破口大骂，旋即一挥手，一股澎湃的威压顿时托起苏长歌。他走上前去，在苏长歌额头并指一点，一股苏醒之力打入进去，随后压低声音亲切叫道：年轻人，快醒醒！就好像真的被唤醒了一样，缓缓苏醒。他环视四周，佯装不解道：你是谁？发生什么了？灰袍残影和蔼一笑，语重心长道：年轻人，你有所不知啊，刚才这蛇蝎女人要害你，幸好无发现及时，若不然，见事情败露，美妇脸色越来越白，像是血液一点一滴的流失，面无血色，形同女鬼。几息后，苏长歌佯装明白了，旋即看向美妇，直接提着她的大名，冷冷道：雾娟，你丈夫被鬼脸魔修杀害，你惨遭玷污，是我及时赶到，救了你，对不对？对，你说的对。美妇惭愧道：离开黑松林时，你受伤很重，是我拿出疗伤药物给了你，助你痊愈，对不对？对对。美妇眼神躲闪，在敦煌城，那些人都把舌头割了，你却没割，我也没为难你，对不对？美妇低下头，一言不发。苏长歌接着道：刚才出了黑事，你被火云老祖收拾的身受重伤，也是我拿出丹药救了你，对不对？美妇眼神躲闪，脸色惭愧如土。苏长歌眼神变得冰冷，盯着他手中泛着寒光的案件，沉声问道：我救了你那么多次，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美妇头皮发麻，自知今天在劫难逃，扑通一声跪了下来，痛哭流涕：小兄，不，公子，是姐姐错了，姐姐是鬼迷心窍，是鬼迷心窍啊，你不要往心里去，姐姐真的是被宝物迷失了双眼，求求你不要生我的气。啪！苏长歌一巴掌狠狠甩他脸上。啊！美妇发出杀猪般的惨叫，脸上被抽出一个血淋淋的巴掌印，倒飞了出去。外面下着大雨，电闪雷鸣，地上早已满地泥泞。美妇撞碎窗户，狠狠摔在雨地里，发出痛苦的哀嚎。苏长歌心念一动，屠龙刀出现在手中，沉重的巨刃爆发出嗜血的杀机。苏长歌握着它，恍若死神在逼近，一步步走进美妇。美妇吓得魂飞魄散，顾不得那么多，砰砰砰的磕起响头，嚎啕大哭：不要杀我，我想活着，我真的不想死，求求小兄弟，我愿意拿身子来赔罪，求求你不要杀我。身子？苏长歌冷冷一笑：不好意思，别人碰过的，我嫌脏。咔嚓，屠龙刀无情砍下。救命！救命！美妇大呼。可这破庙荒无人烟，四下无人，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月黑风高，杀人夜。原来我带他去黑市，帮他拍卖，帮他抬价，到最后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白忙一场。临死前，美妇开悟，望着那急速逼近的屠龙刀，绝望地闭上了双眼。咔嘣！就在这时，他体内突然传出一声炸响，心脏被腐蚀，化作血水。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美妇脸色瞬间大变，体内痛，钻心的痛，如同上万只蚂蚁在疯狂撕咬，分食他的五脏，痛到绝望，痛彻心扉，撕心裂肺。不对，这不是火云老祖那一掌，这是我吃的药有问题。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好像明白了什么，眼中流露出别样的光芒。原来，咔嚓，他的脑海刚闪过这些念头，屠龙刀已然逼近，重重的砍击在他的头颅上，他的头颅寸寸破碎，炸裂开来，红白之物混合着破碎的头骨迸溅，飞溅在雨地里。也就在炸开的同时，幽魂毙命灵丹的药效彻底爆发，他的残肢开始崩解，开始腐蚀，发出滋啦滋啦的强力腐蚀声。不过眨眼，他身上所有的肉便化作血水，融入到泥地里，随后那残余的骨骼也被腐蚀，化为粉尘，什么都没有留下。走得很快，走得渣都不剩，他连恨的时间都没有。唰，斩死此人。苏长歌心念一动，屠龙刀被收到系统空间。他本来打算不动手，打算等他自己化成血水，但在灰袍残影出现后，他改变主意了。斩杀杜鹃是为了做给灰袍残影看，这种老银币可比杜鹃有心机的多了，但自己岂会惧怕？也就在这时，灰袍残影开口了：年轻人，老爷爷在第一层，我在大气层。年轻人，杀得好，杀得好，痛快，真是痛快。灰袍残影畅快大笑，心中的大石不但放了下去，更为苏长歌感到痛快。这种杀伐果断的性格正合他的意，他很喜欢。苏长歌点了点头，不露声色道：老前辈，请问您是？哦，忘了介绍了，无名黑暗魂帝，来自距今不知多少亿万万年前的庞大势力黑暗魂殿。吾当年搬山赶月，力劈华山，只可惜，黑暗魂帝正要继续说下去，苏长歌摆摆手打断：前辈不用再说了，你以前肯定很厉害，是无数强者心目中不可逾越的大山。这种套路他前世不知道看过多少了，无非就是这残魂以前很牛逼，但后来因为某种原因陨落，只剩下一丝残魂寄存在某个物体之上，然后刚巧被主角找到罢了，就是这么巧合，很狗血。黑暗魂帝心中微微一惊，暗道：
这小子心眼倒是很活络呀。吾没看错人，一个呆瓜，他自然不愿意占据身体，但一个聪明人，那双方交流起来就方便得多了，日后夺舍的时候也大有益处。年轻人，大家都是聪明人，那吾就把话摊开说了。这是一个人吃人的世界，强者女人无数，妻妾成群，享用一切，弱者都该死，都是王八蛋、垫脚石。所以你要快速突破，争取早日变得强大起来。黑暗魂帝快意一笑，而巧的是，吾刚好知道东道域都有哪些地方埋藏着宝物，吾可以帮你去取得那些宝物，让你快速突破。怎么样？心动不心动？这方世界叫做苍蓝界，共分东西南北中5个道域，叫法也很简单，东道域、西道域，最后一个道域叫做中州道域。苏长歌嘴角微微翘起一个诡异的弧度，但转眼即逝，随后不动声色道：多谢前辈帮忙，晚辈感激不尽。想要早日把我培养起来，然后夺舍是吧？老银币，算盘打得不错呀，只可惜你在第一层，我在大气层。不用客气，吾被你拍到，那便与你有缘，自然会帮你。黑暗魂帝和颜悦色，但内心却暗道：这份恩情，你日后会好好偿还的。话音刚落，黑暗魂帝突然身影一暗，好像维持不住了一样，失声道：糟了，刚才情急之下消耗的灵力太多，透支了，现在无法维持身形了。苏长歌心如明镜，大概是因为他这残魂之躯力量枯竭，不能维持了。年轻人，你需要用我的时候，就把一块灵石放在镯子边，我吸收之后方会苏醒，切记是极品灵石。黑暗魂帝说完，身影回归翡玉镯里面，陷入沉睡。苏长歌拍了拍额头，心中冷笑道：招惹了我，你也离死不远了。他是谁？穿越者，身怀系统的挂逼，而且还熟知前世海量小说的套路技艺。要整死一个残魂，那还不把他按在地上狠狠摩擦？就像现在不给他灵石，他直接昏睡过去，跟死人一个样。等你没利用价值了，一刀斩杀。苏长歌心中暗道，旋即他重新进入破庙，一觉睡到天明。第二天天色放晴，空气中有清新的泥土芬芳。走出破庙，苏长歌记起一把剑，腾空而起，朝着宗门飞去。一路上他也在盘点此次下山的收获，那些杂七杂八不值钱的就不说了，光是黑暗魂帝一个残魂就是无尽的宝藏。黑暗魂帝活了无尽岁月，脑海中记着很多买宝地点，不用说肯定一个比一个恐怖。随后他开始盘点灵石，一开始杀向威，获得3000块上品灵石，进入黑市后被一个阔佬赠送1万极品灵石，拍卖又获得45万块上品灵石，出来后杀了一波人，又获得3万多块，零零总总去掉零头，共计48万上品灵石，1万极品灵石，这是一笔巨款。若触发超量暴击，那补贴回来还不直接暴富了？何以解忧，唯有暴富。哦耶！苏长歌畅快一笑，旋即全力催动长剑，长剑嗡的一声，如一道闪电划破天空，朝着宗门回去。没过多久，他便成功抵达，脚踏在石地上后，径直去往小院。师尊，我回来了！远远望着小院，他忍不住大喊道：徒儿！小院传出美女师尊欣喜的声音：快，我等你好久了。门没关，直接进来。吱嘎！苏长歌推门而入，迎面便看到叶青瑶洁白晶莹的俏脸。师尊，给你个惊喜。他取出储物袋，大方无比的说道：这里面是48万灵石，还有1万极品灵石，拿去随便花。对待女人就得用钱狠狠的砸。叶青瑶心中一惊，接过储物袋打开一看，樱桃小嘴顿时张得大大的。这，他满脸不可置信。徒儿，你在哪得到这么多灵石？这太多了。梨花峰作为荒山，并无多少资源，一切都是自食其力。因为没那么多弟子，宗主自然不会往这里分配资源，所以叶青瑶手上的灵石并不多，只有寥寥几万上品灵石而已。可现在呢，苏长歌一出手，直接送他48万上品灵石，额外还有1万极品，这让他又惊喜又震撼。徒儿，我不是在做梦吧？不是。苏长歌一把将他揽入怀中，淡淡笑道：师尊，以后我们不差钱了。被搂入怀中，叶青瑶身躯一颤，当感知到那阳刚的男子气息，立刻意识到这不是梦，顿时欢欣不已，道：徒儿，你莫不是大气运之人，竟能获得这么多灵石？苏长歌抿嘴一笑，美女师尊这是把自己获得这么多灵石的原因归结到机缘上了。不过也对，玄幻世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机缘。叶青瑶美眸含情脉脉地看着他，只感到徒儿好，徒儿香，徒儿是生命里的一道光。忽然他心中升起一抹担忧，问道：可是徒儿，你把这些灵石都给我了，那你怎么办？我随便就好了。苏长歌淡淡一笑，丝毫不以为意。就在这时，叶青瑶忽然想起了什么，猛地变得愤怒起来，道：对了徒儿，你不在的这一天，天台峰派人来了。天台峰？苏长歌脸色一变，他们来干什么？触发超量暴击，1700亿灵石，暴富。昨天你刚走，天台峰那怪老头派座下最器重的天才来传话，威逼胁迫。那弟子叫胡元康，昨日口出狂言，口口声声要取消梨花峰参加比武大会的资格。什么？苏长歌一听，顿时脸色怒变，怒从心起。凭什么取消梨花峰的资格？难道梨花峰就不配吗？叶青瑶愤愤不平，继续说道：当时我激烈反对，
绝不能同意，因为这是梨花峰的脸面。可胡元康倒好，竟然拿梨花峰就一个弟子，而且那弟子无法修行，根本没资格参加比武大会，来压我，把我气的。他并不知道苏长歌早已得到翻天覆地的变化，眼下说话之际，也在为苏长歌不平。凭什么？难道无法修行就不能参加？宗主分明说过，所有弟子都可以参加，不分品级。可为什么到了梨花峰这就区别对待？他隐约猜到，这不是宗主的意思，是天台峰那怪老头一人的建议。那怪老头一直都看不起梨花峰，几乎是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咔嚓嚓，苏长歌握了握拳头，心中雷霆愤怒。等比武大会那天，我要一鸣惊人，让师尊看看我的实力。他在心中大声呐喊，同时也做出决断。等比武大会那天，他要一人横扫天台峰所有弟子，狂抽怪老头的脸面。叶青瑶气得脸色乌青，愠怒道：更气人的是，那胡元康仗着背后有怪老头撑腰，直言梨花峰不配参加。我当时气不过，一掌把他抽飞了。要不是苏长歌无法修行，他也不会受这气。但即便如此，他也心甘情愿。宝贝徒儿虽然无法修行，但也不能被别人羞辱。苏长歌心中燃起一团火，愤怒越演越烈，眼中骤然涌现出杀意。胡元康是怪老头座下的天才，修为强悍，早已他入法相境，乃是法相境8重天的天才。这个修为比他的真实实力还要高出一大截。不过我岂会惧怕？胆敢威胁师尊，羞辱梨花凤，我必要你的命！苏长歌恨恨道。虽然如今的实力与胡元康相差悬殊，但他有办法。系统的补贴还没到账呢，一旦到账，必然报复，到时候吸收之下，必能碾压胡元康。就在这时，他忽然想起了胡汉。巧的是，胡汉刚好是胡元康的孪生哥哥，这个俩都是天台峰的，没一个好东西。咔嚓，苏长歌握了握拳头，心中恨恨道：胡汉，我先杀了你弟，等比武大会杀你。旋即他看着叶青瑶道：师尊请放心，等比武大会，弟子会好好给您长脸，让天台峰不止天台峰，让全宗门所有的峰座都对梨花峰刮目相看。闻言，叶青瑶笑了笑，轻轻摇头：徒儿无法修行，可也受不了这气啊。男人都是好面子的，他理解。旋即柔声劝道：好了，徒儿，你不要意气用事，无论发生什么事，为师都会为你挡着的。苏长歌心中微微感动，更坚定了给美女师尊长脸的决心。弟子先告退了。他告别叶青瑶，退出小院，刚回到住处，系统补贴准时到账。叮，你送出了48万块上品灵石，1万块极品灵石，100亿补贴生效，触发超量暴击。本次超量暴击倍数36万9000倍。恭喜宿主获得1771200000000块上品灵石，3690000000块极品灵石。卧槽！苏长歌心头一惊，喜从天降。系统界面上那后面的零由于太多，苏长歌几乎看花了眼，根本数不过来有几个零，数目太大了。想一想，48万上品灵石乘以100个亿是多少？然后再用这100个亿乘以36万9000倍，又等于多少？这么大的数字，系统界面固然能显示出来，但他一眼看去眼花缭乱，根本数不过来。足足费了半天时间，他才终于数了过来，共计1700多亿上品灵石，3亿6000万极品灵石。恐怖的数字！苏长歌嘴角一抽，随即大喜过望，这才叫真正的不差钱。若是吸收这么多灵石，那自己的修为还不得连破数个大境界？这么一来，杀胡元康就跟碾死小蚂蚁一样，哈哈，太爽了！胡元康，你活不过今天了。他大笑一声，旋即将门关紧，然后踏步进入系统空间，吸收灵石。小师见他来了，心念移动化作人形，迎了上去，轻语道：主人，修为直线暴涨，踏入斑血境。他凑在苏长歌身边，鼻子在他身上亲密地蹭来蹭去，这是在闻味道。苏长歌淡淡一笑道：我要吸收灵石了。那巨量的灵石全都堆积在系统空间中，一眼看上去跟一座金山一样，光芒闪闪，让人眼花缭乱。也得亏是系统空间，要是储物袋根本装不下这么多灵石。小师识趣地退到一旁，静坐下来，雪亮的眸子望着他。苏长歌走到灵石山前，将手掌放了上去，心念一动，开始麻利地吸收起来。嗡，灵石当中巨量的灵气浓郁无比，纷纷化作一道道夺目的金光进入他的体内。这一刻，苏长歌感觉自己的身体仿佛变成了海眼一般，那浓郁的灵气无穷无尽，纷纷进入体内，灌注进四肢百骸，在各条经脉当中汹涌流窜。他能清楚地感觉到体内的灵气以极快的速度变得充沛起来，各条经脉与筋骨再次鼓胀。而灵气在进入体内后，不出片刻便纷纷转化成力量，力量在蹭蹭暴涨。轰，修为也开始暴涨，突破金身境6重天，金身境8重天，金身境9重天，半步法相。轰，法相境1重天，法相境5重天，法相境8重天，半步斑血。轰，斑血境1重天，斑血境3重天，斑血境5重天，斑血境7重天。法相境之后就是斑血境，这个修为可以搬动体内所有的热血，集中攻击，一旦爆发，全身力量加持，体内无尽的肉身神藏尽数开启，破坏力极度骇人。寻常人突破到这个境界，需要数量恐怖的海量资源，但苏长歌身怀系统，
这都不是事。呼，连破3个大境界，苏长歌长长的吐出一口浊气，眼中金光爆闪，仿佛蕴含着无穷无尽的力量。若是一拳轰出，恐怕力能摧山。1700多亿的上品灵石吸收了整整一半，而3亿多的极品灵石也足足吸收一大半。他尝试着握了握拳头，浑身骨关节顿时被牵动，爆发出咔嚓嚓的脆响，体内无尽的热血也纷纷汹涌流动，发出千军万马驰骋战场之声，全身泪响，百骸沸腾，如雷霆炸响，震耳欲聋。竟然增加这么多力量吗？他骇然发现，随着突破，力量也蹭蹭暴涨，轻轻一指就能爆发出骇人的200万斤巨力。这要是一拳下去，怕不是直接能将胡元康轰成渣。主人好厉害！远处小氏轻声呢喃，眸中华光流转，尾巴在身后轻轻摆动。正当苏长歌准备继续吸收的时候，突然感知到外界突然有一股气息逼近屋子，他眼眸一凝，谁？旋即心念一动，身影立刻回到屋子中。下一刻，轰咔，房门被人一脚踹开，变得稀巴烂。一个面色阴狠的青年走了进来。青年生得豹头环眼，体型极为壮硕，如同一头人形巨熊。看了一眼苏长歌，恨恨道：“就是你杀了我表弟。”苏长歌眉毛一挑，顿时明白了，他认得此人，这是王山的表哥，名叫王霸，实力比起王山不知高了多少，是王山的靠山，修为在法相9重。王山整日把他这个表哥挂在嘴边，眼里言外表哥牛逼，谁敢动他？现在王霸杀来了，如果所料没错，应该就是帮王山报仇的。但是苏长歌也很好奇，自己做的天衣无缝啊，怎么会被王霸捕捉到蛛丝马迹？你就那么确定是我杀的？苏长歌面不改色，冷冷道：“若是冤枉了人，你就不怕天打雷劈吗？”哈哈哈，信口雌黄。王霸哈哈大笑：“我专程查了表弟的行踪，他的行踪轨迹在来梨花峰之后就断了，不出意外，他就死在了梨花峰。好吧。”苏长歌明白了，真想骂娘，自己穿的什么垃圾世界，反派为什么都这么有脑子，竟然都学会名侦探柯南式的推理了。遥想那些无脑文多爽啊，一路无脑爽就行了。可自己呢？操，小子，别想狡辩了，老老实实跟我去刑堂。王霸冷喝一声，大手猛地探出，按向苏长歌肩头。刑堂是惩罚弟子的地方，只要弟子犯错，亦或者有嫌疑，立刻就会被抓进去。很多弟子一听到刑堂的名字，都是脸色狂变。无他，只要进了刑堂，不死也得脱层皮。苏长歌自然不可能去的，他冷冷一笑，愠怒道：“好啊，光天化日来我梨花峰撒野，你今天休想离开这。杀一个是杀，杀2个也是杀。”他不介意将王霸弄死，打爆王霸，潜入天台峰。而且他刚突破疯狂连破3个大境界，体内浑身是劲，急需发泄。本来他准备立刻去找胡元康，但却没想到还没去找胡元康，王霸竟然不打自来，真是找死。听到苏长歌撂下狠话，王霸鼻孔朝天，冷冷道：“哈哈哈，我倒要看看怎么个离不开这。”轰！一股恐怖的波动从他体内冲出，席卷四面八方，骨关节轰鸣，虎豹雷音，咔嚓作响。小子，本来打算押解你到刑堂，但现在想想，何必那么麻烦，直接就地格杀，岂不省事？王霸怒喝道。其实并非如此，而是苏长歌刚才对他撂狠话，他立刻意识到这是变相的承认了，那就不必让刑堂去查证据了，直接杀了便可。轰咔！王霸拳头轰过，空气为之炸响，传出骇人的音爆，拳风如雷声怒卷，咔哧作响。王霸，我只能说你来错了地方。看着铁拳向面门轰来，苏长歌面不改色，冷笑道：“你表弟是自己找死，你和他一样也是找死。王山是因为什么被杀，他心里清楚，凭什么别人要修理他，他就不能修理回去？什么天理？”轰！刹那间，苏长歌体内微压一阵，般血劲的气息如龙卷雨击，全面爆发。轰隆！屋子直接炸开，被冲击成漫天碎片。苏长歌立在这碎片当中，如一尊战神屹立，体内亿万颗细胞粒子血液纷纷被搬动，在强大的修为加持下汹涌流窜，经脉爆响，如滚雷轰鸣。什么？感知到这股气息，王霸眼皮一跳，骇然道：“搬血镜！”猛地，他明白王山为什么会死在这了。原本他还很好奇，苏长歌不过是一个无法修行的小透明而已，只能当个花瓶，如何能杀得了自己的表弟？可谁能想到，他竟然是搬血镜强者，深藏不露。一时间，他脸色大变，嚎叫道：“天啊，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轰！苏长歌拳头轰过，空气爆裂，音爆如晴天霹雳，震人肺腑，重重轰过。王霸脸色一变再变，想收回拳头，可已经来不及了。苏长歌的拳头已经横击了过来，咔嚓咔嚓嚓！刹那间，双方的拳头狠狠对轰在一起，顿时爆发出刺耳的骨关节炸裂声。王霸的拳头直接被轰得稀碎，寸寸炸裂，骨头碴子四溅，鲜血横流。而苏长歌的拳头连皮都没破，余力不消，继续向前轰去。咔嚓嚓！拳头轰过，如摧枯拉朽。王山整条胳膊直接被贯通过去，碎骨混合着鲜血飞溅，他整个人一下子脸色煞白，惨叫道：“啊呀呀，我的胳膊，我的胳膊！”整条胳膊被硬生生贯通，连带着肩膀都被卸了下来，露出里面白森森的骨头碴子，碎骨与鲜血爆裂，化作7焰的血雾，
刺骨的痛苦让他脸色癫狂，浑身发颤。天啊，这就是搬血镜的实力吗？脑海刚闪过这个念头，轰！苏长歌再度出手，一拳轰向他的面门。王霸心中一惊，赶忙催动真气，在体表形成一个真气光罩。轰咔！苏长歌一拳轰在护体真气上，王霸的真气光罩直接炸开，随后被一拳轰在脑袋上，脑袋像是脆弱的西瓜，直接被轰得炸裂，红白之物迸溅，血雨倾盆而落。扑通，他无头尸重重的倒了下去，四肢抽搐了几下，随后就不动了。在临死的最后一刻，他幡然醒悟，自己今天真的离不开这了。杀完了人，苏长歌赶紧在他身上搜索一阵，成功在腰间摸到一个储物袋，打开匆匆一看，里面有9000多块上品零食，其他还有，但苏长歌没时间仔细检查，将袋子口扎起来放进身上，随后又狠狠补了王霸一拳，咔嚓嚓，砰！王霸整个身子寸寸炸裂，被摧残成一团血雾。随后苏长歌去后山打了几桶水，将现场的血迹冲干净，确保不留下任何蛛丝马迹。而后又去砍了点木头，重新做了个小屋，最后将自己的修为压制在法相境，换上与王霸相近的灰袍，然后按照王霸的样子易容。没过多久，他就摇身一变，易容成了王霸，随后抬脚离开这天台峰。易容成王霸的苏长歌轻而易举进入了天台峰，没有任何的检查，一路畅通无阻。很多弟子见了王霸都是友好的打招呼，王师兄好，见过王师兄。苏长歌不露声色的点头，向天台峰内部走去。没过多久，就来到一座豪华的院落前，这里正是胡元康的宅邸。胡元康是天才，在天台峰很受重视，吃的住的都远非寻常弟子可比。这是一个豪华院落，装修极佳，富贵堂皇。他嘴角浮现一抹冷笑，自己大摇大摆地潜入敌人腹地，没有任何人察觉异样，真是一群蠢猪。这时从外面忽然又走进来一群弟子，都是过来找胡元康的。这些都是天台峰怪老头的弟子，平常和胡元康关系很好，彼此之间以兄弟相称，所以他们没事的时候都会过来找胡元康请教问题。当他们看到王霸在这里的时候，都是弯腰行礼，恭敬道：“王师兄好。”苏长歌点点头，问道：“你们来这做什么？”修炼遇到了瓶颈，想找胡师兄解惑。一名弟子说道，其他人也都相继点头。胡元康是天台峰出了名的天才，只要看一眼典籍，不消片刻就能吃透里面的道理，并做到举一反三。苏长歌压低声音道：“刚巧我也是来找他，但他出去了，好像是往主峰去了，你们去那找找看吧。”这些弟子听了纷纷行礼，致谢道：“多谢王师兄，那我们去主峰。”去吧。苏长歌面无表情点头。萧一阵破风音划过，刚才那些弟子全都走光。确定他们走远了后，苏长歌走到宅邸深处，在一个高大宏伟的阁楼敲了敲门。“谁啊？”里面传出一道愠怒的声音。胡元康正在里面钻研功法，但这本功法十分奇特，他始终得不到要领，有些烦躁。而现在听到敲门声，顿时感觉有被打扰到。“是我，王霸。”苏长歌压低声音：“原来是王师兄。”胡元康心中一惊，急忙推门而出，恭敬道：“王师兄，你怎么来了？快请进。”王霸是法相境9重修为，而他只是法相8重，所以他对王霸历来都很恭敬。苏长歌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大马金刀地坐在上座。胡元康给沏了一杯茶，恭敬地端了过来，满脸堆笑道：“不知王师兄前来有何指教？”“没什么指教，只是近日运气好，收获了一把宝刀，我不太趁手，所以想送给你罢了。”苏长歌接过茶，喝了一口茶，淡淡说道。只是在说送这个字的时候，他的语气明显变化的重了些。旋即他将屠龙刀拿了出来。胡元康看着这把刀，猛地眼睛一亮，喜从天降。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这把刀厚重无比，霸气如斯，光是那刀不经意爆发出的锋利都让他险些受不了。他尝试着提了一下，顿时后退3步，脸色变了，惊道：“这么重？好刀，果然是好刀。”他从没见过这么厉害的宝刀，眼下第一次见到，而且对方还要把这把刀送给他，他能不兴奋吗？此物名为屠龙刀，用它来送你，够格吧？苏长歌面无表情说道：“够格，够格。王师兄不愧是当师兄的，心中有大义啊。”胡元康没听出他话里的意思，眼中流露出感激，若王师兄不嫌弃，在下想要与您指天为誓，结为兄弟，不知您愿意否？既如此，那为兄就义不容辞地接受了。苏长歌淡淡说道，只是话语有点变冷，但胡元康却因为兴奋没有察觉。好，从此以后你为兄，我为弟。胡元康面露喜色，对方登门要送他这么厉害的宝物，他虽然不知为什么，但细捋了一下，记忆中自己与王霸并没有交恶的地方，平常关系都处得还不错。弟弟不必客气，既然你我已经结为兄弟，那不如就让为兄送你一程吧。苏长歌这时候又再次说道。听了他的话，胡元康有些愣神，送我一程，什么意思？急忙说道：“不必，王师兄您糊涂了，这里是我的宅邸，我不用回去啊。”然而让他没料到的是，王霸接下来的话却让他心头一震，大吃一惊。不，是弟弟你糊涂了，为兄是想送你上西天，这把宝刀送你上西天，够格了。话音刚落，轰！庞大的刀势翻卷，如霹雳雷鸣，刀势如雷，
劲风扑面，桌椅咔嚓作响。胡元康脸色刷的一白，惊惧道：“王师兄，你为何？”咔嚓，苏长歌不废话，屠龙刀重重斩下，足足100万斤的重量倾泻，狠狠地砍在胡元康脑袋上。刀还没砍上，光是重量就将他的面门碾得稀烂，将他重重地碾压在地上。而后锋利的刀刃如砍瓜切菜般一劈而过，噗呲，鲜血四溅。胡元康几乎连一丝反抗之力都没有，身体直接被砍成2半，没了声息，地板都被砍出一个大口子。而后苏长歌在他的身上摸索一阵，成功获得一个储物袋。紧接着苏长歌心念一动，屠龙刀从手上消失，而后从后门走出去，驾驭飞剑离开。整个过程十分利索，极为迅速，整个天台峰无一人察觉。胡元康死得静悄悄，没人知道。苏长歌御剑飞行，径直回到梨花峰后山，进入清潭洗了个澡，随后换上一身崭新的白衣，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般，镇定自若。有弟子前来宅邸找胡元康，当敲门不应，他心中疑惑，推门走了进去。少许之后，他惊魂不定地走出来，神色大变。胡师兄陨落了。此言一出，顿时惊动整个天台峰。没过多久，怪老头带着大批人马赶到，进入胡元康的屋子，看着被分成2半的尸体，心中又惊又怒，发出震怒的咆哮声。谁？是谁？怪老头名叫杜四海，面相刻薄，为人出了名的阴险，但因为修为高深，从没有人能拿他怎么样。这天台峰一致对外，杀他的应该是别处的人。一位长老脸色很难看，说完突然倒抽一口凉气，意识到了什么，失声道：“在天台峰内部无声无息的杀人，对方肯定是个高手。”这话一出，四周顿时响起一整排道抽凉气声。说的是啊，根本就没一点察觉，胡元康就被做掉了。这般无声无息，这无疑是一种挑衅，也是打他们天台峰的脸。杜四海脸色阴沉无比，震怒的咆哮声如同雷霆，暴跳道：“查！给我查！本座要知道是谁做的，敢杀我的人，我让他生不如死！”雷声般的震怒咆哮震动整个天台峰，很多弟子都闻讯赶来，当看到胡元康的惨状，都是倒抽一口冷气。有人竟在他们的地盘肆无忌惮的杀人，这么凶残的吗？天台峰已经不安全了。唰！就在此时，一名青衣中年赶到，有锋利的剑道威压弥漫，所有人都感到一股锋利的剑意袭来，感觉面皮都险些被割裂。剑痴，神功境强者，足以横扫任何斑血境，哪怕是斑血9重，都抵挡不住他的一剑。斑血境之后，就是神功境。剑痴，你来的正好。杜四海扫了他一眼，冷喝道：“此事交给你了，3日之内，本座要看到结果。”剑痴没有名字，只有代号，是个残酷无情的剑客，是杜四海豢养的私人力量死神。万众瞩目之下，剑痴微微颔首，沉声道：“峰主，我怀疑此事跟梨花峰脱不开关系。整个事件的脉络很简单，昨日胡元康去了梨花峰一趟，传递杜四海的话，最后却被一巴掌抽得满脸鲜血，狼狈回来，而在回来的第2天就被杀了。若说跟梨花峰没关系，谁肯信？你是说是那女人下的手？”杜四海猛地猜到了什么，阴冷道：“不，叶青瑶应该不会亲自出手，容易落下把柄。”剑痴沉思一番，斟酌道：“因为他昨日抽了胡元康一巴掌，若是再过来杀，别人肯定会怀疑到他头上，他也不是蠢人，自然不会做这么愚蠢的事。那你觉得出手者是谁？”杜四海恼怒无比，剑痴眼角闪过一道金光，冷声道：“苏长歌。”杜四海眼皮一跳，突然笑了：“那小子无法修行，就是个花瓶而已，康儿要杀他，简直如屠猪宰狗，他岂能反杀得了康儿？”剑痴摇摇头道：“峰主此言差矣，梨花峰就他们师徒2个，如果不是叶青瑶，那定然就是他了。”杜四海烦躁不已，传音道：“不管怎么说，此事交给你去办。你既然觉得是那小子，那就先查那小子，要悄无声息的查，别被宗主察觉。豢养死士的事是杜四海的秘密，不能暴露。剑痴明面上的身份是他的幕僚，宗门很多人都并不知剑痴的真实身份，只有杜四海一人心如明镜。而这一次，面对针对天台峰的暗杀事件，天台峰首次出动死士。屋子中，苏长歌在盘点收获，眼前是2个储物袋，这正是从王霸和胡元康身上得到的战利品。他先将王霸的打开，将9000灵石取出来，然后开始翻找他物。没过多久，便找出了数百颗丹药，内部都是含着浓郁的灵气。除此外，还有一些黄级药材，一些玄级普兵。翻到袋子最底部的时候，苏长歌赫然发现，竟有一本地级刀法——雷霆霸刀。地级刀法，他瞳孔一亮，没想到竟然还有地级刀法，这波可以。他的屠龙刀一直都是用蛮力挥舞，从未使用过任何刀法，眼下这门刀法来的正是时候。不过他自然不会去学这门刀法的，学系统的补贴回来的不香。王霸储物袋里最强的也就这门刀法了，除此外都是一些还算值钱的东西。苏长歌粗略估计，大概能卖将近1万上品灵石。接下来他开始搜查胡元康的袋子，相比王霸，胡元康明显要逊色了点。储物袋里只有5000多上品灵石，闪闪发光，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低级草药。不过他的储物袋压箱底的位置却存放着一门玄级步法。苏长歌一看，猛地心头大喜，幻影步。他脱口而出，翻开看了几页后，
苏长歌顿时明悟，这门步法可以让使用者的速度提升100倍，行走如风。一旦施展，速度快到沿途只留下一道残影，如同是幻影一般。好，事不宜迟，这就去刷补贴。他推门而去，前往叶青瑶的住处，打爆一切不服。苏长歌走后没多久，天台风划过一道光，一道气息恐怖的身影遁入这里，身上有锋利的剑意弥漫，赫然是剑痴。看着眼前的空荡荡的木屋，剑痴眼中闪过一道金光，道：来晚了，不过倒是方便了我。他进入屋子，搜来搜去，却没搜到任何可疑点，最终他只好在木屋后面藏起来，守株待兔。沿着熟悉的路，苏长歌很快便到达了小院前。叶青瑶的院门依旧是虚掩着的，他轻轻一推便开了。徒儿，见他来了，叶青瑶眸光一亮，眼眸韶光洋溢，华光流转。苏长歌走上前去，一把将他揽入怀中，低头笑道：师尊，我又来给你送礼物了。感受着他温暖的怀抱，叶青瑶只感到心脏扑扑乱跳，洁白晶莹的脸颊涌现一抹如花朵盛开般的红晕。苏长歌这次来，他其实也料到很可能又是给自己送礼物来的，因为他前几次来全都是给自己送礼物的。徒儿，你对为师这么好，为师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才好。叶青瑶红唇轻启，低声轻语道。虽然还不知道这次究竟是什么礼物，但他也料到定然不会是普通之物。徒儿也有好东西，立刻就来送自己，毫不藏私，这真的是感人至深，无以为报。苏长歌手臂缓缓下移，揽住他的纤腰，就这样抚摸着叶青瑶的纤腰。叶青瑶俏脸顿时更红了，像盛开的玫瑰花，娇羞迷人，含苞待放。这，徒儿你轻点。苏长歌反而把他揽得更紧了，笑道：师尊，这不就是报答了吗？叶青瑶微微一愣，旋即脸颊红透，像天边的晚霞。是啊，以身相许，可不就是报答了吗？正事要紧。苏长歌取出那2本功法递了过去，道：师尊，这2本分别是雷霆霸刀和幻影步，送你了，拿去吧。叶青瑶心头触动，将其接下，牢牢地抱在怀里，道：徒儿有你真好，弟子也是一样。苏长歌笑了笑，随即便准备离开了。等一下，叶青瑶有些不舍，叫住了他。他还想和苏长歌多待一会呢。怎么了师尊？苏长歌问道。你不能修炼的事情，你不必担心，为师会给你想办法。叶青瑶郑重起来道。而这比武大会你也不必担心，只要有为师在，你必能参加。其实在刚才，为师就已经去找宗主理论了，我给他说这比武大会你参加定了。刚才他去了主峰一趟，已经给宗主说了梨花峰必须参加此次大会。宗主也没多说什么，只是告知他此事确实是天台峰那怪老头出的主意。怪老头觉得梨花峰就一个弟子，跟没有何区别，这不是浪费大笔的时间吗？再说了，那弟子又不能修炼，小透明一个，这种人万一上台被一拳打死可怎么办？那梨花峰可不就丢人丢大了吗？得知了这些，叶青瑶暗下决心，一定想办法让苏长歌能修炼变得强大起来。听到他的话，苏长歌心中动容，他捏了捏拳头，心中立下誓言，等比武大会那天，我一定要给师尊长脸，打爆一切不服，让那些看不起梨花峰的统统改观。他望向天台峰方向，拳头咔嚓作响，心中呐喊：怪老头，等比武开始，我打爆你弟子的狗头。对了，叶青瑶忽然想起了什么，又道：不如这样，我去给你买一只强横的妖兽，用它来弥补你修为上的空缺，你觉得如何？比武大会是允许带妖兽的，妖兽也是修士实力的一部分。值得一提的是，比武大会并非是单人决斗，而是2-2组队的，每个弟子都可以找1名队友组队，这样胜算就大一些。一般到最后，实力稍逊的那个弟子会退出圣子之争，但能助人夺得圣子之位，他得到的回报也是无法计量的。哦，苏长歌心中一动，竟然可以带妖兽，那小事出场岂不是直接大杀四方？可以，那您就帮我买只妖兽吧。虽然已经有妖兽了，但他也没拒绝叶青瑶。无他，太矫情了，他最烦的就是矫情的拒绝，而且多一只妖兽也多了一份战力，如虎添翼，所以何乐而不为？那就这样定了。叶青瑶打算给他买一只踏云天马，修为极强，不但可以用来御空飞行，更可以用来战斗，但也有缺点，那就是很贵，需要很多钱。但他觉得给徒儿花钱，那不是理所应当的吗？对了，叶青瑶又道，你还需要个队友，到时候我给你找个强大一点的，等结束后给他点报酬。多谢师尊，别的如果没什么事，那弟子就先回去了。苏长歌致谢道。好，去吧。苏长歌转身离开这里，他要赶紧看一下系统补贴回来的是什么功法。目视他离开，叶青瑶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好像心被他偷走了一般。超量暴击奖励，太上疾风电刀，太初阴影鬼步。苏长歌行走在归途上，还没走到地方，系统的补贴就已到账。叮，你送出了地级刀法雷霆霸刀、旋极步法、幻影步，100亿补贴生效，触发超量暴击。本次超量暴击倍数375000倍，恭喜宿主获得太上疾风电刀、太初阴影鬼步，还真是2本。苏长歌心头一喜，乐得合不拢嘴。在赠送之初，他就觉得自己这次赠送2本东西，补贴回来的应该也是2本吧。如今补贴到位，果然不出所料，
系统声音响起，太上极风电刀天级刀法，上古时代一尊仙王曾用它力劈华山，极为恐怖，共分20层，当修到极致，可一瞬间砍出20刀，一路火花带闪电，刀刀致命。卧槽！苏长歌忍不住大喜过望，娘啊，一瞬间砍出20刀，怪不得叫疾风电刀，这出刀的手速，单身20年也赶不上吧？而且这一路花火带闪电的，好牛逼的特效，经费在燃烧啊！可以想象，敌人一瞬间被砍20刀，该有多么痛苦。旋即，他将目光放在太初阴影鬼步上面，系统声音也跟着响起。太初阴影鬼步天级步法，上古时期一座名为太初圣地的庞大势力不传之秘法，共分26层，一旦修满，可以隐匿在影子当中，不论是墙壁的影子，亦或者大树的影子，哪怕同为人影，也可以隐匿进去，无声无息潜伏其中，更可无视距离，在各个影子之间闪现。卧槽，这个更屌！苏长歌眼皮一跳，着实被惊艳到了。这步法简直堪称保命神器啊！不管是追杀还是被追杀，都可以直接循着对方的影子隐匿进去，然后在不知不觉中抹杀对方，这就要命啊！最重要的是，这竟然能无视距离，在各个影子之间闪现。那意思不就是说，不管距离多远，只要目之所及的地方有影子，就可以瞬移到影子之中。猛地，苏长歌明白这为何是太初圣地的不传秘法了。因为一旦被修行这门步法的人盯上，几乎连知觉都没有，就被对方追上，然后无声无息地做掉了。这也太瘆人了！这要是传给外人，那还得了？这门步法跟疾风电刀搭配，简直绝配。旋即，苏长歌便打算开始修炼了。反正四下没什么人，他干脆边走边修炼。很快，1层、2层、4层、8层、15层、18层、20层，短短一会，苏长歌就将太上疾风电刀修到满层。而那太初阴影鬼步，他看了一会，大概用了10分钟，也修炼到满层。之所以这么快的速度，一来归功于他体质通透，毫无杂质，接受事物的能力很强；二来则是因为补贴回来的功夫全是系统解析过的，通俗易懂，上手十分容易。修炼完毕，苏长歌吐出一口浊气，只感到脑中奥义奔腾，如大江大浪般滔滔不绝。那太上疾风电刀与太初阴影鬼步的重重奥义，在他脑海中纵横翻滚，被他吸收消化，最终沉淀下来，完美悟透。修炼完毕，他便打算找个无人的地方，试一试这太上疾风电刀的威力。只是在刚跨出步子的时候，他脑中突然灵光一闪，想到了什么。若是我再将修为提升一下，那这刀法爆发的威力岂不是更加强大了吗？说来也是巧了，刚才正准备吸收余下的一半灵石呢，结果被王八那个蠢货杀来了，但现在能接着吸收了。旋即，他进入系统空间，准备吸收。主人，系统空间中，小狮化作人形来迎接他，身上红衣随风摇摆，尾巴轻轻摇曳。破斑藓，踏神功。苏长歌看了他一下，笑道：“小狮，我觉得你一开始那件彩纱非常好看，薄薄的，身段凸显，十分好看。”小狮身上的红衣虽然也好看，但这件衣服材质很厚，挡住了优美的身段，看上去有些臃肿。小狮嫣然一笑，换上了一开始的那件彩纱。彩纱很薄，如蚕丝一般，她整个人的气质也更加出众，如仙女流落凡尘。苏长歌又和她闲聊了几句，旋即便不再耽误时间，开始吸收灵石。嗡，他将手掌贴在灵石山上，滚滚灵气顿时以迅捷的速度灌注进他的体内，纷纷转化成精纯的力量。轰，只是瞬息便开始突破斑血镜8重天，斑血镜9重天，半步神功。轰，神功镜1重天，神功镜3重天，神功镜5重天，神功镜9重天。不消片刻，所有的灵石被吸收一空，只剩下寥寥几块极品灵石。在持续吸收下，苏长歌的修为犹如做了火箭般疯狂飙升，直接破开斑血镜桎梏，一举抵达神功9重。呼，他睁开双眼，双眸如星空般深邃，闪烁点点慧光，如星光闪烁，身上的气息也变得更加深邃浩瀚。余下的那几块极品灵石，他没有再次吸收，留着还有用。主人更强了。小狮远远看着他，美目流露华光，缤纷闪耀。小狮，1年以后就是宗门比武大会了，到时候你和我一起横空出世，大杀四方。苏长歌满面红光说道。小狮温顺点头。旋即，苏长歌便退出了系统空间，朝着自己的屋子走去。没过多久，便抵达木屋。咦，这股气息！刚回来，他突然察觉到有些不对劲，不由得眉毛一挑。感知中有一股气息隐秘地藏在木屋后方，似乎是在等待自己。那气息同样是神功9重，若是放在以前，苏长歌万万是感知不出来的。但现在他入神功境，不但综合实力暴增，感知力也发生了质的改变。他朝那边走了过去，沉声喝道：“什么人鬼鬼祟祟的，滚出来！”屋子后方，剑持隐匿气息在这里藏着，准备暗中观察，悄无声息地调查苏长歌。可如今听到对方竟然叫自己，顿时嘴巴长大，感到深深的不可思议。怎么回事？自己不是隐匿气息了吗？他竟然能感知到，自己可是神功境强者呀！他一个毫无修为小透明，竟能感知到。一时间，剑痴十分惊讶，但转念一想，这是好事啊！对方能感知到他，
这岂不说明对方已经露馅了吗？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他从屋子后方走出，脸上挂着冷酷的狞笑，冷冷道：“小子，我就说是你杀了胡元康，看来还真猜对了，你是有修为的。”也就在话落的同时，他猛地脸色一变，愣住了。他感知到苏长歌身上竟然席卷着恐怖的神功劲威压波动，那股波动恍若浩瀚无边的深海，浑厚深沉，深邃无匹，隐隐让他都感觉有压力。这怎么回事？剑痴震惊了，一个不能修行的小透明，突然跟他等级一样，让他大为震惊。他眼睛睁得大大的，根本不敢相信。什么怎么回事？你眼睛瞪那么大，是想靠眼神来杀我？苏长歌冷笑不已，他已经明白怎么回事了。天台峰派人来调查他了，不过看其样子，好像并非怪老头座下的弟子，倒像是他身边幕僚级别的高手。不过苏长歌岂会惧怕？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那就杀一双。剑痴震惊了好一会，终究还是回过神来。修为和他持平又如何？他号称剑痴可不是白叫的，视剑如命，以血养剑，30年如一日，在见到意图的造诣早已到达不可思议的地步。他可不认为苏长歌能比自己强，即便修为一样，但招式上的差距却是难以弥补的。唰，一柄长剑迎风出鞘，剑长3尺，宽约2指，如一泓秋水，还未完全出鞘，便能直面感受到那凛冽的剑意。四周的落叶隔得老远，自动分开，被无形的剑意削为2半。剑痴手持长剑，轻轻一挥，一抹锋利的剑芒瞬息爆发，地面一瞬间炸裂，被这一道剑芒所引动，锋利的剑意如一道耀眼流虹，激射而出，飞速刺去。感知到这一剑的威力，苏长歌冷冷一笑，心念一动，屠龙刀顿时出现在手中。厚重的刀背散发出霸气的威压，弥漫着恢宏的上古气息。没有废话，运转太初极道法典，体内浑厚的血红色真气纷纷流动，爆发出千军万马奔腾的阵响。一刀向前砍出，轰轰咔，厚重的刀光闪过，势大力沉，刹那斩击在剑痴的剑芒身上，顿时爆发出刺耳的金铁交击之声。剑芒明显不敌，一个照面便炸为碎片。什么？剑痴心中一惊，他竟然输了？怎么可能？你怎么会？突然他听到了苏长歌体内那万马奔腾的声音，如雷声鼎沸，震耳欲聋，这让他心头一震，面色惊变。顿时他明白了，对方拥有极为高阶的真气，这真气要比他更为雄厚，足以弥补招式上的差距。可那是什么程度的真气，竟然能将体内的潜力挥发到如此地步？莫非是蓝色真气？剑痴不敢再想了。要知道藏经阁门口那邋遢老者是纯紫色真气，这蓝色真气只比紫色真气差了那么一丝。这姓苏的竟然是个深藏不露的天才，扮猪吃虎的狠角色。他刚想到这，忽然感知到身后有浑厚的刀气劈来，抬眼一看，却发现眼前的苏长歌不知何时已经不见了。糟了，他在背后！晚了！苏长歌从剑痴的影子一跃而出，屠龙刀对准他的背部重重的砍了出去，200万斤力量尽数奔袭而出。霎时间，火星四溅，闪电激射，火花与闪电齐轰，刺眼闪烁。1刀、2刀、3刀、20刀，太上极风电刀显威，一瞬间砍出了20刀，全部砍在了剑痴背上。咔嚓咔嚓嚓，剑痴精炼的身板响彻骨头破碎的声音，被屠龙刀应声伸开几亮，还在狠狠地朝里砍去。你这是什么刀法？剑痴脸色大变，煞白如纸，重重地喘着粗气。屠龙刀已经深入他的体内，从背后砍到胸膛前，贯穿而过，碎骨四溅，鲜血横流。苏长歌不和他废话，猛地加重力道，直接将他劈开。屠龙刀所过，摧枯拉朽，将剑痴砍得鲜血淋漓，骨头碴子不住地往下迸溅。几息后，剑痴倒下了，被劈为了2半，死亡的眼神极度恐惧，仿佛在看待一个怪物。他自诩以血养剑，自称剑痴，但现在却死在了刀下，被人硬生生砍成2半。他哪里知道，苏长歌所修炼的是天级刀法，一刀砍出，一路火花带闪电，根本不是他能抗衡的。而苏长歌第一次运用太初阴影鬼步，也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事实上，如果正面相对，苏长歌同样能碾压他。他拥有血红色真气，真实实力是同境界修士的8倍，但他想试试太初阴影鬼步，所以便从后方偷袭了。不愧是太初圣地不外传的秘法，真好用。不得不说，这步法太好用了，出奇制胜，迅速解决战局。若是用来暗杀，再适合不过。旋即他弯下腰，在剑痴身上飞快地摸索一阵，随后一拳将其尸体打爆，最后冲刷作案现场。屋子中，苏长歌打开剑痴的储物袋，一眼扫去，顿时双眼放光。地级灵兵。他眼睛在储物袋里来回打量，只见里面放着整整4把剑，无一例外全都是地级灵兵。剑痴是剑修，一辈子视剑如命，精通剑气，除了剑谁都不爱。这4把地级灵兵都是他花重金精挑细选买来的，一般的剑根本入不了他的眼。要知道，地级灵兵与天级灵兵只差1级，这比藏经阁邋遢老者给他的赤霄刃还要高级。苏长歌岂能不兴奋？而这4把剑的名字也呼之欲出：紫云剑、青钢剑、奔雷剑、玄清剑。苏长歌将他们照单全收，随后又在储物袋搜了一阵，成功搜出了3万多块上品灵石，还有一些高级宝药。
以及珍贵宝石之类的东西。他把这3万灵石装到另外一个袋子中，跟系统补贴回来的钱分开放。原因很简单，系统补贴的钱即便送出去也不能刷补贴，但从别人身上抢到的可以。就在剑痴身亡的同时，天台峰，杜四海心中突然升起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这种感觉说不上来，就好像冥冥中计划失败了一样。剑痴不会遇见什么意外了吧？他心情烦躁，起身前往魂灯殿。魂灯殿顾名思义，里面存放着很多弟子的魂灯，只要人一死，魂灯就会熄灭。不过一般不重要的弟子，杜四海不会料理他们的魂灯。很快，杜四海就抵达了魂灯殿，抬眼望去，仅是看了一眼，他的脸色顿时大变。什么？怎么可能？剑痴的魂灯竟然熄灭了！逼急你又如何？杜四海看着那熄灭暗无火光的魂灯，脸色一变再变，从震惊转变为不可思议，再从不可思议转变为滔天的愤怒。毫无疑问，剑痴已经被杀了。先是胡元康，紧接着是剑痴。梨花峰未免欺人太甚，就那师徒2个，跑不了别的。咔嚓，他勃然大怒，使劲攥了攥拳头，骨关节顿时爆发出刺耳的脆响。旋即，他抬脚离开这里，踏破长空，赶往梨花峰。他要亲自过去找对方要个说法。没过多久，杜四海便来到梨花峰，直接大力推开小院的门，闯入进去，阴沉的眼神死死地盯着一脸愣神的叶青瑶，提着他的大名怒吼道：“叶青瑶，你未免放肆的过头了！”叶青瑶此时是懵的，这怎么回事啊？对方为什么突然怒气冲冲的就过来了？莫非是发生了什么大事？旋即问道：“怎么了？还装糊涂？”杜四海气得脸色铁青，低吼道：“昨日胡元康来你这里一趟，第2天就被人杀了，死得极惨，被硬生生劈成2半。而后我派剑痴过来调查，可没想到又被杀了。此事跟你梨花峰脱不开干系。”他虽然愤怒，心底积压一肚子火，但却不敢大声叫宣。剑痴是死士，不能惊动宗主，所以他很谨慎，但也因此肚子里憋的火更旺了，气得肝疼。别人杀了他的人，他还不能说，都快气死了。听到杜四海的话，叶青瑶眉毛一挑，大吃一惊。那姓胡的瘪三死了，哈哈，干得漂亮。只是谁杀的呢？还有那剑痴，莫非也是同一人所杀？会是谁呢？他知道剑痴是神功境强者，一身修为都在剑上，视剑如命，强横如丝，可没想到竟然会被杀。自己的封座中除了自己，谁能杀得了剑痴？莫非是徒儿？但不可能啊，徒儿不是不能修炼吗？他心中种种念头闪过，越来越感觉此事蹊跷不可思议。反正你一口咬定是我梨花峰杀了你的人，是吧？叶青瑶冷声道。没错，就你们师徒2个，跑不了别人。杜四海狠狠叫嚷道。叶青瑶笑了，冷扫了他一眼，不急不躁道：“好啊，那你拿出证据来。”杜四海心头1万头羊驼呼啸而过，他刚才气急之下直接过来兴师问罪，哪里有证据？就算有证据，恐怕也早已被对方焚毁了。一时间，杜四海憋了一肚子火，气得脸红脖子粗，最终冷哼一声，甩袖而去。没证据又不能大声声张，简直要憋屈死。然而他现在想走，叶青瑶却不同意。慢着，他冷出口，直视着杜四海，话里藏话道：“杜四海，你诬陷我，这事我们得算一算吧。”杜四海心里咯噔一下，沉声道：“怎么算？当然是去找宗主评理了。”叶青瑶风轻云淡道：“你无凭无据就硬闯梨花峰，这就不说了，你还派人暗中潜入我梨花峰查探，这是当我梨花峰没人了吗？”杜四海心头一惊，竟被对方反咬一口，但他也不是吃素的，壮着胆子怒喝道：“去吧，本座撑着你。”虽说剑痴真实身份见不得光，但他老奸巨猾，面上还是要装样子，不能被对方看出什么来了。说完这句话，他不等叶青瑶回话，直接摔门而去。叶青瑶也没再说什么，他也只是威胁杜四海而已，手里其实并没有什么把柄。虽说对方派人暗中调查，但人现在不知被谁杀了，弄得他也无凭无据。就算去找宗主，宗主也是要看证据的，不然无法服众啊。外面，杜四海刚走出门，转头忽然看到了苏长歌。苏长歌也是刚刚才到，他已将修为隐匿了下去，准备来将从剑痴身上获得的宝贝全部送给美女师尊，用来刷补贴，却没想到竟然碰上了冤家，真是冤家路窄。他狠狠地瞪了一眼杜四海，感知到苏长歌瞪过来的眼神，杜四海一下子怒火中烧，气得脸都绿了。小子，别把本座逼急！他撂下一句狠话，扭头就走。苏长歌狠狠呸了一口，大喝道：“逼急你又如何？有种咬我呀！”杜四海全当没听见，扭头走自己的。苏长歌哈哈大笑，心中大为畅快，旋即不再跟他浪费时间，推门进入院中。苦儿，胡元康和剑痴是你杀的吗？杜四海离开后，一路愤愤不平地回到天台峰大殿，气死我了！他气得浑身发抖，简直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轰！气急之下，他突然出手，一掌狠狠拍到桌椅上，强大的力量瞬间将桌椅拍得粉碎，炸成漫天齑粉。他怀疑叶青瑶，也怀疑苏长歌，但却没有证据，也因为剑痴的身份之事，不能光明正大的去处理这事，这让他心头如有一团火，越演越烈，气得干瞪眼。若是剑痴的身份暴露了，那他豢养死士这件事就露馅了。
他豢养的并不止剑痴一个，而是一整个死士军团。若是让宗主知道他背地里搞这么大，那与造反有何区别？后果定然是一场极大的暴风雨。看来此事需要谋划一番。杜四海精明着呢，刚才面对苏长歌，他以退为进，等回来再慢慢谋划。梨花峰小院，叶清瑶看着眼前的苏长歌，心中有很多话不知该不该问，最终他还是问了出来：“那个徒儿，胡元康和剑痴是你杀的吗？”苏长歌眉头一皱，正要说话，面前的叶清瑶忽然长叹一声，摇了摇头道：“怎么可能呢？你分明不能修炼的。哎，是为师想多了。”苏长歌一笑而过。叶清瑶这时候突然想到了什么，又说道：“徒儿，梨花峰就你我两个，如今杜四海被我呛得哑口无言，回头他肯定会把气撒在你头上，你要格外小心。不过你也不用担心，有为师在，他不敢把你怎么样。记住，为师永远护着你。”说话之际，他也在心底揣摩，莫不是别的人跟天台峰不对头，但却栽赃到梨花峰头上了。当然这些都是他的猜测，苏长歌并不知道。听了他的话，苏长歌心中动容，师尊对自己真的太好了呀。不过今天来同样是有正事的，他摇摇头，将杂念驱赶，旋即准备打开储物袋赠送宝贝了。只是即将打开储物袋的时候，他忽然眉头一皱，不对啊，怪老头已经来了，那我送东西得谨慎一些，避免露出破绽。这些武器是剑痴的，杜四海不用说肯定都认识，甚至很熟悉，所以暂时不能送。不过转念一想，似乎可以通过别的方式送。苍兰界有很多铸兵师，如果能把这些灵兵全部熔炼了，然后打造成新的兵器再送，那不就可以了吗？这个方法虽然有些麻烦，但总归还是不错的。宗门内也有铸兵师，但如果去找他们，肯定会露出马脚，那就只能选择下山了。等一下，要不先问问黑暗魂帝，作为老爷爷型的金手指，他应该有更好的办法才对。前世苏长歌看过的小说中，老爷爷型的金手指几乎是万能的，主角遇到任何问题他都能解决，那自己为何不利用一下？说干就干，他当即告别叶清瑶，回归自己的住处。屋子中，苏长歌取出一块极品灵石，浓郁的灵气顿时将屋子都浸染得凝出露水。他并没有直接唤醒黑暗魂帝，而是嘴角扬起一个诡异的弧度，咔嚓一声将这块灵石给掰成了两半。黑暗魂帝那种老银币，自己绝不能让他一次吃太饱，给他吸收半块灵石就够了，只要能唤醒能说话就 OK。 吃得太饱，他的实力肯定会恢复几分，对我不利。苏长歌眼中闪过一道金光，不得不说自己穿的这个世界处处都得防着，这些反派智商都太高了，马勒戈壁的怎么不让自己穿到无脑纹里？摇摇头，他将翡玉镯取出，将这半块灵石放在了镯子旁。只听呲溜一声，仅一个眨眼的功夫，那半块灵石就不见了。随之苍老的声音响起：“哈哈，我终于又活了！咦，怎么只有半块？”黑暗魂帝苏醒的刹那，本是高兴的，但下一刻就察觉到体内灵力并不是很足，无法维持太长时间。前辈，我手上这4把剑，你有没有办法把它们？苏长歌简明扼要的说了下。话音刚落，黑暗魂帝哈哈一笑，道：“何须那么麻烦？吾活了无尽岁月，这种事小事一桩，你不知道吧？吾其实是一个命师，可以抹掉武器上残留的任何气息，甚至可以更改武器原主人的命运残留。”苏长歌顿时面露喜色，不愧是老爷爷，办法就是多。关于命师，他也知道一点，前世看的那些小说中也有很多命师，这种职业可以沟通天机，冥冥中观测到别人的命运，甚至可以推算出那人什么时间死，是什么下场，极为恐怖。只是他不知道的是，当初在拍卖场，黑暗魂帝就已经对他的命运做了一番推演，但结果竟然推演不出来。当时黑暗魂帝惊讶之余，便是大喜，连他都看不穿命运，那此子定然绝非常人。浑然不知苏长歌身上的天机都被系统遮掩了，这只是系统的基本功能而已。麻烦前辈出手，帮我抹除这上面的命运残留，顺便也更改一下外观吧。苏长歌觉得既然做了，那就做个大痛彻算了，不但要让命运认不出，更要让外观都认不出。简单。黑暗魂帝一把将4把灵兵抓在手中，双指在剑上连点数下，长剑顿时发出嗡鸣，似乎冥冥中某条线断了，这代表这把灵兵跟剑痴的命运牵连被切断了。这样即便是别的命师也无法看穿这把剑的原主人是谁。旋即黑暗魂帝再次出手，一掌拍下，4把灵兵顿时被拍扁，化成一团金铁，随后在魂帝的压合下被铸造成4把战戟。看到长剑变战戟，苏长歌顿时喜笑颜开。好了，给你。黑暗魂帝将重铸后的战戟递了过来。苏长歌接在手中，旋即便打算重返小院去找美女师尊。就在这时，黑暗魂帝忽然感知到了什么，转头看了一眼外面。他本来是不在意的，可当看到外面的情况后，他眼瞳猛地一凝，倒抽一口冷气。那是。看到强如黑暗魂帝都倒吸一口凉气，苏长歌的眼睛也是一凝，怎么回事？他也看向外面，只见梨花峰的上空有一道身影正在御剑飞行。他认出来了，那是天台峰一名弟子，名叫司空图。司空图在路过梨花峰上空之时，也微微低头看了下方一眼，
顿时面露不屑，旋即御剑离去。应该是从我这路过吧？苏长歌喃喃一语，但却不明白黑暗魂帝为什么被吓成那样了。嘶！黑暗魂帝又倒吸了一口凉气，手腕都在发抖，颤声道：“圣人？什么？”苏长歌脸色微微一变，急忙道：“他是圣人？不是。”黑暗魂帝脸色变了，道：“我看穿了他的命运，他即将邂逅一尊圣人，不，准确来说，那是一尊未来的圣人，拥有圣人之姿，极为恐怖。”苏长歌眉毛一挑，道：“详细说说。”你等下，吾先推演一番。黑暗魂帝闭上双眼，足足半个时辰，他才重新睁开，眼中流露出一抹震惊。算出来了，司空图在3天后接了一个宗门任务，那任务在天阴城，他在任务途中邂逅了天阴城皇家一名婢女，那婢女是皇家从奴隶市场买来的奴隶，饱受欺凌。司空图遇见她时，她正被皇家拳打脚踢，司空图见了后，像救条狗一样救下了她。殊不知，这婢女是圣人转世，一旦得到某个契机，便会退凡为仙，凡体蜕变为通灵玉体，灵气自动入体，喝水都能增长修为。被救后，那婢女对司空图心生感激。一番话落下，苏长歌也是惊讶无比，道：“卧槽，大机缘啊！”可以想象，那婢女对司空图心生感激，那等以后退凡为仙后，肯定会给司空图带来无尽的好处。但很可惜，这种好是轮不到司空图了。苏长歌当即收拾一下，准备赶在司空图之前截胡了那婢女。也恰在此时，黑暗魂帝失声道：“糟了，吾又透支了，维持不了身形了。但在那之前，吾劝你火速赶往天阴城，救了那婢女，与她交好，获得好感。日后她成就圣人，你获得的好处不会少。快去！”说到这，黑暗魂帝身形猛地暗淡了无数倍，再也坚持不住身形，陷入沉睡，只吸收了半块灵石的缘故。不用你说，我也知道。苏长歌嘴角扬起笑意，旋即便准备赶往天阴城。不过在那之前，这4把战戟自然是要先赠送出去的。他身形一动，火速赶往叶青瑶的小院。吱嘎，推开门，苏长歌径直走上前去，道：“师尊，这4把战戟是我目前获得过最好的机缘，送你了。”也不等他回答，苏长歌直接将战戟撂他面前，随后光速离去，只留下一个潇洒的背影。徒儿叶青瑶遥遥望着他的背影，心中感动。他看了这4把战戟一眼，只见战戟崭新的，散发出锋利的寒芒，极为锋锐，隐隐将空间都刺出一个大口子。这竟然是地级灵兵！叶青瑶一下子就认出来了，地级灵兵与天级灵兵只差一丝，这可是宝物啊！怪不得徒儿刚才说是他获得的最好的机缘，可他自己却不留着用，全都无私奉献给了自己。好徒儿啊！一时间，他思索万千，心中波澜起伏，有涟漪荡漾，眼中情丝连绵，情韵悠长。超量暴击，不死凤凰药，不死金身诀。离开后的苏长歌一路御剑飞行，火速赶往天阴城。他自然知道与一尊圣人交好意味着什么，在这尊圣人还未成长之前，就与其结下深厚的羁绊。那等他蜕变之后，自己得到的回报定然无法想象。并且他要截胡的动机，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比武大会是两两组队的，他正需要一个队友。若是能截胡一尊未来的圣人一起组队，到时必然能横扫全宗。别忘了，那婢女若是退凡为仙，可是连河水都能增长修为啊！这种恐怖的队友上哪去找？想到这，苏长歌越发的欣喜起来，赶路的速度无形中加快了数十倍。虽然很快，但他还是感觉慢了，激动兴奋，必须赶紧收了那婢女。主人，要不要坐我身上？就在这时，耳边突然响起小氏的声音。苏长歌微微一怔，对啊，小氏是天狗，飞行速度岂不比自己御剑快多了？刚才怎么就没想到呢？看来有时候太激动，智商也会跟着降低啊。好，你出来吧。他微微点头。嗡，虚空浮现一丝丝涟漪，小氏庞大的身躯突兀浮现在空中，天狗形态巨大无比，飞行速度极快。主人，请上来。苏长歌收起长剑，走到他的身上，随后骑了上去，只是在心底也微微有些无语。别人骑马或骑妖兽，自己骑狗。忽然脑海中系统补贴到账，叮，你送出了地级灵兵玄元戟、地级灵兵红光戟、地级灵兵寒光戟、地级灵兵皓月戟，100亿补贴生效，触发超量暴击。本次超量暴击倍数372000倍。恭喜宿主获得天级灵药不死凤凰药、天级功法不死金身诀。苏长歌眼眸微微流露出一抹惊讶，怎么是灵药和功法？不应该是武器的吗？叮，系统提示：系统补贴为随机补贴，有时是数量上的补贴，有时是质量上的补贴。苏长歌明白了，这也就是说，并不是送什么就补贴回来什么，也可能暴击出其他东西，这就有意思了，跟开盲盒似的，让他突然有点上瘾了。摇摇头，不再多想，旋即他一边飞速赶路，一边拿出不死凤凰药，开始打量。只见其大概手臂大小，形状如同一根莲藕般，通体瓷白，有清新的芳香溢出。闻上一口，顿觉呼吸顺畅，耳清目明，精神倍长。系统声音响起：不死凤凰药上古神皇精血凝聚而成，极为珍贵，只需咬上一口，即可修复体内所有的伤势，回归巅峰状态。卧槽！苏长歌结结实实的高兴的一跳，依稀记得之前师尊给了一颗涅槃神凤丹，
同样也是这个作用，但神凤丹只有1颗，吃了就没了。而这个不死凤凰药这么大一根，够咬多少口去了？这特么身上穿了一身复活甲呀，爽！苏长歌满面红光，旋即看向下一件物品，不死金身诀。系统声音也跟着响起。不死金身诀，上古时代先王强者的断体功法，共分上下2部，上部为36天罡，下部为72地煞，分别对应36层、72层。此为其中一门天罡功法，修到极致，蜕变不死金身，肉身不朽，坚硬如铁，万法不侵，诸邪退避。卧槽，赢妈了！苏长歌神采飞扬，心花怒放。这是实打实的断体功法，虽然只有上部，但足够让自己横推无敌了。就喜欢这种肉身横推的感觉。至于下部72地煞，兴许以后暴击，指不定啥时候就开出来了。不再多想，他当即开始修炼起来。翻开不死金身诀，看上一眼，顿时间，他感觉自己仿佛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置身在广袤无垠的天地中，有浓郁的天地灵气汇聚而来，精纯无比，钻入浑身毛孔中，传到体内，令人神清气爽，全身上下说不出的舒服。第1层、第10层、第15层、第20层、第36层，时光悠悠而过，转眼5个时辰过去了。天罡断体功法共有36层，但经过系统的解析，里面的浩荡真言纷纷转变为简单易懂的文字，很快便被他悟透消化。苏长歌睁开双眼，眼瞳熠熠生辉，一股浑厚的气势从身上席卷开来，横扫云层千丈，虚空都隐隐传出涟漪，恐怖的波动气冲斗牛，浩浩荡荡，蔓延八方。下一刻，功法反哺，修为开始攀升，神功境之后便是涅槃境。轰！突破半步涅槃，涅槃境1重天，涅槃境3重天，涅槃境5重天，涅槃境7重天，涅槃境9重天。一门天罡功法直接将他的修为提升了一个大境界，从神功9境直抵涅槃9境，堪称恐怖的提升。他捏了捏拳头，一股凶猛的炸响顿时弥漫开来，如雷声炸响，耳膜轰鸣，体内隐隐传出虎啸龙吟之声。身下的小士听到这声音，顿时明白他又变强了，嗔叫道：“主人，你好厉害！”苏长歌微微一笑，算是回答。接下来，一人一狗火速向天鹰城赶去。天鹰城坐落在东道域南部一处盆地之中，商贾云集，繁华无比。此时，在一处豪奢的府邸中，传出一声声边打脚踢声，伴随着凄厉的惨叫。过路之人无不是停下脚步，摇头叹息：“哎呀呀，别打月奴，月奴知道错了，月奴以后再也不敢了。”此处府邸正是皇府，财大气粗，富甲一方。说话的是一名婢女，名叫苏莲月，但被卖到皇家。皇家为了使还方便，平常就叫她月奴。哎，好惨！那婢女被卖到皇家，每天不是被打就是被骂，日子过得猪狗不如。哎，谁说不是啊？可怜了这女娃娃，苦命的人啊！门口很多过路人触景生情，纷纷长叹，但他们却不敢上前阻止。皇家在天鹰城厉害是出了名的，盘踞在此，强横一方，无人敢惹。这时，皇家内部又传出一声唾骂：“娘的，老子让你12点喂猪，你竟然敢晚1分钟！你要是不需要耳朵，那老子就帮你把他割下来！”顿时，很多过路人都明白今天苏莲月为什么挨打了，仅仅是因为给猪喂食晚了1分钟就要被打。哎，好苦命的娃！走吧，我不忍心再看了。过路行人摇头长叹，纷纷离开。他们走后没多久，天空嗡的一声，小士带苏长歌赶到。主人到了，我回去了。目的地已经到达，小士善解人意，自动回到系统空间。苏长歌凌空落下，进入皇家。无他，不需要，因为根本没人敢招惹皇家。也因此，苏长歌一路畅通无阻，很快就循着惨叫声进入皇家内部。当看到眼前的场景，饶是他也心头一震，感到深深的吃惊。天啊，那是怎样凄惨的一个画面！一个17、18岁的女子，脚带镣铐，浑身泥泞，夹杂着血迹，像牲畜一样被圈养在猪圈里。而一旁的一老一少手里正提着一根鞭子，鞭子上沾着嫣红的鲜血，一看便知刚才在疯狂抽打。皇家根本不在乎这个女奴，当买下苏莲月后，就把她安排住在猪圈，毫无人的尊严。这是为了让她喂猪方便，同时更为了节省一间厢房。在皇家看来，奴隶不是人，不配住人住的房子。而为了防止她逃跑，皇家在她的脚腕上戴上了沉重的镣铐。猪圈的墙壁上有一个粗壮的铁环，镣铐就和这个铁环连接到一起，将它牢牢地拴在这里。吃的是猪食，睡的是猪圈。苏莲月已经被折磨得没有人样，面容蜡黄，身形消瘦，如同一个乞丐。天啊，这是人过的日子吗？皇家根本就没有将他当人看待，过得连猪狗都不如。苏长歌只感到眼眶有些湿润，触景生情，有泪水流下。皇家真不是个东西！唰！忽然一声音爆，那名老者挥动鞭子，狠狠怒骂道：“我打死你，看你下次还长不长记性！”鞭子是钢鞭，极为沉重，横击在空气中，让空气都传出恐怖的音爆。啊呀呀！月奴不敢了，月奴真的不敢了！看到鞭子再一次抽下来，苏莲月万念俱灰，跌坐在地上嚎啕痛哭。自己的命难道真的连这些猪都不如吗？他绝望地闭上了双眼。只是他等了很久，却还是没等到那鞭子落下来，反而听到一声清脆的骨头巨响，
伴随着惨叫声响彻，咔嚓嚓，砰，轰，咚，砰，打砸的声音在响彻。苏连月只感到一股浑厚的气息如雷卷来，霎时间身边劲风扑面，拳掌相交，还有风雷之声，真气激荡，卷得他衣衫飘舞。那真气席卷开来，像是一股巨浪，如大江浪涛，连绵不绝，风雷般呼啸。陡然，他睁开双眼，他看到了一名白衣男子如救世主般出现，一拳轰出，那挥来的钢鞭刹那间爆成碎粉，火星四溅。而那挥鞭的老者被这一拳震得双臂发麻，还没来得及骂，便被一拳打在了头上。砰！一拳爆头，老者头颅当场炸裂，骨头碴子四处飞溅。苏连月大吃一惊，他是谁？为什么要救自己？你是谁？为何闯入我皇家？一旁的少年人眼见苏长歌出手，心头一惊，大感骇然。此人竟能一拳打爆管家，恐不是善茬。他是皇家的少爷，而被爆头的老者则是皇府的管家。说话之际，皇家少爷语气间也充斥着一股怒气。不管此人是谁，胆闯入皇家，而且还杀了人，他今日休想离开这。轰！皇家少爷体内猛然迸发出一股雄厚的威压，脊梁骨如龙撑起，挺得笔直，威压如海浪卷来。苏长歌冷冷地扫了他一眼，噗！皇家少爷脸色一变，口吐鲜血，仿佛被一座无形的大山迎头痛击了一般，直接倒飞出去，重重撞在墙上，骨断筋折，腰杆子再也直不起来，扶着地面大口吐血。等等，兄台且慢，所谓不打不相识，你若喜欢这个婢女，那就送您了。皇家少爷态度180度大转弯，赶忙赔上一张笑脸，将苏连月送了出去。苏长歌面无表情，看了一眼震惊的苏连月，随后走到皇家少爷面前，不屑废话，直接一脚踢了上去。砰！一脚之下，皇家少爷胸膛仿佛脆弱的键盘，直接被踢穿，发出咔嚓嚓的声音，肋骨齐断，血流如注。他捂着自己的胸膛，脸上满是不敢相信，这是什么肉身，竟然如此恐怖。砰！苏长歌又给了他一脚，皇家少爷的脑袋直接被踢烂，像一个西瓜爆炸那般，直接炸开，炸成血雾。扑通！他重重的倒了下去，没了呼吸。旋即，苏长歌走进苏连月，一拳将镣铐砸得火星子四溅，镣铐断开，炸成碎片。重获自由，苏连月眼泪在眼眶中打转，呆呆地看着苏长歌，泪水涕零。从今天开始，有我在，再也没有人能欺负你。苏长歌郑重说道。当说完这些，他指着皇家管家以及皇家少爷的不堪入目的尸体，冷冷道：以后谁若敢动你，这就是下场。霎时，苏连月眼中泪水不自禁地落下，满脸泪花，泪雨滂沱。苍天有眼，自己终于解脱了。就在这时，异变陡生，好一个混小子，在这上演英雄救美呢！一声狞笑，一个灰袍老者遁来，身上席卷着不弱的威压。他不是旁人，正是皇家家主，修为再退凡境。当他感知到苏长歌身上的修为气息，顿时心头一惊。不过下一刻，他就恢复狞笑神色，冷笑道：我说为何敢杀来我皇家？原来修为这么强，但不好意思，我皇家脸面不可辱，你走不掉了。呲啦一声，他从怀中取出一物，对准天空一射，霎时间一朵烟花冲上天际，最终在天空上形成一个巨大的雄鹰图案。皇家叫人了！我的天啊，是天鹰教！这下要出大事了！无数人远远的都看到了天空上的图案，脸色纷纷一变，心头震恐。皇家之所以无人敢惹，皆因背后站着天鹰教这尊庞然大物。天鹰教十分强横彪悍，喜好杀戮，极度嗜血，凶残无比。曾经就有一名强者招惹了天鹰教，仅仅是因为误伤了天鹰教一条狗，天鹰教直接将那人灭杀，同时杀了他全家，连刚出生的婴儿都没放过，凶名远扬，很多人无不是闻之色变。而这座天鹰城以前叫白石城，后被天鹰城征服，灭了城主府，扶持周家上位，将天鹰城当作其下属城池。而像这样的城池，天鹰教掌管了上百个。没过多久，数道强横至极的气息纷纷赶到，天鹰教教主和麾下数十名高层齐齐莅临。昏暗赤红的天穹上，一阵闪电划过，弥漫着至极的威压，一大群强者抵达了，拿着武器，身上气息深邃无比，每一人都如天神般屹立，俯瞰着下方的天鹰城。雄厚的真气相互交织碰撞之下，连空间都给塌陷了下去，隐隐似能战个天崩地裂。噗！有人在压迫下吐出鲜血，更有人脸色涨红，体内气血浮躁，脊梁弯了下去，跪在地上。一瞬间，气氛变得庄严肃穆，无数距离皇家近的人也在此时明白发生了何事。消息流传出去，仅是片隙，整个天鹰城都明白了，原来是有人看不惯皇家的行径，出手救了那婢女。这下可是捅到篓子了。哎，天鹰教强横如斯，而且此番教主亲临，那年轻人下场堪忧啊！哎，好人难当啊！希望那年轻人赶紧走，走得越远越好。无数人咂舌，但面子上却不敢多言，生怕被天鹰教感知到。哈哈，小子，你就是修为再强又如何？天鹰教高手旗帜，你难逃一死。皇家家主哈哈大笑，天鹰教教主以及众多高层此时也将视线落在了皇家大宅。当看着那白衣年轻人身上弥漫着涅槃酒劲的威压，微微一笑，不以为意。
这种修为，他们任何一人都是。黄吉安就是那小子。天鹰教教主冷声问道。黄家家主立刻道：都是他，您可要为我做主啊！天鹰教教主冷冷一笑，淡淡说道：不过是一只涅槃9境的小杂鱼而已，本座只手可灭。话音刚落，苏长歌冷冷一笑，就那么轻描淡写的对着虚空一挥手道：小事。顿时间，虚空泛现涟漪，一头巨大无比，几乎遮天蔽日的天狗浮现，盘踞在虚空，强横的气息扑面而来，如乌云盖顶，摄人的气息压迫整个天鹰城。在场所有人顿时感到一股来自灵魂深处的压制碾压下来，窒息的压迫感令他们直不起腰，有人更是双腿砰的一声炸开，整个人顿时跪在地上，如仰望神灵一般惶恐地望着虚空中的天狗。天鹰教教主脸色一白，眼中闪过一抹震惊。上古凶兽血脉，不好，快走！他脸色变得很快，带人扭头就走。这种凶兽虽然还未成长为完全体，但仅是那强横的血脉压制就不是他能抗衡的。想走，晚了。苏长歌冷冷一喝，摆手道：小事，全部杀光，一个不留。是，主人。小事身上爆发出无尽的光芒，神光闪烁，覆盖苍穹，双翅忽地展开，遮天蔽日，将整座天鹰城都给笼罩其中。属于上古凶兽的血脉气息全面爆发，这一股气息宛如浩瀚无边的星河，悬在虚空，也将四周的空间全部封锁，连一只苍蝇都分不出去。顿时间，天鹰教所有人都感到头顶悬着一座无形的大山，压得他们心惊与窒息，喘不过气。阁下，我错了，今日之事是晚辈眼拙，冒犯了您，还请您不要放在心上，放我走吧。天鹰教教主直接就求饶了。没办法，对方竟然有上古凶兽跟随，这谁打得过？身后诸多天鹰教高层也是脸色奇变，紧张地看着天鹰教教主，只希望他的求饶能让对方大发慈悲。然而下方，苏长歌连看都不看，咳咳两声，直接别过脸去。小事顿时明白什么意思，恐怖的血脉刹那间爆发而出，如排山倒海，疾风呼啸，滚雷声响彻苍穹。别，不要，前辈，我错了。砰！小事出手，恐怖的威压碾下，如上古神山砸落，天鹰教教主瞬间化作一团血雾。而后，小事看着那众多天鹰教高层，没有废话，同样是血脉压制压迫了下去。砰砰砰！在压迫下，天鹰教众多高层几无反手之力，瞬息全部阵亡。虚空中多了一团又一团血雾，血腥味刺鼻，闻得下方天鹰城所有人都是脸色惊变，心头巨震。原来那年轻人慎言，不得妄议。他们都隐约猜到，或许那位白衣年轻人是某个圣地来的大人物，亦或是某处强大道统重点培养的对象。毕竟身边有如此强横的妖兽跟随，若说身份普通，谁肯信？要灭皇家以及皇家的后台天鹰教，就如同强龙碾压地头蛇一般，摧枯拉朽的碾压。皇家家主此时吓得浑身发抖，脸色煞白如纸，变得如同是泥塑木雕一般，呆呆地看着苏长歌，嘴唇颤抖，说不出话来。天鹰教教主及那些高层全灭了，都死光了。他心头巨震，感到深深的不可思议，这怎么可能？那年轻人身边怎会有上古凶兽追随？苏连月也是震惊不已，呆呆地望着苏长歌的身影，只感到他的身影伟岸无比，仿佛是一座不可逾越的大山，任何人欺负自己，他都会挡在自己面前，保护自己。苏连月。恍惚中，他听到苏长歌在叫他，他精神一振，急忙应声：在，月奴在。皇家家主就交给你了，手刃了他。苏长歌淡淡说道。他知道苏连月肯定对皇家恨之入骨，所以自己不杀，让他去杀，肯定会获得大把的好感。事实说明他猜对了。苏连月闻言，心中猛然生出一股暖流，感激涕零。月奴知道了。苏长歌扔给他一把刀，他提着这把刀，脸上带着泪水，也有坚毅和顽强，快步走到皇家家主面前。皇家家主肠子都悔青了，痛哭哀求道：不要，月奴，我不是有意的，那些都是我儿子做的，让你睡猪圈吃猪食都是他的主意，和我无关，你要明辨是非啊。噗呲，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皇家家主倒在血泊中，鲜血流了一地。杀了他之后，苏连月抬头仰望着天空，第一次觉得救赎与解脱，仿佛头上所有的压力都被拨开，重见天日。事实上，他对皇家恨入骨髓，皇家完全没把他当成一个人，他是买来的，是奴隶，没有自由，没有尊严，什么都没有，活得连猪狗都不如。他每天夜里都会做噩梦，梦到自己哪一天被活活打死，亦或者饿死冻死，但现在终于解脱了。他转头看向苏长歌，本已绝望的脸上终于露出一抹缤纷笑容，而后忽地倒下，手刃仇敌，解脱了。他感到身上一股虚脱感袭来，沉沉睡去。灭皇家，带走苏连月，随着皇家覆灭，皇家所有人瞬间变得如惊弓之鸟，一些下人纷纷从后门溜走，但都被苏长歌追上去，统一拳打爆。没过多久，皇家全部覆灭，任何人都没跑掉，斩草除根，一个不留。而后，苏长歌继续发挥搜索战利品的优良传统。他在皇家搜查一阵，将肉眼能看到的所有值钱物品，像一些黄金浇铸的宝座、镶嵌钻石的宝剑、罕见的镇族宝物，
墙上挂的夜明珠，只要值钱，统统洗劫一空。洗劫到最后，他在后院发现一个地窖，进入地窖，里面灯火通明，纵深很长，数10个铁箱子摆在架子上。苏长歌一拳轰碎所有箱子，里面顿时流出白花花的灵石，神识一扫，足足有38万上品灵石，应该是皇家历年攒下来的家底，但现在都归他了。除此外，他又在地窖发现了一些普兵及初阶功法，还有若干白银和黄金，其他药材若干，别的还有凡俗中使用的玛瑙、珍珠项链、黄金白银之类的。苏长歌来者不拒，照单全收。虽然黄金白银在修士中没什么用，但去凡俗泡妞可爽大发了。随后他走到外界，抱起睡沉的苏连月，御剑飞行，扬长而去。至于天鹰教没来的那些余孽，他暂时不着急，眼下先回去照顾圣人转世才是最关紧的。区天鹰教余孽，等有空的时候顺手灭了。他走后很久，天鹰城爆发阵阵欢呼，真没想到原来是个大人物。天鹰教吃了雄心豹子胆，竟然扬言只手可灭人家，真是大言不惭，笑死我了，哈哈。以后天鹰城重获自由了。天鹰城每年都要给天鹰教缴纳沉重的赋税，说是赋税，其实就是保护费，每年巨量的保护费压得他们喘不过气。但现在不用了，头上压力骤减，每个人都欢声雷动，打心眼里感激苏长歌。就在苏连月被苏长歌带走的同时，太玄道宗天台峰一间净室当中，司空图正在这里盘膝修炼。可忽然间，他感到自己心脏一跳，冥冥中好像失去了什么东西一般，心里猛然变得空落落的，让他心情也随之沉闷了下来。奇怪，他眉头紧皱，再也无法静心修炼。苏长歌一路抱着苏连月，在黄昏之时回到了宗门。进入小屋，他将苏连月放在床上，随后便在一旁盘膝坐下。他知道苏连月自从进了皇家，从未睡过好觉，毕竟跟牲畜同吃同住，能睡得好吗？而现在自己应该让他好好的睡个安稳觉了。时光悠悠而过，转眼3天时间过去。3天后的早晨，空气清新，有沁人的清香在空气中流转。苏连月缓缓睁开双眼，看了一下四周，发出一声疑惑的轻喃：“我这是在哪？这里是太玄道宗，你睡了3天，来，先吃点东西。”苏长歌简明扼要的说了一下，随后将早已准备好的面食递了过去。苏连月明白了，原来这位救命恩人将自己带到了他的宗门，无微不至的照看了3天。恩人，他鼻子一酸，有泪水从眼眶溢出。他出身一个小家族，家族中重男轻女，父亲在他5岁那年就把他卖给了奴隶市场，这么多年挨打挨骂，所有人都把他当做一个奴隶，从未有人把他当人看，更别提对他这么好。他看着这碗面，眼中流出热泪，将其接到手中。饥饿使他顾不得形象，立刻开始狼吞虎咽起来。慢点吃，别噎着，这里还有肉。苏长歌又取出1整只酱肘子，递给了他。苏连月在皇家遭受非人的待遇，哪里吃过这种美食？他看着这只酱肘子，心底流过一抹暖流，对苏长歌千恩万谢，随后接过肘子，狼吞虎咽起来。哎，苏长歌看着他这样子，忍不住长叹一声。很快，苏连月就将面和肘子吃完，终于恢复了些许力气。他来到苏长歌面前，双眸含泪道：“恩公在上，请受岳奴一拜。”苏长歌将他搀扶起来，轻声道：“不必这么拘谨，还有岳奴这个名字以后不要再用了，我给你取个新名叫莲儿，这代表你所有的不堪过往都翻篇了。”苏连月心中感恩，涕泪道：“多谢恩公，不必拘谨，叫我公子就好。”苏长歌亲和的笑道：“莲儿记住了，跟我来。”苏长歌拉住他的手向外走去。苏连月很听话，很乖巧，如同找到了依靠般，紧紧地抓着他的手，跟在他身后。沿着一条山路，苏长歌将他领到了后山青潭这里。他从储物袋里取出一件白色长裙，轻声道：“下去洗个澡，随后换上一件新衣服吧。如果还有什么缺的，随时和我说，我都会满足你。”啊，多谢公子。苏连月心中充满了感激，感动的热泪在眼眶中不住地流下。他身上的衣服早已破旧不堪，沾满泥泞，如今有了新衣服，他心中暖流涌动，感激不已。苏长歌不忘了帮他拭去眼泪，道：“别哭，女孩子家家，哭了就不好看了。”苏连月心中暖流阵阵，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被呵护的温暖。从记事起到现在，他从未体会过人世间的温暖，如今苏长歌对他好，他感动至深，生怕这是一场梦。接下来苏长歌就离开了。大约1个时辰后，苏连月洗完了澡，原本脏兮兮的脸蛋变得白皙如玉，散发出一股清灵之气，穿上白裙，整个人出落得亭亭玉立。只是由于亏欠很久，营养不良，他的脸色还微微有些蜡黄，身材显得消瘦单薄。很快他回到了小屋中。公子，我以后该何去何从？他环视四周，小脸涌现陌生和害怕，生怕被赶走。苏长歌亲和的笑道：“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没有人会赶你走的。”苏连月心中顿时涌现浓浓的暖意。苏长歌又从储物袋取出了1000块灵石和一本功法，这都是从皇家搜到的，亲和的说道：“莲儿，这些灵石你拿去吸收，还有这功法也修炼一下。”苏连月心头一暖，但随之受宠若惊，颤声道：“公子，你对莲儿这么好，莲儿不知道该如何才能报答你。莲儿只是一个普通人，天资愚钝，莲儿自卑，
害怕日后报答不了您的恩情。他并不是修士，苏长歌一上来便给他这么多灵石功法吸收，他感动之际也惶恐自责，心中一种自卑的感觉油然而生。不必自卑，你在我眼里并不是奴隶，而是同伴，拿去吧。苏长歌轻声说道。不是奴隶。苏连月心头一动，猛然他内心感动万分，鼻子一酸，一个没忍住，突然嘤嘤地哭了。公子没有将自己当作奴隶看待，而是一个真正的人，自己遇到好人了。快人一步，千年造化丹。片刻后，苏连月止住情绪，开始吸收灵石。过了不久，他忽然惊喜道：天啊，我竟然踏入后天境了。苏长歌定睛一瞧，这才发现仅是一块灵石，就让他的修为从不能修炼，直接来到了后天境2重天。这也太妖孽了，不愧是圣人转世啊！只是踏入后天境之后，他的修为就变得缓慢起来了。苏长歌明白，这是他还未退凡化仙，还是凡夫俗体的缘故。你慢慢吸收，我先出去了。他走了出去，在外面盘膝坐下，脑海中系统的补贴也已到账。叮，你送出了1000块上品灵石，黄级功法，明神术，100亿补贴生效，触发超量暴击。本次超量暴击倍数379000倍。恭喜宿主获得37900000000000上品灵石。天级刀法裂地十字斩。又一门刀法。苏长歌眼睛一亮，系统声音响起：裂的十字斩，上古强者的杀伐之术，一刀砍出，能够劈出一道恐怖的十字，大地会被斩击的层层塌陷，形成1000丈深的十字裂缝。若是劈到修士身上，会将其肉身连带神魂都砍出十字，随后形神俱灭，生死道消。哇塞，这波血赚！苏长歌惊喜万状。这刀法听起来很恐怖，看起来也极为恐怖。十字所过，大地层层塌陷，这特效够牛逼。上次那门太上级风电刀攻击范围不大，但攻击力集中，相当于点杀单人。而这个裂地十字斩范围很大，可以用来群殴或清场，两种刀法相互搭配，简直爽爆。思索之际，他也在心里大喜。此番不但刷了圣人转世的好感，而且还获得了系统补贴，这种一箭双雕的感觉就很爽。不过苏长歌忽然想到了什么，比武大会在即，要赶快给莲儿寻找那一丝契机，助他迅速突破。契机这种事，说简单简单，说难也难。有人走在路上就把契机遇到了，可也有人寻遍苍兰界，忙活一辈子，直到老死都找不到那一丝契机。这种事情太坑爹了。不过苏长歌倒不担心，身边有黑暗魂帝可以利用，还怕什么？他当即找了一处隐蔽地方，取出镯子，随后取出上次没用完的半块灵石，放到镯子边。灵石刚放到镯子边上，空气中立刻响起呲溜的一声，灵石不见了。紧跟着眼前浮现出黑暗魂帝的身影，终于又能看到外面的世界了。黑暗魂帝脸色有些苍白，很显然十分渴望苏醒。苏长歌不浪费时间，单刀直入道：我已经把那名婢女截胡了，但她还没退凡化仙，所以现在我还需要你帮忙。你再帮我看一下其他人的命运，看看有没有突破契机什么的，我去截胡。闻言，黑暗魂帝顿时心中一喜，如此甚好，吾跟你一起出去。苏长歌摇摇头道：不用出去，我们就在宗门就行，我已经想好去哪了。哦，黑暗魂帝道：去哪里？天台峰。苏长歌转头看向天台峰，嘴角扬起一抹诡异的弧度，道：截胡谁的契机都不如截胡天台峰那帮杂种的契机来得痛快，但前辈你要隐匿一下身形，别被他们发现了。听了这话，黑暗魂帝心念一动，身影顿时化作一颗沙粒，落在苏长歌手心。这沙粒微小至极，不细看根本看不出来，这是黑暗魂帝的大神通沧海一粟。旋即苏长歌运转太初阴阳鬼步，悄无声息地朝天台峰的潜入进去。没过多久，苏长歌来到天台峰一名弟子身后，这名弟子在前面走着，浑然不知身后的影子在日光下逐渐被拉长，有一道身影潜入了他的影子当中。前辈，此人命运如何？影子内部，苏长歌沉声问道。黑暗魂帝看了一眼，顿时面露不屑道：很一般。苏长歌没有再说什么。这弟子沿着一条路很快便到达一个广场，广场上人很多，不少人都在盘膝吸收天地间的灵气，争分夺秒的修炼，为比武大会做准备。苏长歌目光在这些人身上一一扫过，暗中观察，随后逐个询问黑暗魂帝，得到的大多都是平庸碌之辈。突然苏长歌眼眸一凝，他的视线中出现了一名黑衣弟子，身材精炼，面相十分刻薄，赫然是胡汉。胡师兄好。很多弟子见胡汉来了，急忙上前行礼。胡汉作为内门弟子，身份很高，平常行事十分毒辣，睚眦必报，很多弟子都怕他。胡汉扫了一眼众人，竟然连搭理都不带搭理的，直接去广场最中央吸收灵气。那里有一个灵阵，灵气是其他位置的数十倍。前辈，胡汉命运如何？苏长歌眼中闪过一抹厉色，问道。黑暗魂帝扫了胡汉一眼，轻蔑道：也很一般。恰在此时，一名身材精瘦，尖嘴猴腮，面相如老鼠一般的弟子站起身来，朝着主峰走去。他的目标是主峰的传送阵。苏长歌注意到了他，悄悄问道：前辈，此人命运怎样？黑暗魂帝看了一眼，顿时瞳孔一凝，道：快跟上他。苏长歌顿时见猎欣喜，他知道这次有收获了。
唰的一声，他从影子中瞬移出去，潜入那名尖嘴猴腮弟子的影子之中，无声无息跟上。一路上，黑暗魂帝解释道，此人一盏茶后，会在藏经阁2楼获得一块不起眼的石板，那石板内部有个夹层，存放着一颗千年造化丹。他得到此物后，立马吸收，短短数息功力大增，连破5境。苏长歌顿时大喜，千年造化丹就是他了。黑暗魂帝这时候忽然失声道：“糟了，我又透支了，要沉睡了。”话还没说完，绯玉镯光芒一闪，他就进入里面，陷入沉睡。苏长歌没管他，径直跟上尖嘴猴腮弟子。传送阵前，苏长歌无声无息地脱离影子，出现在尖嘴猴腮弟子的身后。人一旦进入传送阵，会在一瞬间就会被传送到藏经阁。传送阵里没有光线，影子也会消失一个瞬间，所以苏长歌便脱离了影子。尖嘴猴腮弟子进入传送阵，身影瞬间消失不见。苏长歌紧跟其上，消失在传送阵中。很快，藏经阁门口闪过2道光，2道身影出现。咦，既然是你这个小透明，你怎么也来了？尖嘴猴腮的弟子侧目一扫，顿时看见了苏长歌，嘴角露出一抹不屑。苏长歌是故意让他看到的，毕竟此人都来到藏经阁门口了，若是放任他去拿造化丹，那自己就白来了，得想别的办法智取。苏长歌四下看了看，发现邋遢老者还在躺椅上躺着，不过已经睡着，嘴里还吸溜着酒葫芦。他淡淡一笑道：“我就不能来吗？”确实能来。尖嘴猴腮弟子名叫张宗宝，为人狡诈无比，冷笑道：“就是不知道，你这小透明准备去几楼啊？”苏长歌稍思片刻道：“师尊告诉我，藏经阁楼层越高，里面的东西就越好，所以我想去最高层。”说着，他抬头看向藏经阁6楼，目露憧憬，就好像真的想去最高层一样。最高层就你？张宗宝不可置信地看着他，冷笑道：“你上得去吗你？藏经阁每一层的入口都有阵法存在，越是楼层高，阵法就越恐怖，越不容易上去。不过万幸的是，现在是特殊时期，所以宗主把阵法给减弱了。即便已经减弱，但张宗宝还是认为苏长歌这种小透明根本上不去，甚至就连去第2层都很吃力。一个无法修行的小透明而已，怎能抗衡那阵法？”苏长歌淡淡道：“师尊告诉我，修行之路任重而道远，只要有大毅力，终能登上去。”事实上，他说这些完全是为了给张宗宝做铺垫。当说到这，他觉得火候差不多了，紧接着道：“不如这样吧，我们打个赌，1炷香之内，我必能上去6楼。你若不信的话，就先去上面等我，记得计时。”张宗宝冷冷一笑：“你简直是放屁，还1炷香？我他妈给你10炷香时间，你恐怕都上不去。”苏长歌嘴角微微扬起一个弧度，道：“你太小看我了，若我1炷香登了上去，你该当如何？”哈哈哈，好一个小透明！行，我就去6楼等你，我倒要看看你这牛皮能不能吹破天。张宗宝哈哈大笑，旋即进了藏经阁，腾腾腾地爬到2楼，随后又腾腾腾地上3楼，没过多久就登顶。到了顶层，他取出1炷香点燃，开始计时。苏长歌见他上去了，嘴角一动，冷笑道：“傻子才跟你赌。”他快步进入藏经阁，径直来到2楼，开始四下寻找。片刻功夫，就在靠近墙角一个书架的最下层发现一块石板，石板是紫灰色，上面落了很多灰尘，毫不起眼。苏长歌拿在手中，一口气吹去上面的灰尘，而后开始查看端倪。没一会，他就在石板上找到一个凸起，似乎是一个机关。按下凸起，咔的一声，石板自动分开，露出内部的夹层。顿时，一股浓郁的丹香扑鼻而来，味道如春日甘露，让人精神一振，神清气爽。苏长歌低头看去，只见此物大概指甲盖大小，圆圆的，如同一颗珠子般，通体翠绿，有一股精纯的造化之气流转，十分不凡。这便是千年造化丹了。为防张宗宝察觉端倪，苏长歌快速将千年造化丹装在身上，至于石板则没什么用，他将其重新放回原处。搞定这一切，他抬脚便离开藏经阁，随后乘坐传送阵，头也不回地离开。苏长歌走后，6楼的张宗宝等了又等，始终没见他上来。哈哈，小透明，就你那修为，还想上6楼来？别做梦了！又等了一会，身前的香燃烧到底部，时间到了，牛皮吹破了天。张宗宝哈哈大笑，头颅高高挺起，扬眉吐气，随即他走下楼去。他将每一层楼都转过来遍，愣是没找到苏长歌，这让他脸色一喜，大笑道：“兴许他上不去，赌输了，羞愧的无地自容，直接跑了。”张宗宝心情别提有多好了，如同喝了脉动一般。接下来他便开始寻找自己的机缘。他今天之所以来这里，则是因为刚才正在天台峰的广场修炼，但某一刻突然明明有感觉藏经阁有自己的机缘，于是他来了这里。时间悠悠而过，转眼便是数个时辰。张宗宝找了很久，愣是什么都没找到，这让他逐渐烦躁起来，总感觉命中注定的宝物好像与自己擦肩而过了一般，但又说不准，十分奇怪。最终他闷闷不乐地回归天台峰，继续修炼起来。恐怖的圣人转世，喝水都在增长修为。另一边，苏长歌迅速回到了梨花峰，千年造化丹足以让张宗宝都连破5境的丹药，
那定然可以当做莲儿的契机。要知道张宗保拜入宗门多年，修为十分高强，连他都破5境，那苏连月自然不用多说了。更关键的是，如此恐怖的宝物赠送出去，那系统补贴给回来的宝物肯定更恐怖。很快，苏长歌便回到了屋子中。苏连月这个时候已经将1000块中品灵石全部吸收，但奇怪的是，修为一直在后天境停滞不前。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小脸懵懂，一脸问号。只有苏长歌知道，这是还没有脱胎换骨的缘故。圣人之姿那是何等强大，区区1000块灵石岂能激活他的体质？莲儿，我刚刚出去一趟，为你寻得了这颗丹药，快拿去吸收吧。苏长歌走到他的面前，先是摸了摸他的小脑袋，随后亲和地说道。听闻又有东西要送自己，苏连月身躯一颤，受宠若惊，道：这公子，莲儿不能白拿。都说了不要这么拘谨。苏长歌直接抓住他的手，强制性的将千年造化丹塞到他手上。完事之后，又加了一句：快吸收，不然我可就生气了啊！这苏连月心中猛然再次升起浓浓的感动。公子好霸道，原来霸道也可以如此温柔。旋即，他将造化丹服用了下去。丹药入口，他感到一股暖流进入口中，入口即化，顺着喉咙进入体内，随后扩散到4肢百骸当中。千年造化丹药力十分温和，苏连月只感觉浑身上下暖洋洋的，仿佛置身在阳光中做日光浴。一股热流由下腹升起，在体内各条经脉血管当中游走。轰！突然，他体内传出一声炸响，仿佛有什么桎梏被打通。一瞬间，他感觉浑身上下说不出的舒服，呼吸都顺畅了数倍。陡然，一股恍若浩瀚星河的威压从他体内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空间都泛现丝丝涟漪，变得如水平面一般。不过很快便消失不见。这是圣人威呀！他体内的圣境气息不经意间流散了出来，不过很快便消失不见。随后，他的肌肤猛然变得如美玉般光滑白皙，瘦弱单薄的身材忽然蜕变，脊背如龙骨撑起，双腿猛地长高，整个人好像猛然长大了许多，脱胎换骨，变得仙气飘飘，小脸皎洁如月，貌若仙子。呼苏长歌深吸一口气，一刻也不挪开眼睛，就这样看着他。如果他所料没错，这一刻苏连月应该已经退凡为仙，体质蜕变为通灵玉梯了。下一刻，轰！突破后天境2重天，后天境5重天，后天境7重天，后天境9重天，七海退凡，精神法香斑血。苏连月身上的威压越来越强大，一股股恐怖的波动席卷开来，瞬间席卷四面八方。修为的飙升出乎了苏长歌的意料，他知道圣人转世极为恐怖，可万万没想到竟然恐怖到如此地步。体质激活后，他连破多少个境界了？足足7个大境界，不愧是圣人转世，这体质当真恐怖。而下一刻，苏连月吸了吸鼻子，只感到空气当中甘甜无比，如同是甘露一般。他下意识地吸了一口，轰！修为又突破了，斑血境1重天，斑血境3重天，斑血境5重天，斑血境9重天。只是呼吸一口，他的修为瞬间来到了斑血9重，距离下一个神功境界只差临门一脚。苏长歌猛地大喜，莲儿成长得越快，那自己就越受益。就在此时，他忽然感到面前光芒一闪，眼前出现一个光幕，竟然是系统的提示词条。系统提示苏连月正在呼吸，修为+1+1+1+1+1+1+1+1+1。苏长歌，卧槽，这就是圣人转世的恐怖之处吗？牛逼，实在是牛逼。而此时，苏连月也感知到了自己的变化，瞳孔映现出一抹深深的不可思议，急忙转头看向苏长歌，道：公子，你对莲儿真好，这到底是什么丹药？我吃了一颗，竟然得到如此大的蜕变，而且还突破这么多境界。苏长歌轻和一笑，莲儿竟然把这一切都归功于自己的丹药了，这波好敢收割的，就美啊！他淡淡一笑，道：喜欢吗？以后还给你吃。苏连月点点头，轻语道：莲儿喜欢。苏长歌又取出一杯水递了过去，道：口渴吗？喝一杯吧。苏连月心中感动，接过水杯喝了下去。顿时，苏长歌眼前系统提示再次浮现，苏连月正在喝水，修为+1+1+1+1+1+1+1+1+1。我日，好恐怖的资质！他震惊了，我的妈呀，这样的好队友上哪找？照这个速度下去，等比武大会那天，自己横扫全宗还不跟玩一样？看来这圣子之位唾手可得啊！公子，为什么我感到体内修为在一点一点的增强，好像无时无刻都在增强？这正常吗？我是不是有什么怪病？这时，苏连月仰起头看着他，清澈的眼睛透露着纯真。苏长歌摸了摸他的头，道：莲儿，你不必担忧，刚才那颗丹药破开了你体内的桎梏，让你脱胎换骨，得到了翻天覆地的蜕变。你以后只需要按部就班的呼吸和喝水，就可以增长修为。一番话落下，苏连月明白了，他双眼猛地发光，激动无比，猛地抓住苏长歌的胳膊放在怀里，道：公子，谢谢你，如果不是你，莲儿绝不会得到这么大的蜕变。你是莲儿的恩人，莲儿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回顾这段时间发生的事，他感到深深的不可思议，不敢相信自己就这样蜕变了。明明自己3天前还是一个奴隶，过着非人的日子，可现在由于公子的出现，自己脱胎换骨，重获新生，他就像一道光，照亮了自己黑暗的人生。苏长歌摆手笑道：好了莲儿，
感激的话不必说出来，放在心里即可，我都懂得。大日金乌内丹，开辟洞天，举宗华然。将苏连月安顿好，苏长歌便去到门外了。苏连月的修为一直在增长，一点一滴的稳步增强，他如获至宝，觉得自己要慢慢的攻略他。啊呸，什么攻略？分明是切实心意的对他好。圣人转世，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岂能虚情假意？也就在这时，系统补贴准时到账。叮，你送出了一颗千年造化丹，100亿补贴生效，触发超量暴击。本次超量暴击倍数379000倍，恭喜宿主获得大日金乌内丹。大日金乌内丹，苏长歌呼吸一下子急促起来。上古时代有大日金乌横行于世，一爪可撕裂泰山，一只翅膀可覆盖整个东海，嘴巴一张吞天噬地，极度强横。系统声音响起，大日金乌内丹，上古凶兽大日金乌体内的内丹，历时万年方可凝成，是大日金乌体内的力量之源。内丹内部蕴含着极为精纯浓郁的修为力量，修士若是服用，可达到开启体内洞天的条件，开辟洞天。哇靠，牛逼！苏长歌猛地惊喜无比，差点兴奋地跳起来。涅槃境之后便是洞天境，洞天境与其他境界截然不同，乃是修士修行路上的一道大剑。原因很简单，洞天境之前根本不用开辟体内任何东西，最多只需炼化真气即可。但洞天境不一样，一旦踏入洞天境，便需要开辟体内洞天，不然修为就会止步在洞天境一重天，再也无法寸进。不过体内洞天不是那么好开辟的，不但需要极强的天赋资质，更需要吞服功效极强的天才地宝才行。一旦开辟洞天，不仅实力暴涨，寿元更是原地增长500年，更可夺天地造化，滋养己身。据苏长歌所知，宗门很多弟子都苦于达不到开辟体内洞天的条件，卡在了这一关。而他获得的这颗大日金乌内丹，足以让他开辟洞天，超越无数人。更何况这大日金乌内丹，不知要比普通的天才地宝恐怖多少倍去了，恐怖到根本无法计量。咦，我赠送苏连月宝物，不但获得了他大量的好感，并且系统还补贴回来了这种至宝，这简直就赢妈了。苏长歌猛然又想到了什么，眉开眼笑，旋即他抬脚离开这里，去往主峰下方的悬崖。开辟洞天不能被人打搅，否则就会大量吐血，严重点还会铸成心魔，所以需要一个极其安静的地方。主峰下面同样是一座悬崖，云雾飘渺，有瀑布倾泻而下。在这瀑布中有一座水帘洞，里面有很多间修炼室，这是宗主给弟子们专门建造的开辟洞天的地方，每个峰的弟子都可以用。宗主曾下令，一旦有弟子进入修炼室，其他任何人都不能上前打搅。很快，苏长歌便挑选了一间修炼室，走了进去。这间修炼室为真金浇铸而成，墙壁厚重无比，极为坚固。他没有浪费时间，盘膝坐下，随后将大日金乌内丹取出，一口吞下。轰！刹那，他体内传来一声炸响，如同一颗核弹在体内爆炸，造成的波动瞬间席卷亿万颗细胞粒子，体内无穷无尽的血液细胞纷纷汹涌流动，爆发出千军万马驰骋沙场之声。轰咔！涅槃境破，洞天境起，洞天境一重天。修士踏入洞天一重之后，便需开辟洞天，随后才能继续向上突破。体内洞天按照开辟的数量，共分3种级别：13座勇者级，36座史诗级，69座传说级。通俗点解释，开辟1到3座洞天便是过人资质，3到6座便是天才，6到9座绝世天骄。一颗大日金乌内丹下肚，苏长歌感到一股极为精纯浩瀚的热浪在胸膛中化开，随后迅速向四周蔓延，以胸膛为中心，向着浑身四肢百骸扩散。轰咔！一声炸响，第1座洞天开辟了。紧接着，轰轰轰轰轰，震耳欲聋的炸响连绵不绝，他体内无尽的血液剧烈流动，雷霆般轰隆作响，体内洞天在持续开辟。第2座洞天，第3座洞天，第4座洞天，第5座洞天，第6座洞天，第7座洞天，第8座洞天，第9座洞天。在大日金乌内丹的强劲滋养下，仅是几息时间，苏长歌便成功开辟了9座洞天，达到了传说级别。但他仍感觉到大日金乌内丹蕴含的修为力量好像并没有消耗完毕，仍在体内流窜，继续开辟洞天。这苏长歌骇然，难道自己还能继续往上开辟洞天？轰！第10座洞天，第11座洞天，第12座洞天，第13座洞天。霎时间，一股股恐怖的气息从修炼室席卷而出，蔓延到水帘洞外，冲天而起，直冲云霄。苏长歌哑然，这么恐怖的吗？而此时，梨花峰叶清瑶正在小院中给金鱼喂食，忽然眼皮一跳，感知到一股恢宏的气息从宗门下方席卷而出，冲霄而起，气贯长虹。他心中一惊，大受震撼，这是13座洞天！我的天啊，这怎么可能？他呆呆地仰望虚空，感受着那恢宏的气息波动，只感到深深的震惊与不可思议。竟然有人超过了传说级，开辟出13座洞天，这是真的吗？是谁？这是哪位弟子？叶清瑶激动的手腕发抖，怎么也想不到宗门中竟有如此恐怖的弟子，竟一举开辟出13座洞天，这是绝世天骄中的绝世天骄啊！思索之际，他也在心中祈祷，希望不要是天台峰的弟子，否则那怪老头能高兴死。
而与此同时，不单单是梨花峰，整个太玄道宗所有峰座纷纷备受震动，一道道强大身影腾空而起，屹立在虚空，感受着那恢宏无匹的气息波动，都是心头一震，震撼失声。这是哪位弟子？竟然如此恐怖！天呐，竟然开辟出13座洞天，这还是人吗？老夫活了大半辈子，竟从未见过开辟出13座洞天之人。此子当为我太玄道宗的未来。议论纷纷，震惊飞竽。这些都是宗门中的高层，无不是各个峰座的实权人物，其中不乏峰主级别。此刻感知到水帘洞爆发出来的恢宏波动，都是心神震荡，难以置信。也就在此时，水帘洞再次爆发出一股波动，这股波动更为恢宏，恍若浩瀚无边的深海，汹涌无匹，澎湃浩荡，将空气都冲击得隆隆作响，爆发出惊涛拍岸之声。瞬间，在场所有人精神一震，备受震撼。这是第14座洞天。苏长歌体内爆发出接连不断的炸响，如大江巨浪，滔滔不绝，连绵不断，如天雷地火，隆隆轰鸣，迸发着无与伦比的气势。第14座洞天，第15座洞天，第16座洞天，第17座洞天，第18座洞天。随着体内爆发出极端刺耳的炸响，短短片刻，苏长歌体内的洞天数量来到了恐怖的18座。陡然间，一股极度骇人的气息波动席卷出去，拔地而起，仿佛天剑横扫虚空。虚空中黑压压众多宗门高层都在此刻感知到面前劲风扑面，波动犹如海浪般奔腾而来，搅动的衣袍猎猎作响，甚至有炸裂之势，心头越发的震惊起来。竟然有人开辟了18座洞天！我的个神啊！老夫不是在做梦吧？这种数量的洞天该是什么级别？不知道，但可以断定，此子日后成就绝非凡响，要远超我们这些老家伙。此子当真是可怕，也不知是哪个峰座的弟子。谁要是他师尊，那还不得高兴的浑身发抖。众多高层神色激动，心中震惊万分，言语间难掩震撼与惊喜。而下方各个峰座的山峰上，无数弟子纷纷跑来，立在高处朝悬崖下方望去，眼中弥漫着震撼与尊崇。他们此刻都感到梦幻。天呐，18座洞天，要不要这么吓人？究竟是谁？竟然如此强悍！天台峰上有首席大弟子震撼道，又有别的峰震惊道：18座洞天，碾压我们全峰啊！可怕！他究竟是谁？要赶快结识他，与他打好关系。更是峰座更是生出结交之意。嗡！就在此时，虚空划过一道闪电，有惊人的威压溢出，纵横寰宇，横扫苍茫万丈。虚空泛现涟漪，走出一名中年人，他背负双手，身上气息沉渊如海，深不可测，眼眸开合间散发着摄人的威压，不怒自威，让人不敢直视。立刻有高层上前道：“宗主。”其他各个峰主亦是上前行礼：“宗主免礼。”中年人正是太玄道宗宗主，名叫林无敌，执掌太玄道宗多年，知晓宗门无数隐秘。眼下他望着下方的水帘洞，感受着那恢宏的气息，眸中闪过震撼与狂喜。此子，他眼眸陡然凝重起来，失声道：“此子竟开创圣地100万年来的新纪录，连开山祖师都被其远远甩开了。”此言一出，四周顿时一片哗然。开创圣地新纪录，连开山祖师都被远远甩开。现场猛然响起一整排整齐的道抽凉气声。很多峰主都知道些许秘辛，太玄道宗是在100万年前创建的，那时候叫太玄圣地。开山祖师当年天赋超常，恐怖无匹，是屹立在东道域之巅的顶尖大能。诸位，林无敌欣喜若狂，府长大笑。当年开山祖师开辟出13座洞天，远超传说级别，而今却有弟子悍然开辟出18座，远远超过他。我太玄道宗这是要震动整个东道域吗？他畅快大笑，紧接着又道：“此子远超传说级别，更是比开山祖师都强横数倍，堪称万中无一。日后若是成长起来，我太玄道宗怕不是要屹立万古，独领风骚。”林无敌激动的身躯发抖，几乎要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若不是开辟洞天时不能被打扰，他非进入水帘洞去找一找这位弟子，看看他是谁不可。随着林无敌话音落下，整个宗门所有人都是心头巨震，感到深深的震惊。一些峰主和高层还好，勉强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但很多峰座，尤其是天台峰上，很多弟子都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呆呆地看向水帘洞，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中，更有一种被打击的感觉。同样是弟子，为什么人家能开辟出18座洞天，他们却只能开那么1-2个？而一些天才更是陷入沉默，感到备受打击，心中产生了浓浓的挫败感，感觉自己和人家比起来简直就是垃圾。哎，这位师兄日后成长起来，必然是我们仰望的存在。许久之后，有天才终于调整好心态，发出自愧不如的喟叹，但更多的人还是受到极大冲击，道心不稳。天台峰峰主杜四海呆呆地看着这一切，心头震撼，不可置信。今天的事在宗门引发一场大轰动，无数人或震惊，或骇然，或自叹不如，更多的人则是欣喜万状。宗门出了一位万中无一的绝代天骄，作为同门，他们感到面上有光，以后的道路也稳了。如此强横的天骄是自己的师兄，谁还敢不长眼招惹自己？都退下吧，你们注定比不过他了，都回去稳固一下心态，
别误了道心。林无敌咳嗽一声，下令道：“所有人相继退下。”全场走完后，林无敌也唰的一声离开此地。他心中已经可以预料，等比武大会开始，这位弟子必然会爆发实力，一路横推，打遍全宗无敌手，荣登圣子之位。想到这，他发出一声畅快的大笑，唯有此子有资格担当圣子之位。而林无敌不知道的是，在他走后，水帘洞再次爆发一股恐怖的波动，如同是万丈深海被煮沸了一般，恐怖波动绵延万里，席卷山川大地，横推而过。第19座洞天，第20座洞天，第21座洞天，第22座洞天。苏长歌依旧在开辟洞天，轰鸣之声不绝于耳。当一口气开辟到22座洞天，他身上的气息才稳定下来，逐渐凝练在体内，形成深沉的力量。刚才外界发生的事情，他并不知道，他一直都在聚精会神地开辟洞天。呼，少许后，他吐出一口浊气，站起身来，双目瞳瞳有神，散发强横光芒，整个人的变化极大，仿佛是脱胎换骨一般，身上皮肤变得如玉般晶莹无瑕，散发此白亮光，面色精神饱满，容光焕发，足足开辟了22座洞天。我若出手，这一击之下，不知会恐怖到何等地步。洞天境之所以是一道大剑，全因为体内洞天能给修士带来极强的增幅，出手之时，体内洞天会给修士传递极大的力量，爆发惊人的破坏力。也就在这时，苏长歌猛然发现，随着开辟完成，自己的修为也跟着直线暴涨，已经踏入洞天境9重天了，而肉身力量也直线增加足足200万斤，达到了恐怖的400万级别，体内气血如龙，单臂一阵400万斤巨力，汹涌沸腾，哈哈哈，畅快旋即，他盘膝坐下，沉淀修为。外界很多人退下后，还是难掩心头的震撼，脸色一变再变，各个封座都有弟子聚在一起激烈讨论，现场人声鼎沸，如同炸开了锅一般。希望比武大会时我不要遇到那位师兄，不然可就惨了。哎，我也不想，希望我运气能好点。片刻后，这些弟子逐渐散开。与此同时，天台峰议事大殿内，肃杀之气蒸腾，一个气息内敛的蒙面黑衣人恭敬地立在杜四海面前。主上，您找我。首座上，杜四海扫了他一眼，沉声道：刀狂，我命你今夜3更取了叶青瑶性命。蒙面黑衣人乃死士，名为刀狂，修为在洞天境6重，极为强横，剑翅在他面前翻不起任何风浪，一招就会被横扫。月黑风高，一道凶残的持刀身影潜入梨花峰，所过之处，树木微微摇曳，无形中有劲风卷起，真气如海浪般呼啸，正是刀狂。他手持金背大砍刀，白色的刀刃仿佛黑夜里的狼张开了獠牙，刺眼无比，但被他用黑布蒙住了。杜四海布置给他的任务是无声无息做掉叶青瑶，所以他此次过来是暗杀，一旦成功，他也会跟着自杀，这便是死事。而到了第2天，杜四海便会对整个宗门宣布，罗叶有外敌袭杀梨花峰峰主，双方发生死斗，同归于尽。刀狂的修为远不及叶青瑶，但他是一名训练有素的死士，深谙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之道，体内早已吞服下一颗品质极高的燃血丹。燃血丹可以强行提升多重修为，不计后果的提升多重大境界，让人足以爆发一瞬间的强大，做到一击必杀。当药效退去，他也会虚脱到只剩下最后一口气，这口气足够他自杀了。这就是杜四海用人的高明之处。若是派修为更高的死士来袭，那第2天必会引起宗主重视，宗主必会猜测是其他大势力来的人暗杀，到时候若查起来，他可就引火烧身了。杜四海做事一向滴水不漏，绝不允许自己犯这种低级错误。很快，刀狂便潜入梨花峰深处，来到了小院跟前。忽然，月亮呈现微微的光芒，照亮整座山峰。刀狂眼眸一凝，急忙隐匿身形，埋伏在草丛之中。与此同时，院子中一间优雅娴静的厢房内，叶青瑶躺在玉床之上，早已睡下，浑然不知外面危机四伏，死亡正在逼近。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他感到四周的气氛好像突然间凝重了许多，似乎有刀光剑影在闪烁，一股犀利的杀机蓄势待发。睁开双眼，却看到眼前什么都没有，莫非是我的错觉？他摇摇头，嘲笑自己多心了，而后重新睡下。外面刀狂按捺了许久，月色终于下去，整座梨花峰陷入到黑暗中。他脸上涌现一抹狞笑，拔刀出鞘，从草丛一跃而出。只见一道黑影迅速逼近院门，身手敏捷，极度犀利。是，就在这时，从主峰山下一股恢宏的气势勃发，而后收敛，气息内沉，紧跟着便见一道白衣身影腾空而起，霎时踏入到梨花峰。正是苏长歌。开辟了足足22座洞天，他需要沉淀一下，而由于洞天数量极度恐怖，远超常人，他沉淀的时间也需要更多。而今终于沉淀完成。咦，刚踏入这里，他猛地眉毛一挑，眼角的余光看到了一道黑影，虽然那黑影一闪即逝，但还是被他注意到了。什么人？苏长歌暴喝一声，屠龙刀当即出现在手中，运转太初阴阳鬼步，身形直接出现在刀狂身后。刀狂也听到了后方传来一声暴喝，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便感到背后劲风呼啸，真气激荡，澎湃勃发，如龙卷雨击，一把巨大的重刀朝着他砍杀而来。不好，被发现了！刀狂反应也很快，
瞬间转过身形，激发体内药效，而后一刀迎击了上去。砰！寂静的黑夜传来一声炸响，两把大刀狠狠斩击在一起，顿时火星四溅，朝着四下里迸射。两刀斩击的刹那，刀狂只感到手腕一震，双臂被这一击震得发麻，体内血气翻涌，竟承受不住，直接倒飞出去。轰隆！他踉跄向后倒飞，狠狠撞穿院墙，踉跄的摔落在地上。还没等他爬起来，便察觉一把大刀已经架在了脖子上，这让他瞳孔一缩，心头震惊，怎么回事？梨花峰竟有如此高手！苏长歌手握屠龙刀，锋利的刀刃深入刀狂脖子3寸，割开一道裂痕，嫣红的鲜血从刀狂喉结渗出，冷喝道：“谁派你来的？说！”你妄想！刀狂自知任务失败，狞笑一声，当机立断，催动秘法，自毁神魂而死。速度之快，果断之快，竟让苏长歌始料未及。这人不一般。苏长歌眉头微微一皱，察觉到事情没那么简单。他转头看向天台峰，只见在夜色笼罩下，那里黑乎乎的一片，静悄悄，找不出任何把柄。好，够阴。虽然找不出把柄，但苏长歌也隐隐猜到，此事定是天台峰所为。原因显而易见，自己这段日子只交恶了天台峰，与其他峰座根本没来往，所以必然是他们。可眼下却抓不到任何证据，这反派也太狡猾了。旋即，他低下身，开始在刀狂身上搜索。谁？突然，小院门户打开，叶青瑶身披轻纱走了出来，脸颊微微变色。刚才那巨大的动静惊动了他，只是他出来后，只看到一道白衣身影匆匆离去，如一抹残影划过，迅捷如风，眨眼消失不见。而前方的地上留下一个蒙面黑衣人尸体。他看了一眼这黑衣人，而后又扫了一眼那破碎的院墙，眼中顿时闪过一道明悟。他冰雪聪明，仔细一想，顿时推理出些许，此人莫不是来偷袭我的？但中途却被那道白衣身影发现，双方大打出手。也就是说，那白衣人救了我，院墙倒塌，这说明蒙面黑衣人是从院子里倒飞出去的。那么事情的来龙去脉也就推理而出了。这蒙面黑衣人要潜入院中偷袭他，可关键时刻，那道白衣身影赶来，悍然出手，将蒙面黑衣击飞出去，撞穿院墙，而后杀之。那道白衣身影是谁？又为何要救我？叶青瑶瞳孔微缩，只感到浓浓的不可思议。平白无故，对方为什么要救他？可对方却这样做了，会是谁呢？他想了又想，脑海不断回忆刚才那抹迅捷如风的白衣残影，想要从记忆中搜出这道身影，可想来想去，始终定位不到。最终，他只好不定位了。苏长歌回到这里，联想起刚才的事，脸色微微变色。幸好自己及时赶到，若不然这深更半夜的师尊睡熟毫无防备，后果将不堪设想。公子，这时床上的苏连月见他脸色不太好，轻声道：“公子，您怎么了？”没事。苏长歌只是淡淡一笑。也就在这时，他忽然注意到苏连月已经突破到神功境了。这才多久没见啊？自己不过是去水帘洞一趟而已，他这就抵达神功了，这资质真让人羡慕啊！要知道自己在系统的帮助下才能突破这么快，可他呢，不知不觉就快追上自己了。不愧是圣人转世，就是恐怖。莲儿，都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睡？苏长歌摸了摸他白皙如玉的脸颊，亲和地问道。苏连月将小脑袋埋得低低的，声如蚊音：“我在等公子回来。”闻言，苏长歌心中一动，这是对自己好感爆棚了吗？竟然像小娇妻一样等着自己回来再睡。这时，苏连月又小声地补充道：“莲儿也不知为何，就是公子回来后，我心里才感觉踏实。”他声音很低，小脑袋也埋得更低了。苏长歌笑了笑道：“我知道了，现在我回来了，你快睡吧。”苏连月躺到床上，逐渐进入梦乡。苏长歌看着他，眼前逐渐显示一道系统词条：苏连月正在睡觉，修为+1+1+1+1+1+1。唉，他长叹一声，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自己这波简直就是捡到宝了，血赚啊！高兴的同时，他也在想着黑暗魂帝，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个诡异的弧度，心中暗道：你简直白活了。等到最后真相大白之时，你也不知会露出何等表情。摇摇头，他将心中的杂念驱散，旋即取出一个金色储物袋，这是刚才从刀狂身上搜到的。在叶青瑶出现的一刹那，他就已经拿到了此物，随后撒腿开溜。现在还不到摊牌的时候，他要等到比武大会时，给美女师尊一个天大的惊喜，让他震惊，让他尖叫，让他心花怒放，欢欣鼓舞。很快，苏长歌便在储物袋搜查起来。刀狂作为死士，储物袋里存放的全都是暗杀利器，共有2把匕首，全都是地级灵兵，泛着锋利的寒芒，如是血的狼牙，在夜色下十分刺眼。他随手取出一把，而后走了出去，找了块石头切了上去，咔嚓嚓，匕首切在石头上，石头顿时爆发出噼里啪啦的脆响，火花四射，被一层一层的切开，如同是刀切豆腐一般，直接就被切开，不费吹灰之力。卧槽，牛逼！苏长歌当时大喜，这么牛逼的匕首，无疑是搞暗杀的好东西。脑中刚闪过暗杀这个词，他心里顿时灵光一闪，转头望向天台峰，冷冷道：搞暗杀是吧？哼，我能搞到你哭。既然对方暗杀过来，那他也暗杀回去，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要知道，他身怀太初阴影鬼步，若是去暗杀，简直就是降维打击。这匕首虽然锋利，但系统补贴回来的肯定会更锋利。先刷个补贴再说。苏长歌喃喃一语，旋即取出翡玉镯，打算唤醒黑暗魂帝。这一次，同样是半块极品灵石放在了镯子边，只听唰的一声，灵石被吸收，黑暗魂帝的身影显现而出。年轻人，那颗丹药拿到了吗？黑暗魂帝出现的第一件事就是关心那颗千年造化丹。在他看来，苏连月若是吸收那颗丹药，必然成长迅速，假以时日，带给苏长歌的回报自然不会少。那么苏长歌的实力定然会加快速度，水涨船高。如此，他距离夺舍的日子也就越来越近了。这怎能让他不关心？听了黑暗魂帝的话，苏长歌心里冷冷一笑，不露声色道：“到了。”苏连月已经吞服了。得知事情进展完美，黑暗魂帝顿时大喜，抚掌大笑道：“好啊，好啊！”苏长歌这时又道：“还需前辈出力，帮我把这匕首上的命运残留抹去，同时跟上次一样，打造成2把全新的兵器。”黑暗魂帝直接答应下来，随后接过匕首，并指一点，便将上面的命运残留切断。而后他抬手一压，一股浑厚的气势压迫下来，匕首当即被压成一团金铁。又不到片刻，2把匕首便被重铸成2柄短刀。整个过程，黑暗魂帝十分用心。苏长歌强大了，他日后夺舍获得的好处也就越大，岂能不用心对待？浑然不知，他的一切心思早被苏长歌知道了。重铸完成，黑暗魂帝的身影猛地变得暗淡起来，再次坚持不住了。他将短刀递给苏长歌，随后叮嘱道：“好生修炼，越快越好。只有强大了，金钱、女人、地位、势力才会是你的，尤其是女人，特别美的女人。你若想得到，唯有变强。记住吾的话。”说完，他灵力耗尽，陷入沉睡。宝物赠美女师尊，踏云天马苏长歌将翡玉镯收拾起来，冷笑道：“话是不错，可你打的什么算盘？以为我不知道？”他也不浪费时间，开始打量起短刀来。只见其闪烁银光，有尖锐的寒芒扑面而来，充满了锋利的凉意。旋即，他给这2把刀取了名字，一个叫冷月刀，一个叫燕赤刀。冷月刀他打算赠给美女师尊，至于燕赤刀则打算赠给苏连月。旋即，他将2把刀装在身上，进入屋中。由于现在多了个苏连月，床上的空间有点捉襟见肘。这张床本来就不大，是单人床，现在猛地多了一个人，顿时显得不够用。苏长歌在床头坐下，盘膝打坐：“公子，我好怕。”忽然，苏连月睡梦中发出几声喊叫，白皙的手掌猛地伸出，搭在了他的身上，紧紧抱着他的腰。做噩梦了吗？苏长歌眉头一皱，旋即为他掖了掖被子，轻声道：“不必害怕，你安全了，快睡吧。”时光悠悠而过，一夜时间转瞬即逝。第二天一早，苏连月早早醒来，发现自己竟然抱着公子的腰，顿时脸颊一红，急忙松手，慌乱道：“公子，我不是有意的。”苏长歌淡淡一笑，托起他的手，将一把短刀放在他掌心，道：“这把兵器送你了，必要时可用来防身。”防身？苏连月轻声呢喃，心中感动至深，轻语道：“公子，你对莲儿的好，莲儿永世不会忘记。他昨夜的噩梦十分惊心动魄，被人鞭打脚踢，可今日一早，公子就赐给自己防身之物，他对自己真的太好了呀。”苏长歌没在意他如何，他还有正事要办，旋即道：“我走了，很快回来。”苏连月轻轻点头，走出屋子。苏长歌很快来到了叶青瑶的住处，抬眼扫去，那蒙面黑衣人的尸体已经不见了，墙壁上打斗的痕迹也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想来应该是师尊打理的。进入小院，叶青瑶似乎已经等他很久了，见他来了，猛地站起身来，道：“徒儿，你最近注意一下，一定要小心谨慎。”苏长歌心中一动，道：“怎么了师尊？昨晚有个黑衣蒙面人杀来，但不知为何被一个白衣身影给反杀了，我担心那蒙面人去你那，你要小心。”叶青瑶担忧道。闻言，苏长歌只是淡淡一笑。就在这时，叶青瑶看着他的身影，脑海忽然想起了什么，徒儿穿的好像也是白衣啊。蓦然，他觉得徒儿和昨夜那道白衣身影很像，莫非是同一人？他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大跳，急忙摇摇头，将心思散去。怎么可能呢？徒儿分明无法修行的，而且那蒙面黑衣人可是动天境强者呀，徒儿怎可能是对手？苏长歌来到他的面前，取出冷月刀放在他手中，道：“师尊，这把刀名叫冷月刀，极其锋利，切石头如切菜一般，送你了。”叶青瑶心中动容，将短刀接了过来，展开一看，顿觉一股锋锐的寒气扑面而来，刀身雪白，如同是艺术品一般，光看外表就知是一把好刀。徒儿，你一有好东西就送我，对我真好。叶青瑶美眸华光流转，眸中采光熠熠。苏长歌淡淡一笑，深藏功与名，收获芳心又能收获补贴，这就美滋滋啊！对了，叶青瑶忽然灵光一闪，道：“妖兽我已经给你买来了，就是那个。”说着，他伸出纤纤玉指，指向假山后面。苏长歌定睛一看，只见假山那里卧着一匹马，那匹马十分高大，足有2米之高，浑身流淌着赤红色的岩浆，彰显其高贵的血统，足下升腾着白色的云雾，隐隐要驾云直上，踏云天马。他脱口而出：“穿越5年，
他自然知道这种妖兽是什么。这玩意价值一座城，不但实力强大，更可踏云飞行，是无数修士梦寐以求的妖兽。怎么样，为师对你好吧？叶青瑶盈盈笑道。好极了。苏长歌畅快一笑，旋即翻身上马。也是骑上去，他才发现，原来这是一匹母马，性格十分温顺。骑上去之后，没有任何的倔强反抗，反而很是亲密。你喜欢就好。见苏长歌高兴，叶青瑶也很开心。同一时间，天台峰一大早，杜四海就神清气爽的起来了。今天他心情十分畅快，精神倍爽。无他，那叶青瑶大概已经被做掉了吧。萧！忽然，一名黑衣男子来到屋外，沉声道：“主上，刀狂的魂灯灭了。”什么？你说什么？杜四海心中一惊，脸色瞬间大变。什么情况？刀狂做事那么小心，竟被叶青瑶发现了。他一瞬间暴怒，怒嚎道：“怎么回事？昨夜我暗中观察，亲眼看到他被一道白衣身影杀掉了。那白衣身影十分强大，刀狂在他手上竟连一招都没撑过去，直接被刀架脖子上了。由此可见，那是个高手。”黑衣男子沉声道：“主上，属下推测，梨花峰似乎并不像表面上那么废物，应该有高手在里面隐藏，卧虎藏龙。”笑话！杜四海一巴掌拍到桌子上，嘶吼道：“怎么可能？那梨花峰分明只有他师徒二人，怎会突然冒出一名高手？”黑衣男子道：“属下也很奇怪，但事情真实发生，属下即便不愿意相信，也……”他刚说到这，忽然有弟子从远处跑来。黑衣男子眼瞳一凝，身影瞬间消失不见。师尊，师尊！来人是一名青年弟子，神色慌张，禀报道：“宗主叫您过去一趟。”咚！杜四海心头一震，莫非叶青瑶已将刀狂的尸体送到宗主那了，准备倒打自己一把？真是噩耗接踵而至啊！他脸色逐渐变了，怒斥道：“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滚！”青年弟子不知他为何发这么大火，但不敢多说，急忙离去。随后，杜四海吸了一口凉气，朝着主峰而去。382000被暴击，断手刀、幽君刀。没过多久，杜四海便从主峰回来了。林无敌要他过去，正是盘问刀狂尸体的事情，但杜四海一口咬死不认识，口口声声不知道，没见过。林无敌没办法，只好放他回来了。杜四海虽然侥幸回来，但也气了个半死，因为经过此事，林无敌下令以后每晚都由执法殿巡查9峰，10个执法殿成员为一组，每个峰都要巡查过来遍，以防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此举一出，杜四海以后按下黑手的难度直接飙升地狱级。这个消息很快就由传令弟子报给了梨花峰。此时叶青瑶正在和苏长歌喝茶聊天，听到这消息，他不由得感慨：杜四海真是老奸巨猾呀。他其实也料到那蒙面黑衣人应该是杜四海派来的人，于是直接移交给宗主，让宗主去找杜四海的麻烦，却没料到杜四海死猪不怕开水烫，一口咬死什么也不知道，这就有点气人了。不过以后每晚都有执法殿巡查，倒也省心了。苏长歌在一旁听着，心中冷笑：杜四海被执法殿手术绞了，真是大快人心。不过杜四海不能下黑手，但他能啊，因为执法殿的人对他无效。要知道，他可是能直接潜藏进影子中啊，杀了人直接找个影子藏着，执法殿来了也没用。师尊，别的没什么事，弟子就先告辞了。苏长歌起身离开。去吧。叶青瑶虽有不舍，但也没有阻拦。沿着来时的路，苏长歌很快回到了小屋前。刚下马，系统补贴准时到账。叮，你送出地级灵兵冷月刀、地级灵兵燕翅刀，100亿补贴生效，触发超量暴击。本次超量暴击倍数382000倍。恭喜宿主获得天级灵兵断手刀、天级灵兵幽君刀2把短刀。苏长歌眼睛一亮，他将这2把刀取出，只见其只有半只胳膊大小，只比匕首稍微了长那么一点，刀身呈圆弧状，刀刃泛着寒芒，寒光闪烁，锋利无比。系统声音响起，断手刀，上古时代一座暗杀势力的压箱底兵刃，极度锋利，削铁如泥，吹毛立断，哪怕是坚固至极的金刚石也能毫不费力的切开。幽君刀与断手刀出处相同，这2把刀是一对，当年那座暗杀势力曾用这对刀暗杀过一尊仙王。这么恐怖？苏长歌眼眸微微一凝，这2把刀也太牛了，竟然连仙王都杀了，而且这还是暗杀势力专用的压箱底刀，看来与自己要暗杀天台峰的算盘不谋而合呀。事实上，苏长歌的屠龙刀如果正面对敌，确实是把好刀，但也有缺点，那就是屠龙刀太大了，太笨重了，只适合正面厮杀，不适合用来暗杀。而这2把短刀小巧无比，杀了人直接往兜里一揣，然后迅速离场，完美的暗杀利器。以后正面对敌就用屠龙刀，搞暗杀的话就用这2把短刀。苏长歌眼中金光一闪，这下可就什么都不缺了，正面厮杀有屠龙刀，暗杀有断手和幽君，完美。旋即他找来一块大石头，尝试着挥了一刀，咔嚓嚓，刀刃切在石头上，如在切豆腐一般，直接将石头切开，短短片刻就切出了一个横截面，真锋利啊！苏长歌大喜过望，不愧是暗杀专用的刀。接下来他将踏云天马找棵树拴好，随后进屋和苏连月打个招呼，
就再次离开了。他要去天台峰搞暗杀了。既然那怪老头都杀过来了，那自己如果不反杀回去，多对不起他们。现在他找不了我麻烦了，轮到我找他麻烦了。很快，苏长歌穿过铁索桥，踏入天台峰。当下了铁索桥的一刹那，直接藏进一道墙壁的影子之中。过了半晌，有弟子经过，苏长歌顺势潜藏进他的影子当中。这名弟子毫无察觉，快步往峰内深处走。没过多久，便到达一处铁塔前，塔高万丈，如一把天剑耸入云端。这是天台峰的修炼塔，共有9999层，每一层都关着数量巨多的妖兽，对应各种境界。天台峰很多弟子修炼完毕，都会来这里磨练，是个不折不扣的修炼佳地。而现在这个时候，修炼塔前人来人往，很多弟子都陆续来到塔前，面色兴奋。孙师兄，加把劲修炼啊，到时候争取拿下圣子之位。哈哈哈，大家也是一样，时间不等人，我们要争分夺秒的修炼，加油！一个个弟子蜂拥进入塔内，紧跟着里面就响起各种厮杀之声。苏长歌眉头渐渐皱了起来，有猛虎的咆哮，有狂暴的嘶吼，还有弟子们的大喝。苏长歌从这些声音中感受到了天台峰弟子的干劲，真的是争分夺秒的修炼，干劲十足，热火朝天。轰！突然，里面传来一道炸响，紧跟着就有恭贺声响起。恭喜孙师兄突破！话音刚落，又有突破的声音响起。轰轰轰！仅是几息时间，陆续就有数十道突破声音响起。修炼塔作为修炼宝地，里面的妖兽都拥有不弱的修为，不仅可以用来磨练弟子，让他们在战斗中成长升华，妖兽的精血更是可以让弟子们吸收。很多弟子一拳轰杀妖兽，紧跟着就运转功法，将手掌贴合在妖兽身上，嗡的一声开始吸收妖兽精血。一盏茶的时间内，死去的妖兽就被吸成一具干瘪的尸体，其中的血肉精华都被天台峰弟子们炼化到体内，锤炼成自己的力量。这种突破速度十分的快。苏长歌在外面听着听着，心中猛然生出一股紧迫感。天台峰弟子如此疯狂的突破，速度迅捷无比，自己若是慢了，那岂不是要被他们赶超了？这些人如此迅速，干劲十足，看来我得比他们更加迅速才行。他暗暗握拳。就在这时，被他潜伏在影子中的这名弟子也踏入修炼塔。苏长歌自然不会进去的，里面人多，不适合暗杀。远处有座楼，在阳光的折射下形成阴影。苏长歌心念一动，直接瞬移到那个影子当中。这座楼不大，是普通弟子的住所。如今很多人都去修炼塔加级修炼了，导致这里没什么人。苏长歌突然灵机一动，咦，我为何不偷他一把？他蹑手蹑脚的上了楼，随后翻箱倒柜，没过一会就成功找到一些散碎灵石和功法，还有一些地级普兵。他取出储物袋，照单全收。一直将这座楼搬空后，他迅速隐匿在影子中，去往另一座楼。很快，那座楼也被搬空，窗户吱嘎吱嘎的响，被偷的毛都不剩。接下来，他流窜于每个高楼之间，挨个作案，一路锁过，掘地3尺，不管需不需要，只要看起来值钱的东西，统统搬走。与此同时，修炼塔中正在加级修炼的天台峰弟子都感到冥冥中有点不对劲，心里猛然变得空落落的，仿佛有什么东西被别人偷走了一样，心情变得郁闷起来。可能是错觉吧。他们摇摇头，继续沉醉在厮杀中。1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赶紧提升实力才是正事。如此想着，这些人继续修炼起来。另外一边，苏长歌很快就将所有的阁楼全都扫荡一空，共计得到上品灵石37万，极品灵石9万多，兵器更是数不胜数，黄级、玄级、低级都有。另外还有高品丹药大几十箱。除此外，他还在这些阁楼中发现很多稀奇古怪的小玩意，如破碎的石板、发黄的羊皮卷、断裂为半截的兵器，这些几乎都是废物，没什么用。但苏长歌看了一下，眼中顿时闪过一道金光。依据前世那些小说中的套路，越是古怪的东西、废物的东西，那就越有可能隐藏什么大秘密。想到这，他照单全收。哈哈，发了，这次发了。收完东西，苏长歌欣喜不已，这可是兵不血刃就得到的呀，简直赚大发了。旋即他拍拍屁股，潇洒地离开了。哪里来的小贼？就在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忽然进来一个人，这是一名长老，身材魁梧，面如刀削，眉宇间充斥着一股威严。苏长歌眼眸一凝，道：“你是本座黄飞虎，你是梨花峰的那个小透明。”长老这时也认出他来了，冷哼一声，道：“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偷到我天台峰，真是找死！”轰！这长老直接就出手了，一道钢鞭裹挟着恐怖的气势，朝苏长歌狠狠抽来。鞭子所过，空气顿时发出音爆，如雷霆炸响。苏长歌冷冷一笑，不慌不忙地运转太出阴阳鬼步，轻而易举地绕到了黄飞虎后方，而后从他的影子中浮现而出。随后断手刀一挥，呲啦啦，断手刀极其的锋利，连带着空间都被切割开来，电光火石间就切在了黄飞虎脖子上。黄飞虎躲避不及，脖子瞬间被划了一刀，脑袋当场飞起来，鲜血喷涌，血流如注。他的脑袋在半空旋转一圈，眼中满是不可置信，最后砰的一声砸在地上，身死道消。杀了人，苏长歌收起断手刀，在黄飞虎的尸体摸索一阵，成功捞出一个储物袋，
随后将他拖入墙壁的影子，而后辗转各个影子，最终来到后山，将他的尸体投掷下去。搞定这一切，苏长歌潜入影子离开。黄飞虎死得静悄悄，无人察觉。苏长歌大摇大摆走在上面，朝着梨花峰走去。因为铁索桥在阳光的折射下，阴影面积很小，无法容纳一个人，所以他只能现身。而从黄飞虎身上搜出的储物袋，他也检查了，里面有上品灵石数10万，功法1本，其他兵器丹药若干。一个长老，家底自然很富。而让苏长歌高兴的是，那门功法极其恐怖，乃是一门断体功法，名为龙象霸体功，修到极致，肉身坚如钢铁，刀枪不入。好，就用此物去找师尊刷补贴。他抬脚便朝对面走去。就在这时，天台峰修炼塔忽然一声炸响，从中飞出一群弟子，踏空而立，身上皆是荡漾着浑厚的气息波动。我靠，天台峰的人又突破了，这么恐怖的吗？这种速度好快，哎，希望到时候我别碰上他们。其他各个峰的弟子感知到这气息，都是抬头仰望，面露惧色。苏长歌转头看了那群弟子一眼，也没当回事，抬脚走自己的。只是刚走没2步，忽然被叫住了。喂，那小透明，给我站住！苏长歌转头望去，只见说话的是一名身穿黑色劲装的青年男子，面孔如刀劈斧凿一般，看起来极为雷厉。他就那样高高的立在空中，俯瞰着自己。你有事？苏长歌不明白他想干什么。当然有事。青年轻蔑地扫了他一眼，冷笑道：小透明，你给老子听着，到比武大会之时，老子要跟你打，你可胆接？此言一出，四周顿时哗然。黄九龙，你修为那么强，欺负人家干什么？人家苏长歌只是个小透明而已，你欺负小透明有意思吗？是啊，你要欺负也找个像样的人欺负。苏师弟不能修炼，你欺负他跟打死一只蚂蚁有何区别？不错，众所周知，苏师弟拜入宗门4年，一直无法修炼。黄九龙，你欺负这样一个人就不觉得害臊吗？很多峰的弟子都在为苏长歌担忧，不少人都打算上前劝阻苏长歌千万别答应。要知道黄九龙十分能打，他的能打在天台峰是出了名的，天台峰所有的外门弟子中就属他最能打了。他可是堂堂神功境强者呀，要打死苏长歌恐怕只需一根手指啊！听着周围骂声一片，黄九龙脸不红气不燥，冷喝道：你们懂个屁，这是峰主的命令，只要打死了这个小透明，我就能晋升成内门弟子。什么？此言一出，四周一片哗然。杜四海竟然下了这样的命令，那现在天台峰很多弟子岂不是都把人家苏师弟当肥羊了？一时间很多人面面相觑，看待苏长歌的眼神变得可怜起来。哎，被整整一个峰盯上，这下他恐怕惨了。这边苏长歌一拍额头，恍然大悟，这是阳谋啊！那怪老头受到执法殿的钳制，不能下黑手，便想要借着比武大会光明正大的打死自己。比武大会拳脚无情，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打死了人，宗门不会追究。那怪老头这是想弄死自己啊！不过我岂会惧怕？苏长歌腰杆子挺得笔直，绝不低头。低语间，他也发出阵阵冷笑，如看待傻子般看着空中的黄九龙。黄九龙被他看得有点发毛，浑然不知苏长歌连长老级别都麻利的杀了，更何况他区区一个弟子，而且苏长歌连怪老头豢养的死士都反杀了，又岂会怕他？神功境很强吗？苏长歌早已超过神功2个大境界了。黄九龙，我有何不敢？苏长歌昂起头，大喝道：就是想提醒你一句，到时候你可别后悔。乍听到这么硬气的话，黄九龙吃了一惊，他完全没料到苏长歌竟然会是这种反应，不知这小透明哪里来的底气。四周很多人也被苏长歌的话给镇住了，他们只感到深深的不可置信，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苏师弟竟然答应和黄九龙的约架了，乖乖，莫非他有自己的底气？黄九龙很快回过神，旋即哈哈大笑，斩钉截铁道：你放心，我若后悔，那我就是狗，这可是你说的。苏长歌冷笑不已，旋即抬脚离开。孰料刚走出没2步，又被人给拦住了。只见眼前黑影一闪，一个阴森森的面孔挡住去路。嘿嘿嘿，小透明，你看起来似乎很有底气啊，那不如也和我约一架，如何？来人是一个灰袍弟子，也是天台峰之人，名叫王威，为人恃强凌弱，什么事都要插上一脚。王威这个败类，竟然也去欺负苏师弟。初雪这个时候走了出来，心里为苏长歌捏了一把汗，其他人也都脸色怒变，义愤填膺。王威没多少实力，修为比起黄九龙那可就差得远了。他最爱干的事就是狐假虎威，总是欺负一些新入门的弟子，以此为乐。如今苏长歌被黄九龙指名道姓的约战，他也要趁机出一把风头。苏长歌扫了他一眼，冷笑道：好，我接受你的约战，嘿嘿，到时候我一拳打废了你。王威高高昂起头，神气不已，我等着。苏长歌撂下一句话，径直回归梨花峰。他还有正事要办，自然不能在这2个找死的蠢货身上浪费时间。沿着一条山路，苏长歌很快就抵达叶青瑶门前，推门而入，只见叶青瑶在那里悠闲的品茶，很是闲鱼。苏长歌看了一眼，心里颇为无语。4年来，美女师尊一直都是这样的闲鱼状态，要不也不会被别的峰看不起。不过人活着是给自己活的，
又不是活给别人看的。等到了比武大会，我会让所有人都对梨花峰刮目相看。苏长歌按握拳，随后走上前去，将东西递了出去，道：“师尊，这是龙象霸体功，送你了。”叶青瑶微微一愣，旋即道：“徒儿，你每次过来都是为了给我送宝物，这林林总总的，我都快被你养成一座私人宝库了。”苏长歌淡淡一笑，心里诽谤道：“那我岂不成了宝库中的宝库了？”叶青瑶接下功法，随后担忧道：“徒儿，你和黄九龙及王威的事，是不是太意气用事了？”他自然听到了刚才的事。苏长歌淡淡道：“师尊请放心，等到了那时，我会把他们的脸打肿。”说完，他抬脚离开，只留下一个潇洒的背影。系统补贴准时到账，叮，你送出了旋即功法龙象霸体功，100亿补贴生效，触发超量暴击，本次超量暴击倍数384000倍。恭喜宿主获得8部天龙霸体诀。8部天龙霸体诀，苏长歌眼睛一亮，大喜过望，看起来这次似乎是质量上的补贴了。系统声音紧跟着响起：8部天龙霸体诀，天级断体功法。上古时期有8部天龙盘踞于世，每一尊都有圣境修为，极度恐怖。这则断体功法则是8部天龙所修习的至强制衡之法，共有30层，修到极致，肉身成圣。肉身成圣，苏长歌眼皮一跳，差点被吓到了。自己的肉身本就已经很强横了，可谁能想到这本功法竟然更加强横，竟然可以直接让自己肉身成圣，牛逼！一旦肉身成圣，那肉身不就彻底无敌了？他深吸一口气，将8部天龙霸体诀取出，竟然这么重！刚拿到手中，他不由得眼眸一凝。这是一本发黄的古老道经，有上古洪荒的气息流转，十分沧桑。看起来薄薄的一本，但拿在手中，竟然足有100万斤重量，这也太恐怖了！苏长歌没有浪费时间，立刻进入屋子，开始修炼起来。宗门之中，卧虎藏龙，鬼知道到比武大会时有没有什么深藏不露的天才浮出水面，所以他要尽快提升自己的实力。公子一进入屋子，苏连月立刻迎了上来，看向苏长歌的眼眸光芒流转。苏长歌知道他需要温暖，就和他聊了一会，期间又遇见飞行，带他下山买了很多好吃的，又买了几身换洗衣服。苏连月感动至深，心中生出一股暖流，感觉自己十分幸福。时光悠悠而过，一天时间转眼即逝。到了这时，天色逐渐黑透，一轮明月高挂枝头。小屋中，苏长歌盘膝而坐，仔细地参悟8部天龙霸体诀。随着参悟的深入，他的体表逐渐泛起一层银白色的光辉，好像披上了一层银色甲胄，熠熠生辉。咦，公子，你竟然是无垢之体？某一刻，苏连月忽然开口。苏长歌心中一动，旋即问道：“你怎么看出来的？”他的体质被洗髓圣丹洗过，体内毫无杂质，通透至极，不管吸收什么都是事半功倍。修炼功法也是。莲儿也不知道，之前莲儿还看不透，但现在突破了那么多境界，不知怎地就能看出来了。苏连月凑了过来，明亮的眼睛一眨一眨的。苏长歌点点头，莲儿不愧是圣人转世，一眼便能看出很多人看不出来的东西，这对自己来说简直是个天大的好事啊！以后若是遇到什么拥有特殊体质之人，直接让莲儿看上一眼，自己就能知道对方所有的底细，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旋即他闭上双眼，静静修炼。第1层、第10层、第15层、第20层、第30层。很快，苏长歌对于8部天龙霸体诀的领悟抵达了顶层，就像是水到渠成一般，没有丝毫的滞涩感觉。也就在抵达顶层的刹那，一股浑厚浩荡的气息从他体内迸发而出，如龙卷雨击般横扫四面八方。轰！恐怖的波动迅速蔓延，直冲天际，浩瀚波动恍若广袤无垠的星河，席卷天宇，笼罩方圆万里。一时间，方圆万里的空气中有浩瀚的波动席卷，无数人怔怔失神，感知到气流非同寻常，空气中似乎有极端可怕的气息流窜，浩瀚深沉，蔓延四方。这一刻，苏长歌肉身成圣，他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得到了巨大的变化，每一块血肉，每一粒细胞，每一滴精血都得到了翻天覆地的蜕变，比起之前更加孔武有力，更加饱满圆润，仿佛蕴含着无穷无尽的力量。一尊圣人，那是何等恐怖！可他现在虽说修为没有抵达圣境，但肉身已是圣人之躯。咔嚓嚓，他轻轻握拳，骨关节顿时爆发出刺耳的炸响，仿佛惊爆雷音，震耳欲聋。肉身成圣后，修为也开始蹭蹭暴涨。洞天境破，化龙境，化龙境1重天，化龙境2重天，化龙境5重天，化龙境7重天，化龙境9重天。洞天境之后便是化龙境。苏长歌肉身成圣，力量反馈回来，直接将他的修为反哺到了化龙境。这个修为若是走出去，足够横扫一些偏僻的宗门势力。然而还不止，修为还在蹭蹭暴涨，根本停不下来。化龙境之后便是天人境界。轰！体内那道天人桎梏直接被轰得粉碎，修为急速飙升。天人境1重天，天人境3重天，天人境5重天，天人境7重天，天人境9重天。公子你好强！苏连月感知到天人境的气息，瞳孔猛地瞪大，震撼道：肉身圆满，抵达天人。苏长歌淡淡一笑道：不错，以后谁欺负你，我一拳打爆他。两人在屋子中有说有笑，
浑然不知外面有人早已震惊得一塌涂地。在梨花峰山门前有10道魁梧身影在这里巡查，都是执法殿的强者。当巡查到这里后，他们猛然感知到一股恐怖的气息波动冲天而起，就连眼前的气流都隐隐变得不正常起来，有电流滋响声从空气中传出，极为可怖。这让他们心头一震，震撼失声。这是谁神功大成了？这股气息就连我都感到心悸，好可怕！气息是从梨花峰传出来的，大概是梨花峰之人，很可能是叶峰主。叶峰主，好啊，我就说叶峰主怎么可能如此咸鱼？原来一直在看不见的地方默默努力，厉害！不对吧？梨花峰也不止就叶峰主一个人啊，还有苏长歌呢，会不会是他啊？别逗了，苏师弟不能修炼，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些人震撼了足足10分钟，随后对着梨花峰恭敬一礼，而后退下去别的地方巡查。与此同时，小院里叶清瑶也十分震惊，是谁？他能清楚地感知到一股恐怖的波动席卷而来，直冲天际，隐隐让气流都传出音爆炸响，恐怖无匹。他走出房间，抬头看去，恰巧看到执法殿的人离去，他顿时恍然大悟，喃喃道：原来是他们啊，怪不得是执法殿，那就不足为奇了。执法殿乃是宗门中权柄滔天的存在，给人的印象十分强横，每一个人都拥有极强修为，若是走出去，足以开宗立派。小屋中突破完毕，苏长歌长长的吐出一口浊气，只感到体内巨力翻滚，汹涌无匹，滚滚劲力如万丈深海一般澎湃，肉身强度更是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他感到自己的肉身如同钢铁浇筑的一般，不要比钢铁更为坚硬，已经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了，反正就是坚硬无比，坚如磐石，如铜墙铁壁一样坚不可摧。若是现在这一拳下去，也不知破坏力会恐怖到何等程度。咦，莲儿好像还没有功法。突然苏长歌想到了什么，眼眸微微一凝。莲儿虽然修为提升得很快，但却没有修炼任何功法，只是空有修为，如同一张白纸，这样肯定是不行的。修士之间确实可以使用境界压制对方，但很多时候很多修士往往会修炼一些极度恐怖地功法，做到越境强杀，哪怕修为低于对方，但由于所修炼地功法十分强横，做到反杀的不在少数。前世苏长歌在小说中不知道看过多少这样的案例了，所以眼下他看了苏连月一眼，便准备拿出几本功法让他修炼，这样等到时候比武大会开始之时，胜算会更大，同时也能获得很多好感。说干就干，苏长歌当即取出一本功法递了过去，道：莲儿，这本功法送你了，拿去防身。这是不死金身诀，虽说系统补贴回来地功法送出去不会再获得补贴，但如今他与苏连月早已捆绑在一起，住都住在一起了，赠送自然没什么。公子，这是什么功法？好恐怖！苏连月指尖触摸到不死金身诀上，顿时被里面传出的浩大气息给震惊的心中一惊，他只感到自己的心跳好像都漏掉了一拍，那股气息浑厚浩荡，冲击的他心都跟着颤了2颤。仅是瞬间，他就明白了，这一定是一门极度恐怖地功法。公子竟然连这种宝贵地功法都送给了自己，一时间他心中颇受触动，心底动容，感激的泪水在眼眶中晶莹流落。别哭，哭了就不好看了。苏长歌细心地给他拭去眼角的泪水，随后简明扼要地给他解释了一下这功法的奇特之处，而后便开始督导他修炼了。由于他已经修炼过一次，对这功法了解颇深，而现在传授给别人，自然驾轻就熟。很快，苏连月开始修炼起来，时间1分1秒的过去，渐渐的，他的周身有浩瀚的气息流转而出，深沉无比，肉身强度节节攀升。他本就是圣人转世，只不过现在还没有觉醒记忆，但神魂中那属于圣人的威势并无半分减弱。修炼这功法要比寻常人快上1000倍万倍。时光悠悠而过，3个时辰转眼即逝。某一刻，苏连月缓缓睁开双眼，眼眸闪过一道金芒。不死金身诀已经被他修到顶层，肉身得到了极大的蜕变，他有一种脱胎换骨、重获新生的感觉。我现在的肉身已经堪比磐石了。苏连月仔细地观察自己的变化，兴奋不已，但更多的还是感激公子。他知道这都拜苏公子所赐，若不是公子，自己可能早已被打死了，怎能获得如此蜕变？日后一定要好好感激公子。公子，从今往后，莲儿愿永远跟在您的身边，当公子的侍女，一辈子服侍公子。苏连月弓下腰，柔声说道。苏长歌不是矫情的人，自然是答应了，道：可以，不过你只修炼一门功法是远远不够的，想要追上我的步伐，就要努力多修炼几门剑法。他又取出几本剑法递给了苏连月，这些功法共有数十本，都是从天台峰弄来的，大多都是一些深奥的防身之术，如昆斗神剑、6人神剑、虚无神剑等等。这些剑法十分强横，不仅可以用来防身，更可以用来杀人。苏连月低头接过这些剑法，小脸上满是激动与感激，将公子对自己的好全部放在了心底。旋即，他按照苏长歌所说，马不停蹄地开始修炼起来。而苏长歌这边东西赠送出去之后，系统的补贴也准时到账。叮，你送出了玄级剑法、昆斗神剑、玄级剑法、6人神剑，100亿补贴生效，
触发超量暴击，本次超量暴击倍数389000倍。恭喜宿主获得天级剑法诸天星斗剑、天级剑法六脉神剑、天级剑法霹雳神剑、天级剑法凌霄洞虚神剑。这次补偿回来的东西十分丰厚，基本都是天级剑法。苏长歌听着听着，脸上露出欢喜笑容。不得不说，这种刷补贴的感觉实在是太爽了。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苏长歌便潜入天台峰了。昨晚他用了1宿时间，将系统补贴回来的剑法尽数修炼到顶层，身怀数十门绝技，但他是用刀的，身上并没有剑。同样，苏连月虽然修炼了几门剑法，但也没有剑用，所以他此次潜入天台峰的目的，则是寻找一把好剑，然后送给苏连月用来刷补贴。但是寻常的剑他看不上眼，所以这次必须是好剑。他打算看看能不能夺得什么人的机缘。逆天机缘，天级灵兵，倚天剑。天台峰一处大树的影子中响起一连串的窃窃私语声。前辈，那个弟子最近有机缘没？有个小机缘，但很一般，不值一去。远处那个绿衣服弟子呢？还算行，但距离有点远，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那个石头上坐着的弟子呢？一般。这2道响声正是苏长歌和黑暗魂帝。刚才来的路上，苏长歌就已经用半块灵石唤醒了黑暗魂帝，然后让他使用神通化作一粒沙，藏在自己的手心之中。在与黑暗魂帝交谈的同时，苏长歌也在心中冷笑：黑暗魂帝这个傻子，天天被自己剥削还不自知，真是有够傻帽的。忽然，远处走来一个黑袍弟子，这弟子径直来到这棵树下，就这样盘膝坐了下来。苏长歌瞳孔微凝，这弟子竟是胡汉！该死的，究竟哪个天杀的杀了我弟弟？胡汉怒声咆哮，身上陡然冲出一股狂暴的威压，霎时间周遭劲风狂呼，大树疯狂摇曳，地动山摇。胡汉都快气死了，连修炼都没心情了。他弟弟胡元康被杀，直到现在还找不到凶手是谁。要知道，他可是内门弟子，谁有那天大的胆子敢动他弟弟？可偏偏他弟弟就这样无声无息的被杀了。他妈的，岂有此理！胡汉怒火中烧，气到爆炸。影子里，苏长歌捂嘴偷笑，就喜欢看他气急败坏但又拿自己没办法的样子。这边黑暗魂帝扫了一眼胡汉，而后推演了一番。少许之后，他心中一喜，开口对苏长歌传音道：年轻人，此人机缘不小，2个时辰后下山，在天河城一个铁匠铺以白菜价的价格买到一把黄级普兵，那是一柄玄铁重剑，名叫辟水剑。他得到这把辟水剑后也没在意，径直回了宗门。3日后，他用这把剑劈向一块坚硬磐石，一招过后，石头毫发无伤，辟水剑却当场断裂。他正要骂什么质量，却猛地发现这普兵内部埋藏有秘密。普兵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那把普兵内部是空的，藏着一把天级灵兵倚天剑。苏长歌眼皮一挑，倚天剑竟然是倚天剑，脑海中猛然想起倚天屠龙 BGM， 倚天不出，谁与争锋？天啊，这可是宝剑啊！黑暗魂帝又推演了一番，随后继续说道：他得到倚天剑后，综合实力蹭蹭暴涨，在比武大会时跃进强杀，连败数10名天骄，全面压制他们。苏长歌瞳孔猛地收缩道：我知道了，但现在这把剑归我了。可以想象，胡汉得到那把剑能压制那么多天骄，那万一能压制自己就不好了。这种被压制的事情绝不能发生到自己身上，自己绝不能任由其发展，必须要抢在胡汉之前把倚天剑拿到手。年轻人，我灵力不够了，先睡了，你要速去把那倚天剑。黑暗魂帝话未说完，就因灵力不足陷入沉睡。苏长歌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随后瞬移到另外一个阴影当中，无声无息离开这里。他走后，胡汉依旧在这里怒骂，胸中满是火气。梨花峰小屋，苏长歌回到这里，带苏连月一起向天河城飞去。之所以带苏连月一起，则是本次出去正是为了帮苏连月拿到这把剑，随后他再刷更好的补贴就是了。倚天剑固然强，但系统的补贴定然更强，而此次出行的工具则是踏云天马。公子苏连月坐在踏云天马上，心中生出些许涟漪，脸颊也变得微红，因为2人共同乘坐一头天马，距离很近，几乎是贴着的。感受着苏长歌身上传来的纯正阳刚的男子气息，苏连月体内心脏砰砰乱跳，小鹿乱撞，呼吸急促。忽然他心中想起了什么，小脸猛地更红了。但下一刻他猛地又意识到了什么，心中骤然升起一股浓浓的自卑，自己只是侍女啊，怎能奢求那么多？苏长歌没在意他如何，他在专心致志地驾驭天马。天马速度很快，朝着天河城迅速飞去。他们离开后大约几分钟，天台峰一名黑衣死士遁入议事大殿，来到杜四海面前耳语一阵。哦，他带着一名女子出去了。得知消息，杜四海心头猛地一喜，在宗门中动不了手，但出了外面，那可就由不得苏长歌了。主上，此次不如旧，我去。这名死士在杜四海身前弯腰跪了下去，自告奋勇道。杜四海凝视着他，沉声道：暗夜，尽量做得利索点，如果留下一丝蛛丝马迹，那你就不用回来了。暗夜重重颔首：主上请放心，暗夜保证马到成功。坐落在东道域西边，幅员辽阔，客商云集，距离太玄道宗将近500多里地，
不算远，但也不算太近。苏长歌骑着天马，带着苏连月在空中疾驰了数个时辰，成功抵达铁匠铺。苏长歌落下云层，踏入城中，很快便找到了铁匠铺。这家铁匠铺坐落在城中大街的最繁华地带。苏长歌左右看了看，只见沿街不是打铁的，就是售卖各种铁石材料的。而眼前的铁匠铺是一座高楼，门上有块牌匾，上面写着3个苍劲有力的大字“金红楼”。还没走进去，就能感觉到一股股灼热的火气扑面而来，还有各种敲敲打打的打铁之声响彻。很显然，里面的师傅正在忙活，热火朝天。苏长歌迈步进去，入了门，只见一个短袖汉子正在那里锤炼一块铁，浑身汗流浃背，脸色被火光灼得通红通红的。2位可是要买兵器？短袖汉子见有人来，立刻停下手中活计，迎上一张笑脸，问道。苏长歌淡笑道：“你这都有什么？”说话间，他的目光在货架上来回打量，眼睛扫去，只见货架上各种兵器琳琅满目，有刀，有剑，有枪，有长戟，18般兵器应有尽有。这些兵器下方贴着一个标签，上面写着兵器的名字：盘龙刀、开山斧、紫云剑，什么都有。你看中哪个？我拿下来给你试试，看趁手不？短袖汉子客气道。苏长歌目光在货架上扫过，很快便找到了目标，那是一柄巨大的重剑，足有3米长，1米宽，厚重无比。一般只有体修才能挥动这样的巨剑，他就随意摆放在货架最偏僻的位置，上面落了一层灰，而下面的标签正是辟水剑。苏长歌眼睛一亮，旋即问道：“掌柜，这把重剑怎么卖？”短袖汉子一听，心中一动，眼珠猛地一转，那把重剑不是他打造的，而是一个要好的朋友送来当做礼物的。只是他研究来研究去，也没研究出这把剑究竟有什么好来，要锋利也不锋利，要霸气也不霸气，只是重量很重。最终他得出结论，这就是把非常普通的重剑而已。他摆在店里，足足摆了半年时间都没卖出去。很多人看着辟水剑一眼，根本不会再看第2眼，也就是无人问津。哈哈，终于有人肯要这废物了。短袖汉子心中很是畅快，这把重剑根本就是个废物而已，可现在终于有冤大头买单了。他看着苏长歌，只感到此人真是个憨逼。虽然这样想，但他脸上却是波澜不惊。他不露声色地说道：“客官好眼力，这把辟水剑重量很重，一般人根本拿不动它，唯有您这样的少年豪杰才能配得上它，不贵，只要1000块下品灵石。”短袖汉子确实没喊高，这就是个废物而已。他自我感觉能卖1000块下品灵石都很不错了。说完后，他也在心底诽谤道：“希望这憨憨能买走。”听到1000块下品灵石，苏长歌嘴角微微翘起一个诡异的弧度，随后不动声色道：“有点贵了。”他其实知道短袖汉子开的价并不贵，但也不能一下子就买走，不然肯定会引起他的疑心的。还一下价，这才是买东西正常的表现。听到苏长歌还价，短袖汉子露出惋惜的神色，随后咬咬牙，仿佛下了很大决心那般道：“客官第一次光临小店，优惠是应该的，那就800块吧。”苏长歌也没再次还价，直接取出800块灵石递给了他。双方交易完毕，苏长歌便离开了。他走后，短袖汉子望着他的背影，冷笑道：“好一个盲僧，800灵石干啥不好，偏偏买一个废物。”另一边，苏长歌走在大街上，心情倍爽。他也不急着凿开这把剑，因为街上人太多了，等回宗门再说也不迟。突然，身旁的苏连月忍不住问道：“公子，这把剑很普通，为什么要买呀？”苏长歌淡淡一笑，道：“等会你就知道了。”苏连月也没再说什么。而此时，在街角深处，一名身披斗笠的黑衣男子正在死死地盯着他们2个。斗笠下，黑衣男子一双眼瞳散发出狂暴杀机，此人不是旁人，正是暗夜。他像是捕捉猎物的独狼一般，死死地凝视着苏长歌。只要找到机会，他立刻就会扑上去，将猎物咬死。这边辟水剑已经到手，苏长歌便打算带苏连月离开了。就在这时，街上忽然走来一大队人马，一边走一边暴喝道：“金刚门长老到，无关人员通通闪开，否则休怪爷爷大刀不长眼睛。”这些人马都是骑着高头大马的黑甲骑士，手中杵着一把大刀，威风凛凛。他们簇拥着一顶轿子，轿子由8个人高马大的壮汉抬着，一眼便知轿子里的人身份恐怖。街上所有的行人一瞬间脸色大变，急忙闪开。金刚门主修肉身，每一个肉身强度都强横无比，寻常人根本不敢招惹。苏长歌看了一眼轿子，也没理会，径直离开。别人不招惹他，他也不会无事生非。但这个时候，轿子的帘子忽然动了一下，一道阴森的目光扫出来，在苏连月身上逗留了片刻。随后，轿子忽然停下，传出一道声音：“小六子，过来！”立刻有一个黑甲骑士恭敬走了过去。轿子里的人对他说了一番话，黑甲骑士脸上顿时涌现一抹邪光，随后径直来到苏长歌身前，挡住去路，沉声道：“小子，你身边的侍女很不错，我家主人很喜欢，把她交出来，你可以滚了。”苏长歌眼睛一凝，这是干什么？强抢民女？他冷笑一声道：“若我不同意呢？”“不同意。”哼！黑甲骑士脸色一黑，旋即朝大队伍挥了挥手，众多黑甲骑士纷纷围了过来，足有10名，瞬间将苏长歌围了个水泄不通。唰唰，
这些黑甲骑士相继拔出大刀，刀身泛着寒芒，极度刺眼，仿佛要当街杀人。公子，我有点怕。苏连月脸色有些发白，他又一次想起了自己被拳打脚踢的日子，心里的梦魔挥之不去。苏长歌冲他温暖一笑，道：“不用怕，天塌下来有我。”爆发，天人境修为。听到苏长歌的话，苏连月心中猛地涌出一股暖流，心中动容。有公子真好。黑甲骑士顿时怒了，低吼道：“小子，你莫不是找死？”苏长歌没有理他，而是抓住苏连月的手，将他拽到自己身后，就那样站在他的面前，为他挡住眼前这些凶神恶煞的黑甲骑士。随后不急不躁道：“我找死，你如果觉得能杀得了我，大可以试试。”哈哈哈！狂妄！黑甲骑士哈哈大笑：“我家主人刚才说了，若你老实交出这个侍女，那么他可以大发慈悲饶你一命。可你让爷爷听到了什么？如此狂妄，该杀！”轰！黑甲骑士人狠话不多，说完之后直接动手，一把大刀凌空砍来，狠狠朝苏长歌头上砍去。兴许我都不用出手，这小子自己就死了。街角深处，暗夜看到金刚门出手，黑色的眼珠闪过一道怜悯，暗道金刚门乃是体修宗门，最注重锤炼肉身。苏长歌大言不惭地招惹他们，定会被对方一刀砍死。电光火石间，黑甲骑士一刀劈在苏长歌身上，砰！只听一声炸响，刺目的火花四溅。黑甲骑士只感到自己像是一刀劈在了石头上，苏长歌的头连皮都没破，他的大刀却当场爆碎，双臂被震得发麻，强大的震力直接将他从马背上震飞下来。啊！他狠狠地摔在地上，摔了个狗吃屎，狼狈不堪。暗夜眼皮一跳，瞳孔放大，不敢相信，怎么回事？这小子不是不能修炼吗？为何有如此恐怖的肉身？而大队伍前，黑甲骑士眼珠子猛地放大，满脸无法置信。他惊恐道：“你这是什么肉身？我什么肉身？关你何事？”苏长歌不愿意和他废话，体内巨力翻涌，单臂一阵400万斤力量全部炸裂而出。轰！这一拳狠狠砸在了黑甲骑士头上，瞬间将他的脑壳砸得稀烂，红白之物飞溅出来，血雨倾盆。扑通！黑甲骑士直挺挺地倒在地上，再也没了声息。刹那间，其他黑甲骑士倒吸一口凉气，发出见鬼般的尖叫。嘶！这小子什么肉身？怎么会这么恐怖？竟然一拳把老大的脑袋都给……他刚说到这，苏长歌又是一拳轰出，直接横击这黑甲骑士面前。砰！这位黑甲骑士面门当场被砸得稀烂，脑袋仿佛西瓜一般，直接被一拳贯穿，随后重重地倒在地上，没了声息。一瞬间，余下数几名黑甲骑士脸色狂变，急忙向后暴退。想走，走得掉吗？苏长歌一步跨出，运转太初阴影鬼步，身影直接出现在他们身后，接连数拳轰出。砰砰砰！他的拳头无坚不摧，打在这些黑甲骑士身上，就如同打在脆弱的纸片上，一拳一个。不到片刻，所有的黑甲骑士全被轰杀。我的妈呀！暗夜呆呆地看着这一幕，只感到大脑嗡嗡乱响，感觉自己的认知都被颠覆了。苏长歌不是毫无修为吗？这怎么杀那些黑甲骑士就如同碾死小蚂蚁一样？公子！苏连月欢欣鼓舞，你好厉害！苏长歌微微一笑，随后在这些黑甲骑士身上摸索一阵，成功获得10个储物袋，随后便走到轿子跟前，双眸如电，冷冷直视着轿子，冷声道：“金刚门长老是吧？你敢看上我的侍女，是活腻了吗？”猛地，轿子里传出一声倒吸凉气声，金刚门长老都吓尿了，裤子里湿了一片，连滚带爬地爬出轿子，道：“这位公子，我错了，敢问您是哪座宗门的高徒？晚辈过几日定当登门拜访，赔礼道歉。”苏长歌低头看去，只见这是一山羊胡老者，此刻吓得脸色煞白，面无血色。过几日就不必了，我要你现在就赔礼道歉。苏长歌冷冷道：“是，刚才是晚辈不对，希望前辈千万别和我一般见识，晚辈背色心迷了心窍，还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饶了我吧。”金刚门长老双腿发软，痛哭流涕。苏长歌冷冷一笑，道：“我要的不是这样的道歉，你若听不懂话，那就可以去死了。”什么？金刚门长老脸色刷得更白了，斗胆抬起头，看着苏长歌，战兢兢问道：“前辈，你想要什么道歉？拿你的命来道歉？”苏长歌冷喝道。金刚门长老心头一震，猛地明白了，对方这是要让他自杀。哼，他堂堂长老，什么时候吃过这种亏？当下又羞又怒，猛地冷哼一声，运转体内力量，双掌猛地朝前轰出，大喝道：“困兽犹斗，我跟你拼了！”轰！涅槃境的修为瞬间爆发开来。公子小心！苏连月没料到这老者突然变脸，心脏猛地提到了嗓子眼。苏长歌冷冷一笑，道：“当真是找死！”轰！他同样一掌轰出，迎了上去，一掌之下，天人境修为尽数爆发而出。轰咔咔嚓嚓，双方的掌力狠狠撞击在一起，如同两股巨浪撞在一起，空气瞬间传出音爆，如雷霆炸响，震耳欲聋。感知到苏长歌这一掌的威力，金刚门长老脸色猛地大变，失声道：“天人境强者！”砰！苏长歌这一掌直接打穿了他的手臂，随后硬生生贯穿到肩膀，一路如摧枯拉朽，狠狠横击在他身上。金刚门长老的肩膀直接被卸掉，变得粉碎，碎骨四溅，鲜血横流，
猛地喷出一大口鲜血，狼狈倒飞了出去。他狠狠地摔倒在地上，还没来得及爬起来，便感到眼前劲风扑面，苏长歌的拳头照着他的头横击过来。他急忙取出一个储物袋，请求道：“前辈且慢，我这里有。”砰！苏长歌从不废话，一拳把他的脑袋轰得稀烂，随后从他手中夺过储物袋，冷喝道：“杀了你，你的东西不还是我的？”说完，他又补了一拳，一拳之下，直接将金刚门长老轰成一团血雾。公子！苏连月猛地扑到他的怀里，泪水涕零。公子，你没事？太好了，莲儿好害怕失去你。苏长歌只感到怀里传来一股温热，那是泪水。他拍了拍苏连月的背，淡笑道：“放心，我这不是没事吗？”随后他又来到那些教夫面前，一拳一个，全部轰杀。街角深处，暗夜远远目视着这一幕，足足过了很久才缓过神来，顿时狠狠打了个哆嗦。我的天啊！他苏长歌竟然是天人境强者！他狂吸数口凉气，刚才在杜四海面前做出的保证，一瞬间飞到9霄天外，再也不敢动手，拔腿就跑。萧！他如一阵风，快速朝城外逃去。谁？苏长歌听到街角有劲风呼啸，侧目一扫，顿时发现了暗夜，杜四海手下的狗。他运转太初阴影鬼步，一瞬间跨越100米，直接出现在暗夜身后。哪里走？轰杀暗夜！最强刷补贴方式。暗夜正在逃窜，猛地听到背后传来怒喝，震惊回头，失声道：“你怎么追上来的？我怎么追上来的？跟你何干？”苏长歌不愿和他说那么多，直接一拳轰了上去。轰！雄厚的巨力爆发，冲击的空气炸响，如骇浪翻滚。暗夜心头大惊，急忙爆发护体真气，瞬间一个金色光罩罩在了他的全身。砰擦擦！苏长歌的拳头直接贯穿光罩，400万万斤巨力毫无保留的全部轰在他身上。啊！暗夜发出一声极端痛苦的惨叫，被这一拳打得胸膛塌陷，肋骨齐断，鲜血喷溅，肝肠寸断。你怎么会这么强大？关你何事？砰！苏长歌又是一拳轰出，直接将暗夜胸膛贯穿，染血的拳头从暗夜背后伸了出去，随后又抽回来。等抽回来之后，暗夜翻了白眼，脸上全是震惊与恐惧，随后扑通一声瘫倒在地上，一命呜呼。苏长歌在他身上翻了翻，很快摸出一个空间戒指，打开空间戒指，只见里面空间奇大无比，足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多，放满了金光闪闪的身价。苏长歌没细看，抬手一拳将暗夜打爆，随后离开这里。万里云层中，苏长歌骑着踏云天马，带着苏连月飞在归途中。他取出空间戒指，满面红光，畅快大笑道：“哈哈哈，暗夜真富啊！”他认得暗夜，此人明面上的身份是杜四海手下的高级长老，身上的储物之物和普通人不同，乃是更高规格的空间戒指。苏长歌将空间戒指打开，查看了一阵，很快便对暗夜的身家了然于胸，共计20多万灵石，其中极品10万块，上品13万块，另有丹药宝药无数，黄级灵兵数十把。除此之外，他还在空间戒指里发现了一些百炼金铁，这是一种稀有矿铁，金光闪闪，熠熠生辉，乃是铸造灵兵不可或缺的材料。苏长歌将储物界东西收起来，随后便开始查看金刚门的那些储物袋了。然而金刚门的储物袋就让人失望了，除了在那个该死的长老储物袋里找出来一些品质不俗的丹药外，其他都是一些不入流的草药，以及不入流的拳法之类的武技，分别是猛虎拳、咆哮拳、狂风拳。至于药草，则都是紫兰草、碧螺草，全都是低级草药，不值几个钱。若是之前，苏长歌可能还会看上眼，但现在他对这些东西完全看不上眼了。这些垃圾虽说不值钱，但用来刷系统补贴还是不错的。苏长歌猛地想到了什么，旋即准备将这些垃圾一股脑塞给苏连月，但转念一想，自己这样似乎有点不妥，因为莲儿又不是垃圾桶，那该送给谁呢？他陷入踌躇，身上垃圾太多了，占背包啊，必须赶紧清理了，只留好的。思索一阵，他忽然灵光一现，想到一个好办法，走，我们去地面上。他调转马头，朝着下方飞去。很快，踏云天马的马蹄落在地上，苏长歌手掌一挥，那些垃圾草药随意丢在地上。随后，他又挑了几座山，进入山洞，把那些武技丢进山洞里。最后去到一座山头，把几件黄级兵器随手留到那里。搞定这一切，他抬脚离开，继续朝宗门回归而去。这个方法很简单，把抢来的东西直接扔路上或者山洞里，让有缘人去捡。等那些有缘人捡到手，自己这边系统不就直接补贴回来了吗？这方法多省事啊！不管那些有缘人赚不赚，反正自己永远都是血赚。踏云天马速度很快，朝着宗门飞去。他离开大约几分钟后，下方的大路上，一名少年经过。本来他是不在意的，可当看到地上有那么多草药，猛地眼睛一亮，大喜过望。哇靠，踩到狗屎运了！少年欣喜若狂，旋即将这些草药收起来，心满意足地离开此地。这边苏长歌飞着飞着，脑海中系统补贴猛地到账。叮，你送出了一颗紫兰草、碧螺草，100亿补贴生效，触发超量暴击，本次超量暴击倍数39万9000倍。恭喜宿主获得天星雪兰草、9幽蓝星草、冰火草、太阳金玄草、3转紫金天草。
万年人参。一连串的补贴看花了苏长歌的眼，他眉开眼笑，心花怒放。同一时刻，一名落魄青年来到了山洞里，他身上所有的钱全部花完了，想要来这个地方落落脚。可踏入山洞后，他突然感知到了什么，猛地喜从天降。他看到了脚下有几本武技，竟然全都是金刚门的拳法。这些拳法虽说品级不高，但拿去当铺换几个钱，还是能潇洒一阵的。天上掉馅饼，哦耶！激动使他发出欢呼，他一股脑将这些拳法全部捡起来，随后欢天喜地地离开此地。也就在他将这些武技全部取走的同时，苏长歌脑海中系统声音再度响起：叮，你送出了猛虎拳、咆哮拳，100亿补贴生效，触发超量暴击，本次超量暴击倍数40万倍。恭喜宿主获得金刚怒目神拳、大力金刚拳、佛陀狮吼功、八卦回天掌、冲虚逍遥拳。系统声音在脑海中叮铃当啷的响个不停，足足补贴回来几十本功法，质量比起之前丢的那些简直一个天一个地。这波躺赚，苏长歌拍拍脑门，不得不说自己真是个天才。也就在这时，一个女修士踏剑飞行，路过他刚才丢兵器的山头上。本来这名女修士也没在意，但在不经意间低头，看到山头上有数十把兵器散发着锋利的寒芒，顿时脸颊一喜。出门见血，他落下云层，来到山头，将兵器捡走。苏长歌脑海当中系统补贴准时到账，叮，你送出了黄级普兵冰铁剑、黄级普兵青铜短剑，100亿补贴生效，触发超量暴击，本次超量暴击倍数40万倍。恭喜宿主获得天级灵兵金刚剑、天级灵兵游龙剑、天级灵兵太阿剑、天级灵兵斩妖气血剑。短短片刻，苏长歌的底蕴呈几何式增长。看着送来的东西，叶青瑶不可置信，这些东西他只是匆匆看了一眼，随后便继续赶路了。原因很简单，这一次系统补贴回来的宝物实在是太多了。就先不说别的，只说兵器，每一件兵器都不俗，宝光熠熠，长锋直锐，极为锋利。他如果现在一个一个看，那未免太费时间了，所以他打算等回去后慢慢看。萧踏云天马脚踏白云，在空中迅捷飞行。一路上，苏连月牢牢抓住苏长歌的手臂，生怕失去他。事实上，刚才金刚门长老拼死一搏时，他吓了一大跳，生怕公子没有防备，然后背。而下一刻，看到公子一掌把那长老打得吐血倒飞出去，他顿时松了一口气。公子，苏连月轻声呢喃，心中庆幸无比，自己上辈子是拯救了银河系吗？竟然遇上了对自己这么好的公子。苏长歌听到他呼唤自己，转过头给他一个笑容，道：坐稳了，要加快速度了。说着，指尖轻轻点了点天马的头，天马通人性，速度立刻加快了几倍，在空中迅捷穿梭，如同风驰电掣一般。苏连月牢牢抓住苏长歌的手臂，一刻也不松开。一段时间后，两人成功回到宗门。进入屋子，苏长歌准备再刷一次系统补贴，这次是要赠送零食。要知道，刚才获得了那么多零食，若是赠送出去，那岂不是再一次暴富了？说干就干，他当即就打开储物袋，将抢来的零食全部汇集一处，随后便准备送给苏连月了。只是在即将递给苏连月的时候，他的眉头忽然一皱，连2呼吸都能增加修为，那还要零食有什么用？众所周知，零食里面蕴含着大量的灵气，吸收可以增加修为，但苏连月不光呼吸能增加修为，喝水也能增加，睡觉也能增加，那还要零食干什么？这不是白白浪费吗？苏长歌思索片刻，很快就做出决断，那就不送莲了，送给美女师尊吧。我先出去一下，马上回来。他留下一句话，前往叶青瑶的住处。公子，苏连月看着他走出去，感到心里空落落的，心中生出一抹独守空房的感觉。另外一边，苏长歌很快就抵达叶青瑶门前，推门而入，却发现叶青瑶不在，院里没有她的身影。苏长歌略微一想，觉得应该是在屋里，旋即感知了一下，却发现屋里也没有任何气息波动。很显然，她不在。师尊去哪了？他疑惑自语，不过也不是很在意。美女师尊不在的话，那就把零食放在这吧，等他回来后自然就会看见了。刚巧养金鱼的水池边有个桌子，苏长歌取出一大笔零食放在了桌上。梨花峰没有其他人，所以他也不担心会被别的人捡走。做完这一切，苏长歌抬脚便离开了。他前脚刚走，后脚叶青瑶就回来了。他刚才去主峰了，原因是今天林无敌召集所有的宗门高层，共同商议比武大会的终极奖励。他这个做峰主的自然要去，足足商议了1天时间，最终所有高层一致建议，谁若赢得圣子之位，那就奖励他1本秘术。那本秘术是太玄秘术，仙尊遗书，此为宗门不外传的至高秘法，一旦修炼便会蜕变先天圣体道胎。林无敌本就有意要把这本秘术奖励给那位开辟出18座洞天的绝世天骄，听到高层们如此说，便毫不犹豫地同意了。1天的商议中，叶青瑶全程都在摸鱼，因为他觉得徒儿只是去参加一下，一是为了梨花峰的脸面，不至于真的成一座透明峰座；二则是参与也有参与奖，虽说参与奖不是特别好，但也足够徒儿高兴一阵了。眼下他正想着这些，突然注意到桌子上有一大堆闪闪发亮的零食，这是……叶青瑶心中一动，急忙走了过去，低头一看，
只见这些灵石全都是灵气浓郁的上品灵石，晶莹剔透，不含一丝杂质。不仅如此，还有大量的极品灵石，粗略一数，光是极品灵石就足足10万块。我的天啊！他一下子激动得浑身发抖，不明白怎么就天降灵石了？难道自己做了好事，天上掉灵石了？突然，他脑海灵光一闪，想到了苏长歌。不对，应该是徒儿送的。徒儿屡次给自己送东西，那这灵石自然也是他送的。他应该是看到我不在，就把灵石放这了，等我回来取。徒儿好徒儿啊！他兴高采烈，美眸散发韶光，将灵石捧在怀中，洁白晶莹的俏脸上满是喜悦。小屋中，苏长歌脑海当中系统100亿补贴猛地到账，叮，你送出了上品灵石20万，极品灵石10万，100亿补贴生效，触发超量暴击。本次超量暴击倍数409000倍，恭喜宿主获得98000000000000上品灵石，49000000000000极品灵石。由于数字太大，后面的零几乎让苏长歌看花了眼，他也没有细看，因为20万和10万的100亿倍，再乘以409000的倍数，无疑是个恐怖的数字。哈哈，不得不说，这种腰包充实的感觉真好，我感觉走路都带风。苏长歌兴奋不已，腰包鼓了，说话走路都有底气。旋即，他把注意力从灵石上收回来，开始钻研辟水剑了。他对着这把剑敲了敲，巨剑内部果然传出一阵阵当当当的沉闷响声，这代表辟水剑内部是空的。公子，你在做什么？这把剑是有什么秘密吗？一旁苏连月眼睛流露出疑惑之色，他不觉得这样普通的剑有什么秘密。莲儿，这里面可是有大秘密，看着吧。苏长歌运转力量，一拳砸在辟水剑上，砰！辟水剑炸裂，霎时间，一道刺眼的荧光露了出来，锋利的寒光扑面而来。当辟水剑炸开的一瞬间，苏连月瞳孔骤然收缩，流露出一抹深深的不可置信。放目看去，只见那巨剑之中竟然还藏着一把剑，那把剑长2尺1寸，剑身是由玄铁浇铸，薄而锋利，透着刺目的寒光。剑柄为一条银白龙雕图案，显得无比威严。剑刃锋利无比，刃如秋霜。唰的一声，苏长歌拔剑出鞘，剑刃寒光霎时间喷薄开来，空气炸响，似被一剑封喉。他走了出去，开始演练之前修炼的诸天星斗剑。只见他站在树下，一剑刺出，剑如银蛇飞舞，猎猎破风，又如游龙穿梭，横扫四身，时而轻盈如燕，点剑而起，时而骤如闪电，落叶分崩，犹如一道银光手中起，气势磅礴扫千军。哇，公子好厉害！苏连月看得有些吃了，他现在眼里全都是苏长歌，脑海中全是他的身影。苏长歌是他的生命支柱，占据了他心中极大的部分，更是他生命的全部。呲啦！忽然，苏长歌转刺为斩，看向宗门万里外的一座大山，一剑斩出。只见一道白色的剑光如匹链般斩落，径直落在那座大山上。大山轰隆一声，被硬生生斩成2半，无尽的碎石噼里啪啦的落下，溅起滚滚浓烟。苏连月眼猛猛的华光大放，光彩熠熠，欢欣道：“公子，你太厉害了！”他看出来了，那把剑强横如丝，应该是一把品级极高的绝世宝剑。苏长歌淡淡一笑，收剑而立，气定神闲。他看似淡定，实则心中早已是翻滚汹涌。刚才那一剑，他不过是随手一挥而已，连一分力道都没用。可就是这点微弱的力量，搭配倚天剑，直接一剑劈开一座大山，这威力牛大发了！不愧是天级灵兵，真的是强横如丝。苏长歌笑容满面，这么强悍的宝剑，若是被胡汉取走，后果严重程度可想而知。但现在被自己抢先一步截胡了，不得不说，抢夺胡汉的机缘真爽。就在苏长歌为获得倚天剑而高兴的时候，天台峰修炼塔，胡汉在里面横冲直撞，狂殴妖兽，拼命修炼。弟弟被杀，找不到凶手，他憋屈无比，愤怒无比，无奈只能将满腔愤怒全都发泄在这些妖兽身上。砰砰，轰擦擦，塔里的妖兽被他打得头骨破碎，鲜血淋漓，可他还是不知疲倦，拼命轰杀。忽然，在某一刻，他心中忽然变得空落落的，好像冥冥中有什么东西离他远去了一般，让他心情猛地变得更加糟糕。他娘的，我打死你！他不知这种感觉来自哪，但却更加愤怒，猛地暴跳，将所有的怒火全都发泄在了妖兽上。轰擦擦，妖兽被他乱拳轰的脑袋开花，七零八落。即便如此，胡汉的火气还是消不下去。另一边，苏长歌试验完毕倚天剑的威力后，便拉着苏连月走进屋子。他关上门，将这把剑放入剑鞘，随后托起苏连月白皙的玉手，道：“莲儿，你知道这把剑是什么级别的兵器吗？”苏连月有所预料，但却说不上来。苏长歌淡淡笑道：“这是天级灵兵，倚天剑。”什么？天级灵兵？苏连月心头一颤，猛地的瞪大双眼，这竟然是天级灵兵，怪不得公子要买下那把巨剑。原来……正想着，苏长歌突然说道：“莲儿，这把剑送你了，拿去吧。”啊！苏连月心脏猛地一跳，只感到至极的不敢相信，这可是天级灵兵啊！公子竟然要送给自己，自己没有在做梦吧？公子，这把剑好宝贵，你为什么不留着自己用，而是送我？震惊的话语从他口中说出。苏长歌笑了笑，直接把剑放入他手中，亲和的说道：“莲儿啊，
你以前饱受欺负，就是因为身上没有恐怖的防身利器，如果有，立刻就能将他们劈为两半。我看这把剑就不错，若你带在身上，将来遇到危险，即可用来防身。不必多说，拿去吧。”一席话落下，苏连月感动得泪流满面。公子真好，一切都以自己的安全出发，此生有公子一人，足矣。我这一生要为公子而活。他心中感动至深，暗下决心，随后不再推辞，接下了这把剑，手掌触摸在倚天剑上，他的手腕都有些微微发抖。这么恐怖的宝剑，以前想都不敢想，现在公子说送就送，这份恩情无以为报。猛地，他忽然脑海灵光一现，想起了一件事。之前遇见公子的时候，是在天鹰城皇家，当时公子强势制服皇家少爷，皇家少爷脸色大变，说什么来着？脑海中想起当时的话，兄台且慢，所谓不打不相识，你若喜欢这个婢女，那就送您了。他清楚地记得皇家少爷是这么说。想到这，他低头看着手中的倚天剑，脸颊一下子羞红了，如同一朵红玫瑰盛开在脸上，姹紫嫣红，美不胜收。怪不得公子对自己这么好，给自己地方住，给自己提供吃穿，还总是3番5次送自己宝物。原来他在这一想，苏长歌却没有在意他如何，而是将注意力都放在了系统上。倚天剑这么恐怖的天级灵兵都赠送出去了，那么系统补贴回来的肯定更强吧？跨境超量暴击，北斗七星剑。也就在这时，苏长歌心中突然想到了什么，脸色猛然变得冰冷起来。当杜四海得知暗夜一去不返时，肯定会迅速做出动作，再次派人来杀掉自己，而派来的人肯定比暗夜更强。不过我岂会惧怕？苏长歌心中豪情万丈，大笑一声，豪气冲天。就算杜四海派来的人再强又如何？系统的补贴马上就到账了，还怕他不成？脑海中刚闪过这个念头，系统补贴猛地到账。叮，你送出了天级灵兵倚天剑，100亿补贴生效，触发超量暴击，本次超量暴击倍数406500倍。恭喜宿主获得北斗七星剑。北斗七星剑，苏长歌心中一动，直觉告诉他，这把剑定然不一般，能用北斗七星命名，岂是凡俗之剑？下一刻，系统声音响起，北斗七星剑天级神兵，剑身篆刻北斗七星之纹路，挥舞之际可爆发出毁灭性的力量。在上古时代，曾有强者使用此剑，一剑削去先王项上人头。什么？天级神兵？苏长歌眉毛一跳，大喜过望，真的没想到，这次竟然横跨了一个大级别，补偿回来了神兵。他可是牢牢记得兵器的品级的，最低是普兵，其次灵兵，而后神兵、圣兵、地兵，而现在赠送一把灵兵，系统直接补偿回来神兵，这波就血赚啊！他深吸一口气，压制住心里的激动，看向系统空间。只见那片堪比混沌的空间中，一把3尺长的宝剑散发璀璨华光，有金色的神秘纹路流转，更有亘古蛮荒的气息附于其上，给人的感觉极为锋利、浩瀚、古老。忽然，北斗七星剑上一团银色华光绽放而出，宛如银龙出鞘，高贵而清冽。剑柄上的雕饰如星宿运行闪烁，深邃耀眼的光芒。剑身上北斗七星纹路挨个亮起，相映生辉，与剑身浑然一体。而剑刃就像臂力千丈的断崖，雄壮巍峨，高贵锋利典雅，宛如雄主之剑。哈哈，这波已经不是血赚了，而是赚翻了。苏长歌远远看着这把剑，心中爽得发指，爽到发麻。截胡了胡汉的机缘，不仅打压了胡汉，还再一次收割了圣人转世的好感，并且得到了这把超级宝剑，一举3得，简直爽爆了。高兴之际，他也在思索自己如今的战力，本来就有400万斤巨力，如今叠加上天级神兵，再叠加上诸天星斗剑法，这一剑刺出该有多强悍？综合实力大涨了属于是。天台峰，萧一道黑衣身影从魂灯殿遁来，神色慌张，来到议事大殿。主上，暗夜他怎么了？他被杀了。话音一落，杜四海心中一惊，猛地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暴跳道：不可能！暗夜可是比剑痴和刀狂都强横100倍的存在，怎么可能会被杀？此事心里其实也是无法置信，沉声道：主上，魂灯已灭，暗夜绝对是死了。杜四海愤怒暴跳，一巴掌怒拍在桌子上，钢铁铸成的桌子当场4分5裂，炸成漫天铁粉。可恶，可恶！这个混小子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派去的人接二连三的陨落？这到底怎么回事？杜四海肺都要气炸了。之前胡元康的死，胡汉天天过来找他哭啼，要他查出凶手，可他根本查不出，无法给胡汉一个交代，搞得胡汉心中不满，愤而离去。做下弟子的亲弟弟被杀，他这个做师尊的连查凶手是谁都做不到，愧对弟子。主上，依我拙见，叶青瑶应该是赏赐给那小子一些保命的护身宝贝，比如暗器之类的玩意，让他可以做到出其不意的必杀。不如我们派一个肉身强横的死士过去，他就算暗器使得再好，也破不开杀手的防御。死士这个时候建议道。杜四海稍思片刻，觉得是这么个理。那苏长歌毫无修为，也就只能用暗器了。而叶青瑶无论如何也要让他去参加比武大会，那应该就是给他准备了许多暗器。怪不得杜四海突然明白了很多。忽然他心中一动，问死士道：你难道忘了执法殿？有执法殿在，我们这次怎么下手？
死士露出一个阴险的笑容，胸有成竹道：“主上，钱财可通鬼神，您送他一大笔钱，应该能解决。”执法殿的掌控者是一名老妪，名叫冰玉，最爱宝物钱财。杜思海眼睛一亮，道：“好，就按你说的办。”诺。没过多久，天台峰派出一名高层前往执法殿，送出了一个巨大的黄金宝箱。很快，执法殿也派出一名高层来到天台峰。这名高层来到杜思海面前，低声笑道：“杜峰主的心意，我们峰主收到了。从今往后，执法殿的后门将为你们敞开。”杜思海抱拳道：“杜某多谢了。”执法殿高层离去，他走后，杜思海朝一旁摆摆手。一名身材魁梧的壮汉走了出来，他足有2米高，体格健壮，肌肉块硕大，胸肌如同小山一样。此人名叫石雷，是杜四海当年外出游历偶遇找到的奇人异士，拥有巨噬血脉，一旦发狠，身上的血肉都会变成坚硬的石块，肉身强度极其彪悍，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次你去。杜四海阴狠道：“诺。”石雷踏破长空而去，一轮弯月高挂虚空，散发着惨白的月光，透露着悲凉。空气之中隐约有庄严萧肃的氛围流窜，似乎暗示着这是一个不平之夜。梨花峰小屋中，苏长歌打量着手中的北斗七星剑，心中畅快不已。倚天剑已经消山峰如薛泥了，那这北斗七星剑肯定更恐怖。嗡！就在此时，空气一阵波动，10道魁梧的身影浮现，矗立在虚空，目光在梨花峰扫过，眼眸闪过一道怜悯。他们不是旁人，正是执法殿人员。冰玉已经给他们下了命令，如果出了事，只要能压下去就压下去，不允许上报。谁若胆敢上报，死！片刻后，执法殿的人相继离去，去别的地方巡查。而就在他们走后的下一刻，一道高大的身影从天台峰而来，踏破长空，在黑暗中奔走。沿途空气都被践踏出肉眼可见的气旋，隆隆作响。不过刹那，石雷就踏足梨花峰。他很聪明，没有从梨花峰前山闯入，而是从后山万丈悬崖攀岩而上，在黑暗中摸索，很快就抵达了苏长歌的住处。这样一来，他就成功的躲开了叶青瑶的院子。叶青瑶的住处是在梨花峰最显眼的地方，也是最靠近其他峰座的地方。至于苏长歌，则是靠近后山青潭没多远。石雷一路攀岩而上，来到这里，念了一句“嗨”，顿时间，他的皮肤豁然变色，变成灰色，皮肤如同石头一般，上面的2头肌巨大，而他整个人也猛地长高了2米，看起来如同巨人一般。巨噬血脉爆发，这一刻，他整个人都变了，像是石头垒砌出来的人一般，魁梧高大，雄壮无比。他直接来到苏长歌门前，一脚踢了上去，砰！一声巨响，大门炸裂，变得粉碎。苏连月正在睡觉，猛地听到这炸响，脸色一变。当看到黑暗中一尊高大雄壮的身影来临后，他急忙看向身旁的苏长歌，这高大身影比他的修为要高出很多。小子，主上要你的命，去死吧！石雷一拳轰出，拳劲如龙，炸起滚滚飓风，朝着苏长歌轰去。感知到这一拳的威力，苏长歌脸色不变，不慌不忙的一拳迎击了上去。砰嚓嚓！刹那间，2拳相撞，空气中传出一声炸响，瞬间激起千层风浪，脚下的地板当场炸裂，被强大的力量震成碎片。噗！一招过后，石雷吐出一口鲜血，直接撞穿窗户，倒飞了出去。他的拳头连带着整条胳膊都被震得爆碎，血肉模糊，看不出原来的样子。石雷猛然明白了什么，瞳孔剧烈收缩，惊心道：“你肉身怎么比我还强横？”但他的话言尽于此了。苏长歌已经从他背后浮现而出，手中的北斗七星剑已经出鞘，架在了他的脖子上。噗呲！北斗七星剑极其的锋利，仅是轻轻一挥，瞬间将他的脖子硬生生划开。石雷脖梗猛地发出咔嚓咔嚓的骨头脆响，被这一剑切割的层层爆碎，骨碴子四溅，混杂着鲜血，脖子被生生切断，血流如注。仅是一个刹那，石雷的头颅被斩了下来，身体成了无头尸，抽搐了2下就不动了。北斗七星剑，削骨如纸。公子，苏连月笑面如花，也好厉害。苏长歌收起剑，在他身上摸索一阵，可最终却什么都没摸到。石雷身上什么都没有。见状，苏长歌也就不管了，旋即他将石雷一拳打爆，随后立即开始吸收灵石，准备反杀回去。什么？你说什么？石雷的魂灯也灭了。天台峰，杜四海看着眼前的死士，脸色凝重。消息已经传回来了。是的，太残暴了。死士微微发抖，杜四海脸色十分凝重，他握了握拳头，骨关节咔嚓作响。少许后，他朝旁边喝道：“龙一，必须要你出马了。”嗡！空间泛现涟漪，一尊身披青铜甲胄的身影浮现而出，身上爆发出一股股惊人气势，铠甲声哗啦作响。龙一，杜四海手下最具暗杀盛名的死士，曾单枪匹马灭掉一个不弱宗门。诺！空间泛现涟漪，龙一走入进去，与空间融为一体，消失不见。轰轰轰！一阵阵突破的声音响起，在数以亿计的海量灵石推动下，苏长歌的修为蹭蹭暴涨，瞬间突破自身极限。天人境破，轮海境，轮海境1重天，轮海境2重天，轮海境4重天，轮海境6重天，轮海境8重天，轮海境9重天。修为越往上走，所需的灵石就越多。30个亿的灵石
将苏长歌的修为直线推到了轮海境9重天。这一刻，苏长歌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自己体内巨力翻滚，力量如海浪般充盈无比，沉稳如山。随着连破9境，他的肉身力量也跟着突破极限，直线暴涨到恐怖的500万斤。咔嚓嚓，苏长歌捏了捏脖子，关节顿时爆发出骇人的脆响。他正准备继续吸收，可就在这时，身边的苏连月感知到了什么，道：“公子，好像又有人来了。”苏长歌扫了外面一眼，冷笑道：“真是一个比一个急着投胎。”他直接走了出去。刚出门，立刻见到眼前的空间泛现涟漪，如水面波纹一般。下一刻，一名身披青铜重甲的身影浮现，手中杵着一杆战戟，脊间泛着刺目的寒光。他一见到苏长歌，立刻像看到了仇人一般，低吼道：“小崽子，吃我一戟！”战戟爆发出一道猩红寒光，搅动起一股飓风，朝苏长歌狠狠刺来。苏长歌脸色不变，心中一动，北斗七星剑顿时出现在手中，振臂一斩，迎击上去。咔嚓，呲啦啦，两把兵器狠狠地斩击在一起，顿时迸溅出刺目的金铁火花，朝着四周迸溅。你这小子，不对！龙翼猛地一惊，在长戟刺在剑上那一刻，他本以为能够摧枯拉朽般将其刺穿，可没想到对方体内力量充盈如山，十分沉稳厚重，给他的感觉坚韧不拔。而这剑也极为恐怖，他根本无法撼动。他哪里知道这是天级神兵？呲啦！苏长歌施展诸天星斗剑法，一剑斩出，狠狠斩在战戟上。一剑，仅是一剑，战戟顿时响起刺刺啦啦的金铁断裂之声，火星子四剑，一个照面被生生斩成2截。什么？龙一大惊失色，料到了什么，惊叫道：“你这家伙深藏不露，你知道的太晚了。”苏长歌运转太初阴影鬼步，身影直接出现在他的身后，而后一剑斩出，唰，剑光斩过，一颗头颅飞了起来，血雨漫天洒落，随之龙一的身体重重倒在地上，没了声息。杀了人！苏长歌飞快地在他身上摸索一阵，这次成功搜出一个空间戒指，随后一拳将他打爆，毁尸灭迹。这个龙一他并不认识，从未见过，但他也隐隐猜到，绝对是杜四海从哪找来的奇人异士。旋即他冲刷现场，而后回到屋里，火速修炼起来。几乎龙一陨落的同时，杜四海就得知了消息，他此时就在魂灯殿里站着，这是为了第一时间得知消息。当他看到龙一的魂灯在他出去不到片刻就立刻熄灭，顿时嘴巴张大，愣住了。什么？龙一那么强横，怎么可能会陨落？杜四海发出阵阵惊叫，不可置信，不可思议，根本无法相信这是真的。要知道龙一强大如斯，要灭杀一个毫无修为的小透明还不是手到擒来，可他却陨落了，匪夷所思，真的是匪夷所思。为什么人派去的人全都是接二连三的陨落？莫非那小子身边有什么强者保护不成？杜四海愤怒的咆哮声响彻整个魂灯殿。旁边一名死士沉声道：“主上，我之前就说过，梨花峰似乎并不像表面那般废物，应该真的有高手隐藏在里面，卧虎藏龙。据属下推断，我们这段时间派去的人应该全都是被那个隐藏的高手所杀，要不然单凭那小子自己有多少条命也死了。”杜四海心情烦躁，只感到胸中憋了一大口怒气，无法吐出。要是这口怒气憋的时间长了，可能会铸成心魔，对以后修行都造成影响。他愤怒大喝：“那你说该怎么办？”死士陷入沉默，束手无策。深夜4更，一股黑云飘来，遮住了月光，四下里变得伸手不见五指。梨花峰，落叶无风自动，沙沙的响，一道黑影如蜻蜓点水，所过之处，树木摇曳，乱叶纷飞。如果仔细看，便会发现这道黑影所过之处，所有的落叶都被凌厉的剑意切割开来，如雪花般飞舞，就连地面都被切割出一条没过膝盖的剑痕。这道黑影头戴斗笠，只露出一双眼睛在外面，身手敏捷，无声无息地潜入进来。龙二、龙一的孪生兄弟感知到哥哥被杀，他勃然大怒，立刻自发地杀了过来。小屋中，轰轰轰咔，寂静的夜里有沉闷的突破声接连不断的炸响，一道道桎梏被轰破，随之一股股强大的气息释放开来，横扫四面八方。苏长歌疯狂地吸收灵石，修为刷刷暴涨，很快就突破自身极限，踏入一个全新的境界。元府境，轮海境之后便是元府境。轰！元府境1重天，元府境3重天，元府境5重天，元府境7重天，元府境8重天，元府境9重天。在数亿灵石的推动下，苏长歌的修为再次破了一个大境界，来到元府9重天。他感到自己体内力量暴涨，比刚才的轮海境要恐怖足数百倍，力量更加沉稳，如深不可测的深海。轰隆！他忽然一拳轰出，空气震荡，如被雷劈，传出刺耳的轰鸣炸响。这一拳足有600万斤力量。呼！苏长歌吐出一口浊气，一股惊人的气势从身上爆发出来，四周的空气瞬间被冲击得猎猎作响，如一块石头砸进水里，让水平面泛现滚荡涟漪。但苏长歌最不缺，他只要赠送出去一丁点灵石，就会获得大把大把的灵石。也因此，修为突破到元府境后，他的修为还在蹭蹭暴涨，根本停不下来。轰！上亿的灵石再次没了。若是让其他人知道他一次吸收上亿灵石，
怕不是要被震惊的五体投地。别人1个月的俸禄最高也就100万，而他一次就吸收上亿，根本没有可比性。突破，疯狂突破，元辅境破，到宫境1重天，到宫境3重天，到宫境5重天，到宫境7重天，到宫境9重天，修为飙升，水涨船高，力量也跟着暴涨至恐怖的800万斤。苏长歌感到自己浑身是劲，脸色长得通红，大喝一声爽。就在此时，他忽然感知到一股气息正在接近，仿佛黑夜里的猛兽露出獠牙。到宫境强者不仅力量暴涨，感知力也跟着刷刷暴涨，要感知敌人来袭很简单。苏长歌此刻的感觉就好像带了夜视仪一样。龙二虽然隐匿了自身气息，悄无声息地潜伏进来，但根本逃不过他的感知。唰，他身影一动，直接出现在小屋外面的阴影中。举目望去，不远处的树上有一道黑影蛰伏在那里。黑影身材并不魁梧，十分矮小，但很精炼，一眼便知是个训练有素的杀手。这龙二远远地盯着小屋，正要杀入进去，但却在某一刻感知到眼前劲风扑面，还没等他回过神，便发现一把剑架在了脖子上。元辅境高手苏长歌从他的影子中浮现，脸上闪过一抹冷笑。龙二心头一惊，怎么回事？对方怎么已经出来了？难道自己的行踪被发现了？他大脑飞速运转，忽然脚尖一动，一把暗箭从靴子中射出，直抵苏长歌面门。砰！苏长歌一拳把暗箭砸了个稀巴烂。知道什么叫一力破万法吗？就这种雕虫小技还想杀我？苏长歌冷笑不已，不好意思，你上当了。龙二也不是吃素的，刚才那只是虚晃一招而已。趁着苏长歌轰碎暗箭的空，他就已经挣脱开脖子上的剑，咻的一声与苏长歌拉开距离，足足10米的距离。这个距离他觉得很安全。唰，龙二手中一把短刀出鞘，泛着锋利的寒芒。这是专门暗杀用的短刀，刀刃极其锐利，分明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但却因为这短刀四周被映照的一片亮堂，龙二的脸色也被映照的一片惨白，如同鬼魅。吃我一刀！他大喝一声，身形一动，如一道黑影直接闪身过来，锋利刀刃直逼苏长歌命门。苏长歌抬手就一巴掌抽了过去，肉身力量瞬间引起一股飓风，刹那间横扫四方，空间传出一阵噼里啪啦的炸响，如雷音鼎沸。这一掌直挺挺地抽在龙二脸上，噗！龙二当场喷出一口鲜血，仿佛被一座山撞在脸上一般，鼻梁骨直接被扇得塌陷下去，眼珠子都被扇掉一颗，脸上血肉模糊，极为凄惨。而那柄短刀也被一巴掌扇得火星四溅，爆碎成一团铁粉。他震惊地看着苏长歌，心底一种恐惧油然而生，惊恐道：你不是小透明，你是高手！砰！苏长歌抬手又是一巴掌抽了过去，这一掌没有任何留手，800万斤力量尽数炸裂而出，咔嚓嚓！龙二结结实实地吃了这一掌，脑袋瞬间转了无数个圈，脖梗发出噼里啪啦的骨头错位声，脑袋硬生生从脖子上掉了下来，横尸当场。苏长歌在他身上摸索一阵，成功找出储物袋，随后一拳将他打爆，呼唤道：“莲儿，出来洗地了。”他还有正事要办，这洗地的活就交给苏连月了。苏连月闻声从屋子中出来，看向苏长歌的眼神满是崇拜。他去清潭打了些水，开始冲刷地面。苏长歌重新进入小屋，火速修炼起来。天台峰魂灯殿，杜四海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这里的魂灯，以防有变。忽然，唰的一声，眼前一盏灯当着他的面竟直接熄灭，就仿佛被一阵风吹灭了一般，毫不留情，干脆利落。那是龙二？什么？我去他妈的！杜四海脸色一变，瞬间暴跳，愤怒的咆哮声瞬间引来黑压压一群死士。这些死士都是身披青铜甲胄，身上席卷着惊人的气势波动。主上，事实验证了我的猜想，那梨花峰绝对卧虎藏龙，就连龙一、龙二这种从小培养起来的杀手，踏入进去就接连陨落了。一名死士沉声说道。杜四海这时候就算不信，也终于信了，道：“好啊，好啊，我说叶青瑶怎么这么有底气？原来我们都看错梨花峰了。梨花峰真的是卧虎藏龙，是个不折不的狠角色。”他怒火中烧，满腔愤怒无处发泄，啪的一声将桌子拍了个稀巴烂。寂静的夜里一片寂静，唯有突破的声音响彻，轰轰轰，接连不断的炸响如滚雷轰鸣，震战心神。苏长歌的修为如雨后春笋一般蹭蹭暴涨，体内那一道道修为桎梏在数亿灵石强劲的灵力冲击下纷纷土崩瓦解，被强行冲破，修为再次踏入全新境界。洞虚境到宫境之后便是洞虚境，这个境界足以做到搬山填海，强横如斯。很多修士穷其一生，因为天赋资质等原因根本达不到这个级别，但苏长歌是无垢之体，拥有无穷的潜力，上限几乎是没有上限，很快便抵达这个修为。轰！突破洞虚境1重天，洞虚境3重天，洞虚境5重天，洞虚境7重天，洞虚境9重天，一直突破到这个地步。苏长歌缓缓吐出一口浊气，只感到耳清目明，眉心当中有点点慧光溢出，整个人精神饱满，容光焕发。轰！一股股无形的气浪以他为中心迅速炸开，将周遭冲击出一圈尘土，力量又提升了200万斤。他轻轻握拳，感知着体内汹涌澎湃的力量，大喜过望。
洞虚境无疑是恐怖的，直接将他的肉身力量从800万斤提升到1000万斤。这么恐怖的力量可不是盖的，一拳下去，恐怕连山岳都能轰击得粉碎，土崩瓦解。要知道，寻常修士在这个级别只有100万斤左右的力量，远远达不到1000万斤。苏长歌身怀血红色真气，8倍增幅，而且肉身成圣，重力量层层叠加之下，光是肉身力量就已经超出寻常修士一大截子，碾压。这还不说兵器与功法，若是搭配屠龙刀或北斗七星剑，再叠加系统补贴回来的剑法，杀寻常的洞虚境就跟玩一样。旋即，他将气息压制了下去，便准备出去看看苏连月洗好了的没。萧！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影从天台峰遁来。苏长歌眼眸一凝，谁？很快，那人来到近前，当看到梨花峰竟有第3个人时，来人的脸色明显一变，看着苏长歌，话里藏话道：“原来梨花峰并不是2个人，这还有一个侍女呢。”苏长歌定睛一瞧，只见来人竟是司空图，依稀记得自己之前截胡了他的圣人，转世机缘。眼下他来是要做什么？莫非是杜四海派来的？怎么，我外出收个侍女，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苏长歌冷声说道。司空图摇头晃脑道：“我只是好奇，既然有女人愿意跟着你这种毫无修为的小透明，真是搞不懂，不许你亵渎公子。”苏连月早已洗好了地，听到有人在这讥讽公子，顿时杏眉一挑，愠怒反驳。不知怎地，听到苏连月反驳司空图，苏长歌心中突然很爽。苏连月本身就是司空图的机缘，可是却被自己截胡了，相当于抢了别人的女人。可这抢来的女人眼下却反过去怒斥司空图，这就真是爽啊！他正要说话，苏连月紧接着怒喝道：“我就爱跟着公子，关你什么事？”说着，他快速走到苏长歌身后，拉着他的衣角，含羞带怯的低下头。司空图冷笑一声，也不理他，道：“小透明，我今天来不是为别的，只是听说你和黄九龙及王威他们约战了，真是搞笑。难道你忘了你没有修为，等到了比武大会，还不得被他们一拳打没了？所以我就很好奇，你到底哪来的底气，竟敢答应他们？真让我是大吃一惊啊！”司空图继续说道：“还有，这么漂亮的侍女跟着你，你也不怕到时候你没了，她被黄九龙掳走？你呀，还是太心高气傲了。别以为有个师尊护着就可以为所欲为，黄九龙他们早已踏入神功境，不是你能想象的强大。”苏长歌听不下去了，悍然打断道：“有屁快放！你们不用去了，我杀来了。你还真是心气傲上天了。”司空图脸色一寒，冷声道：“废话不多说，你既然和他们都约战了，那不如和我也约一把吧，我也想横插一脚进来。”苏长歌想也不想，直接说道：“好，我答应你的约战，先别急着答应，我还没说完呢。”司空图淡淡一笑，颇为淡漠的说道：“等到那时候，我希望你能彻底的认清自己，一个无法修炼的小透明，竟敢答应神功境强者的约战，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你可知我是什么修为？”苏长歌笑了，道：“不好意思，我修为太低，感知不到。”司空图淡漠一笑，道：“我乃神功境巅峰强者，只差一步就可踏入下一个境界，你和我之间宛如天与地的对比。好了，废话说完了，希望到时候擂台上，你千万别求我手下留情，因为我会狠狠地拒绝你。”说完，他仰天大笑，御剑而去。苏长歌对着他的背影冷笑道：“等到了比武大会，你也别向我求饶，因为我也会狠狠地拒绝你。神功境巅峰很强吗？他现在都不知道超越神功境多少个大境界了。”旋即，他佩戴上一张面具，手握双刀，朝着天台峰进发。天台峰，杜四海越想越气，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扫视全场，怒喝道：“丈孤狼、寂灭、段浪，迅速出关！”话音一落，立刻有死士上前颤声道：“主上，他们3个现在正是神功大成阶段，不宜被打扰。若是贸然出关，恐会走火入魔啊！”孤狼、寂灭、段浪3人修炼了一种魔功，名为灭杀囚笼。这是一种恐怖至极的囚禁秘术，一旦施展，虚空会浮现一个看不见的透明囚笼，可以瞬息将大批修士网罗在囚笼之中，而后囚笼会不断缩小，活活将被困的修士挤爆。由于这门秘术太过恐怖，需要3人合力才能施展出来，但同样的威力也会叠加3倍。杜四海被仇恨泯灭了理智，怒道：“怎么，本座的话不好使了是不是？”扑通，忽然一名死士统领走上前来，扑通一声跪下，道：“主上，不就是一个高手吗？我就不信他能高到哪里去。您让属下去，属下如果拿不下他的人头，愿意剃头来见。”这名死士并非一般的死士，而是统领着一整个死士队伍。他身材高大，长着一张如山般坚韧的刚毅面孔，下巴很宽，给人的感觉十分刚硬。杜四海手下死士众多，分为很多队伍，分别有很多个统领管辖。你，杜四海扫了他一眼，怒道：“你不怕死？属下不怕。”死士统领斩钉截铁道：“我身为统领，若是杀不了他，这统领之位不当也罢。好一个不当也罢，你不用去了，看今日我们谁杀谁。”突然，大殿冒出一个年轻的声音，杜四海及众多死士一惊，旋即纷纷转头，只见一道白衣身影手提双刀，大步走来。另外，感谢昨天的诸位的打赏，看后台有一位读者打赏了10块钱，谢谢支持，谢谢。一名死士震惊出口，心脏一瞬间跳到了嗓子眼，他感知不到这道白衣身影身上的气息，
神识探去如泥牛入海。他清楚的知道，感知不到修为，这说明对方的修为远远超过他。他竟然主动杀来了！他怎么敢？陡然，现场爆发一连串的惊呼声，所有的死士都懵逼了。对方竟然单枪匹马杀了过来，这特马这么牛逼的吗？杜四海一双阴沉的眼睛翻滚着奔腾如海的杀意，对方竟然不打自来，这是要当面打他这堂一封之主的脸。你是谁？为何要保护那小子？愤怒的话从他口中大喝。哪料苏长歌竟然连鸟都不带鸟他的，面具之下，一张脸直接别了过去，看着刚才那名死士统领，冷声道：既然你找死，那我就成全你。唰，他直接就出手了，左手断手，右手幽君，双刀齐下，动作迅捷如雷。呲啦，空气都被切割的震荡开来，泛现恐怖的波纹。哈哈，你杀上门来，倒让我省事了。死士统领哈哈大笑，猛地取出一把玄铁重剑对了上去。咔嚓，苏长歌一刀狠狠切在重剑上，重剑登时断裂，火星四射，直接被分为两半。而后不等死士统领反应过来，右手幽君刀破空一划，以迅雷不及之势划在了死士统领脖子上。死士统领只感到脖子一凉，紧跟着又是一热，一股说不出的痛感传来，脑袋直接飞了起来，鲜血狂喷3丈。咚，他的无头失重，重倒在地上，一命呜呼。一息不到一息，死士统领被斩首。哗，四周一片哗然，所有人都惊呆了，怔怔地看着苏长歌，只感到深深的震惊与惶恐。天啊，这人难道是职业杀手？动作这么利索，你是什么人？回答我！杜四海死死地盯着苏长歌脸上的面具，心中勃然大怒。我是谁？你无需知道，你只需要知道，招惹了我，就等于开启了你的噩梦。唰，苏长歌又是一刀划过，又一名死士统领脑袋飞了起来。那颗脑袋临死前还保留着意识，瞳孔中露出无尽的骇然，直到头颅重砸在地上，才明白自己已经被斩首。所有人心头大骇，急忙向后暴退，拉开安全距离。杜四海又惊又气，对方竟然当着他的面在他的地盘大开杀戒，岂有此理！可偏偏此人一个照面就能秒杀手下的死士统领，这不用说是一位高手，看来梨花风果真卧虎藏龙。苏长歌心头大为畅快，哈哈大笑，怪老头，你不是要杀苏长歌吗？你若有种，现在继续派人啊！说话之际，他也没动手杀向杜四海。在刚才到来之时，他发现以自己的修为，竟然还感知不到杜四海的修为，其中原因显而易见。不过他岂会惧怕，打心理战就是了。噗呲，断手刀一挥，又是一名死士人头飞起，鲜血溅了杜四海一脸。见此一幕，杜四海肺都要气炸了，感觉自己五脏六腑那股火气越烧越旺，越演越烈，恨不得现在立马扑上去将此人斩杀。但他不敢妄动，对方能够单枪匹马杀过来，必定修为极强，否则绝不会这么横。不敢赌，也不能赌，一旦赌输了，后果就是自己的命。噗呲，又是一颗头颅高高飞起，鲜血洒满了整个魂灯殿。而后魂灯殿的魂灯在大片大片的熄灭，这代表有人在疯狂屠杀天台峰的人，就是眼前这些死士。这些死士修为极强，但在修为暴涨后的苏长歌面前，连一丝反抗之力都做不到。很快，地上溅满鲜血，人头像不值钱的蚂蚁一般滚落，随处可见。苏长歌哈哈大笑，畅快的屠杀，杀到最后，他身上的衣服都被鲜血染红，几乎成了一个血人。这次屠杀使他畅快至极，要的就是这种疯狂报复的感觉。转眼间，现场的死士一个又一个倒下，倒在血泊中没了声息。咔嚓，杜四海终于忍不住了，狠狠捏了捏拳头，猛地一挥手，一道传音打向执法殿，竟然在呼叫外援。苏长歌眼中闪过一道金光，果然不出自己所料，执法殿已经被杜四海收买了。随着传音打出去，仅是一个刹那，数十名强大身影纷纷而至，踏入场中，雄厚的威压瞬间蔓延四方，空气炸响如雷霆鼎沸，压迫的空间都在断层。好一个歹人，竟敢疯狂屠杀天台峰的人，把命留在这吧。领头之人是冰玉，说话之际，他一挥手，一道恐怖的威压落下，如煌煌天威落下，似能镇压万物，横扫八方。恐怖的威压瞬间朝苏长歌镇压而去。杜四海心头一震，失声道：冰封主，你修为竟比我还强。他本以为他已经够强了，谁料执法殿一出手便如此恐怖，仅是感知到那威压都让他隐隐喘不过气。不愧是执法殿。然而苏长歌却哈哈大笑，哈哈哈，我岂会惧怕。他猛地运转，派出阴影鬼步，身影直接出现在大门的阴影中，而后从容离去，只留下一个潇洒的背影。离得老远，杜四海及冰玉等人都听到一声畅快的大喝：想留我？不好意思，小爷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不是你想留就能留得住的。冰玉眼中闪过一抹震惊，竟有人能从他的手上从容不迫地离开，这是个难缠的高手。他一瞬间理清了，可恶！杜四海气得双眼冒火，咬牙切齿道：妈的，没想到执法殿来了，竟然也没用。冰玉眼光一寒，怒道：此人极为强横，应该是个不世出的高手，今夜已经打草惊蛇了，往后梨花峰应该会更谨慎。你若要暗杀，最好不要对苏长歌下手，要改变目标，对叶青瑶下手。杜四海点点头，觉得有理。
此人佩戴面具，一袭白衣，和苏长歌打扮相似，应该是苏长歌在外界偶遇的至交好友。若要继续杀他，恐怕再也不像之前那么容易了。但叶青瑶就落单了。好，我这就调集人手，杀叶青瑶。杜四海一道传音打出去，很快，天台峰暗流涌动，朝着3处隐秘的禁地而去。那3处禁地正是孤狼、寂灭、段浪3人的闭关之处。推荐一本超好看的好书，带嫂子修仙记，超级无敌好看。响彻一声声低沉的嘶吼，声音低沉且浑厚，铿锵有力，如同是荒野猛兽发出的哞叫，又似那暴力野兽发出咆哮。一声声音波席卷开来，空气震荡，泛现可怖的涟漪。在这阵阵低吼下，前来传信的死士脸色惊变，不敢贸然踏入。足足过了很久，里面的嘶吼才停止。随之一道浑厚的声音传了出来：“你等了足足3个时辰了，说吧，何事？”死士心惊道：“孤狼，你魔功大成了。”洞窟之中不是别人，正是孤狼。孤狼沉声道：“不错，经过50年闭关，直到刚才，这门魔功总算是练成了。”说到这，他忽然料到了什么，冷声道：“不过，你这无事不登3宝殿的，是不是峰内发生什么大事了？”您果真料事如神，出大事了。这名死士走了进去，将今夜发生的事情全盘托出，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得知情况，孤狼的眼睛顿时一寒，他的瞳孔是蓝色的，在黑暗中显得格外冷冽，无情又渗人。这是狼的眼睛，它是一头狼类妖王化形而成的强大修士。咔嚓，孤狼扭了扭脖子，发出声声噼里啪啦的骨关节脆响。轻蔑道：“多高的高手啊，竟然能闯进魂灯殿大开杀戒！他实力非常强，就连冰玉老前辈出手都镇不住他。”死士牙根痒痒，恨恨道：“所以主上转换目标，准备杀叶青瑶，反正梨花峰那2个必有一个要死。”孤狼走出洞窟，远远凝视着黑夜中的梨花峰，冷笑道：“什么高手？在我看来，不过是徒有虚名罢了。你给主上说一下，让他等我的好消息。”诺。就在孤狼出动的同时，天台峰山下一处不起眼的茅屋之中，一道雄壮魁梧、胸肌如山的中年人缓缓睁开一道眸子。这道眸子一片漆黑，漆黑如墨，没有瞳孔，仿佛是一片黑暗与虚无，空洞而又深沉。而此时，他的对面正跪着一名死士统领。这名死士统领在死士中的身份可谓是极为尊贵了，身披铠甲，腰佩宝刀，但在中年人的面前，只能乖乖地跪着，头上已经冒出冷汗，感到莫大的压力。只杀叶青瑶怎么够？要不等会我把他以及苏长歌还有那名高手一块灭了。中年人没有名字，只有代号寂灭，意思是在一片死寂中将别人无情毁灭。说话的同时，他嘴角涌现一抹高傲，似乎是对那名高手的不屑。主上做事谨慎，你先杀了叶青瑶，其他的事等候主上命令。死士统领沉声说道：“不就一个高手，至于让你们这么谨慎吗？”寂灭冷笑一声，也不多说，猛地拿起身旁一把巨大的乌金三叉戟，道：“希望等等，那名高手不要让我失望。”旋即虚空泛现涟漪，他的身影与虚空融为一体，消失不见。同一时间，天台峰深处一间黑漆漆的密室之中，这密室乃是金铁浇筑而成，极为坚固，恍若铜墙铁壁般牢不可破。但此刻突然一声巨大的炸响，密室被从内部击破，被硬生生打得变形，突出一个拳头印子。紧跟着又是轰轰数声巨响，密室别的部位也出现几道硕大的拳头印，最终轰然告破，炸得粉碎。50年了，洒家此次出关实力大增，远超从前。一名胖和尚从密室走出，手拎一把锋利巨大的水墨禅杖，身上翻滚着剧烈的波动，气息如龙，生猛无比。他肥头大耳朵，虎背熊腰，脊椎骨如舍利子撑起，正是段浪。他本是一名佛修，但修的却是金刚杀伐之道，崇尚以暴制暴，以恶制恶，什么人都杀。在密室旁边，一名死士正恭恭敬敬地跪在那里。再来的时候，他已经将事情与段浪说明了。段浪扫了他一眼，大笑道：“看洒家本事。”他走后，这名死士急忙回去复命。消息很快传遍天台峰，很多死士收到消息，纷纷脸色一变，倒吸一口冷气，惊心道：“孤狼、寂灭，我的天哪！还有段浪，这3个狠人齐齐出关，竟是要屠戮一峰之主啊！主上这次下了狠手了。”没过多久，天台峰铁索桥虚空一阵波动，3道恐怖的身影突兀浮现，轻手轻脚向桥那端潜入进去。漆黑的夜里，四下无光，铁索桥轻轻颤动，暗流涌动，杀机暗伏。桥的那边就是梨花峰了。而与此同时，梨花峰小院中，叶青瑶睡得正沉，丝毫不知道自己已经被3人齐盯上。小院门前，一道身影瞬息而至，白衣翩翩，不染纤尘，正是苏长歌。他从冰玉手上从容离开后，径直回到这里。路过小院门前时，他停了下来，眼眸微凝，道：“杜四海修为那么高的吗？我都升这么多级了，居然感知不到他的气息。而那冰玉甚至比他还要强。这些反派一个个的都挺牛啊。”说到这，他突然灵光一闪，明白了什么。宗门在很久以前可是圣地级别的庞大势力啊，现在即便是退居幕后，很多新晋圣地都闻之色变。如此可以想象一个峰主级别该有多强了。看来我还需要快速提升修为，不但是为了杀杜四海，更是为了比武大会。
一想起比武大会，苏长歌眼睛就放光。宗门之中，天才云集，高手如云。自己若是将修为提升到足以杀掉封主级别的程度，那碾压那些天才还不是轻轻松松的，堪称暴力横推。提升修为，那不如把剩下的灵石全都吸收了。他心念一动，进入系统空间。之前他吸收的已经够多了，但灵石的数目实在太多，没有吸收完。主人，小氏感觉到他进来了，化作人形，发出一声呢喃。苏长歌对他微微一笑，随后不愿浪费时间，径直走到灵石跟前，放目看去，无数闪闪发光的灵石在那里堆积如山。他将手掌放在成堆的灵石上，嗡的一声，灵石的光芒急速变淡，里面的灵气全都被他吸收进入体内。一时间，苏长歌只感到铺天盖地的灵气涌入体内，在体内四处奔腾游走。少许后，巨量的灵气纷纷被转化为精纯的力量。咔嚓！忽然一声炸响，他体内那道属于道恭敬的桎梏被滚滚灵气猛地冲开，被冲击得稀巴烂。霎时间，他的修为蹭蹭暴涨。人体蕴藏着数不尽的潜力，这种潜力在动虚境之前不会被开发，而一旦破开动虚境桎梏之后，这潜力便会被全面激发。一旦激发，修为便会迈入一个全新的层次，这个层次便是虚神境。虚神境与之前其他境界截然不同。如果说之前的境界是量的提升，那虚神境便是质的提升，量变引起质变，这个提升无疑是恐怖绝伦。虚神有6境，分别为神武境、神通境、神刚境、神威境、神域境、神罗境。轰轰轰！一阵阵突破的炸响接连不断的响起。苏长歌的修为在巨量灵石推动下，一举激发体内潜力，破开道功，踏入虚神境第1境。神武境1重天，神武境3重天，神武境5重天，神武境7重天，神武境9重天。短短片刻，苏长歌修为踏入神武9重。他深吸一口气，仔细查看自己的变化。他整个人长高了许多，英姿飒爽，玉树临风，身材线条看上去健美无双，面容俊朗，剑眉星目，如天人亲手雕刻的艺术品。体内的巨力也来到了1300万斤，仅是提升一个境界，力量就足足涨了300万，堪称恐怖的提升。但这么恐怖的提升，需要消耗巨量的资源。苏长歌赫然发现，仅是这一个大境界，所有的灵石就已经被吸收光了，只剩零零散散几颗极品灵石。主人，你好帅啊！小氏怔怔地看着他，美眸银光流转，直到目光在苏长歌身上停留数息之久，他这才意识到自己花痴了，赶忙回过神来。不得不说，虚神境给人带来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搞得他激动的芳心扑扑乱跳。很快，小氏就来到苏长歌身前，弯下腰，托起他的手，鼻子在他手掌上闻来闻去，认一下新气味。苏长歌任由他这么闻着，目光也在他曼妙的腰肢上扫过，微微一笑，道：“你的修为也该提升一下了。”小氏修为只有后天境，虽说血脉压制很强，但仅仅只是后天，说出去也太磕碜人了。所以苏长歌打算帮他提升，毕竟小氏强了，跟自己强是一样的。而且比武大会上，妖兽也是实力的一部分，所以必须将他供给上去。主人，我等你。小氏贝齿轻启，声音轻婉动听。苏长歌浅浅笑道：“要不了多久，你的修为就会蹭蹭暴涨。小氏后天境就已经很强了，若是修为飙升，那还不知道会恐怖到什么地步。”想到这，苏长歌心里十分畅快。就在这时，他突然感知到了什么，眉头一皱，外面好像有人。在他的感知中，小院门前好像来了3个人，每一人身上都荡漾着恐怖的气息波动。这股波动极不寻常，来势汹汹，杀气腾腾，又有麻烦找上门了。苏长歌心神一动，瞬间退出系统空间，出现在外面。他并没有打草惊蛇，而是潜伏在了影子中。黑暗中，3道魁梧的身影由远逼近，速度极快，行走如风，雄厚的真气如海啸扑面，劲风嗤嗤作响。哈哈，早就听说梨花峰峰主貌美无双，尤其是那2条又白又长的腿，哎呦他妈的，真让洒家心痒。如今趁着这个空，嘿嘿，和尚，你就不能收敛点？洒家收敛个毛！你别他妈跟洒家装清高。说老实的，闭关50年，都快闷出毛病来了，你就从没想过女人？3人一路有说有笑，寸寸逼近过来。苏长歌一听，眼猛猛地发冷发寒，瞳孔爆发出极端的恨意，胸中滔天的愤怒在燃烧。这些人竟把主意打到了美女师尊身上，妈的，找死！美女师尊是他的，谁也夺不走，是他的逆鳞，谁碰谁死！咔嚓嚓，苏长歌狠狠握了握拳头，但却没有贸然出击，因为他发现这些人修为极强。得之曲，咻的一声，他的身影静悄悄地出现在其中一人身后，那人正是寂灭。惨白的月光下，寂灭脑后忽然浮现一个黑影，紧跟着便有刺眼的剑光掠过，一闪即逝。北斗七星剑削骨如削纸，在寂灭后脑勺一削而过。寂灭的步子忽然止住，脸色霎时间变得苍白如土，身子愣在了原地，仿佛被定住了一般。寂灭，你怎么不走了？胖和尚肥头大耳朵，显然还没弄明白事情的不对劲。孤狼这时候也疑惑道：寂灭，你怎么了？下一刻，寂灭一半脑壳突然突兀的朝前滑落，
散发出一股刺鼻血腥味，随后砰的一声砸在地上。砰！寂静的夜里响起重物落地的响声，声音不大，却如重锤轰击在胖和尚二人的心头。寂灭死了！叶青瑶，那道白衣身影究竟是谁？一瞬间，胖和尚和孤狼眼皮一跳，心头大惊，竟有人无声无息做掉了寂灭。谁？是谁？谁有这么大的本事？不好，此地有鬼！孤狼惊呼一声，眼神迅捷地扫视四周，变得异常谨慎。胖和尚瞳孔骤凝，眼睛鼓溜溜地转，警惕地观察四周。可他们观察了很久，四周没有任何的风吹草动，一切都显得风平浪静。孤狼鼻子闻了一下，突然豁然开朗，惊呼道：“不对，是影子！注意影子！”他是狼修炼化形，嗅觉十分灵敏，闻到了影子中有人类的气息，这让他一瞬间便理清了，问题就出在影子之中。听这么一说，胖和尚也反应过来了，急忙朝着自己的影子一掌轰出，体内顿时爆发出惊涛骇浪之声，急呼道：“孤狼，此人很怪，不要留手，快去死吧！”他眼疾手快，一上来就使出杀手锏，直接发动灭杀囚笼。孤狼反应也不慢，大手一挥，一股诡异的力量爆发，直接将自己的影子禁锢住。苏长歌顿时感到自己好像被封闭在了某个空间中，空气中似乎有一个无形的牢笼将自己罩在了里面。下一刻，空气中传出噼里啪啦的响声，空气被层层压缩。灭杀囚笼虽说需要3个人才能施展，但2个人也能够催动，只是威力略低一丝。随着他们的催动，苏长歌感到囚笼在一点一点的缩小，一股强横的力量就像四面看不见的墙壁，从四面八方朝着自己挤压而来，想将自己挤爆。哦，这就有意思了。他不禁反笑，倒是没想到对方竟然会用这种手段。自己肉身无敌，圣人之躯，他能挤爆。原本苏长歌觉得这3人修为强横，兴许会使用什么他意料不到的杀人手段，所以自己小心驶得万年船。谁料自己哪一项最强，他们偏用哪一项来挤兑自己，真是反向歪打正着啊！想到这，他索性现身了。胖和尚和孤狼顿时看到一道白衣身影从影子中浮现而出。哈哈，我就说问题出在影子里。孤狼狠狠地吐出一口恶气，怒声说道。说话间，他猛地将灭杀囚笼催动到了极致。胖和尚也冷笑一声，和孤狼一起催动灭杀囚笼。顿时间，苏长歌感到四周的空气正被急速压缩，空间越来越小。不过一息时间，一股禁锢力量直逼命门。砰砰砰！强大的压力下，一阵阵炸响响起。等炸响消失，苏长歌屁事没有，灭杀牢笼却不攻自破，被苏长歌的强悍肉身硬生生撑爆了。我操！孤狼震惊了，这他妈是什么肉身？是我一禅杖！胖和尚反应迅捷，挥舞金刚禅杖，浑身劲力齐出，风声呼哧作响，厚重又锋利的禅杖挥向苏长歌。砰！禅杖狠狠地砍在苏长歌身上，顿时火花四溅。胖和尚只感到一股强大的震力袭来，肩膀被震得骨酸筋麻，一个没忍住，直接倒飞了出去。就在他飞出去那一刻，孤狼瞳孔巨缩，高呼道：“不好，注意影子！”胖和尚心头一震，可是身体不受自控的飞出去，怎会有能力袭杀高速移动的影子？他的影子随着他向外倒飞，也在倒飞。唰的一声，影子中探出一道身影，北斗七星剑刺了出来，一剑刺穿胖和尚的喉咙。胖和尚刚发出一声痛苦的惨叫，北斗七星剑朝外一甩，他的脑袋当场分家。一系列操作行云流水，迅捷无比，惊呆了孤狼。他脸色大变，二话不说拔腿就走。想走？苏长歌冷冷一笑，身子直接转移到他的影子中，同样的一剑刺去。咔嚓一声金铁交击之声响起，北斗七星剑刺在了一面黄金护甲上，护甲只坚持了半秒就被刺穿，直抵孤狼心脏。噗呲，一剑穿心，一缕缕鲜血渗了出来。你就是那名高手吗？是我们错了。孤狼话未说完，两眼一翻，断气了。他刚才觉得自己能秒杀这高手，可现在话都没说完就被对方秒杀了，死得憋屈至极。苏长歌在他身上摸索一阵，获得一本发黄的经书，随后他又去胖和尚和段浪身上摸索一阵，成功得到2个空间戒指。就在他刚搜完之时，小院的门突然啪的一声打开了，叶青瑶走了出来。苏长歌眼眸一凝，急忙心念一动，身影一下子消失不见。他瞬移在了叶青瑶的影子之中，离那么远，叶青瑶刚刚只看到一道白衣身影，看不太真切，喃喃道：“又是他。”他是被打斗声给惊醒的，急忙出来查看。可出来之际，战斗已经结束，他只看到了那道白衣身影离得老远，好像在搜索战利品。他走上前去，很快认出了被杀的3人。很明显，这3人是来杀他的，可却再一次被那道白衣身影杀了。那道身影究竟是谁？为什么2次救我？叶青瑶喃喃自语，不知怎地，脑海中猛然浮现苏长歌的身影，一袭白衣，潇洒不羁。难道天台峰、魂灯殿？操！我去他妈的！杜四海心情如同坐了个过山车般暴跳如雷，大声咒骂，使劲地打砸店里的一切。地上到处都是摔碎的杯子和桌椅。段浪他们3个出发的时候，
他就一直密切关注他们的魂灯，然后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魂灯从茁壮到微弱，再到唰的一声熄灭。他的脸色顿时大变，毫无疑问，段浪他们3个合力都被杀了。他老奸巨猾，一下子就猜到，肯定是那位高手出手了。杜四海狠狠打了个哆嗦，失声道：“那个高手到底有多强？”场中很多死士统领脸色纷纷变了，震惊纷纭，狂吸冷气，连那3位都被杀了。那位高手的实力恐怕强到了极点。主上，要不算了。一名死士统领颤声开口，话音刚落，啪！一个狠辣的巴掌击穿层层空气，瞬间将他抽的门牙全部断裂，满脸鲜血，栽倒在地。杜四海怒吼道：“我岂能咽下这口气？此事先放一放，等我帝都战天回来，要他的命！”另外一边，梨花峰、叶清瑶很快回过神来，红唇开合，紧张道：“不好，我得赶紧去看下图儿。”唰的一声，他朝苏长歌的住处走去。大收获，灭杀囚龙秘籍，禅意连环甲。苏长歌听到他要去找自己，眉头不由得微微一皱。若美女师尊发现自己不在小屋，那不就……想到这，他静悄悄地脱离影子，瞬移到大树影子之中，随后飞速赶回小屋。很快，苏长歌辗转各个影子，回到小屋。此时，由于入夜很深，苏连月已经睡着了，他腿上的被子角掉在了地上，大半截雪白的长腿露在外面。苏长歌轻轻关上门，随后为他掖了掖被角，而后他正要盘膝坐下，突然灵机一动，自语道：“师尊还没到，那我不如趁这个时间查看一下收获，等他到了，刚好可以刷补贴。”说干就干，他取出了刚才再从那3人身上搜出的储物戒指，打开第一个戒指，里面有很多通红色的丹药，有摄人的威压鼻面而来。魔道所用的丹药，戒指中放的全都是魔丹，清一色全都是魔道疗伤丹药。再打开第2个戒指，里面有2样东西，一本功法秘籍，一件纯金浇铸而成的黄金甲胄。功法秘籍封面有名字：灭杀囚龙。苏长歌看上一眼，顿时欣喜若狂，这应该就是他们刚才对付我的杀手锏，可现在却归我了。好啊，好啊！随后他又看了一眼这甲胄，猛地眼睛一亮。这甲胄不知叫什么名字，但从外表看便知是宝物。甲胄表面金光万缕，耀眼的光芒绽放，宛如道韵一般飘渺无垠，围绕在甲胄周身，层层叠叠，浓郁无比，亦有古老的气息，宛若流星划过，绚烂璀璨，耀眼光明。苏长歌不认识这甲胄，灵机一动，打算让黑暗魂帝帮忙看看，而且还要指望黑暗魂帝给切断这上面的命运线，然后给重铸成别的甲胄呢。半块灵石放在了翡玉桌上，只听呲溜一声，灵石不见了，而下一刻，黑暗魂帝的身影浮现而出。呼！黑暗魂帝狠狠地吸了一口崭新的空气，回味无穷，道：“苏醒的感觉真好。”苏长歌翻了个白眼，但很快不露声色道：“前辈，有件事请你帮忙。”闻言，黑暗魂帝看了一眼黄金甲胄，顿时脸色一变，失声道：“年轻人，你竟然能得到这种宝物？”苏长歌就知道他肯定能看出来，猛地心头一喜，问道：“前辈，这是什么宝物？”此物名叫禅意连环甲，看起来很重，但穿起来就像禅意一样轻薄，防御力极强。若穿在身上，就相当于你修炼了一门强横的肉身霸体术。这么恐怖！苏长歌心中大喜。年轻人，你知道九龙霸体诀吗？吾当年要是能得到此物，就不用苦苦修炼九龙霸体诀了。实不相瞒，吾当年足花费100年时间，才终于将九龙霸体诀修炼到顶层，肉身强度这才恐怖绝伦。可如今来看，你小子穿上此物，就顶我100年苦修，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黑暗魂帝心中生出一种深深的被打击的感觉。苏长歌嘴角暗暗扬起一个诡异的弧度，随后道：“麻烦前辈帮我切断上面原持有者的命运线，随后重铸成别的甲胄。”小事，这都是小事。黑暗魂帝高兴得满面红光，打心眼里为苏长歌高兴，但事实上他是在为自己高兴。无论苏长歌获得多么恐怖的宝物，等到了最后，还不都是他的？想到这，他脸色越发的兴奋起来，沾沾自喜。随后抬手一指，指尖轻触在禅意连环甲上，一道沉闷的声音响过，上面断浪的命运线被彻底切断。而后，黑暗魂帝大手一挥，浩瀚的威压喷涌而出，禅意连环甲瞬间扭曲变形，被压缩成一团纯金色的金铁。这金铁金光闪闪，照耀的屋里如同白昼，一眼便知是绝佳的材料。苏长歌心头大喜过望，爽快无比。材料越好，铸造出的东西肯定越宝贵，那赠送出去后刷回来的补贴肯定更牛逼。黑暗魂帝手掌不断拍出，横击到金铁之上，重铸甲胄。仅是几个呼吸时间，一件崭新的甲胄便重铸而成了。苏长歌放目望去，只见新甲胄通体纯金，熠熠生辉，恍若天神之甲。忽然，甲胄闪过一道光，刹那间，小屋中霞光万缕，甲胄上无尽的神秘纹路浮现，玄光四射，绚烂夺目，好像星辰一般璀璨，耀眼至极。吾当年全盛时期一直在找这种级别的材料，想要打造一件绝世宝甲，可是穷其一生都没找到，而现在终于找到了。黑暗魂帝一拍大腿，畅快大笑。苏长歌问道：“这是什么宝甲？”
黑暗魂帝高兴得喜眉笑眼，兴奋大喝道：“此乃混元护心甲，防御力绝顶，一旦穿上，肉身即可会达到一个超长的地步，无惧一切刀枪，甚至无惧渡劫天雷。”我靠，这么强！苏长歌猛地乐呵了。渡劫他知道，修士到达一个瓶颈，便要渡劫，而渡劫天雷，轻则让人重伤，重则丧命，魂飞魄散。他肉身成圣，肉身强横无双，若是再穿上此物，那就是强上加强，如虎添翼。以后要渡雷劫，就跟玩一样。不过这东西他自然不会自己用的，刷个补贴他不香吗？想到这里，苏长歌心中无比高兴，畅快至极。他在这高兴，黑暗魂帝比他更高兴，高兴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他看着苏长歌，目露灼热，只感到自己真是捡到了宝，幸好遇上了此子，我才能获得这么恐怖的金铁，打造出如此恐怖的宝甲。等夺胜那一天，这玩意就是我的了。眼下我只需静静蛰伏下来。嘿嘿嘿，脑海中刚划过这些念头，黑暗魂帝的身影猛地暗淡了许多，仿佛一盏残灯，一吹就灭了。这让他脸色一正，失声道：“糟了，无灵力又不足了，先回镯子里睡了。年轻人，你要加急修炼，争取早日突破到更高境界。”话未说完，他就坚持不住，陷入沉睡。也就在他消失的下一刻，外面突然响起一阵脚步声，紧接着叶青瑶的声音响起：“徒儿，你在里面吗？”叶青瑶：“徒儿，你送我的宝贝越来越厉害了。”叶青瑶担心的心脏都快提到嗓子眼了。那3个狠人去暗杀他，可那位白衣人不知为何屡次救他，但徒儿没人救啊，所以他担忧是否还有别的人过来暗杀徒儿。眼下他站在苏长歌门前，紧张无比，心脏蹦跳，不敢推门而入，生怕推开门之后映入眼帘的是满屋是血的景象。忽然里面传出一道熟悉的声音：“师尊，我在呢。”声音不大，却犹如定心丸，响彻在叶青瑶心头。呼！叶青瑶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心中陡然生出一种恍惚之感，庆幸无比。吱嘎！苏长歌推开门，面庞含笑的看着他。叶青瑶情绪十分激动，猛地冲上来将他死死抱住。白希玉手紧紧环抱住他的腰，颤声道：“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就在这时，他忽然察觉到了什么，徒儿的身高似乎比以前更高了。依稀记得自己之前和他相拥的时候，自己是到他的下巴的，可为何现在只到他的胸膛？徒儿你长高了。他刚说完，忽然留意到苏长歌的面容比之前更加俊朗，面如冠玉，目若朗星，风神秀逸，如卓氏家公子，比起之前更加的英俊帅气。也就在这时，他忽然心头一震，发现了更令人吃惊的地方，徒儿这一身白衣好像和刚刚那道白衣身影很相像。正想着，苏长歌淡笑开口：“师尊，您怎么了？为何这么激动？”叶青瑶踮起脚尖，一双洁白无瑕的玉手捧着他的脸，仔细的打量，很久之后道：“没事。”那道白衣身影是他吗？他不敢置信，猛地摇头道：“徒儿，刚才天台峰有3个狠人潜入梨花峰要杀我，但到后来有人救了我。你这里有没有杀手过来？有没有人保护你？没人杀到我这。”苏长歌心知肚明，缓缓摇头道：“没人就好，没人就好。”叶青瑶长舒一口气，突然灵光一闪，又道：“你先在这别动，我去就回来。”苏长歌疑惑道：“师尊，你要去哪？”执法殿。叶青瑶声音猛地冰冷道：“天台峰派人过来，但很可惜，他们失败了。我要去执法殿告发他们。”苏长歌摇摇头，笑道：“师尊，你去了也是空跑一趟。”叶青瑶神色一滞，不解道：“为什么？”苏长歌暗暗挑明道：“他们敢杀来，那肯定提前做好了准备工作，说不定杜四海早就收买了执法殿了。他们现在是一伙的。”叶青瑶恍然大悟：“这帮杂碎，师尊先跟我来。”苏长歌拉着他的手，带他去旁边的石头上，让他坐在自己腿上，随后揽住他的腰，道：“师尊，我这里有点小机缘，送你了，拿去吧。”他取出混元护心甲，放在叶青瑶玉手之上。叶青瑶脸色刷的一变，大感震惊，这甲胄好像是极度恐怖的至宝。他仅看了一眼，立刻便断定这是一件防御至宝。苏长歌帮他将外衣褪去，贴心的为他披上甲胄。顿时间，甲胄闪烁一道光，自动转变成一件薄薄的呢长雨衣，仿佛是为叶青瑶量身定做的一般，大小正好，十分得体。这种级别的宝物可以根据穿戴之人的身材性别自动调整外观以及大小长短。呢长上身顿时将他曼妙的身段衬托得更加优美，整个人亭亭玉立，如绝世俏佳人，窈窕多姿。徒儿，你送我的宝贝越来越厉害了。叶青瑶红唇蠕动，心中骤然涌现一道暖流，一抹感动油然而生，感到徒儿对自己越来越好了。师尊，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意，您对徒儿特别好，让徒儿抱着您的大腿吃了整整4年软饭，如今徒儿屡获机缘，肯定会报答您。苏长歌摸了摸他的俏脸，笑道：“动物尚且如此，何况是人呢？你说是吧，师尊？”叶青瑶被他说的心中暖流阵阵，意暖融融。但下一刻，他猛地想起那3个狠人，顿时担忧起来，道：“如此防御至宝你都送我了，那你怎么办？”苏长歌淡淡一笑：“我随便就好了。”叶青瑶樱桃小口顿时张得大大的，大受震动。徒儿对我这么好，却对自己那么随便。他心中呢喃，
感到徒儿的话仿佛是冬天的暖风，注入到了自己心田，感动至深，潸然泪下。陡然，他泪流满面，感动的泪水哗啦啦往下掉，猛地环抱住苏长歌的脖子，道：“呜，徒儿，你对我真好。”呜呜，距离这么近，苏长歌能够清晰地感知到他吐气如兰，脖子间也猛然流过一股股热流，那是叶青瑶感动至深的泪水。好了，师尊，不哭啊。苏长歌拍了拍他的背，轻声道：“师尊这么漂亮，哭起来就不好看了。我知道，可我忍不住。徒儿，你对我太好了，我好感动啊。”叶青瑶心潮腾涌，像平如镜面的湖泊泛起层层微波，心里都是感激的喜悦，无法自己，眼泪不由自主地滑落。苏长歌没有再说话，只是把他紧紧地搂在怀中，时空仿佛在此刻定格住。这一刻，叶青瑶感到自己的心像是断流的河床，被涓涓暖流滋润，心里似乎有一股暖流在心房中穿梭。那是徒儿的话，我随便就好了。多么轻描淡写的话，但满含着他对自己的深情，虽不是海誓山盟，但却比海誓山盟暖心千倍万倍。这份爱我会好好珍惜。叶青瑶紧紧抱着他，心中情绪翻涌，情意连绵，情韵悠长，足足好久，他才舍得分开。我先回去了，这是鸳鸯符，分雌雄双对，可以用来传音。如果你出现什么不测，我立刻就能感知到，过来救你。叶青瑶取出一个玉佩，递给了苏长歌。苏长歌将其接在手中，道：“多谢师尊。”叶青瑶又将他抱住，这次抱了很久，他这才拭去眼泪，依依不舍地离去。他刚走，苏长歌脑海当中系统补贴准时到账。叮，你送出了一件混元护心甲，100亿补贴生效，触发超量暴击。本次超量暴击倍数419000倍，恭喜宿主获得盘龙玄金宝甲。盘龙玄金宝甲，苏长歌心头一动，自语道：“听名字应该很牛逼。”他有所预料，这又是盘龙又是玄金的名字起得这么高大上，那如果不牛逼，肯定不可能。要知道刚才送出去的宝物可是混元护心甲，那现在这么高倍数的暴击，补贴回来的能是垃圾货色？打死也不信。这般想着，他将甲胄取出，低头看去，顿时激动的一跳。只见此物变身玄金之色，闪耀着纯粹耀眼的光芒，表面流淌着浓郁的道韵，犹如一层云雾，氤氤氲氲，飘飘渺渺，浑然天成般缭绕在甲胄四处。此外，还有种种规则秩序大道在甲胄表面绽放亿万缕神霞，无数道运规则恍若大道锁链萦绕周身，玄光无尽，绚烂缤纷。不仅如此，甲胄表面竟然还篆刻着层层叠叠各种图案，花草树木、飞鸟走兽、山川河流，几乎将世界万物都悉数篆刻在一件甲胄之上。卧槽！苏长歌震撼了，宝物，这绝对是宝物，几乎是将整个世界都篆刻在了一件甲胄上，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了。下一刻，系统声音响起，系统提示：盘龙玄金宝甲，上古地族皇帝以族内神铁祭天，获得天道垂恩，降下玄金云铁，皇帝用云铁铸就此物，防御激增，横推无敌，于涿鹿之战大败蚩尤。话音落下，苏长歌激动的手腕都在微微发抖，怪不得这盘龙玄金宝甲如此不凡，原来是地族皇帝所铸之物。发了，这下真的发了。他立刻将此物穿在了身上，甲胄上身顿时感到一股深邃浩荡的压力贯彻下来，将圣人之躯都压迫得咔嚓作响，体内所有的筋腱骨骼都在此刻被压迫的爆发千军万马奔腾的声音。实在是这甲胄太重了，苏长歌粗略估计应该足有亿万军重，恐怖的重力几乎将他压倒在地，但他强咬着牙硬撑着站起来，腰杆子挺得笔直，如同一杆银枪，宁折不弯。是很重，但他岂会惧怕？轰咔咔！就在此刻，他体内忽然传来一声刺耳的炸响，一下子他感觉说不出的畅快，仿佛体内某道桎梏在恐怖的压力下被贯穿，被压迫的粉碎。轰！一股强横的气浪从他体内炸响，席卷而出。这是苏长歌瞳孔放大，不明所以。轰！力量节节攀升，1500万斤，1700万斤，1900万斤，2000万斤，3000万斤，5000万斤，8000万斤，力量足足暴涨到8000万斤，这才堪堪停止下来。苏长歌顿时感到身上的压力骤然减轻，正在疑惑为什么，突然明白过来，自己的肉身力量提升了。圣人，原来这才是圣人之躯的恐怖吗？他赫然明白了原因，之前肉身成圣的时候并没有激发出体内真正的圣人力量，而现在盘龙玄金宝甲这强大的压迫下，阴差阳错地打通了他的肉身，将他圣人之躯成功激活，将圣人肉身的真正力量全面激发了出来，足足8000万斤力量，并且似乎还有潜力没有被释放出来，需要更大的刺激才行。但现在这肉身力量已经足够恐怖了，若是一拳轰出，怕不是连千古神山都要被轰成渣。忽然，盘龙玄金宝甲表面一道奇光闪过，霎时间甲胄千变万化，如同沧海演变桑田。盘龙玄金宝甲一寸一寸的变化，最终变化为一件轻盈如蝉翼的白衣，跟他身上原本的白衣一模一样，如量身定做一般，多一寸嫌多，少一寸嫌少。苏长歌明白，这是和混元护心甲一样，会自动变化，让穿戴之人方便，不然穿着这么一身招摇过市，那他们不跟傻帽一样？大热的天，你穿着一身铠甲，而且还他妈这么重，累不累啊？牛，这次真他妈赚大了！苏长歌满面红光，
高兴的简直不能自己。旋即，他便想起了正事，得赶紧给小世寻找提升修为的东西了。提升修为无非2样：第一，灵石；第二，宝物。他打算去天台峰看看有没有机缘可以截胡。打累了吗？那就该我了。也就在这时，苏长歌突然灵光一闪，想起了苏连月。哎，要是小世跟莲儿一样，呼吸都能长修为就好了。苏连月和他刚好反着来，他是圣人肉身，苏连月是圣人神魂。如果他和苏连月合到一起，那就彻底无敌了。可惜不能这样合体。算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小世拥有洪荒凶兽穷奇血脉，已经够强的了。刚说完，他忽然又想到了什么。咦，师尊有宝甲，我也有宝甲，就莲儿没有，这不公平。那就有机会的话，顺便也给莲儿弄一件宝甲。给莲儿弄宝甲也不难，无非就是看看能不能截胡谁的机缘，跟帮小世截胡机缘是顺道的。旋即，苏长歌朝天台峰前去，刚走没2步，他忽然意识到了什么，自嘲道：等下，现在天还没亮，办不了啊。现在黑夜如墨，天台峰人都在闭门休息，去了岂不是要睡草丛？那就只能等天亮了。算了，先回屋吧。他朝着小屋走去，不料就在这时，一道黑影忽然落在面前。苏长歌猛地一愣，倒是没想到竟然又有麻烦找上门来了。但下一刻，他看了此人一眼，猛地咧嘴笑了。这是一名青年男子，长得5大3粗，体格健壮，2头肌硕大，但修为却只有后天境1重天。苏长歌认出他来了，他也是天台峰之人，是王威的远房表弟，名叫王康。当初靠着王威的关系才拜入进来，毫无修炼天赋，修炼好多年了，修为还只是破开了那一层凡人与修士之间的屏障，踏入后天1重。然后很多年过去，还是后天1重，毫无寸进，修为就好像卡住了一样，怎么都不再升级了。说白了，就是个废物。眼下他这3更半夜的找自己，是要干什么？就在这时，王康说话了，他轻蔑扫了一眼苏长歌，大袖一甩，拳头骨关节咔咔作响，冷冷道：喂，小透明，我刚学会了一门拳法，十分强横，特地找你来练手。哦，苏长歌宛如看待智障般看着他，拿自己练手？马勒戈壁的是活腻歪了吧？宗门那么多人，你不找他们练手，偏偏找我，为什么？淡淡的话语从他口中说出，王康也不隐瞒，冷笑一声道：实话告诉你吧，我也很想找别人练手，但很无奈，别人都太强大了，就连一个杂役修为都远超过我，所以我只能欺负你这个小透明了。我操！苏长歌心中1万只羊驼奔腾而过，这尼玛认真的吗？不过想想也是，自己明面上还不如他呢，不能修炼，毫无修为，是宗门中垫底的存在。这种情况下，他找自己也是顺理成章了。不过嘛，噗嗤，他忽然嘴巴一张，活生生被气笑了。自己现在肉身成圣，而且身上还穿着盘龙玄金宝甲，恐怖的防御力层层叠加，他打得动？行，我站着不动让你打，来吧。苏长歌索性让他好好打，哈哈哈，小透明，看我不一拳打爆你！王康哈哈大笑，双拳一握，骨关节爆发出强横的炸裂声，如雷声鼎沸，震耳欲聋。随后猛地一拳轰出，轰！空气传出一声炸响，气流震荡，烈烈作响。这一拳结结实实地砸在了苏长歌身上。然而让王康匪夷所思的事出现了，他这一拳下去，苏长歌屁事没有，甚至连衣服都不带动的，反而自己的拳头被震得骨关节炸裂，碎骨迸溅，鲜血淋漓，噗噗噗，好疼，好疼！王康脸色大变，疼得原地乱跳，只感到深深的不可思议。卧槽，这他妈怎么回事？再来，加油！苏长歌笑道：你敢小瞧我？王康勃然大怒，咬咬牙，运转劲力，再度出手，轰轰轰轰轰轰，一道道拳劲接连不断的轰出，狠狠地轰到苏长歌身上。王康一连轰了18拳，一拳比一拳的力道更猛，一拳比一拳劲大。寂静的夜里传出低沉的吸气声和拳头撞击声。王康卯足了劲，使劲地轰打苏长歌。一阵攻击过后，苏长歌什么事都没有，王康反而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这就累了，继续啊！苏长歌笑嘻嘻地看着他，我打死你！王康一下子来了火气，深吸一口气，砰砰砰的又是几拳狠狠轰在苏长歌身上。轰出这几拳后，他体内所有的劲力都用完了，实在是累坏了，只好停了下来，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见他累成这样，苏长歌不厚道地笑了，冷冷道：打累了吗？那就该我了，一拳打爆！苏连月踏入涅槃境，你想打我？哈哈，我劝你还是放弃吧，你一点修为都没有，打得动我吗你？王康听到苏长歌要反过来打他，顿时笑了，一个没修为的凡人而已，岂能撼动他堂堂修士？要知道，即便是10个凡人粗汉全部加起来，也料不到一个后天境修士。苏长歌向来不废话，右手猛地握成拳，直接一拳朝他身上砸去，轰隆！一拳轰出，打在空气上，空气顿时传出鸣爆之音，如在敲击战鼓，雷霆般声声震耳。王康的脸色顿时变了，他呆呆地看着这来临的一拳，当感知到这一拳蕴含的威力，他心中大骇，眼中流露出无尽的骇然，根本不敢相信，这是怎样的一拳啊！将空气都给打得隆隆轰鸣，好像打雷了一样，震耳欲聋。
恐怖如斯。他哪里知道苏长歌的肉身究竟多么恐怖？圣人之躯激活，足足8000万斤力量，这一拳下去可不是盖的。等等，我认输，我认输！停啊，快停下！王康看着这急速逼近的一拳，心头巨震，脸色大变，直接就服软了。原来这个小透明这么强，若是这一拳打在身上，自己恐怕要当场炸开了。打不过就认输，你当小爷是圣母？苏长歌冷冷一笑，铁拳轰碎层层空间，劲力非但没减，反而又加重了数十倍，无情地朝他轰去。王康脸色刷得煞白如纸，歇斯底里的大叫道：“你不能杀我！我表哥是王威，你杀了我，他不会放过你的！”砰！苏长歌一拳狠狠砸在他脸上，王康的脑袋当场炸开，仿佛破烂的皮球一样，四分五裂，炸成碎花，无尽的红白之物飞溅四方。扑通一声，他的无头尸体重重地倒了下去，没了呼吸。苏长歌收了拳，负手而立，气定神闲。他是故意轰碎王康的头的，不然还怎么捡宝？王康作为王威的表弟，身上肯定是有些东西的。苏长歌弯下腰，在他身上搜索一阵，可谁能想到，搜到最后，浑身上上下下都搜过来遍了，愣是什么都没搜到。妈的，原来是个穷鬼！苏长歌骂咧一声，不过他很快就明悟了，估计王威也不太看好这个表弟，毕竟如此废物的人，谁肯给他好东西去？玄幻世界残酷无比，弱肉强食，你没本事，连亲人都瞧不起你，这在前世蓝星也通用。旋即，苏长歌转头看向天台峰，冷笑道：“王威，等比武大会，我一拳打爆你！”王康临死前拿王威来威胁是吧？那好，等比武大会到来，让王威下地狱陪他。接下来，苏长歌又对王康补了一拳，这一拳之下，8000万斤巨力尽数喷薄而出，王康的尸体直接就蒸发了，在强大的劲力下，连血雾都化开，无了。不过地上还是有一些红白之物。由于现在苏连月睡熟了，苏长歌也不忍叫他出来洗地，就自己去清潭打了点水，将现场冲洗干净。搞定这一切，他抬脚回到小屋。小屋中，苏长歌轻轻推门而入，一眼就看到苏连月了。此时，苏连月不知是做梦了，蹬被子了，还是怎么，那原本被掖上去的被角此刻又掉了下来，导致他大半截又细又长的雪亮白腿又露了出来，白白亮亮的，十分迷人。同时，一股少女清香扑鼻而来，犹如花香一般，香气袭人。就在这时，苏长歌忽然发现了什么，瞳孔猛地一凝，我操，莲儿的修为这么快的吗？他猛地留意到，苏连月的修为已经不知不觉长到涅槃境了，而且还在一直稳步增长。系统提示苏连月正在睡觉，修为+1+1+1+1+1+1+1+1+1，厉害，实在是厉害，不愧是圣人转世。苏长歌发出阵阵羡慕的感慨，睡觉都能增长修为，谁不羡慕啊？而自己身边有这样既有实力又有姿色的美人追随，这就爆爽啊！咦，公子，你回来了！突然，苏连月睁开惺忪的双眼，小脸上惊喜万分。他刚才等苏长歌等了很久，可他一直没回来，最终他不知不觉沉沉睡去。而现在看到公子回来了，他眼中顿时涌现绚烂华光，缤纷流转，如天地异象纷呈，神华涌动，美轮美奂。我回来了。苏长歌拧了拧他的小脸，亲和地说道。下了一场小雨，空气清新，有股泥土的芬芳。小屋中，苏长歌推门而出，径直朝天台风潜入而去。这一次，他将目标盯在了王威身上。走过铁索桥，苏长歌运转太初阴影鬼步，很快就无声无息潜入了天台峰。当来到一处墙壁的影子中时，他取出半块灵石，唤醒了黑暗魂帝，压低声音道：“前辈，你昨夜不是叮嘱我快点突破吗？现在你帮我看看王威有没有好机缘。”闻言，黑暗魂帝顿时心花怒放，这小子真上道啊！他笑呵呵地说道：“带吾去找王威。”苏长歌自然知道黑暗魂帝心中想的什么，他不露声色地应了一声，随后沿着墙壁的阴影，很快就来到了王威的住处。王威由于实力并不怎么样，住的地方很好找，就在天台峰外围的集体房舍里。很快，苏长歌就潜入到房舍之中。一间屋子中躺着一个人，正是王威。前辈，此人可有机缘？苏长歌问道。黑暗魂帝看了他一眼，随后推演片刻，道：“有个小机缘，但太小了，我估计你也看不上眼。那就算了。”苏长歌略微有些失望，也懒得问这个机缘是什么。小机缘，恐怕就一些黄级的垃圾吧。旋即，他转换目标，出了屋舍，迎面突然碰上了胡汉。只见胡汉双目遍布红血丝，披头散发，整个人状若疯魔，像是发疯了一样。他妈的，究竟谁杀了我弟？是不是你？是不是你？他拦住一个又一个弟子，拽着他们的衣领，怒声质问：“不是我呀，胡师兄，我们怎敢？”那些弟子被吓得一个个脸色煞白。胡汉意识到是自己激动了，手一挥，一股巨力直接将他们震飞出去。咦，此人又有新机缘了。黑暗魂帝扫了胡汉一眼，忽然惊喜道：“此人被仇恨气昏了头脑，几乎滋生了心魔，无心修炼。一盏茶时间后下山散心，偶然进入一个山洞，那座山叫盘龙山。他在山洞发现一条小型灵脉，大喜过望，随后尽数吸收，修为暴涨，连破6境。”苏长歌顿时眼睛一亮，灵脉竟然是灵脉，我操，真不错！
此人真是个经验，不，机缘宝宝，那就他了。本来苏长歌这次也没想劫胡胡汉的机缘，谁知道他的机缘竟然刷新了，真是个经验宝宝啊！这次属实是意外之喜了。众所周知，灵脉可是好东西，里面不知凝聚了多少灵石了，相当于一座灵石库。不过苏长歌没有立刻动身，因为还得为苏连月寻找机缘。旋即，他辗转四处，去了天台峰的修炼塔。修炼塔前人来人往，摩肩接踵，不时有很多弟子前来进塔修炼，这也是苏长歌为什么来这里的原因。哎，这些人看似很强，其实没什么机缘。黑暗魂帝挨个看了一阵，发出一声叹息。闻言，苏长歌只好暂时放弃，那就先去盘龙山。他抬脚离开着。也就在此时，黑暗魂帝坚持不住了，重新陷入沉睡。苏长歌也不理他，本来就是一个免费的剥削对象而已。可笑的是，这老家伙还总是沾沾自喜。沿着几个阴影，苏长歌很快便回到了铁索桥上。他这次要出门了，得给莲儿交代一下，毕竟他缺少温暖，不能不辞而别。没过多久，苏长歌重新回到小屋中。莲儿，我今天要出门一趟，不过很快就会回来，不会让你等太久。他捏了捏苏连月的小脸，轻声交代道：我就在家等公子回来。苏连月乖巧听话，柔声道：好，那我去了。苏长歌起身离开。公子。目送他离开，苏连月感到心里空落落的。苏长歌刚下山，忽然碰到了同样下山的胡汉。胡汉双眼通红，心魔滋生，须发怒张。不过他觉得苏长歌无法修行，料想他也没能力杀自己的弟弟。小透明，你下山可是很罕见啊，这是要去哪？胡汉不屑地扫了一眼苏长歌，随口问道。不料苏长歌竟然连鸟都不带鸟他的，自顾自地往盘龙山方向而去。胡汉碰了一鼻子灰，脸色登时怒变，愠怒道：竟敢无视我！操，等比武大会，我一拳打死你！说完，他径直朝盘龙山的反方向而去。他今天本来是心血来潮，打算去盘龙山散心的，但看到苏长歌竟然也去盘龙山方向，他不屑与这种小透明为伍，直接分道扬镳。苏长歌看到他往反方向去了，心里也猜到了7、8分，不屑与我为伍吗？呵呵，真是个傻帽。殊不知胡汉这一走，那可就便宜了自己了。本来苏长歌还想着怎么支走胡汉，可没想到他竟然不请自走，这就爽。旋即他不浪费时间，火速朝盘龙山而去。是一座庞大山脉，绵延千里，起起伏伏，无尽的丛林碧翠在微风中摇曳，发出哗啦啦的叶子响声，看起来无比美好，让人很容易就联想到奇遇。看似如此，实则暗藏杀机。山脉深处，黑压压的密林遮住阳光，密林之下隐约传出低沉的狼嚎和兽吼，不时有惊人的气势传出，妖兽们在互相厮杀，茹毛饮血，血腥残酷。苏长歌抵达这里的时候正值中午，他一路所过，完全不在那些妖兽身上浪费时间，很快就寻找到一个山洞。这处山洞在山脉渐深之处，外面有密布的蜘蛛网堵住洞口，隐约透露出里面黑漆漆的景象。虽然找到了，但苏长歌没有高兴，反而神色一凝，因为他看到在山洞入口处，此时正站着一个绿袍青年。那绿袍青年不知是发现了这山洞的端倪，还是怎么回事，手中拿着一把剑，正在清理洞口的蜘蛛网，好像准备进去一般。苏长歌心里咯噔一下，要是他进去了，那不就坑爹了吗？他急忙走了上去，道：兄台且慢，这洞里面阴森森的，说不定里面有噬人的恐怖妖兽，你赶紧走，我来帮你挡住。绿袍青年心里顿时一阵暖流涌过，果断收了剑，感激道：多谢兄台提醒，那我这就走了。走吧，越远越好。苏长歌郑重劝道。绿袍青年想也不想，赶紧走人，他可不想死。这山脉本来就妖兽众多，崇尚丛林法则，血腥无比，所以山洞里面很可能有蛰伏着更强的妖兽。只是他刚才在来到这里的时候，突然福临心智，感觉这山洞好像对自己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潜意识中感觉这山洞似乎有什么奇遇。但现在被苏长歌一提醒，他猛地大梦惊醒。我的妈呀，自己想屁吃呢，跟命比起来，奇遇能算得了什么？只是在转身离去的时候，他突然感到心里空落落的，仿佛冥冥中与一场大造化擦肩而过了一般，心情也变得糟糕起来。奇怪，他也没多想，保命要紧，匆忙离去。目视着他离去，苏长歌嘴角微微扬起，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一直等到这绿袍男子走远了，身影彻底的消失不见，他这才放心的行动起来。轰擦，他体内冲出一股劲力，直接将密密麻麻的蜘蛛网震成碎片，随后踏步而入。进入山洞，里面黑乎乎的，一股骨凉意袭来，阴森无比。这里面纵深很长，一眼看不到尽头。苏长歌一步步走过，感觉自己好像是行走在一条大蛇的体内，越往深处走，空气就越冷，让人如临深冬。大约走了半个钟左右，苏长歌感觉自己至少走了上万步，眼前逐渐出现星星点点的亮光，十分的晶莹剔透，好像漫天繁星一样。同时，一股股浓郁精纯的灵气也逐渐扑面而来，但这灵气很稀薄，这是因为离得远的缘故。苏长歌加快速度过去，只感到越往深处走一步，灵力就越浓郁一分，自我感官十分真实舒爽。又是半个钟过去，他走了上万步，粗略估计得有上100公里。苏长歌并不是无脑的走，而是一边走
一边在脑海中估算着自己走过的轨迹，摸索着这山洞的轮廓。慢慢的，他也摸索出来了，自己似乎已经走到了山洞的内部，而这山洞似乎直通盘龙山最深处，而那座小型灵脉似乎就是盘龙山深处孕育而出的。吼！就在这时，一声巨大的吼声响起，整条山脉瞬间有无数金鸟飞起，朝着空中乱飞，无数的叶子哗啦啦啦的响，地动山摇。苏长歌眸光一凝，只见黑暗中猛地窜出来一个庞大的身躯，那是一只剑齿虎，光是头颅就足有桌子那么大，浑身爆发着恐怖的气势波动。这是一只洞虚境9重的妖兽，不得不说，妖兽的鼻子比人类还要灵敏，竟然快人一步发现了这座灵脉，他一瞬间就理清了。不过很可惜，这妖兽想在他手中虎口夺食，怕不是要把命搭上了。轰擦擦！刹那，苏长歌一拳轰出，体内无尽的肉身神藏一下子尽数开启，掌指间龙虎交汇，爆发出骇人的雷鸣炸响之声，浑身冒出血红色的蒸汽，打出了一拳。一拳，仅是一拳，飓风拔地而起，山脉震荡，树木摇曳，澎湃的血红色真气爆发，奔腾而出。剑齿虎一看是不对，扭头就走，但已经晚了。苏长歌这一拳毫无保留地轰在了他身上，恐怖的肉身力量下，剑齿虎体内顿时爆发出咔嚓嚓的骨骼炸响声，被一寸一寸的摧残，砰的一声炸成血雾。一颗金色的金核从血雾中漂浮起来，洞虚境妖兽体内早已凝聚出金核，修士一旦吸收，可以摄取金核当中的灵气，频增大量修为。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苏长歌将金核拿到手中，随后装进储物戒里，随后继续朝山洞深处走去。搬空灵脉，撒币，撒币，疯狂撒币。没过多久，他就抵达了山洞深处，这里已经没路了，眼前出现了一条宽阔的长河，发出哗啦啦的流水声，奔腾不息，朝着远处流去。河水不是普通的水，而是银白之色，光芒耀眼，熠熠生辉，仿佛是流动的银子一般。一团团白色的雾气漂浮在上面，浓郁的灵气扑鼻而来，充盈无比。这是因为灵石太多了，滚滚流淌，视觉看上去如同大河一般。找到了！苏长歌长笑一声，猛地大喜，他狠狠地吸了一口此地的灵气，顿时感觉神清气爽，体内那道坚实的修为桎梏竟然隐隐松动起来，要突破了。他赶紧找个地方坐了下来。轰咔！刚坐下，一声炸响传出，浓郁充沛的灵气直接将他的修为蹭蹭拔高，开始疯狂突破。半步神通，神通进1重天，神通进3重天，神通进5重天，神通进7重天，神通进8重天，神通进9重天，虚神6境，神武，神通，神罡，神威，神域，神罗。仅是呼吸了一口这里的灵气，修为瞬间暴涨了9个小境界，抵达神通9境。这特么爽啊！接下来他看着这流动的灵石大河，神识扫去，粗略估算，估计也有10多个亿。快装快装！他再也控制不住形象，直接原形毕露，变身土匪，拿起麻袋就开始疯狂地装起来。废话，看到一条流动的人民币盒，你不激动，不兴奋，不抢钱？苏长歌装啊装，使劲儿装，拼命地装，甚至还不满足，一头扎进灵脉里面疯狂掠夺。只是在装着，他突然察觉到了什么，猛地眉毛一挑，这灵石怎么只是中品灵石？放目望去，这里灵气虽然浓郁，但产出的灵石只是中品，比下品稍微高了那么一点点而已，这就美中不足了。操，要全都是上品灵石，亦或极品灵石，那多好。不过他一拍额头，忽然明白了，不愧是小型灵脉啊，如果是大灵脉，那说不定产出的灵石品质就高了。灵脉共分4种级别，跟灵石一样，分为下品、中品、上品、极品。眼前这座小型灵脉属于中品灵脉的层次，小是血统高贵，岂能吸收这种低级灵石？说实话，苏长歌自己都看不上眼这样的灵石，又岂会给小氏吸收？不过这根本难不倒他，品质低无所谓，用系统刷质量就是了。想一想，把这些灵石全都赠送出去，刷系统补贴，得到的肯定都是高品质灵石，然后再给小氏吸收，不就完美？至于把这低级灵石送给谁吗？师尊修为高深，肯定也对这种灵石看不上眼，最关键自己也拿不出手啊。50面额的绿色人民币，肯定不如100面额的红票子拿出去有面啊。苏长歌一边想一边疯狂的装，很快储物袋满了，他换了个储物袋继续装。幸好之前杀了那么多人，搜出了那么多储物袋，要不然现在看着这金山银山还真搬不走。直到身上10多个储物袋装满，他拿出储物戒开始装。没过多久，所有的储物戒都装满了。幸运的是，总算将灵脉给搬空了。神识一扫，竟然足有19个亿之多。发了，胡汉，你真是让我占尽便宜啊！苏长歌畅快大笑，随后取出一小块散碎灵石，放在灵脉的荟萃口。这是引子，只要有一个引子在，这里的灵脉就不会枯竭，会慢慢的再次诞生灵石，越凝聚越多，源源不断。苏长歌打算以后没钱了，就再次光顾这里。随后他拍拍屁股，潇洒的离开了。当到了外界，他搬起一块大石头，直接将山洞堵死，随后又陆续搬了上百块这样的大石头，一层一层的将山洞彻底堵死。
然后将山洞外面缠绕上很多荆棘丛，外表伪装成一个无路山壁，这才满意的离开这。此处就是自己的私人银行，绝不能让其他人发现。一处繁华都城，响起一连串的吆喝声，大家走一走看一看啊！快来快来，知道什么叫钱多花不完吗？没错，我钱太多花不完，不如直接送，这些都送你们了，拿去吧。苏长歌站在大街上，满面红光，取出一个储物袋，疯狂的撒币，将那些零食宛如不值钱的石头一样，使劲的撒在大路上。卧槽，我的妈呀，这人真牛逼！卧槽，奈何彼人没文化，一句卧槽走天下，此人当街撒币，真牛逼！快抢快抢！满城轰动，无数人又惊又喜，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激动的浑身发抖。紧跟着就爆发争抢，所有人都像疯了一样，蜂拥而至，逆流而上，开始抢钱了。大街上一瞬间乱了套，所有人不论男女老少，目光灼热，疯狂的抢钱。苏长歌则站在高台上，一个储物袋撒光了后，就取出下一个储物袋，疯狂的撒币。然而足足撒了1个钟，街上所有人身上都装满，愣是才撒了1/10。唉，钱多真烦。他发出一声欠扁的感慨，周围所有人听了都是羡慕的要死要活，简直无法平复自己的心情。苏长歌灵机一动，直接飞上高空，在所有人如看待神奇那般崇拜的眼神中，体内威压一阵，一次性将所有的储物戒取出，仿佛是倾倒垃圾那般，口子朝下，疯狂的撒币，漫天零食如瓢泼一般洒下来，场面就跟洒水车洒水一样。卧槽，这是真大佬！大佬膝盖还缺挂件不？大佬，请受我一拜！大佬，我对您的崇拜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更似黄河泛滥而一发不可收拾，给大佬跪了！满城的人都震惊了，心动了，激动了，场面那叫一个热火朝天，每一个人红光满面，心情激荡，站在漫天零食雨中，只感到与生俱来的兴奋与狂喜，感动的泪流满面，仰视高空，顶礼膜拜。无数年轻女子仰望苏长歌，只感到一颗心砰砰乱跳，完全止不住。苏长歌微微一笑，感觉还是太慢了。他落在地上，大袖一甩，驾驭10几个储物袋及储物戒，如驾驭一辆洒水车，走到哪撒到哪。他在前面撒，满城上万人在后面追，提着麻袋捡钱，前赴后继，口中口若悬河的奉承，仿佛追星一般，疯狂无比。撒币完美结束，小事破金身，踏法香。叮，你送出了3万中品零食，100亿补贴生效，触发超量暴击，本次超量暴击倍数42万6000倍，恭喜宿主获得1278000000000上品零食。叮，你送出了7万中品零食，100亿补贴生效，触发超量暴击，本次超量暴击倍数43万8000倍，恭喜宿主获得306600000000上品零食。叮，你送出了12万中品零食，100亿补贴生效，触发超量暴击，本次超量暴击倍数44万6000倍，恭喜宿主获得5352000000000上品零食。叮，你送出了2100000中品零食，100亿补贴生效，触发超量暴击，本次超量暴击倍数45万5000倍，恭喜宿主获得955500000000上品零食。叮，苏长歌疯狂的撒币，脑海当中系统声音叮叮叮的接连响个不停。这次补贴不但有质量暴击，更有数量暴击，零食的品级和数量都翻了数番，大赚特赚，赚翻了！哈哈哈，爽！苏长歌深吸一口气，腰杆子挺得笔直，整个人满面春风，意气风发。洒水车还在继续撒，脑海中的声音也在一刻不停的响。足足过了很久，撒币才宣告结束。这座城沸腾了，无数人都像看待财神爷一样看着他，眼中流露出浓浓的感激与兴奋。不用谢，我是绝世大好人。苏长歌没等他们说话，便大袖一甩，撂下一句话，随后离开此地，只留下一个潇洒的背影。无数人看着他的背影，全都心生崇拜，感觉自己上辈子简直拯救了银河系，竟然遇到了这尊活菩萨。盘龙山一处小树林中，离开后的苏长歌径直回到了这里。这个地方四下无人，他白衣胜雪，进入系统空间。主人，空间中小石看到他进来了，顿时眼睛一亮。他化作人形，身上彩纱随风飘摇，曼妙的腰肢不堪盈盈一握，引人无限的遐想。莲步轻舞，微笑着向苏长歌走来，优美婀娜的身姿宛如一道行走的风景线。苏长歌指了指旁边的堆积成山的零食，道：大都是给你准备的，快吸收吧。系统补贴回来的零食都在系统空间中。小石听了他的话，红润的娇唇顿时张得大大的，几乎能塞下一个鸡蛋。他不可思议地看着苏长歌，道：原来都是给我的。刚才他正在系统空间百无聊赖，突然就天降那么多的零食，他以上股血脉感知，竟然测不出具体数目，太大了。本来他还以为这么大的数目是主人给他自己准备的，可没想到竟然是给他。主人，你对我真好。一时间，他雪白的脸颊寸寸涌现红晕，仿佛是一朵朵烂漫的花朵在脸上盛开，娇艳欲滴，美不胜收。不单是因为这么大的数目，更重要的一点，苏长歌昨天晚上说要帮助他提升修为，他本以为最快也要10天半个月，可谁知道竟然第2天就兑现了。主人对自己这么认真，莫非
自己是他的心头宝。想到这，他脸颊越发的羞红起来，两腮红红的，低头望着自己的脚尖，显得十分羞怯。快吸收吧。苏长歌不知道他心里想的什么，淡淡笑道：好，主人。小氏心中动容，走到那堆积成山的灵石边，将白皙的皓腕覆盖了上去。嗡！一瞬间，他只感到无穷无尽的灵气涌入体内，修为唰的一下蹭蹭暴涨。轰！突破后天境，破气海境1重天，气海境5重天，气海境7重天，气海境9重天。轰！退凡境1重天，退凡境5重天，退凡境7重天，退凡境9重天。轰！金身境1重天，金身境4重天，金身境8重天，金身境9重天。短短片刻，所有的灵石全部吸收一空，修为的飙升让小氏心惊。主人对我真好，这海量的灵石竟让我这么快连破3个大境界。感知到体内充盈无比的灵气，小氏眼睛大放光彩，但突破还没有停下来，体内的修为还在急速飙升，一直飙升到法相巅峰，这才堪堪停了下来。他满足了，感觉自己活在了幸福当中。突破完毕，他开始查看自己的变化，原本就细的肤显得更加的嫩，优美婀娜的小蛮腰变得修长而窈窕，长条身材秋水剪瞳，琼鼻挺秀，红唇润泽，晶莹的美目如星辰宝石般闪烁动人光泽，五官绝美，眸若秋水，气质空灵而平静，高贵典雅，如9天仙女降临凡尘。苏长歌摸了一下他的小腰，疑惑道：怎么才4个境界？他以为自己算错了，赶紧又算了一遍。后天、气海、退凡、金身、法相、神功，确实只突破4个境界，没错啊。下一刻，他突然明白了，小氏血统高贵，突破所需的灵石数目自然远非寻常人可比，毕竟仅是后天境就能跨越那么多境界秒杀天鹰教主，而现在别看只突破了4个境界，其真正实力定然远超法相境。想到这，苏长歌顿时很满意，但还有个小小的遗憾，那就是这次小型灵脉寻到的灵石品质太低了。如果能寻到一座大灵脉，拿到高品质灵石，那刷回来的补贴可比这次强了去了。这时，小氏突然吐气如兰，柔声道：主人，谢谢你。苏长歌拍了拍他的小蛮腰，笑道：以我之间无需这么客气。小氏娇羞地低下头，突然他又想到了什么，轻声道：主人，我在这片空间有点闷，我想出去看看走走，可以吗？苏长歌一拍额头，这才想起小氏几乎整天都闷在系统空间里，这样不好。可以啊，来，我带你出去散散心。主人对我真好。小氏心中感动。很快，空间一阵波动，两人出现在小树林中。小氏只给苏长歌一人看他的人形状态，所以在出去之后就转变为了天狗形态。刚出来，苏长歌忽然感知到了什么，眼皮猛地一挑，望向远处，入眼所见，一只体型巨大的白额大虫扑了过来。这是一只是天虎，要比剑齿虎修为更高，更凶残，更是血，身上遍布黄黑色皮毛，威风凛凛，如一只庞然大物，给人极强的压迫感。好，电光火石间，是天虎一个纵跳，张开血盆大口朝苏长歌扑来。怎么回事？苏长歌有点懵，他又没招惹这只妖兽，这妖兽干嘛咬他？主人，小心！眼看是天虎撕咬过来，小氏眼睛一寒，属于洪荒穷奇的血脉猛然爆发，体内血液沸腾，筋骨噼啪，风卷雾涌，一爪朝前撕出，轰擦擦，气流都被撕扯得隆隆作响，如晴日霹雳，裂开裂纹。是天虎动作猛地一致，他从这一爪上感知到了无比恐怖的力量，那是来自于血脉深处的压制，震慑的他一瞬间脊背发凉，心头狂震。饶他不是人也倒抽一口凉气，急忙调转方向，朝着来路逃去。事实上，他刚才是闻到了人类的气息，便想要过来捕杀吞噬血肉，可谁知这人类只是坐骑就如此恐怖，败走的同时也在震惊，这人类究竟何等强大，竟然连拥有顶级血脉的妖兽都为其当坐骑。大佬，绝对的大佬，惹不起，吓得他掉头就走。然而小氏岂会放他离去，敢对主人出手，找死！他同为兽类，自然明白这是天虎打的什么算盘。若是他将主人吃了，那自己怎么办？震怒、气愤、恨之入骨。呲啦啦，锋利的爪子将空间都撕扯得如镜子般寸寸破碎，划开一道道裂缝，狠狠地撕扯在是天虎身上。这一爪，不论是血脉压制，亦或者法相境修为，小氏都全无保留地爆发而出。咔嚓嚓，噼里啪啦，啵！锋利的爪子如同抓碎一张纸，从是天虎身上撕扯而过。是天虎皮肉顿时发出一连串裂开声，被这一爪硬生生划破虎皮，锋利的爪子刺入他的体内，直捣黄龙，狠狠地撕扯着他的骨。嗷！是天虎发出极度痛苦的惨叫，刺骨的痛，痛彻心扉。咔嚓嚓，利爪一寸寸地划过他体内，霎时爆发出渗人的骨头炸裂声，仿佛被尖刀利刃寸寸划过，骨头碴子四溅，血雨迸射，朝着四周溅落。很快，是天虎不动了，被硬生生撕裂成两半，各种红白之物流了一地。小氏余怒未消，走上前去，对着他的尸体一掌拍下，砰！一掌之下，是天虎当场化作血雾，连带着地面都受到波及，向下塌陷下去，形成一个巨大的深坑。小氏都快要气死了，
怎么可以吃主人？真是找死！是天虎死后，一枚金光夺目的金核在他的血雾之中漂浮。苏长歌将其拿在手中，入手之处，只感觉此物滚烫滚烫的，如同拿着一个煮熟的鸡蛋般，又是意外之喜。旋即，他看着小世，露出满意的笑容。不得不说，成长后的小世实在是太暴力了。若是下次找到更大的灵脉，再给他提升到更高的层次，那还不得恐怖到极点？咦！忽然，他猛地又想起了苏连月，圣人转世，自动增长修为，而小世拥有洪荒穷奇血脉，血脉压制，强横如斯。自己身边有这2个恐怖至极的家伙，如果把他们都培养成，那等比武大会时，自己怕不是摆烂都能赢吧？想到这，他心头畅快，猛地大喝一声：“爽！”小世忽然问道：“主人，人家刚才厉害吗？”苏长歌满意的点点头：“厉害。”小世顿时高兴地摇曳起了尾巴，还朝他摇了摇臀部，欢快无比。就在这时，远处忽然传来一道兴奋的声音：“太好了，恩人还在这里！”苏长歌心中一动，转头看去，只见来人竟然是刚刚支走的那名绿袍青年，他身后还领着一名清纯少女。他来做什么？苏长歌略微有些疑惑，难道被发现端倪了？哈哈，我就说恩人肯定还没离开。绿袍青年3步做2步走上前来，拱手道：“这位兄台，我刚才回家想了想，越想越是心惊，越想越是后怕。如果不是你，我恐怕已经死了。”苏长歌没听懂，试探道：“此话怎讲？”绿袍青年倒吸一口凉气，后怕道：“一条山脉凶兽很多，那山洞自然不例外。我本来是想进入山洞的，但幸好没进。若不是你，我现在绝对死在洞里了。真是一句话惊醒梦中人啊！您的大恩大德，我没齿难忘。”他回想起刚才的事，还是心有余悸。这里凶兽这么多，山洞里岂会没有？差一点自己就没命了。苏长歌恍然大悟，劫后余生，绿袍青年庆幸无比，也感激无比，诚恳地说道：“恩人，这是我妹妹，名叫季晨瑜，清纯妙丽，水灵无比。您救了我的命，大恩无以为报，唯有把妹妹送给你。”说着，他拉了一把身后的少女，道：“妹妹，快来见过恩人。”少女有些怯，秀脸浮现红晕，含羞地低下头，断断续续道：“见过恩公。”苏长歌忍不住笑了：“我勒个去，这是整的，真他妈绝了！”他上下打量着这位少女，只见她肤如凝脂，玉体修长，身姿曼妙，如花树姬白雪般清纯动人。虽不说倾国倾城，但却是小家碧玉那种，宛如邻家姑娘一般。他不是矫情的人，对方妹妹都送上门来了，那岂有不要之理？还是不是个男人了？行，那他以后就跟着我吧。苏长歌当机立断，绿袍青年顿时大喜，高兴得满面红光，道：“多谢恩人。”转过头，他又开始对季晨瑜道：“妹妹啊，现在这世上好人是越来越少了，而像恩人这样的好人，那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来，把你托付给他啊，我放心。”苏长歌嘴角微微扬起，啧，自己还没开口呢，他这就帮自己把妹妹的思想工作做了。听到兄长的话，少女含羞地低下头道：“他其实刚才也在打量着苏长歌，当看到他仪表不凡，英姿神武时，早已芳心暗许，心中一股暖流涌动，喷薄而出。2份机缘齐现，帮你分配的明明白白。妹妹啊，以后你就跟着恩人了，别的不废话，我这就走了。”绿袍青年留下一句话，兴高采烈地走了。季晨瑜站在原地，羞怯地低下头：“那个恩公，请问你叫什么名字？”他双手食指紧张地交叉在一起。苏长歌应了一声，又道：“走吧，我带你回宗门。灵脉已经拿到了，留在这里也没什么意思，该回去了。”季晨瑜声若蚊蝇，旋即小世带上他们腾空而起。一路上，季晨瑜小嘴微张，怯生生地问道：“苏哥哥，你所在的宗门是哪里？”他不知该怎么称呼苏长歌，下意识这样叫了。苏长歌淡淡道：“不远，太玄道宗。”什么？季晨瑜心头一震，这个宗门他曾听家族里一些长辈提起过，这可是隐世大宗啊！苍兰界所有的圣地，只要听到其名号，无不是闻声色变。那里面随便走出去一人，即便只是一名杂役，无数大势力都得给面子。眼下他震撼自己竟然阴差阳错地认识了太玄圣地之人。我的天啊！季晨瑜眼睛睁大，心脏都加快跳动，不敢置信。苏长歌没在意他如何，一门心思放在赶路上。一段时间后，成功抵达宗门。主人，我突然发现，突破到法相境之后，我的身体好像能随意变大变小了。山门前，小世突然发现自己好像能自由控制体型了。他心念一动，缩小了很多，跟一个茶杯般大小，非常可爱。苏长歌把他抱在怀里，道：“你不是想在外界看看吗？那不正好？”呢。小世欢心点头。就在此刻，远处划过一道破风音。苏长歌转头一看，原来是归来的胡汉。这么巧的吗？胡汉今天出去本来是散心的，结果散来散去，莫名的烦躁，心情更不好了。这种感觉就好像冥冥中错过了什么东西一般，心态几乎要崩了。他闷着一张脸扫了一眼苏长歌，随后一句话也没有说，径直迈步进山门。这个时候，空间忽然泛现涟漪，一道强大身影走了出来。哈儿，切勿烦躁，为师一定会把杀害你弟的人查个水落石出，你要沉住气，切勿崩了道心。是杜四海。杜四海知道胡汉已经快气疯了，
胡汉那股气憋在心里，几乎铸成了心魔。若是再这样下去，恐怕道心都要崩塌了。说话的同时，杜四海也看了一眼苏长歌，随后直接转过脸去。小透明而已，浪费了自己这一眼。师尊，等你抓到那人，我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方解我心头之恨。胡汉双目发红，恨得牙根痒痒。放心，我一定把那人揪出来。你先跟我回去。杜四海看着他被仇恨折磨成这个样子，心里火气填胸，带他离开。望着他们二人离去，苏长歌心里冷笑一声，仇人就站在你们面前，你们都不知道。突然他灵光一闪，咦，杜四海可是封主级别啊，我为什么不看一下他有没有机缘？封主级别的机缘肯定要比弟子恐怖的多啊。说干就干，他立刻取出半块灵石，唤醒黑暗魂帝。外界的空气真新鲜啊。黑暗魂帝出现之际，直接化作一粒沙落在苏长歌的手心。帮我算下杜四海。苏长歌长话短说。黑暗魂帝对着杜四海的背影扫了一眼，随后闭上眼开始推算。很快杜四海的命运就被窥探得一览无余。黑暗魂帝神色猛地大喜，压低声音道：年轻人，大机缘啊。哦，苏长歌一下子来了兴致。黑暗魂帝沉声道：杜四海近期共有2份机缘。几分钟后，他去了一趟黑市，在拍卖场拍到了一件宝甲，那宝甲名为混元仪器甲，此物极其珍贵，防御力不亚于吾给你锻造的混元护心甲。而第2个机缘则是一种威力极强的炸弹，雷霆霹雳弹。这种炸弹一旦引爆，爆发出的能量波动会在瞬间炸平方圆万里，恐怖到了极点。在中古时代，曾有大能者研制出这种炸弹，当日一声巨响，犹如平地惊雷，惊天动地，直接炸穿了一座上古神山，歪锐古德。黑暗魂帝越说越激动，仿佛想起了他那个辉煌时代，又道：杜四海得到这2件宝物后，为了安抚胡汉，把这2件宝物赐给了胡汉。而后1年后的比武大会上，胡汉身穿混元仪器甲，站在台上无脑丢炸弹，不费吹灰之力压制无数天才。卧槽！苏长歌眉毛一跳，无脑丢炸弹，这听着怎么就这么爽啊？反正身穿宝甲又炸不死自己，尽情炸。年轻人啥也别说了，这混元仪器甲和炸弹你必须拿到手，快抓紧时间过去截胡，赶紧的。不好，吾又透支了，先睡了。黑暗魂帝话未说完就没了气息。苏长歌心中一动，立刻准备动身。陈瑜，这是我的身份牌子，你拿着这个去梨花峰找师尊，我们的师尊叫叶清瑶，你找到他，表明来因，他会给你安排住处的。他从身上取出一个玉符递给季晨瑜，随后火速赶往黑市，并不是不想带季晨瑜一块，而是多了他还得分心照顾他，太拖后腿了。现在这是什么情况？只有几分钟时间，刻不容缓。苏哥哥，季晨瑜看着手中的玉符，心中一抹感动油然而生。他看得出来苏长歌突发急事，可在临走之前还是挂念着他，将他安排妥当才走。哈哈哈，不愧是封主级别，机缘就是多，一次截胡2个。这一下莲儿的宝甲有了，我还能落下混元霹雳弹。万里云层中，小世重新变大体型，飞在高空中。苏长歌就骑在他的身上，满脸笑容。他已经想好这2个机缘怎么分配了。混元仪器甲赠莲儿，至于混元霹雳弹则留着自己用。突然他又想到了什么，转头望着身后越来越远的宗门，冷笑道：杜四海啊，杜四海，这2个机缘你都还没获得呢，我连怎么分配都想好了，帮你分配的明明白白。举重哗然，2份机缘到手，杜四海震惊。就在苏长歌走后几分钟，天台峰的杜四海忽然福临心智，冥冥中感觉黑市中有自己的机缘。走！他大手一挥，撕裂虚空，虚空裂开一条通道，他踏入通道，与虚空融为一体，消失不见。下一刻，芒砀山前，虚空泛现涟漪，杜四海从虚空中走出。以他的这种级别，虚空传送不要太简单。很快，他披上巨大的黑袍斗笠，进入地下城。只是现在拍卖会还没开始，他进入后只好立在门前等。另一边，杜四海刚进入地下城，苏长歌成功抵达芒砀山。嗡！虚空泛现涟漪，浮现出数10道强大的魁梧身影。他们看清苏长歌的样子后，齐刷刷弯腰低头，异口同声道：大哥。苏长歌满意的看着他们，点点头：我要进去。上次那个强大身影头领走了出来，点了几10个人，道：你们几个随我8抬大轿抬着大哥进去。很快地下城就出现了这样的一幕：8个强大身影恭敬地抬着一顶尊贵的轿子在虚空中穿梭，而轿子周遭又有10多个强大身影追随，仿佛奴仆一般簇拥着轿子。一行人就这样浩浩荡荡地从天而降。地下城中，所有人眼睛瞪得大大的，脸上露出仿佛看到鬼一样的表情，不可置信，震惊无比。我操，这是哪位大佬竟然让黑市缔造者的手下8台大轿抬进来？我的妈呀，我也没花吧？能在黑市这么高逼格的，老夫平生未见。我日，今天我算是开了眼了，竟然有人如此牛逼，给跪了。在大佬面前，本座感到自己连说话都没力气了。无数人骇然惊叹，觉得自己的手和嘴唇都在颤抖，随后急忙闭嘴。这种大佬级别的人物，自己竟敢胡乱议论，几个胆子！杜四海远远看着轿子，眼中露出疑惑的表情，震惊道：
也不知是哪位大佬降临了。很快，轿子在数十个强大身影的开路下，来到了拍卖场。这正是上次的拍卖场。此时，场中门前早已围满了等待举行拍卖的人。10分钟后，拍卖就会开始。让开让开，大哥降临，不想死的滚犊子！强大身影头领喝了一声，拍卖场门口瞬间被清场，所有人齐刷刷让开一条路，轿子从中间而过。此时，拍卖场场主黑龙正在楼上为拍卖做准备工作，猛地感知到外面的阵仗，心头一惊，紧跟着外面头领的声音就响起：“黑龙，你忙你妈呢？好大的架子！我大哥来了，你闭门谢客是找死吗？我不管你拍卖会什么时间开始，敢耽误大哥时间，老子让你在黑市混不下去！”声震如雷，传遍四方。黑龙赶忙回应：“黑龙不敢。”黑龙这就开门，砰！拍卖场大门打开，黑龙亲自迎了出来，弯腰恭敬道：“大佬请进。”强大身影头领抬着轿子走了进去，随后大门砰的一声又关上了，只是为大佬开门而已。其他人继续等待。外面所有人都惊呆了，卧槽！轿子中的人身份肯定尊贵无比，那还用说？我的娘啊！莫非是一方圣地的关键人物？没错，肯定是一处强大道统的大人物。等一下，莫非是太玄道宗宗主大驾光临了？此言一出，卧槽！四周一片哗然，响起一整排整齐划一的道抽凉气声。杜四海心头一震，倒吸了一口冷气，骇然道：“朕言慎言，不可妄议。”拍卖场中，苏长哥没下轿子，小侍早已化作人形，将帘子拉开，朗声道：“主人说了，此来是要取得2样东西，第一样混元仪器甲，第2样雷霆霹雳弹，速速拿来，钱不是问题。”黑龙看着那数10个强大身影，擦了擦脑门的冷汗，当即道：“钱被弹钱就俗了，既然大佬看上这2件，那么权当在下，与大佬交个朋友。”他取出2个黄金宝箱，沉甸甸的，上面有一个卡扣，似乎是机关所在。强大身影头领接过宝箱，恭敬地送入到轿子中。苏长哥打开一看，只见第一样果然是一件宝甲，宝甲整体为真金所铸，周身流淌着金色的粒子纹路，无穷的道运在上面喷薄流转，似骄阳之火，浩浩荡荡，席卷四方。至于第2个金色宝箱，里面则是100颗银色小珠子，大概有1颗玻璃球那么大，拿在手中能清楚地感知到里面躁动的能量波动，这股波动强横无匹，暴躁的火药味扑鼻而来。宝物到手，走！轿子传出一道声音，强大身影头领立刻打开门，8台大轿抬着苏长哥走出去，腾空而起，离开地下城。无数人看着这一幕，纷纷发出自叹不如的喟叹声。哎，我们都还没开始拍卖呢，人家就已经拿到宝物，潇洒的离开了。谁说不是？人比人，气死人啊！我感觉自己跟大佬比起来，简直就是坨垃圾，恨不得一头撞死。我也是这么觉得。哎，人群中，杜四海望着逐渐远去的轿子，心底突然涌现一种空洞的失落感，就仿佛冥冥中有什么宝贝离他而去了一般，让他心情猛地变得愤怒起来。愤怒滋生，阴暗与暴力的一面蠢蠢欲动，却很快就被理智压制下去，连忙打了个哆嗦，意识到自己在想什么疯狂的事情，敢对大佬发火，活腻歪了。苏长哥很快就回到了地面上，他告别强大身影头领，随后离开此地。大哥慢走，大哥有机会常来。强大身影头领满脸堆着笑恭送。苏长哥离开后，在经过一处黑林的时候，忽然听到了什么，心中一动，一伙人正在密谋。老四、六子在昆仑山挖掘了一条密道，谁能想到那山底下竟然埋着一条庞大无比的灵脉，现在就差你入伙了，怎么样？要不要干他一票？顶级灵脉的消息，反应堆链式反应。卧槽，灵脉什么级别的？嘘，你小声点，别被旁人听到了。那是一个巨大的灵脉矿，六子蹲守了3天，最终确定为极品灵脉。竟然是极品灵脉，都说了要你小声点，要是走漏了风声，六子可就白忙活了。我知道了，老大，有什么计划没有？当然有，你听我细细道来。这伙人共有上千个，全都手持大刀阔斧，体格十分健壮。苏长哥扫了一眼，发现竟然是一伙打家劫舍的山贼。我正要找大灵脉呢，没想到这就送上门来了。他心底高兴万分，仔细的偷听，没过一会就对这帮山贼的计划了如指掌。原来那个名为六子的山贼去了一趟昆仑山，在一个大蛇打出的休眠洞落脚，却发现洞中有着极为浓郁的灵气。他尝试着挖掘，一直挖到山底，竟然挖出了灵脉。消息传回来，这伙山贼顿时激动了，立刻制定详细的计划，准备1个时辰后过去将灵脉挖空。可惜这消息现在泄露了，苏长哥没有废话，立刻朝昆仑山冲去。萧！空气中响起一道破风音，山贼大当家耳朵一动，顿时怒喝：什么人？咔嚓嚓，一把大斧当即砍碎层层空气，搅动着飓风，狠狠朝苏长哥砍来。苏长哥眼眸一凝，这伙人太多了，不如直接用炸弹炸吧。于是小手一抖，无脑地扔去1颗雷霆霹雳弹。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此时系统的百亿补贴却是突然到账。叮，你送出了1颗即将爆炸的炸弹，百亿补贴生效，触发超量暴击。本次超量暴击倍数488000倍，恭喜宿主获得4800000000颗即将爆炸的炸弹。轰轰隆隆，轰擦擦擦，剧烈的炸响轰动天地，
一颗又一颗炸弹接连爆炸，直炸的虚空升腾起一朵恐怖的蘑菇云，滚滚的冲击波仿佛山崩海啸般蔓延开来，直接推平了方圆10万里。方圆10万里范围内，所有的草木瞬息蒸发，湖水干涸，山峦倒塌，残垣狼藉，满目疮痍。等爆炸散去，那伙山贼全都不见了，人间蒸发了。密林也被炸成一个万丈深的深坑，寸草不生。苏长歌傻眼了，卧槽，不带这么玩的吧？幸好自己身上穿着盘龙玄金宝甲，要不然，卧槽，好怕怕。回过神来，他赶紧看向小世，这才发现小世早已变小，而自己刚才下意识将小世护在怀里了。主人，谢谢你。小世崇拜地看着他，目光盈盈，眼神迷离。呜呜呜，有主人护着真好。咦，主人身上的味道好香。呼，苏长歌长长的吐出一口浊气，明白了。第一颗炸弹扔出去，系统暴击补贴，然后在第一个爆炸的同时，也会引爆第二个，第二个又能引爆第三个，此过程持续进行下去，引发链式反应，连环轰炸。卧槽，好牛逼！他一下子好像打开了新世界，解锁了雷霆霹雳弹的正确用法。每次扔出去获得暴击，那么就会引发这种链式反应，犹如反应堆一般，持续不断的轰炸，威力层层叠加起来，简直牛大发了。他突然想起了胡汉无脑丢炸弹，但胡汉只能丢一个炸弹啊，但自己却本来每次只有一颗炸弹的威力，但在我手上，威力就会被放大足足400多亿倍。一颗炸弹100亿补贴生效，再触发超量暴击的倍数，补贴回来上一颗炸弹连环轰炸，这威力，我靠，怎一个牛逼了得！苏长歌满面红光，又惊又喜，着实高兴坏了。说实话，他刚才本没想着这样的，只是嫌一个一个杀太麻烦，所以想快速清场，就跟群秒一样。刚好雷霆霹雳弹就派上了用场，可没想到竟然触发了这种意外之喜。也幸好自己穿着这么强横的甲胄，要不然他们的恐怕连自己都炸没了。不过自己这强横的甲胄刚好可以让自己无脑丢炸弹而不会死，这就大写的爽啊！旋即他也不浪费时间，拍了拍身上的尘土，潇洒的离开了。万里云层中，小世重新变化为原本的体型，飞在空中。苏长歌骑在他的身上，朝着昆仑山方向而去。那可是大灵脉，他必须拿到手。昆仑山距离此地足有30万里地，不过这对小世来说跟玩一样。他身影如光似电，风驰电掣间就抵达目的地。这里景色不是一般的好，风景优美，清风宜人，巴拉巴拉。小世，下去吧。小世变小，两人落在地上。根据偷听来的密谋，六子挖掘的那个密道就在昆仑山东边一处大柳树下。苏长歌很快就来到了柳树下，低头看去，只见这里是一处平地，上面盖着一层厚厚的茅草，想掩人耳目。苏长歌嘴角扬起一个精明的弧度，猛地将茅草掀开，果真茅草下面露出一条密道，黑乎乎的，有蛇的血腥味弥漫，这应该就是蛇洞了。苏长歌跳入蛇洞，小世则缩小立在他的肩膀上。蛇洞内部已经被挖得无比宽阔，苏长歌侧目一扫，只见边上有一条蟒蛇尸体，想来应该就是那条可怜的蛇了。休眠呢也不让人安生。草，你是谁？突兀的黑暗中响起一个愤怒的声音，紧跟着暴力的气息如海浪般卷来，橙色真气呼啸如龙，一把大斧在黑暗中砍了过来。嗤嗤嗤，风被砍得烈烈作响，应该是六子。苏长歌低语一声，面对这花里胡哨的大斧，一拳轰了上去。强横的肉身力量瞬间将大斧打爆，火星子四溅，炸成齑粉。停，这处灵脉让给你了，小的只想活命。撕拉，小世一爪撕出，空气中爆发出雷音般的撕裂声，瞬间将六子撕扯得骨肉分离，横尸当场。苏长歌大袖一甩，往密道深处走去。四下里很宽敞，犹如宽阔大道一般，十分好走。哈哈，六子真是个大大的好人啊！他挖这密道真不错，我直接捡现成就行。灵脉在山底，六子是为同伙挖的密道，可到了最后却便宜了他。苏长歌心中快意无比，迅速往前走。忽然他脑海想起了什么，黑暗魂帝不是也是在等着捡现成的吗？等自己突破到一定境界，他直接捡现成的夺舍，不必再费力重修，简直老奸巨猾呀！只可惜被自己狠狠的剥削都不知道，还在那傻乎乎的自鸣得意。走了大概1个时辰后，前方出现星星之光，斑斓无比，比玛瑙神石还要耀眼，晶莹剔透，璀璨夺目，伴随着浓郁的灵气扑面而来。苏长歌轻轻闻了一口，顿时感到体内说不出的舒服，体内灵气饱满，精力充沛，舒服至极。这里真的是极品灵脉，发达了！立刻加快速度，朝着更深处走去。没过多久，隐约听到河流的声音，宛如大江大河，奔腾不息，波涛汹涌，甚至有浪花打在岸上的声音。苏长歌顿时大喜，这说明灵脉太大，水流湍急。他步伐如风，循着声音走去，很快就找到目标。眼前出现了一条巨大无比的大江，一眼看不到尽头，犹如长江一般，波澜壮阔，浪花席卷，涛声轰鸣入耳。发了，发了！苏长歌大喜过望，立刻取出储物袋，拼命的装。小世，你也帮我装。他又取出袋子递给小世，虽然是极品灵石，但他自然懂得怎样才能效益最大化。全部送给师尊，刷100亿补贴，然后再给小世吸收。是。
主人，小氏化作人形，接下储物袋，立刻大装特装起来。灵脉将其长无比，小氏在上游装，苏长歌在下游装，两面截胡，兴奋无比，跟捡钱一样。很快，储物袋全部装满，储物戒也很快装满，但灵脉还余下足足一半。不得不说，大灵脉实在是太多了，不仅质量高，数量也比小灵脉多很多。看着还剩下这么多灵石搬不走，苏长歌不知该哭还是该笑。我去就回。他忽然想起了什么，直接转身离去。很快他就回来了，手里多了上百个储物袋，这都是从六子身上搜出来的。六子为了搬空灵脉，准备了很多储物袋，可没想到到了最后，竟然是为他人做嫁衣。苏长歌刚才急着拿灵脉，忘了对六子搜身，而去这一趟也搜到了数十万灵石，外加兵器丹药若干。储物袋一多，摆在他面前的难题顿时迎刃而解。两人没有浪费时间，立刻默契的装起来。俗话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灵石很快装完了。苏长歌神识一扫，竟足有97个亿，比之前那小灵脉足高了3倍还多，而且全都清一色顶级品质的极品灵石，不愧是大灵脉。随后他沿着长江找到了灵脉的源头，这是存在于地底的灵脉根源，是一处碗口粗的泉眼，不断喷薄出白蒙蒙的灵气，灵气接连不断凝聚成闪闪发光的灵石。妈的，发现一处宝地啊！苏长歌别提有多兴奋了，将最新凝聚出的热乎乎的灵石一股脑照单全收，随后留下一个影子，然后带领小氏离开。到了外界，他直接以肉身力量搬动昆仑山，将整座昆仑山覆盖在了密道上，彻底堵死了密道。这又是我的一座私人银行。撂下一句话后，苏长歌潇洒地离开了。下午3时，太玄道宗梨花峰。此时叶青瑶一身素白色长裙，正将一个身份牌子捧在手心，牌子上面有3个走龙飞凤的大字苏长歌，他的美眸在这3个字上流连忘返。这牌子还是他4年前亲手铸造的呢，所以在得知季晨瑜是他领回来的之后，他不假思索立刻将季晨瑜收为了弟子，并告诉他以后他的身份就是苏长歌的小师妹了。他其实心里也非常喜欢这个新弟子，水灵水灵的，清纯动人。咚咚咚！就在这时，门外响起一阵敲门声。叶青瑶心中一动，莫非是徒儿？稍一感知，果然是他。徒儿，门没关，快进来。是，师尊。苏长歌推门而入，一眼望去，只见叶青瑶今天穿了一袭长裙，修长白皙的玉腿在裙摆下若隐若现，真白啊，像牛奶一样白嫩。苏长歌在心中感叹，感知到他灼热的目光，叶青瑶白皙无瑕的俏脸猛地涌现一抹红晕，害羞地整理了一下裙子，道：别那么直勾勾地看着为师了。苏长歌干咳一声，道：师尊，你误会我了，我岂是那样的人？我就知道你不是。叶青瑶俏脸红扑扑的，宛如漫山的桃花盛开。只是在说完这句话后，他忽然发现徒儿的手掌在自己腿上尽情地摸了一把。这，徒儿，你不是说你不是？没错，我的确不是那种人。我苏长歌行事堂堂正正，光明磊落，既然想，那就去做，只在脑子里想而没胆子做，那不是我的为人。叶青瑶猛地愣住了，还未反应过来，便感觉到面前男子气息扑面而来。苏长歌将他揽入怀中，道：师尊，给你个大大的惊喜。他直接取出了所有的储物袋，霎时间白花花的灵石像不要钱一样流出来。叶青瑶顿时感觉有种被超级大奖砸到的感觉，猛地捂住嘴巴，震惊失声：我的老天，那么多的钱！神识一扫，竟然足97亿，这徒儿真是平易近人啊！一时间他樱桃小口张得大大的，陷入了深深的不可置信当中。苏长歌将所有的灵石整理好，砸到他的脸上，道：师尊，别愣着了，这些钱都是送你的，拿去吧。不等叶青瑶回话，他将手臂从他的身上拿开，转身离去，只留下一个潇洒的背影。直到他走后很久，叶青瑶这才回过神来，呆呆地看着这么多钱，感觉自己好像在做梦。也就在这时，他心底突然生出一种失落感。徒儿的怀抱好温暖，好想被他多抱一回。万一急，小事蜕变，修为滚动，直追苏连月。另外一边，苏长歌走出门，系统补贴准时到账。叮，你送出了97亿极品灵石，100亿补贴生效，触发超量暴击，本次超量暴击倍数50万倍。恭喜宿主获得4850000000000000极品灵石。呜呼，赚妈了！苏长歌高兴得合不拢嘴，他足足用了1个时辰的时间，才终于数完了后面的零，得出的数字4850万亿。万亿级，恐怖的数字，我富可敌世界。这么多的极品灵石，应该够小氏连升很多级了。旋即，他找了个僻静的地方，进入系统空间。主人，系统空间中，小氏正在望着那大面积堆积成山的灵石，心头震惊。这么恐怖数量的灵石，喷发而出的灵气几乎凝成了露水，将他的衣服都浸染得有些湿湿的。苏长歌对着他笑了一下，道：小氏，这也是为你准备的，快吸收吧。小氏眼圈红红的，美目湿润了，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在心房蔓延开来，感染了一切。他止住心中的情绪，将手掌贴合在灵石上。嗡，海量的灵气纷纷涌入体内，随后传输到根根筋骨以及条条经脉当中。轰咔，灵气入体，
他骨骼猛然传出一声清脆的炸响，脊椎骨蜕变为纯粹的紫金之色，如龙骨撑起，血液、毛孔、肌肤都染上了一层淡淡的紫金之色，浑身绽放出华贵的光泽，灿金如煌煌大日，眸子发出璀璨的光芒，似是紫金雷霆，孕育无穷神威，圣洁浩荡。也就在全身蜕变的那一刻，小氏体内的修为滚动，修为滚滚，带动气血沸腾，斑血1重，斑血3重，斑血5重，斑血7重，斑血9重，轰轰轰，如若雷霆般的轰鸣在浑身炸响。仅是刹那，修为直线涨到了斑血境9重天，而且还不止，海量的灵气还在继续涌入体内，灵气滚滚，自动带动修为沸腾。神功1重，神功3重，神功5重，神功7重，神功9重，轰！半步涅槃。抵达这里之时，小氏深吸了一口气，转头看了一眼苏长歌，美目灵动，散发动人荧光，这才开始下一轮的吸收。涅槃1重，涅槃2重，涅槃4重，涅槃6重，涅槃8重，轰轰轰！突破的声音如骇浪鸣轰，源源不断的响彻，修为直追苏连月。少许后，轰鸣归于寂静。4850万亿极品灵石被他吸收一空。苏长歌嘴角微微抽搐，真能吃啊！不愧是洪荒血脉，恐怖如斯。而此时，小氏身上的光辉逐渐散去，一双眼眸恢复明亮色彩，如宝石一般闪耀动人光泽，整个人容光焕发，气息澎湃。陡然，一股气势从他体内喷薄而出，瞬息，这片空间沸腾了，澎湃的气流席卷，滚滚而过，翻涌而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大浪淘沙，龙卷雨击。主人，我能清晰地感觉到体内力量直线暴涨。小氏轻轻一挥手，沸腾的空间瞬息恢复平静，如挥手抹平沧海巨浪一般，轻松易然。好，不错。苏长歌满意的点点头。接下来，他退出了系统空间。小氏刚突破，需要给他时间沉淀一下，而他现在也有事情要做。此次出门有些时间了，也不知莲儿等的交集没有。他当即迈步朝着小屋回去。沿着一条路，苏长歌很快抵达小屋附近。远远望去，只见一袭身影在小屋门口处远远瞭望，不时地踮起脚尖望向远方，眼神忧愁哀思，楚楚可怜，好像是在等待伊人归来。见状，他步履不由得快了几分。倏息间到达近前，莲儿，我回来了。苏连月心中一动，当看到来人熟悉的面孔，眼中所有的忧愁伤感顿然消撤，眸中光芒闪动，熠熠生辉，猛地扑到他的怀里，呜咽道：“公子，你终于回来了。”苏长歌只感到怀中传来一股温热，那是莲儿流下的热泪。他拍了拍苏连月的背，轻和道：“回来了，让我家莲儿挂念了。”苏连月抱住他的腰，轻声道：“莲儿不知怎么了，公子不在的时候，莲儿心里就没有底，心里不踏实。他现在的世界里只有公子一人，公子占据了他世界的全部。”苏长歌明白这些，自己不在的时候，莲儿没有安全感。他捏了捏苏连月的脸颊，轻声道：“好了，别哭别哭，我们进屋说话。”就在这时，他忽然眼前一亮，苏连月身上的气息跟出门的时候截然不同，已经抵达洞天境了。洞天1重，这么快的吗？苏长歌又惊又喜。而这时，苏连月身上浮现系统词条，系统提示：圣人转世已抵达洞天境，修为暂停增长，需要获取开辟洞天的条件才能继续增长。若宿主为圣人转世找到开启洞天的条件，那么宿主将会得到更恐怖的补贴。苏长歌心中一喜，看来得给莲儿找一下机缘了。这个不难，自己有那个傻帽老爷爷随身，遍地都是机缘。突然，苏连月开口：“公子，我已经抵达洞天境了，但修为不长了，不知道怎么回事。”闻言，苏长歌给了简明扼要的给他解释了一下。得知原因，苏连月眸光暗淡了下去，低落道：“开辟洞天所需之物太贵重了，这不太好办。”苏长歌摸了摸他的小脑袋，淡淡笑道：“你不要担心，此事包我身上了。”顿时，苏连月心中暖意融融，只感到公子的话仿佛是一股温暖的热流注入了自己的心田，弥补了那里的空虚。他抬起头，银眸仰望着苏长歌，俏脸银白如月，眸中华光流转，光彩纷呈。“公子长生血，叩开长生之门，永生不死。”感激的话不必多说，我都懂得。苏长歌摸了摸他细软的腰肢，亲和地说道：“苏连月娇羞低下头，体内心脏扑扑乱跳，脸颊红晕弥漫。公子的手竟然在自己腰上。天台峰。苏长歌运转太出阴影鬼步，无声无息潜入一棵大树的影子中。这里陆陆续续有人经过，都是天台峰弟子，有去广场吸收灵气的，有去修炼塔磨练自身的。前辈，帮我看看。他手中有着一粒沙，正是黑暗魂帝。黑暗魂帝看着这来来往往的弟子，细细推算，最终却摇了摇头。这些人都是一些小机缘，去别处看看。苏长歌立刻转移地点，他辗转四处，来到了天台峰的议事大殿。此时，大殿中坐着很多天台峰的高层，都在这里喝茶聊天。吕长老，你座下那个叫黄九龙的弟子厉害啊！自从宗主颁布比武大会以来，就属他实力突飞猛进啊！哪里，他不过是厚积薄发而已，让诸位见笑了。谦虚什么？他若是在比武大会上大放异彩，到时候你这做师傅的，啧，我们都好生羡慕啊！艳羡声不断。苏长歌听到黄九龙，
眼眸微微一凝，这不就是当时跟他约战的那个吗？清楚地记得他当时口出狂言，说要在比武大会上打死自己的。萧！就在这时，一道破风音响过，一名中年人走了进来。执法殿，所有高层肃然起敬。中年人脸色严肃，沉声道：“我们封主说了，要联合你们天台峰，共同调查梨花峰那名高手，务必把他揪出来，搞清他究竟何许人也。”苏长歌眼眸微微一凝，要查自己。一名高层上前一步，压低声音道：“冰前辈，这方法不错，两个峰强联合，那高手就算手段再高，也插翅难逃。”中年人脸色阴翳，恨恨道：“上次峰主回去后，脸色很是难看，竟然有人能从他手底下逃脱，实在是可恨。我执法殿在宗门地位举足轻重，没有拿不了的人。可此人倒好，轻松遁走不说，还撂下让峰主都脸面无光的话。该死！”天台峰一名高层忽然道：“是，那高手隐藏得很好，怎么查？我执法殿不是每天晚上都要巡查吗？可以借着这个幌子，暗地里搜查。”中年人阴沉道：“到时候一旦查到蛛丝马迹，两个峰所有高手齐出，务必生擒了他。”天台峰高层行礼道：“没问题，但我们峰主现在去黑市参加拍卖会了，等他回来，我将此事禀报上去。”“可以。”话已带到，我走了。中年人一步踏出，身影瞬间消失不见。浑然不知大殿柱子的阴影里，苏长歌将他们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今天要是不来，还不知道他们要查我。不过苏长歌也不是很在意，想查随便查。旋即他将重心放在了这些高层的机缘上，这些可都是天台峰的高层啊，身份比那些弟子不知道高了多少去了，机缘肯定不差吧。苏长歌看着他们，眼睛发亮，如同在看一座做会移动的宝库。前辈，他们有机缘吗？黑暗魂帝目光在这些高层身上一一扫过，随后开始推算。良久后，他摇头叹气道：“有是有，机缘成色还算不错，但却在别的道域要出一趟远门，划不来。”苏长歌点点头，五大道域中，东道域是最强道域，而眼下要去别的弱小道域找机缘，那还是算了，去修炼塔看看吧。没有收获，苏长歌略有失望。就在他即将转身离去的同时，门外忽然出现一个人影，人影兴奋地跑进来，兴高采烈对着一名高层道：“至尊，我短短3日连破3境，这么快？”那高层脸色一喜，眼中涌现得意之色。周围其他的高层都是对这位高层投去了羡慕的目光。名师出高徒，厉害，真厉害！谁说不是啊？这弟子是我见过的成长最迅速的弟子，堪称10年难得一见啊！我要是有这样的弟子，这辈子满足了。被这么多人夸赞，这弟子高兴得满面红光，道：“师尊，我这次来是想向您请教一下修炼上的困惑。”阴影中，苏长歌本来没在意这人的，但定睛一瞧，只见这人竟是黄九龙，真是冤家路窄。就在这时，黑暗魂帝忽然双眼一亮，大笑道：“哈哈哈，好机缘，好机缘啊！”苏长歌心中一动，急忙问道：“是黄九龙的？”“不错，就是他。”黑暗魂帝眉开眼笑道：“他的机缘和别人不同，吾刚才反向推算了一下，发现他10年前外出游历，在龙潭山脉获得一滴长生血。年轻人，你知道长生血是什么吗？这可是极其贵重的宝物，一滴，只需一滴，即可让修士叩开长生之门，做到长生不死。”“什么？”苏长歌心头一动，叩开长生之门，这是中宝啊！黑暗魂帝继续道：“修士随着修为高涨，寿元也会高涨，但寿元无论怎么高涨，也是有限的，无法做到永久长生。可一旦服用长生血，寿元无尽，与天同寿，长生不死。”黄九龙非常聪明，他知道自己神魂力量弱，若是吞服长生血，很容易就爆体而亡，所以他没有吞服，而是将长生血藏在了住处，等以后神魂强了再。你现在只需潜入他的住处，把那长生血偷到手，这就……嘿嘿。黑暗魂帝说着说着，突然就露出了阴险的笑容。这年轻人若是叩开长生之门，那等自己夺舍之时，便是长生之躯，这波躺赚就爽啊！脑海中刚闪过这个想法，他突然身影一暗，惊叫道：“不好，灵力又耗尽了！年轻人，你速去！”说完，陷入沉睡。苏长歌暗中看着黄九龙，只感到此人莫非是送宝童子。自己逛了一圈，毫无收获，正准备空手而归，结果这货就送上门来了。既如此，那就不客气了。截胡，走！长生血到手，调换砖头，潇洒离去。沿着一条山路，苏长歌很快就抵达黄九龙的住处前。黄九龙由于很能打，在天台峰很出名，所以他地位很高，住处十分豪华，是一处单独的琼楼。这个时候，琼楼附近有一群弟子经过，3、5成群，有说有笑的朝修炼塔走去。黄九龙的住处刚好就在去往修炼塔的必经之路上，所以这里总是过人。但苏长歌隐藏在影子中，这些弟子毫无知觉。突然，苏长歌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此时也是急匆匆地朝着修炼塔而去。王威，那人是王威。王威修为不怎么样，但也想趁着比武大会捞点好处，彻夜的加急修炼。没过一会，所有人走完了，苏长歌迅速钻进琼楼里面。黄九龙在议事大殿找他师尊解惑，随时都有可能回来，我得抓紧了。琼楼中雕梁画栋，
各种家具上都镶嵌着名贵的珍珠玛瑙，十分精致，每一样都价值不菲。苏长歌翻箱倒柜，很快就将黄九龙住处里里外外找了个遍，可是到最后却什么也没找着，无论是衣柜还是箱子，全都是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奇怪，他会藏在哪呢？苏长歌拍拍额头，他记得前世那些小说上写过无数的套路，一般藏宝的地方，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可是按照这个思路来找，竟然什么都没找到，看来得逆推了。他反手开始找最隐蔽的地方。隐蔽的地方很简单，无非就是床底下、地板、墙壁之类的地方。地板下面很可能是空的，藏着东西，而墙壁内部也很可能是空的，有暗层。照着这个思路，苏长歌迅速搜查地板和墙壁。他在地板上敲敲打打，又在墙壁上敲敲打打，得到的反馈都是沉重的敲击声。也就是说，这些墙和地板都是实心的，没有被开辟出暗格。足足找了半个时辰，他还是一无所获。操，怪不得连黑暗魂帝都夸黄九龙聪明，他还真是聪明。苏长歌忍不住咂舌道，不过也不气馁，要是连这点小事都耐不住性子，那还修炼个什么？少许的沉淀后，他没有浪费时间，立刻开始新一轮的搜查。反正黑暗魂帝推算的就是他的住处，藏得再好也跑不了的。突然，外面传来一声敲门声，咚咚咚。苏长歌眉毛一挑，迅速引入墙壁的影子中。一道浑厚的男子声音从外面传来：“黄师兄，你在吗？”一片死寂，根本没人回他。男子还不死心，声音加大了几分，问道：“黄师兄，你在吗？”苏长歌真想一巴掌扇死这个蠢货，有病吧？都没人回你还不赶紧滚！外面的男子好像不耐烦了，猛地大力推门，琼楼的门发出哐当一声巨响，似乎他很不甘心。就在这时，远处走过来一个人，道：“黄师兄在议事大殿呢。”男子干咳一声，暴汗道：“不好意思，我还以为他在里面呢。”旋即，男子朝议事大殿遁去。苏长歌忍不住笑了。第二个说话的人是谁啊？竟然阴差阳错的帮自己支走了那个蠢货。他站在窗户上偷偷瞥了一眼，猛地眼眸一凝，那人竟是司空图。卧槽，这货简直比那货更蠢。苏长歌冷笑不已。司空图给那名男子说了黄九龙目前所在地点后，别的没什么事，也离开了。他是往修炼塔去的，路过这里的时候，刚巧看到有人找黄九龙，就好心提醒一下。司空图走后，苏长歌继续搜，很快他就将这里全部搜索了一遍，任何角落都没放过，可惜却什么都没找到。黄九龙实在是太聪明了，也不知把东西藏到哪去了。忽然，苏长歌抬起头望着天花板，所有的地方都搜过了，唯独头顶没搜。头顶那不就天花板吗？万一天花板内部是空的呢？猛地，苏长歌咧嘴笑了，聪明，真是聪明，根本没人会想到宝物就藏在头顶上啊，这叫聪明绝顶啊！他立刻腾空而起，靠近天花板，一阵敲敲打打。果不其然，在搜查到天花板靠近墙角的位置时，其中一块天花板传出哒哒哒的空置声，这代表里面被挖空了。渣！苏长歌微微一用力，那块天花板被拿了下来，露出后方一个小小的暗格，一个小小的玉盒就在暗格当中藏着。苏长歌眼睛一亮，哈哈哈，找到了！他立刻将玉盒拿出来，打开一看，只见里面悬浮着一滴金色的血液，充满了上古蛮荒的神秘气息，有雄厚的威压流转，浑厚无匹，浩瀚沧桑。嗡！在这滴血液下，空间都似乎受到了挤压，发生嗡鸣，开始断层。苏长歌急忙将此物收进储物戒中，随后准备离开。只是在离开之际，他突然想到了什么，嘴角微微上扬，然后去外面找了一块砖头放进玉盒中，随后将玉盒放回原处，外面再盖上那块天花板。搞定这一切，他拍拍手，潇洒的离开了。第101章圣人天资勃发，洞天滚动，真圣人。第101章圣人天资勃发，洞天滚动，真圣人。梨花峰。苏长歌没有浪费时间，迅速向小屋遁去。长生穴已经拿到了，想必此物定然能作为莲儿开启洞天的条件。这般想着，他很快就回到了小屋。推开门，苏连月正在低落的等待。看到苏长歌回来了，他眼睛一下子焕发光泽，好像春天来临。莲儿，这是我给你找到的机缘，快拿去吸收吧。苏长歌取出长生穴递给他。嗡！长生穴一出现，霎时间浩瀚沧桑的气息再现，空间宛如被一股星河般的力量影响了一般，寸寸裂开，如镜子破碎，露出漆黑底色。这是苏连月虽是凡人入修，以前从未见过修士所用之物，但看到眼前的景象，特别是感知到那恐怖无垠的气息，顿时明白了些许。此物定然是无上之宝。公子，你对莲儿这么好，莲儿真不知道该如何才能报答你。他心中一股感动油然而生，鼻子不由得发酸，泪水不由自主地从眼眶流出，潸然泪下。莲儿不哭，哭了就不好看了，快拿去吸收吧。苏长歌托起他白皙的小手，大方无比地将长生血放在了他的手心。苏连月顿时感到手心暖热无比，长生穴表面猛然流窜起紫青雷电，噼里啪啦的响，内部蕴含的巨大能量似乎即将释放。公子，我日后一定会好好报答您。苏连月心房涌动，一颗心在体内蹦跳，感动至深。公子先是将他从皇家救起，
随后带领他踏入修炼之门，褪去凡俗，成为修士。而今更是赐给他开启洞天的条件。这份恩情如再造之恩，恩重如山。可他身上一穷二白，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东西，无法报答，这让他很自卑，很窘迫，只能用说好话来。可这和空头支票有什么区别？呜，希望公子不要嫌弃自己。恍惚中，苏长歌摸了摸他的小脑袋，道：“别想那么多，先吸收，报答的事日后再说。”苏连月心中暖流阵阵，拭去泪水，将这滴长生血一口服下。嗡，长生血入体，一瞬间，他感觉自己好像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置身在一片苍茫天地中，有源源不断的精纯力量汇聚而来，钻入浑身毛孔，一股热气宛如太阳粒子一般，浩浩荡荡，普照天下，在体内翻腾转化，好似灼热的岩浆，以经脉为媒介，向着浑身四处扩散，灌输进四肢百骸当中。嗡，他体表猛然爆发出金色的神光，脊梁猛地挺直，如龙撑起，散发金色光辉，肌肤如天边金色的大日般璀璨耀眼。也就在这一刻，体内的洞天开辟了，长生血灌输，推动洞天滚滚，带动气息滚动。第一座洞天，第二座洞天，第三座洞天，第四座洞天，第五座洞天，第六座洞天，第七座洞天，第八座洞天，第九座洞天，第10座洞天。圣人转世的恐怖在这一刻发挥的淋漓尽致，恐怖的天赋、根骨、资质在这一刻得到全部体现。只用了几息时间，体内洞天悍然超越了传说级。苏长歌眼皮一跳，直接开辟10座洞天，要不要这么恐怖？而下一刻，嗡嗡嗡，洞天持续开辟，没有要停的意思。第11座洞天，第12座洞天，第13座洞天，第14座洞天，第16座洞天，第17座洞天，第18座洞天，第19座洞天，第21座洞天，第22座洞天。嗡嗡嗡，澎湃的嗡鸣犹如波澜壮阔的大海。仅是几息时间，苏连月体内的洞天悍然开辟到22座，与苏长歌并驾齐驱。而这还只是一滴长生血的功效，要知道苏长歌吸收的可是大日金乌内丹，系统出品，必属精品，比长生血高级了不知多少。可苏连月只吸收了一滴长生血，但在恐怖的天资加持下，就将差距拉的几乎是没有差距。这尼玛，只能说圣人根骨实在是太恐怖了，相当于苏连月本来就有22座洞天之资，只是缺少一个影子，而现在长生血作为影子，打通了他的根骨，将恐怖的圣人根资尽数激活。苏长歌嘴角微微抽搐，大腿啊，结结实实的大腿啊！幸好自己当初截胡了司空图这个机缘，要不然这样的大腿上哪去找？就在这时，他忽然发现了什么，开辟出22座洞天，为什么周围什么气息都没有？根本就没有自己当时那种恢宏威势冲霄而起的气势，怎么回事？就在这时，他忽然又发现梁儿身上不仅没有开辟洞天的恢宏气势，更是连任何的波动都没有。他闭着双眼，身上气息内敛，浩瀚深沉，就好像没有修为一般。苏长歌眼眸微凝，他知道越是这种情况，那就越恐怖。前世那些小说上都是这样写的。嗡，良久，苏连月缓缓睁开双眼，这道眸子是如此的璀璨，释放出若星辰般的斑斓色彩，虽未刻意释放气息，却神辉绚丽，空间自动扭曲，向下坍塌下去。睁开眸子之后，他看了一眼苏长歌，道：“公子，我明白了。”苏长歌心中一动，莫非记忆觉醒了？苏连月眸中闪烁金色璀璨神光，拂袖一挥，刹那间，小屋霞光万缕，圣人规则喷吐，如同万古不灭的神光，斑斓神圣，种种规则秩序犹如大道环绕，浓郁缭绕，喷云吐雾，风卷雾涌。苏连月如一尊武神般绚丽，立身在小屋之中，眸子微微闭合，随后开启，垂落下漫天恢宏与浓郁道韵，绚丽纷呈，如日月普照，沧海奔流。公子，谢谢你。他拉起苏长歌的手，白皙的玉手将这道手掌紧紧地抱在一起，唇角蠕动，柔声道：“原来我是圣人，地落辟逆血，打开成帝可能，自此一路高歌。”感受到他一双玉手传来的细腻柔软的触感，苏长歌问道：“你觉醒记忆了？”苏连月金色的眸子逐渐变幻，少许后恢复如初，记忆如潮水般涌入脑海。前世今生。突然，他猛地又将苏长歌的手抱紧了数倍，抱得紧紧的，柔声道：“公子，谢谢你。如果不是你，我这一世将会猪狗不如，一辈子浑浑噩噩下去。”苏长歌淡淡笑道：“你我之间何须这么客气？不，公子，莲儿会将您对我的好一辈子记在心里，愿为公子侍女，一辈子追随公子。”苏连月感激地看着他，泪水在眼中无声滑落。这一世被人霸凌欺辱，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是公子救了他，将他带了回来，找到机缘，唤醒记忆。如果不是他，自己一辈子很可能默默无闻，最终化作枯骨，再也没有回归圣人可能。两世为人，苏连月看透了很多，更懂得珍惜。见状，苏长歌只是笑笑道：“追随我当然可以，不过你虽然觉醒了记忆，但修为却没有回归圣人，好好修炼吧，争取追上我的步伐。等比武大会之时，你我一起横扫全宗，请遵公子命令。”苏连月点头道：“别这么拘谨，你在我眼里不是奴隶，
而是同伴。苏连月心中猛然再度划过一道暖流，一个忍不住，热泪夺目而出。莲儿知道了，安抚了莲儿的情绪后，苏长歌便推门出去了。苏连月觉醒了记忆，需要一段时间消化。苏长歌知道他需要一个人静一静。也就在这时，系统补贴到账，叮，你送出了1滴长生血，100亿补贴生效，触发超量暴击，本次超量暴击倍数509000倍，恭喜宿主获得地落睥睨血。苏长歌心头一动，地落睥睨，这高大上的字眼组合到一起，似乎是一件超然之宝。系统声音响起，地落睥睨血，上古时代睥睨大帝之血，睥睨大帝戎马一生，惊艳了一个时代。可强者也有落幕的一天，在作画之际，他用尽力气，将身上最纯粹的1滴血保留了下来。亿万年过去，这滴血依旧保持活力，充盈鲜活，似活人之血。吸收此血，可打开成帝可能，一路高歌猛进。苏长歌不由得微微吸了一口凉气。打开成帝可能，据他穿越5年得到的信息，每个人即便再怎么天才，再怎么根骨强横，也始终有上限。那个上限就是他的顶点。虚神境就是一个例子，一些人的天赋根骨只能够支撑他修炼到虚神境，而后就踏步不前了。圣人也是如此，很多大能者修炼了一辈子，直到胡子头发全都花白，都无法证到圣人。至于大帝，那就更难了，堪称大浪淘沙。苍元界修士不知凡几，可证到大帝的，即便是获得那一丝成帝可能，都难如登天。可现在，只要吸收了这滴血，立刻就可以打开成帝可能，从此高歌猛进。换言之，蜕变大帝之姿，牛逼！一时间，苏长歌心中激动，豪情万丈。他不浪费时间，立刻去水帘洞吸收这滴地血。沿着一条路，他很快抵达水帘洞门口。只是抵达这里时，却突然碰到了几个熟人。哟，你们快看，那小透明竟然也来水帘洞了！卧槽，还真是见习罕事。他来干什么？又不能修炼，是来浪费修炼室的吗？赫然是胡汉和黄九龙，旁边还站着王威、张宗宝、司空图。苏长歌扫了他们一眼，瞳孔顿时一寒。这些人都和自己产生过摩擦，如今简直可以说是欢聚一堂了。你们别嘲笑苏师弟了，他也想奋斗上进，你们就不能给他一些机会吗？突然，远处划过一道身影，是楚雪。黄九龙冷笑道：“这可是个人吃人的世界，像他这种弱鸡还修炼，不想死就趁早回家养猪吧。”胡汉阴阳怪气道：“哎呦，可不能回去啊，咱们还和他约了战呢。你这么刺激他，万一他哪根筋想不开，真回去了养猪可咋办？”胡师兄说的是，不过像他这样的弱鸡，我真心建议赶紧回家吧，省得在比武大会上丢了小命。黄九龙冷嘲道。张宗宝和司空图纷纷露出一丝冷笑，看热闹不嫌事大，弱鸡也想争胜子大位，可真够异想天开。楚雪握了握粉拳，气得说不出话来。苏长歌冷笑一声，刚要开口，王威忽然说道：“小透明，你冷笑个什么？是不是不想回家？好，等比武大会，我打到你哭。”胡汉不屑地扫了一眼苏长歌，随后劝王威道：“王师弟，行了，跟这种小透明浪费时间做什么？不值得，赶紧进去修炼吧。”王威吐出一口浊气，道：“也是。我跟他废话个什么？他们今天已经在修炼塔修行了有一段时间了，故而来这里锤炼一下力量。”说完这句话，由胡汉带领5人头也不回地进入水帘洞，各自选择一间修炼室修炼起来。苏长歌看着他们的背影，心中冷笑不已。等比武大会，还不知谁打到谁哭呢。楚雪为他捏了一把汗，不过也没再说什么，他怕打击到苏师弟。随后他长叹一口气，进入水帘洞修炼起来。楚雪走后，又陆陆续续来了很多弟子，他们经过苏长歌面前时，都是露出不可置信的神情。随后也没说什么，径直进去修炼起来。苏长歌很快也进入水帘洞，选择一个修炼室坐下后，他取出地落睥睨血，一口吞服了下去。嗡！刹那间，他只感到一股灿烂若朝阳、滚烫若扬言的热流进入体内，浑身筋骨一瞬间噼啪炸响，汗毛炸起，虎豹雷音，周身劲风嗤嗤作响，蔓延八方。瞬间，有如龙腾虎跃的气势爆发，席卷冲出，气息似海浪般席卷而过，无形中爆发出骇人的威压。地落睥睨血以极快的速度疯狂升华着他的天资根骨。第103章天中冥想，道音久颤，举宗哗然。第103章天中冥想，道音久颤，举宗哗然。这一刻，苏长歌能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根骨传来阵阵热流，每一条根骨都得到了蜕变。内视之下，脊椎骨蜕变为紫金之色，带着华贵和庄严，如同地骨。嗡嗡嗡，骇人的气息无形中形成压迫，如大浪淘沙，波澜壮阔，横推八方。瞬息，其他修炼室传出一声声震惊声。这是如此恐怖的气息，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了什么？卧槽，好可怕！很多修炼室里的弟子都坐不住了，纷纷发出见了鬼的惊叫。在他们的感知中，这是一股什么样的气息啊？如同浩瀚无边的星河，波澜壮阔，光是受到那压迫，都让人感觉深深的窒息。忽然，司空图的修炼室中传来一声倒吸冷气的声音，紧跟着张宗宝也是脸色一变，震撼道：“好恐怖！”刹那间，仿佛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王威、黄九龙、胡汉3人纷纷发出震惊、疑惑及不可置信的道：“抽冷气声，这股气息，我的天啊！
我感到要喘不过气来了。我的苍天大老爷啊，要不要这么恐怖？稳住，快稳住道心，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三人大惊失色，心里七上八下，如同炸开了锅一般。那股气息将他们震荡的道心都几乎不稳，如大海里一叶扁舟，摇摇欲坠。王维狠狠地吸了一口冷气，惊心道：“我的妈呀，这是哪位师兄？等比武大会，可别让我碰到他啊！”胡汉更是吓得瑟瑟发抖，震撼道：“也千万别让我对上他，实在是太恐怖了。”嗡！忽然又是一声响声响彻，一股如浩瀚巨浪的气势席卷而出，掠出水帘洞，如苍龙冲天而起，直上九重天。扎！陡然，天上传来一声炸雷，如晨钟暮鼓，一瞬间响彻天穹深处。道，这是道音！天穹之上，虚空一阵波动，走出一名强大身影，正是归来的杜四海。在听到天中鸣响，道音颤动时，他脸色猛地大变，倒吸凉气，震惊失色。这是哪位天骄，竟能引动天中为其冥想？道音颤动，唯有资质极端强大之人，天地有感，才会响彻天中为其冥想，是为道音。道音等级13史诗级，36传说级，69莽荒级。与此同时，执法殿冰玉呆呆地望着虚空，只感到深深的不可置信。那浩大的钟声如春雷炸响，浩浩荡荡传遍天穹，响彻八方，不可抵挡。他脸色狂变，深吸冷气，震惊失声，有超然天骄出世了。而在同一时刻，梨花峰叶清瑶也听到了这声道音，心头猛地一震，急忙走出小院，抬头仰望天上。只见那天上一声闷雷，如晴日霹雳，万钧雷霆响彻，撼天动地，震耳欲聋。天啊，这是道音！苍兰界自从中古时代再也没有修士可以强大到引动天中道音，眼下他十分震惊，是谁竟能引动道音？然这时苍穹震荡，虚空波动，又是数声道音响彻，扎扎扎扎，连续4声如滚雷鸣爆，天中敲响，道音五颤。太玄道宗内猛地响起无数道整齐的道抽冷气声。我的妈呀，这道音五颤，呲子当真可怕！是谁竟如此强大？刷，虚空一阵波动，接连走出9道强大身影，身上皆是翻滚着海啸般的恐怖气势，如煌煌大日，深邃浩瀚。正是宗门9座封座的封主冰玉、杜四海、叶清瑶及其他6封封主，赫然在列。随着道音响彻，全都坐不住了。眼下所有人呆呆地看着那天穹深处，看着那传出道音的地方，脸色狂变，震惊失色。此子未来的成就，难以想象。道音五颤，此子乃亘古天骄也。宗主呢？发生这么大的事，宗主哪去了？本座在。嗡！虚空泛现涟漪，一辆古老战车横渡虚空而来，林无敌从中走出。这道音五颤，此子可怕，前所未有的可怕！我太玄圣地，这是要横亘春秋，无可匹敌了。林无敌望着天穹深处，心头震惊，也大喜。宗门竟有弟子引动天中，道音为其颤鸣，这即便是开山祖师都没有其殊荣。嗡！就在此时，虚空再度泛现涟漪，一名苍老的身影浮现而出。他的身影似虚非虚，似实非实，存在于虚实两相之间，只有宗主能够看到。林无敌见到，急忙拜倒：“小林，见过太上。”苍老身影不是别人，正是徐老。他望着天穹深处，古井无波的脸上头一次浮现深深的震惊，更有一种被大奖砸到的狂喜。此子当真可怕，可谓我太玄圣地的圣子。不，小林，若你退位，他便是下一任宗主。当着林无敌的面，徐老说出这样的话，林无敌却没有丝毫的不满。对方的资质远远超过开山祖师，更何况他，急忙道：“小林，领命！”就在此刻，苍穹深处猛地又传出一阵波动，如狂龙搅海，拔天参地，浩荡的气势刹那间席卷天穹万里。扎！道音6颤，扎！7颤，扎！8颤，扎！9颤。瞬间，太玄道宗一片哗然。徐老苍老的脸皮狠狠抽搐了一下，只感到深深的无法置信。这9颤，道音9颤，9为极致，此子未来可成帝。此言一出，现场猛然传出一大片狂抽凉气声。所有人都震惊的脸皮发麻，神色恍惚，震撼出一身冷汗。道音9颤，成帝之姿。上古时代，睥睨大帝引动天音冥想，道音9颤，而今又有后人超凡入圣，与睥睨大帝肩并肩，这般恐怖，无可比拟。谁？是谁？究竟是哪位弟子？徐老情绪翻涌，意难平。第104章道音10颤，紫气东来3万里，东道域震动。第104章道音10颤，紫气东来3万里，东道域震动。徐老话音刚落，嗡的一声，苍穹深处猛地再度传出一声浩大的波动，霎时间天际滚雷轰鸣，天花乱坠，地涌金莲，龙凤起舞，麒麟呈祥。一招超凡入圣，紫气东来3万里。扎！又一声浩大如金钟号鼓的响声贯彻，一刹间传遍五湖四海，恢宏气势
席卷天地万物，横扫八荒陆河。道音时颤，嘶，偌大的太玄道宗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倒吸冷气声。林无敌强忍住激动，却也几乎压制不住体内的修为暴动。而徐老瞳孔猛地瞪大，面色苍白，陷入了无穷的震惊之中。道音时颤，天啊！这道音久颤即是大地之资，那这是颤事？他不敢想象，只感到体内心脏扑通狂跳，陷入了深深的震撼当中。此子未来不可反想，当为我太玄道宗的。说到这，徐老已然失去了底气，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道音时颤，太玄道宗已经盛不下此子了，这种天骄，日后的成就，连他都无法估算。嗡！此刻，随着道音时颤，天地交感，生出无穷异象，万千紫气横亘亿万里苍穹，道道霞光闪烁茫茫，璀璨神辉。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无穷无尽的天地异象纷呈，多姿多彩，美轮美奂。随之，一股恢宏的气息席卷苍穹，与那天地异象交织在一起，霎时间异象万千，犹如天女散花一般，一朵朵金莲花瓣自天穹而来，飘飘然落入下方的大地上。顿时，东道域震动，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势力之主愕然抬头，一个个面上都露出了不可置信的神色。他们也同样听到了道音时颤，也感知到那恐怖的气息席卷而来，除了深深的震惊，连其他任何情绪都忘记，更有甚者，麻木了。道音时颤，前所未闻，即便是距今亿万年前的太古时代，也从未有人能引起道音时颤，这是极端恐怖之资。乾坤圣地，一位腐朽老者从棺材盖里爬出来，遥遥地望着太玄道宗方向，浑身瑟瑟发抖，嘴角剧烈抽搐道：“不愧是隐世大宗，真是人才辈出啊！”下方的乾坤圣主吓得不敢多言。早在100万年前，太玄道宗还是圣地的时候，乾坤圣地还不知道在啊。而今隐世，特别是今日出现了一尊引动道音时颤的超然天骄，这座隐世大宗如日中天，更加豪横了，让乾坤老祖心头狂震，脊背发凉。在乾坤老祖发悚的同时，东道域幽冥圣地、东道域阴阳圣地、东道域流光圣地、东道域天阙圣地、东道域道仪圣地圣主连同所有高层都是立在山头，遥遥望着太玄道宗，只感到心头剧颤，涌起一股极端的不真实感。道音时颤，天啊，这还是人吗？而在万里之外，一处隐世豪门当中，金翅大鹏古族，这是从中古时代流传下来的古族血脉后裔，族内高手如云，大能遍地。一些族中子弟动辄5神境起步，更有甚者，则是5神5境、6境的大能。5神境、6境、5君、5王、5皇、5帝、5神、5祖，一步迈入5神，即被世人尊称大能。此时，金翅大鹏一族中，一道苍老的身影突兀浮现在大殿，望着斑驳的城墙及古老的家族诸人，脸色凝重，叮嘱道：“以后见了太玄道宗的人，要么绕道走，要么低头叫大哥，听到没有？”听到了，谨遵老祖吩咐。下一刻，苍老的身影兀自一抖，化作金翅大鹏王，一双翅膀遮天蔽日，呼啸而来，朝着天际飞去。只是在飞行之时，他忽然想到了什么，猛地倒吸一口凉气，急忙收了翅膀，落在地上行走。自己还敢御空飞行，嫌命长了。不止金翅大鹏一族，同一时间，黄金古族、赤血古族、隐世豪族、上古王族、东道域叶家、东道域武家、东道域马家、东道域周家，这些豪门望族，此刻皆是冷汗流下，所有人立在地面，如蝼蚁仰望神奇，仰望着太玄道宗方向，感觉自己的手和嘴巴都在颤抖。唉，有族长喟叹，受到极大震撼。其他的族人皆是受到极大冲击，无一不是被震撼，实在是难以接受。太玄道宗本就是老牌势力，凌驾于东道域所有势力之上，而今又出现了如此恐怖天资之人，这东道域已经盛不下太玄道宗了。至于这片道域其他的大大小小各方势力，则都立在自己的山头，心脏狂跳，心中引起轩然大波，神色恍惚，怔怔失神。太玄道宗，林无敌和徐老中士回过神来，望向水帘洞方向，吩咐道：“不要去打扰那位天骄，让他好生修炼。等比武大会，此子必会横空出世，大放异彩。开辟洞天之时，不能被打搅，会吐血走火入魔。而这种更加恐怖的道音时颤，他们更不敢打搅，生怕出现茬子。”是，诺。所有峰主点头。下方除梨花峰外，8个峰座上皆是立满了乌泱泱的弟子，都是心头狂震，全身都在瑟瑟发抖，脸色一变再变。你们说，会不会是上次那位开辟出18座洞天的那位师兄？很有这个可能。这位师兄当真天赋超常，连宗主都，太可怕了。如果在比武大会上碰到了他，我直接认输。我也是。水帘洞，呼，吸收了地洛睥睨血，苏长歌长长的吐出一口浊气，而下一刻，地洛睥睨血反哺回来，修为蹭蹭暴涨。轰！神罡境1重天，神罡境3重天，神罡境5重天，神罡境7重天，神罡境9重天，修为飙升，力量也跟着蹭蹭暴涨。9000万斤，1亿斤，1亿5千万斤，2亿斤。不得不说，大地血液带来的提升是恐怖的，肉身力量悍然增加至恐怖的2亿斤。随后，苏长歌闭上双眼，静心沉淀起来。
时光悠悠而过，转眼过去8个时辰，胡汉他们已经走完了，其他的弟子经过1天的修炼，也纷纷离开此地。某一刻，大功告成，苏长歌睁开双眼，眼中金光爆闪，熠熠生辉，体内劲力震动，筋骨噼啪作响，仿佛内部蕴含着无穷无尽的力量。旋即，他深吸一口气，回归梨花峰。深夜，月黑风高，一轮血月高挂枝头。天台峰昏暗的密室内，火光通明，杜四海和冰玉正在密谋。今夜3更，搜查那名高手。如此甚好。杜四海点头道。没过多久，一名佩戴青铜獠牙面具的死士如一尊巍峨神奇屹立，冰冷的面具下透着一股股嗜血的杀意。这是天台峰出的人。而执法殿悍然出动2名高层，头戴冠冕，身披黄金甲，骤立身于此地，犹如一方战神，脸色冷漠。诺。很快，月上中天，梨花峰3道身影盘踞在虚空，每一道都若隐若现，恍若是古老的大能者蛰伏在混乱之疆域的最深处，伺机待命，见血封喉。张青铜古镜，上古道气，水火不容。漆黑的夜里，昏暗无光，伸手不见五指。空气中一股股肃杀的波动传来，弥漫着摄人的压迫，气氛萧肃，让人感到危险与绝望。有异样。很快，佩戴青铜獠牙面具的死士发现了端倪，那是一处崭新的木楼。死士清楚地记得，梨花峰除了前山叶青瑶的住处，以及后山青潭附近的苏长歌住处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住所。可现在却多了一个。有鬼！执法殿2名高层也反应过来了。唰，虚空一阵波动，3道恐怖的气息如上古凶兽张开獠牙，横渡虚空，向着木楼疾驰而去。那木楼正是季晨瑜的住所。就在3人向那边杀去之时，小院中叶青瑶感知到了什么，猛地眼眸一寒，冷声道：“什么人？”哗啦，他的身后出现一片汪洋，海水蓝到发黑，卷起千重浪。随着他手掌波动，巨浪冲天而起，滔滔呼啸，似江海奔腾，在整个峰座奔流开来。峰主级别，即便是最弱的峰主，也绝非弱者。3人隐匿在虚空中，无声无息，但用这种方法大浪淘沙就能揪出来。不好，被发现了！水面泛现涟漪，3道虚无近乎透明的身影在当中沉浮。几乎刹那，叶青瑶顿了过来，看了一眼，冷冷道：“好啊，怪不得徒儿说天台风与执法殿，一不做二不休，做掉他。”佩戴青铜獠牙面具的死士现身，手中出现一柄神兵，这神兵名为乌金三叉戟，锋利无比，泛着喋血的寒芒。执法殿高层反应也很快，手中纷纷丢出一个阵法，将整座梨花峰封禁。霎时间，梨花峰与外隔绝，发生任何事都不会被别人知晓。紧接着，执法殿高层手中泛现刺目的剑芒，一柄柄神兵浮现，在黑夜中散发噬人气息。他们抬手一指，虚无中爆发一阵刺目的剑芒，宛若是一片燎原箭雨激射，漫天杀机沸腾。佩戴青铜獠牙面具的死士挥动乌金三叉戟，虚空爆发嗡鸣，空间坍塌，有如虎豹之音响彻。3人合力围攻一峰之主，呲啦，失崩！黑暗的夜里，恐怖气息弥漫，远处的天穹都在坍塌。佩戴青铜獠牙面具的死士并非寻常死士，而是杜四海全力栽培的天骄。而那2名执法殿高层也个个都是狠茬子，3人都是武神境大能，出了名的心狠手辣，吃人不吐骨头。随着3人合力，一股股凶残暴力的气势爆发开来，漫天杀机落下，激射而出。好，看来天台峰和执法殿与我梨花峰是水火不容啊！叶青瑶深吸一口气，面对3人爆发的惊人气势，手中出现一柄金色神剑，这神剑同样属于神兵范畴。他抬手一挥，斩出了一剑。嗡！神兵嗡鸣，有如崩天裂地的气势涌动，神力呼啸，属于仙台境的修为全面爆发。武神之上，便是仙台。轰！滔滔的神力涌动，恍若星河，绚烂的伟力奔腾，剑光刹那斩碎燎原剑雨，将其撕扯粉碎，斩击崩灭。寂静的夜里，传来刺耳的金铁交击之声。眨眼间，3人的攻势一扫而空。唰！叶青瑶眼眸无情，手掌挥动，再次斩出了一剑。一道璀璨到极致、锋利到极致、恐怖到极致的剑芒呼啸冲出，宛如万丈剑光，寸寸斩击过去，将虚空都分为了2半。哼，你以为我们敢杀过来，就没有做足准备吗？执法殿高层讥诮一声，心念一动，周身传出一道嗡鸣。嗡！一面古朴的青铜镜浮现，沧桑古朴，却带着浩瀚的气息流转，恍若是中古时代的灵宝，又似那上古时代的道气。青铜镜旋转，嗡鸣，迎风暴涨，刹那间暴涨至万丈大小，恍若天堑，矗立在3人身前。嗡！万丈剑光斩入青铜镜之上，却恍若泥牛入海，消失无影，宛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的爆炸波动传出。盗窃！叶青瑶眼眸一凝，紧随着青铜镜内部发生诡异的绚烂神光，似乎蕴养着可怕的神威，随时准备爆发惊天动地的一击。离得老远，叶青瑶看到了自己刚才那道剑光被吸收、被吞噬，青铜镜酝酿神威，威力悍然暴涨数十倍，下一刻猛地释放而出，万丈剑光如苍龙临世，破灭虚空。呲啦，剑光呼啸，如审判般斩击而来。唰！叶青瑶反应很快，急忙向后暴退，
可那剑光在道气的韵养下威力暴涨，电光火石间斩击过来，几乎躲不过了。糟了！没想到我叶青瑶会在今日，他使用神兵挥出的全力一击，如今被放大数十倍，这谁顶得住？唰！就在此时，一道白光闪过，如同是夜空里的一束流星，似能照亮黑夜，照亮苍穹。一道白衣身影出现在了他的身前，叶青瑶猛地愣住，瞳孔中绽放出浓浓的不可置信。第106章肉身圣人硬扛绝杀，摧枯拉朽。第106章肉身圣人硬扛绝杀，摧枯拉朽。轰！咔嚓嚓！万丈剑光狠狠斩击在这道白衣身影上，顿时火花四溅，刺目的火星耀眼了整个夜空，如大剑斩击在钢铁上，爆发出惊爆打铁声。剑光不到半刻便崩灭消散，白衣身影却完好无损。叶青瑶呆呆地看着挡在自己身前的白衣身影，身子僵硬住了。别怕，有我。这道白衣身影玉树临风，而说出的话又是如此的洒脱，如此的振奋人心，给人极强的安全感。只是他的脸上戴着一张白色的面具，让人无法认清。陡然，执法殿三人瞳孔巨缩，异口同声倒吸一口凉气。这是什么肉身，竟能硬扛这般的一击？莫非他就是那名高手？是了，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杀！三人虽震惊，但也很快回转心神。佩戴青铜獠牙面具的死士率先出手，乌金三叉戟刺穿空间，在虚空留下一道恐怖的裂痕，宛若是大能者一戟刺出虚空，留下一道璀璨的伤痕。杀机四射，映照虚空，苍穹刹那间破碎，被刺出一道骇人的巨大裂缝。执法殿高层也振臂一挥，手中出现一柄带血的战斧。早年他曾用这把战斧屠戮一整座圣地，眼下一斧砍出，虚空都在坍塌，斧光劈下，比起闪电还要刺眼。另一名执法殿高层反应也很快，大喝一声，浑身筋骨如雷霆般噼啪炸响，恍若千军万马在奔腾，挥动一柄黄金战戟，咆哮着刺来。战戟划过，绽放无比绚烂的神华，这一戟几乎让天地都为之失色。这是执法殿的绝杀术，没有人能在这一戟之下逃脱。可怕，强，很强，连我都感到心悸。叶青瑶眼神凝重，瞳孔收缩，能从这一戟下清楚感知到无与伦比的死亡之气扑面而来。作为执法殿，任何一人走出去都是屠戮圣地的存在，这太可怕了。这是三人联手下的必杀啊！白衣身影正是苏长歌。面对这三人合力的绝杀，他身上的白衣猛然蜕变，绽放绚丽的神华，化作紫金色的甲胄，挡在叶青瑶身前，如一尊不败战神。屹立无尽的道运规则秩序在甲胄表面绽放绚丽铅华，如大道锁链萦绕周身，玄光纷呈，美轮美奂。抬望眼看着那爆发神威的三人，眼中闪过一抹冷笑，腰杆子挺得笔直，脊椎骨如龙骨撑起，对着身后的叶青瑶淡淡道：“站在我身后，我护你。”叶青瑶浑然无措，等回过神来，才察觉心中划过一抹暖流。这已经是第3次被他救了，也在刹那看到身前的白衣身影昂起了头，那笔直的腰杆挺起，如同在撑起世界，恍若是一尊巍峨神奇屹立身前，又恍若是太古时代的神王踏破时空长河的锁链，登临人世间。总之，在这道身影下，他心底掠过与生俱来的感动与安全感，浑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泪水无声滑落。去死吧！执法殿三人也看到了白衣身影在三人的绝杀下面不改色，甚至还闭上了双眼，腰杆子挺得笔直，似乎要硬扛这三人联手绝杀的一击，眼皮不由得一跳，随之爆发冷笑：“能接下这一击，爷爷跟你姓！”可还没等他们回过神，就看到那白衣身影睁开了双眸，这一刻犹如是一尊恐怖至极的神旨复苏，如同远古圣王觉醒，锋利的眸子绽放出圣辉一般的璀璨，滚滚杀意如龙卷雨击般划过。那是地息，地落霹雳血升华了苏长歌的根骨，体内一身的骨骼尽皆蜕变为地骨，连同这圣人肉身与2亿斤巨力尽数炸裂而出。看着那急速刺来的乌金三叉戟，指尖轻轻一点，轰！三叉戟爆开，火花迸溅，化作绚丽的烟花。接着，苏长歌再度出手，一根手指扫在那带血的战斧上，轰！战斧无声炸开，化作虚无。至于那霹雳而下的黄金战戟，随手的一掌拍去，轰！黄金战戟寸寸炸裂，化作火星。叶青瑶震撼地看着这一幕，心脏在体内蹦跳，几乎要蹦出了嗓子眼。这是何等可怕的力量，竟摧枯拉朽般解决三人联手之下的必杀。而那三人脸上的笑容逐渐凝固，呆滞地看着这一切，如在看待一只怪物。这是什么肉身，竟轻而易举将自己等人的杀招一指点爆？这难道是肉身成圣吗？也在意识到这一切的刹那，眼皮猛然暴跳，瞳孔开始剧烈的收缩。执法殿在宗门举足轻重，在外界更是叱咤风云，几乎无人敢惹。可今日那恐怖的肉身圣人，仅凭力量都能将他们打爆。顿时间，他们怕了，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恐惧。这人如此可怕，怎么可能？梨花峰怎么会出现这么一尊强者？峰主！执法殿高层艰难转头望向天台峰，眼中闪过一抹愤恨与痛悔。天啊，你为什么要派我们来？其他二人亦是齐刷刷转头望向天台峰，也望向执法殿，眼中除了忏悔和怜悯，再无他情绪。那下方的身影紫金甲胄恢复白衣，衣衫随风飘摇，
身影翩翩如一位书生，飘然屹立，却绽放出耀眼神华，如神指般耀眼，白色倒韵缭绕，为这一幕增添斑驳色彩。踏！苏长歌迈出一步，陡然，执法殿高层头皮发麻，脑壳都要炸开了，瞳孔剧烈收缩，心脏加速的看去，难以相信今日会死在这里。轰！刹那，眼前白影闪过，一道拳头如陨石般砸向他的面门。轰咔！肉身如陨石碾过，执法殿高层躲避不及，头颅炸裂，身子化作血色的烟花，朝着地面迸溅。紧随着，轰咔！又一人化作血雾，连骨头叉子都没留下。最后，苏长歌望着余下的佩戴青铜獠牙面具的死士，同样毫无花哨的一拳轰出。佩戴青铜獠牙面具的死士心头巨震，却也拼死抵抗，身前猛地浮现一面古镜，效仿青铜道器。只是镜子在肉身圣人面前，连一刻钟都没坚守下来，就被一拳打爆。啵！拳头贯穿古镜，两亿斤巨力无情轰在死士脑袋上，他顿时感到眼冒金星，头晕目眩，肉身当场炸裂，爆成血雾。三人团灭，尸骨无存。第107章，你是谁？第107章，你是谁？三个储物戒指掉落在地上，散发着银白色的光辉，如同是月亮石所做的一般，闪闪发光，熠熠生辉。苏长歌将它们捡起来，揣进兜里。那佩戴青铜獠牙面具的死士一看就知是死士中的佼佼者，身份尊贵，储物戒里肯定放满了宝物。至于执法殿的两位高层，更不用多说。随后，他大手一挥，将那面青铜镜也收拾起来。这道器可以反弹攻击，可是大大的宝物，他绝不容错过。搞定这一切，他便准备离开了。你是谁？突然，一个声音响起。苏长歌转过身，是美女师尊。面具之下，他爽朗地笑了笑，略微改变了一下声音，道：“一个你很熟悉的人。”旋即，他的身影在叶青瑶身边走过，迈向梨花峰深处，最终消失不见。看着他一步步擦肩而过，叶青瑶呼吸急促，想要开口追问，却始终没有勇气说出口。熟悉的人究竟是谁呢？莫非是徒儿？不对，声音有些不对。我很熟悉的人会是谁呢？前山下，季沉于睡梦中被一阵打斗声吵醒，可等他出来时，战斗已经落幕。他遥遥看到一道白衣身影在师尊身边走过，步入梨花峰深处，最终消失无影。他明亮的眼睛闪了闪，有些不解。苏长歌很快回到了小屋。公子，苏连月迎面而来，美目华光涌动，如天地异象纷呈，美不胜收。他方才目睹了一切，除了备受震撼外，便是浓浓的欣喜。公子好厉害！苏长歌笑道：“好了，天色不早了，等有空了，我带你出去游历一番苍蓝大地。现在先睡觉吧。”说完的同时，苏连月脸颊微微一红。天台峰密室内，昏暗的烛光下，有严肃且萧杀的气息扑面，空气凝重，一股股冷肃的杀意隐隐奔腾。他们陨落了。这一次，杜四海出奇的平静，没有丝毫的愤怒。他手里有一盏魂灯，现在已经熄灭。即便他感知不到梨花峰任何的战斗波动，但这魂灯做不了架。人死灯灭，又是3条鲜活的生命被那高手干掉了，这怎么就又死了呢？冰玉瞳孔中闪过一抹不可置信，不过下一刻便不怒反笑，道：“好啊，真是反了天了，连执法殿的人都敢杀。”杜四海咳嗽一声，沉声道：“怎么？听你的意思，是要找宗主到打他们一罢了？”冰玉点点头，恨恨道：“迄今为止，还从未有人敢动执法殿的人，难道不应该告发他们吗？”杜四海摇摇头，那高手隐藏的一丝不苟：“你如果去找宗主，那估计梨花峰没事，我们反而要被宗主调查了。梨花峰给人的印象一直都是最弱的峰座，毕竟是9峰之中垫底，唯一的弟子也不能修炼。你去告发他们，宗主是不会信的，反而会引火烧身。除非揪出那名高手。可你看，我们2峰这次强联合，揪出他来了吗？”冰玉心里咯噔一下，那我们怎么办？难道就只能吃下这个瘪？杜四海白了他一眼，道：“我都吃了多少个瘪了？”冰玉哑口无言。天台峰不知道都陨落了多少高手了，堪称元气大伤，偏偏还不能找宗主申冤。而现在他也是派人杀向梨花峰的，若是去找宗主，恐怕林无敌查起来，最终所有的矛头都会指向他这里，后果不用说肯定堪忧啊！一时间，他一口气憋在心里，怒火填胸，如同吃了苍蝇一样难受。等我弟从云上穹顶回来再说吧。杜四海打算避一下风头。第2日清晨，一轮火红的大日从东方升起。小屋中，苏连月还未醒，苏长歌已经早起来了。系统提示：苏连月修为+1+1+1+1+1+1+1+1+1。苏连月自从成功开辟洞天后，修为就恢复了自动增长，想必过不了多久就能迈入下一个境界。这种躺着就能长修为的天赋，让苏长歌心里爽得发麻。莲儿实力增长，就跟他增长一样，怎能不爽？不得不说，莲儿真好养活呀，平常都不用管就行。他爽朗一笑，打开窗户，呼吸了一口新鲜空气，随后打开昨夜那3个储物戒指。第一个戒指里放着60多万上品灵石，一眼望去光芒闪闪的。除此外，还有一门地级功法9节轮转功，其他丹药灵果若干。第2个戒指里除了白花花的灵石之外，还放着一柄金光湛湛、晶莹剔透的东西。这是剑佩。苏长歌眼睛一亮，此物约有3尺长、2指宽，
通体银光，道道剑鸣在其周身之上颤吟，凌厉的剑意流淌，璀璨至极，伴随着道运法则流转。这剑胚不算是一把剑，只算是一把半成品的剑，虽然还没有锻造成完整的剑气，但内部蕴含的凌厉杀伐气息就已经掩饰不住。苏长歌虽然不认识这是什么品级的剑胚，但一眼就看出此物绝非寻常的剑胚，真是没想到竟然还能收获这种宝贝。接下来他打开第3个戒指，戒指里面五色光芒流溢，放着各种珍稀宝石，有月亮石、太阳石、光芒石、星辉石，各种各样，一应俱全。这些宝石都是增加兵器威力的宝石，一旦镶嵌在兵器上，兵器的威力立刻就会蹭蹭飙升。最后他开始琢磨那面青铜镜，这青铜镜自从收回来以后，就变化的只剩巴掌大小，镜子里面照不出人脸，只能看到一层白蒙蒙的云雾。这是个宝物。苏长歌眼中闪过一抹喜色，这玩意可是道器，能够吸收伤害，然后几倍的反弹回去，是个不折不扣的重宝。旋即他抬脚走出去，准备将此物赠送给美女师尊。没过多久，他就抵达了小院，推开门，只见叶青瑶站在院里，正遥遥望向自己的住处，柳眉微蹙，若有所思。叶青瑶，不二，你什么时候学会往自己脸上贴金了？师尊遥望着我的住处，是在猜测什么吗？苏长歌心中低语，他的手中还握着一粒沙，正是黑暗魂帝。在刚才来的路上，他就已经唤醒了黑暗魂帝。年轻人，大功告成。黑暗魂帝将青铜镜上的命运线无声无息地抹去，随后灵力不足，再度陷入沉睡。至于镜子的外貌，倒没有改变。镜子这种东西，一旦碎裂，就再也无法复原。而苏长歌此来也自然不是正大光明的赠送，而是准备悄悄地将此物放下，让美女师尊自己去捡。毕竟自己昨夜把这镜子拿到手，现在又赠送给她，美女师尊冰雪聪明，肯定会察觉出端倪。唰，苏长歌手腕一抖，镜子悄无声息地飞向小院的角落，最终跌落在墙角的草丛里。做完这些，他走上前去，将叶青瑶揽入怀中，道：“师尊，看什么呢？”叶青瑶回过神，摇头苦笑道：“没什么，只是觉得有个人和你很像。”他心头颤动，昨晚危急时刻，是那道白衣身影为他撑起了一片天。他不知道那白衣身影是谁，但潜意识中总觉得与徒儿很像，而且那人又说是他很熟悉的人，这让他胡思乱想，怔怔失神。苏长歌听出了他话里的意思，他也没回话，而是一笑而过。师尊，其实那人就是我啊！摇摇头，他将心中的这句话驱散。如果现在暴露了，那比武大会上就不能给师尊惊喜了。对了，徒儿，其实这段时间我心里一直都有个疑问，但你每次走得太快，我都没来得及问。叶青瑶忽然想到了什么，柳眉皱起，说道。苏长歌点点头，师尊请问。叶青瑶美眸直视着他，沉声问道：我记得你这4年来一直都是默默无闻，可这段时间为什么总是3番5次给我赠送宝物呢？而且那些宝物多种多样，甚至还有数量上亿的灵石。苏长歌付之一笑道：早前已经说过了呀，这段时间屡获机缘，自然会来报答师尊。说到这，他抬起右手，手掌抚摸在叶青瑶粉白无瑕的皓腕上，道：若不是抱着您的大腿，我一介凡人根本挺不过这4年啊。肌肤碰撞，入手之处，苏长歌只感到手感细嫩丝滑，如同是在抚摸美玉一般。他说的也是事实，玄幻世界弱肉强食，如果不是抱着美女师尊的大腿吃软饭，他根本生存不下去。叶青瑶脸颊猛然一红，心头触动，柔声道：你的手好像有点凉，我来给你暖暖。苏长歌微微一笑道：师尊，你真好，好肉麻。叶青瑶白皙无瑕的俏脸粉晕朵朵，如含苞怒放的花朵，姹紫嫣红，美不胜收。说着，他将自己手掌伸了过去，贴合在苏长歌那只右掌上，紧紧地贴在那只手掌上，俏脸上的红晕更加的绯红了，如同粉红色的桃花盛开，娇羞动人。至于机缘的事，他也没有再追问下去。机缘2字足以解释一切，在浩瀚无垠的玄幻世界，机缘无数，每个修士冥冥中都有自己的机缘，就看修士能不能抓住了。值得一提的是，机缘分为大机缘和小机缘，小的只是锦上添花，而大的足以让修士逆天改命，从此青云直上，一飞冲天。叶青瑶也时不时的有很多机缘，有大有小，某次有一个大的，直接让他连破数个大境界，十分恐怖。眼下他洁白晶莹的俏脸红晕弥漫，抬头凝望着苏长歌，眸中有斑斓情愫划过，含情脉脉。要知道，即便至亲至深，也不可能将自己的机缘赠送给对方。可徒儿呢，将他的机缘都毫无保留地送给了自己，这是将自己放在了心中最重要的位置。对了，还有一件事，他突然又想起了什么，问道：宗门出现了一位引动道音石颤的超然天骄，你有什么感想呢？苏长歌笑了笑道：徒儿觉得那人万古无一，是谁都比不上的，以后若是成长起来，必会横亘万古，青史留名。徒儿还觉得他肯定和我一个是个帅气的人。得，变着法子夸自己。叶青瑶扑哧一笑，小粉拳在他胸膛上敲击了一下，笑道：你呀，什么时候学会往自己脸上贴金了？苏长歌撇了撇嘴，心中诽谤道：我才没贴金呢。叶青瑶也没在意，将手从苏长歌手掌上拿开，
随后伸开粉白的双臂，环抱住苏长歌的腰，将他紧紧抱住。就在这时，门外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咚咚咚，紧跟着季晨瑜的声音传来：“师尊，您起床了吗？”叶清瑶急忙松开手，干咳一声道：“有什么事吗？”季晨瑜道：“您昨天赐给弟子地功法，弟子有些地方看不懂，特来请您。那您进来吧。”叶清瑶长吁一口气。苏长歌道：“师尊，那我就先告辞了。”叶清瑶脸颊红红的，还有余韵未散，有些不舍，感觉心里湿落落的。苏长歌没有过多久留，起身准备离开，差点忘了，这个牌子是你的，拿着。叶清瑶忽然从怀里取出一个牌子，交到他的手上。苏长歌定睛一瞧，原来是自己的身份牌子。好，那我走了。他接过牌子，旋即起身离去。就在苏长歌刚刚离去之际，叶清瑶忽然眼睛一动，注意到了什么？一旁的墙角处似乎有个东西在反射光线，他抬手一挥，将那东西隔空取来，低头一看，原来是一面青铜镜。咦，这不是昨晚？他一下子就认出来了，眼中顿时闪过一抹惊讶。这镜子不是被那道白衣身影收了吗？为什么会出现在我这里？另一边，苏长歌出了门，转头就看到了季晨瑜。见过恩公。季晨瑜弯腰作礼，对待这个救了自己兄长，而且还带领自己拜入太玄道宗的师兄，他心中十分感激。第109章超量暴击，获得太初阴阳镜。第109章超量暴击，获得太初阴阳镜。不必客气，好好修炼吧。苏长歌摆摆手，起身离开。季晨瑜是来找美女师尊的，但跟自己已经没什么关系了。旋即，他朝着自己的小屋走去。还没到地方，系统补贴如约到账。叮，你送出了一面旋即道气青铜镜，100亿补贴生效，触发超量暴击。本次超量暴击倍数516000倍。恭喜宿主获得太初阴阳镜。太初阴阳镜，苏长歌心中一动，看起来似乎是件宝物哈。下一刻，系统声音响起：太初阴阳镜极品道气，可以吸收一切伤害，不断累积，蕴养其中，只等释放绚烂无比的一击。当释放之际，威力能够暴涨1000倍，爆发出撼天动地的破坏力。哦，苏长歌眉毛挑起，道气品级天、地、玄、黄，黄最次，天最高。也在听完系统提示的刹那，苏长歌猛然明白过来，这不就相当于充能吗？给道气充能，不断的充能，道气内部蕴含的能量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最后一举释放，破坏力不要太强大。这时，系统声音又响起，系统提示目前已充能量0.10000，换算单位能量值。什么？10000点能量值？苏长歌心中一喜，猛地明悟了。昨晚那个青铜镜好像只能吸收1次攻击，然后必须释放，可这个太初阴阳镜能足足吸收10000次，上限这么高。这般恐怖的上限之下，吸收过来的能量不断累积起来，等释放之时，乖乖，恐怖如斯。不错，这玩意真不错，看来我要去给这宝物充能了。苏长歌满面红光，一旦将此物的能量充满，等到比武大会时就是自己的一大助力。至于怎么充能，这个很简单，直接找一处妖兽巢穴，妖兽越多越好，越强大越好，直接将他们爆发过来的伤害吸收，这不就美滋滋了。看来要下山一趟，宗门里又没有妖兽巢穴，只能下山去收集了。不过这一次，苏长歌打算带上苏连月一起，也免得他苦苦等待，挂念无比。他每次出门，莲儿都翘首以盼，孤苦伶仃，这对一个极其需要温暖的女孩来说，很伤人心。说干就干，苏长歌加快步伐朝小屋走去。没过多久，成功抵达门前，推开门，苏连月还在睡梦中，小嘴红润，口中不断呢喃：“公子。”看得出来，他似乎梦到自己了。苏长歌在床头坐下，静静等待。大概半个时辰后，苏连月缓缓苏醒，他睁开惺忪的双眼，一眼就看了苏长歌。公子。他心中暖流阵阵，一股安全感涌上心头。他多么想每天睁开眼，第一眼就看到公子，而现在他感到一股暖意直抵心头，注入心房深处。如果以后每天都这样就好了，他在心里幻想。苏长歌开口道：“莲儿，起来吧，我带你一块下山。”苏连月下意识问道：“去哪？”“去找一些有很多妖兽的地方。”苏长歌刚说到这，忽然发现莲儿只顾着反问了，没有要起来的意思，嘿嘿一笑道：“快起来啊，再不起来要打屁屁了啊！”马上，苏连月急忙从床上爬起来。今天苏长歌要带他出去，他心里很高兴，因为自从来到这里后，苏长歌就只带他出去过一次，那一次是去天河城。从那以后，苏长歌不管做什么，都再也没有带他一块过了，都是放在了家里。这让他觉得是不是自己不够漂亮，给公子丢脸了。万幸的是，今天终于又等来了一次。走吧。苏长歌捏了捏他的脸颊。苏连月低下头。很快，两人走出小屋，朝着外界而去。只是这个时候，苏长歌突然灵光一闪，想到了什么。虽说是出门吸收伤害给道气充能，但若是能顺道截胡个机缘，提升自己的修为，那不就双赢？说来也是巧了，就在此时，天台峰上忽然有2道身影冲天而起，御剑飞行，朝着远处快速遁去。苏长歌认了出来，那是天台峰一名杂役弟子，名叫赵无涯。而另外一道身影则是一名身披道袍的老者，那是宗门的护道者。宗门当中，每当有弟子赶往外界的时候，都可以申请一名护道者跟随，
保护自身的安全。如果对自身实力自信，也可以不申请。眼下赵无涯和护道者身影迅捷，匆忙无比，似乎有什么急事。苏长歌眼眸一凝，察觉有古怪，让魂帝看看。他手中出现半块灵石，黑暗魂帝很快就以一粒沙的外形出现。前辈，那两人行色匆忙，肯定有事，你快点帮看看。闻言，黑暗魂帝远远扫了赵无涯一眼，顿时脸色大喜，道：快跟上他！第110章道仪圣地求援，十方镇狱经，赤血舍利子。第110章道仪圣地求援，十方镇狱经，赤血舍利子。苏长歌心中一动，急忙带苏连月御剑而起，暗中跟上。一路上，黑暗魂帝解释道：赵无涯刚才在任务殿接了一个任务，那任务是道仪圣地发来的一封求救信。那封信的内容很简单，上面写着道仪圣地在吞云山脉发现了一座中品灵脉，可道仪圣地正要开采之时，赤血古族突然出现，信口雌黄说这灵脉是他们先发现的。于是双方大打出手，打到最后还是没解决。信中还说赤血古族底蕴深厚，强者众多，他们道仪圣地不敌，陨落很多弟子，状况极其惨烈，所以希望太玄道宗能够出面，也就是花钱找人。这封信是一只大鹰送到宗门来的，随后被挂在了任务殿，然后被赵无涯接走了。赵无涯赶往道仪圣地，不费吹灰之力就解决了双方之间的摩擦。道仪圣主十分感激，给出报酬十方镇狱经，而赤血古族也不敢得罪太玄道宗，为表歉意，赠送赵无涯一枚极端稀有宝物赤血舍利子。你知道十方镇狱经是什么吗？这是一本十分古老的秘术，源自上古时代的一位仙王巅峰强者。那仙王呕心沥血，费尽一生方才创造出这门功法，一旦修炼，体内将会出现9981座炼狱，可以将别人的神魂抓入其中，生生炼化，转化为自己的力量，恐怖至极。而那赤血舍利子，听说是一位得道肉身佛作化形成的舍利，后被赤血古族得到，用族内鲜血日夜供养，内部能量早已不知暴涨了多少倍。若是吸收，不知会蜕变何等恐怖体质。无粗略猜测，应该会蜕变佛门至高体。这两样东西你必须截胡，对你的提升是巨大的。说到这，黑暗魂帝忽然想起了什么，眉头一皱，道：咦，我记得那颗舍利子在中古时代好像就已经从赤血古族手中失窃了，可如今怎么会重现天日？他急忙掐指一算。少许后，黑暗魂帝猛地脸色大变，心头大惊，改口道：别，不要去，有诈！刚说完，他的身影猛然暗淡无数倍，灵力耗尽，即将陷入沉睡。他很不甘心，张了张口想要提醒苏长歌，但却说不出话来。很快，他灵力彻底耗尽，陷入沉睡，一动不动。有诈！苏长歌眉毛一挑，不解其意，不过也不是很在意。这两样东西如此恐怖，那么用来刷补贴肯定能刷到更加恐怖的宝物，如此岂能不去？开什么玩笑，必须将这两样宝物拿到手。他拉上苏连月的手，道：赵无涯虽是杂役弟子，但他身边的护道者修为极度高深，带着他风驰电掣，远比苏长歌快。很快他们就抵达了道仪圣地。此时已是黄昏，赵无涯放目望去，只见道仪圣地是一座巍峨仙山，周围有浓雾笼罩。这浓雾与别处的浓雾不一样，是纯黑的黑雾，漆黑的，让人感到一股寒意扑面而来，不由得打了个冷战。赵无涯也没在意，径直踏入道仪圣地。刚走到山门前，还没进入，立刻就有一名中年人带领大批人马走来，脸上堆满笑容，恭敬道：晚辈道仪圣主，见过前辈。赵无涯顿时心头一喜，他只是个杂役而已，但却是太玄道宗的杂役，现如今出了门，圣主级别又如何？还不是的乖乖低下头，叫声前辈。一时间，他心中直呼大爽，胸膛高高挺起，颇为神气和倨傲。前辈大驾光临，晚辈有失远迎，还请大殿说话。道仪圣主十分客气，面带笑容，请求赵无涯进去。赵无涯身边的护道者拱手道：客气了，哪里，您老也快请进。道仪圣主急忙拱手道。不多时，道仪圣地大殿，这里规格极高，豪华无比，富丽堂皇。道仪圣主弯着腰低着头，亲自将赵无涯侍奉到首座边，点头哈腰，恭敬道：前辈请坐。这座椅乃黄金浇铸而成，上面镶嵌着无数紫金宝石，散发莹莹宝光，一看便知不是普通座椅，而是圣主宝座。给我坐圣主宝座。赵无涯着实被自己这层身份给震惊了，在宗门天天被人当杂役使唤，跟条狗一样，没有尊严，现在终于扬眉吐气了，做人就该这样啊！这般想着，他心头大呼豪爽，旋即大马金刀的坐了上去，翘着二郎腿，右手抚摸在宝座的扶手上，一根手指头在上面轻轻敲着，咚咚咚，手指敲在宝座上，发出阵阵声音，没有人敢说话。道仪圣主连带道仪圣地所有人都在下方恭敬地仰视着，这种感觉让赵无涯心里简直爽到了发麻。你的事，本座已有耳闻，你放心，本座出马必会帮你摆平。赵无涯高高昂起头，直接把自己的称呼改了，这踏马才是人生啊！他心里高兴的差点都要哭了。多谢前辈，前辈出马，晚辈遇到的难题不过是毛毛雨。道仪圣主低下高贵的头颅，弯腰行礼，随后他亲自沏了一杯香茶，送到了赵无涯面前，恭敬道：前辈请用茶。
赵无涯接过茶喝了一口，随后环视四周，眼珠子骨溜溜的转，眼神涌现贪婪与渴望，沉声道：“侍女呢？肤白貌美的侍女怎么不上来一个？”是晚辈疏忽了，晚辈这就上。道仪圣主对他的一切要求全都言听计从。而此时外界，苏长歌经过一天的赶路，成功抵达。放目望去，只见这里黑雾弥漫，如同魔物笼罩一般，充斥着一股股不寻常的气息。苏连月看着这浓郁的黑雾，突然眼皮一皱，他的神魂中感知到这里很不正常，但具体哪里不正常却说不上来。苏长歌没有浪费时间，径直进入道仪圣地大殿。大殿中，道仪圣主见有人不请自来，眉毛一挑，冷声道：“你谁啊？”苏长歌直接出示自己的身份令牌，道：“太玄道宗梨花峰峰主关门弟子。”以他和叶清瑶之间的关系，自然是关门弟子，而且是关到不能再关的那种。咚！道仪圣主嘴角狠狠地抽搐一下，心脏在体内都颤了2颤，急忙道：“晚辈有眼不识泰山，还望恕罪。”说到这，他猛地一巴掌拍出，直接拍向圣主宝座。赵无涯顿时感到面前飓风如海浪般呼啸而来，啊的惨叫一声，直接被这一掌掀翻下去。随后，道仪圣主弯下腰，对苏长歌恭敬道：“前辈，请上座。”赵无涯这是见到了更牛逼的人，直接把他撂这不管了，就是抢你任务，怎么？你有意见？赵无涯心里火气很大，一股极端的愤怒在心中升腾而起，勃然大怒。上一秒还高高在上，连圣主级别都要对他点头哈腰，可下一秒就被暴力掀翻下来，差点摔了个狗吃屎。这巨大的落差让他实在是接受不了，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因为苏长歌，不过是个小透明而已，怎么敢这么横？他目光阴沉地看向苏长歌，怒吼道：“喂，小透明，你是要跟本座抢任务吗？还本座！”道仪圣主心中好笑，眼神复杂地看着赵无涯：“你不过一个杂役而已，刚才若不是看在你是太玄道宗的杂役的份上，本座连鸟都不会鸟你。没想到你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听到赵无涯的怒吼，苏长歌扫了他一眼，旋即冷声道：“就是抢你任务，怎么？你有意见？”在苏长歌看来，天台峰除了楚雪，其他人都该死，恨不得把他们的机缘全都抢光。赵无涯这时候也感知到道仪圣主的眼神了，顿时感到脸上火辣辣的，又羞又怒，指着苏长歌的鼻子破口大骂：“小透明，你找死！哟，恼羞成怒了。”苏长歌冷笑不已，道：“你要真有胆子，那就冲我动手。”赵无涯冷哼道：“我不出手，你这种小透明，杀你我都嫌脏了手。”不等苏长歌回话，他直接朝一旁的护道者摆摆手：“孙叔叔，灭了他！”轰！护道者拔刀而起，四周的空间顿时开始断层，宛若是脆弱的镜子，一寸一寸的炸开。护道者心里也怒啊，此番出了宗门，被道仪圣主奉为座上宾，本来好好的，可苏长歌这小透明突然横插一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败他的面子，是可忍，孰不可忍！咔嚓嚓，护道者一刀砍出，沉重的刀气斩碎层层空间，携带着嗜血的杀机，直逼苏长歌面门。顿时间，道仪圣主及众多道仪圣地之人吓得脸色煞白，嘴角抽搐。这就是隐世大宗吗？一言不合就起了内讧，真他妈豪横啊！眼看这一刀斩来，苏长歌面不改色，直视着赵无涯，沉声道：“哦，那我也不出手，就让我的侍女露两手给你看看。”然而自从苏醒记忆，还从未出过手，眼下苏长歌不介意让他灭了这两个挡道的蠢货。是公子。苏连月迈出一步，眼眸转变为金色，一股气息猛地喷薄而出，席卷开来。这股气息宛若浩瀚无边的星河，恐怖的波动席卷大殿，拔地而起，直冲天际。一道银光自他手中起，正是倚天剑，锋利的剑刃刃如秋霜，骤如闪电，一剑斩出，空气炸响，如雷霆般震耳。感知到这股气息，护道者脸色当即变了，急忙收手道：“圣人！”呲啦啦，苏连月不和他丝毫废话，倚天剑威严无比，薄而锋利，一剑削在他的大刀上，顿时火星子四溅，如削在豆腐上一般，瞬间将大刀拦腰削开，变成2半，而后一路横推，直挺挺削在护道者命门上。噗呲，刺目血光溅落大殿，护道者整个身子都被硬生生劈开，变成2截，砰的一声倒在地上，一命呜呼。嘶！我操！不愧是堂堂封主的关门弟子，出门竟有圣人为其护道。道仪圣主吓得连抽3口凉气，震惊的5脏6腑都在打颤。圣人为其护道，这是何等强大！其他诸多道仪圣地之人都是张大了嘴巴，呆呆地看着这一切，下巴都几乎要掉下来了。这位关门弟子真豪横啊！出门竟有圣人跟随，这真牛逼！这边赵无涯眼见自己的护道者一个照面就被斩杀，顿时心头一震，大惊失色。你这是女？他无法置信，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这小透明身边怎会有圣人级别的侍女？打死都不可能啊！苏长歌冷冷直视着他，沉声道：“我刚说抢你任务，你有意见？”不，没意见，没意见。赵无涯震惊的牙齿都在打颤，差点忍不住哭出来了。圣人级别的侍女随身，这如何可能？若不是亲眼所见，他打死都不愿相信。到了现在，什么没面子，什么恼羞成怒，统统不重要了，直接没意见，没意见就好。苏长歌一步步走向他，
低头看着他那张苍白受惊的脸，道：“我身边有圣人跟随这件事，我希望你能帮我保密。”“是，我一定帮你保密。”赵无涯捣蒜般点头，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要保密，但保密就一定对了。苏长歌语气猛然加重了几分，道：“我要你永远保密。”赵无涯脸色瞬间煞白如土，下意识点头道：“是，我一定永远保密，永远保密。”话音刚落，苏长歌朝莲儿挥了挥手，动手，唰，一道银白剑光闪过，赵无涯脑袋直接被斩掉，翻滚着飞出去。临死之际，他眼睛瞪大，脑海闪过最后一个念头，原来这就是永远保密啊！很快，他的脑袋重重砸在地上，没了声息。道一圣主很有眼力劲，立刻吩咐道：“来人，把这2个垃圾的尸体弄出去。”是。数十名弟子上前，眨眼就将赵无涯和他的护道者尸体收拾下去。紧接着一桶清水泼来，将地面冲刷干净。随后，道一圣主拱手道：“前辈，请上座。”苏长歌扫了那宝座一眼，道：“我有洁癖，别人坐过的我嫌脏。”道一圣主心颤了2下，急忙道：“是晚辈唐突了。那个谁，搬一把没人坐过的椅子来。”是。立刻有人取出一把崭新的黄金座椅，恭敬地请苏长歌坐下。苏长歌没和他们客气，大马金刀地坐下，随后扫视全场，目光炯炯有神，喝道：“说说你们遇到的难题。”太阳心经，先天庚火之体。道一圣主恭恭敬敬地行了个大礼，道：“前辈，事情就像我在信里给贵宗写的那样，那赤血古族仗着自己是豪门世家，源远流长，做事霸道无比，横行无忌，蛮横地将晚辈发现的灵脉说成是他们的，根本不分青红皂白，还悍然殴打晚辈的弟子，求您为我们做主啊！”说到这，道一圣主眼中泪花滚滚，止不住地往下流。苏长歌看向大殿内这些道一圣地的弟子们，只见他们有的头破血流，缠着纱布，有的眼睛都被打出来一颗，还有的胸膛都凹陷了下去，站在那里痛苦的哀嚎，十分凄惨落寞。道一圣主继续说道：“昨夜赤血古族的族长与我放狠话，威胁晚辈，让晚辈明天晚上必须去吞云山脉应战，若是不去，后果严重。”苏长歌不由得挑了挑眉，竟然横行霸道到这种地步，这跟前世放学了操场等着有何区别？道一圣主嘴角掠过一抹苦涩，又道：“前辈，不如您今晚先在圣地中住下，晚辈已经备好了酒宴，为您接风洗尘，等明晚再求您过去，也只能如此了。”苏长歌点点头。没过多久，一场接风宴开始了。期间，道一圣主热情款待，拿出圣地珍藏百年的佳酿玉液宴请苏长歌，各种山珍海味齐齐伺候，亦有肤白貌美的侍女翩翩起舞，优美的身段扭动，绽放诱人舞姿。很快，月上柳梢头，时间来到深夜啊！苏长歌吃出了一头热汗，打了个饱嗝，道：“我吃好了，出去吹吹风。”道一圣主拱手道：“一会我会安排您的住处。”苏长歌点点头，随后走出待客厅，向着一座山头走去。苏连月陪在他的身边，两人很快抵达山头，坐了下来。一阵清风吹来，凉爽肆意。苏连月见这里四下无人，靠近了苏长歌几分，在他的耳边悄声道：“公子，你有没有感觉这里很不正常，阴森森的？”苏长歌心头一动，道：“怎么了？你察觉出什么来了吗？”苏连月想了一下，始终说不上来。这种感觉就很怪，这里分明黑雾笼罩，形同魔烟，但却是一座圣地，难道就不觉得奇怪吗？我也说不上来，就是感觉很不对劲。他想了很久，始终捕捉不到这种感觉来自哪里。苏长歌拍了拍他的背，道：“不用怕，有我在。”苏连月含羞地低下头，心中一股感动油然而生。哦，对了，苏长歌忽然想起了什么，取出一个储物戒指，从中拿出一本道经，递给苏连月，道：“这本功法你拿去练，这正是从执法殿那3人身上搜到的9节轮转经。”苏连月眼睛一亮，轻声道：“公子，你对我真好。”他已经苏醒记忆，脑海中有很多恐怖功法，但那些功法太强了，都是圣人级别才能修炼的。他现在只有神魂是圣人神魂，真实修为远远没有恢复圣人。若是贸然修炼，肉身承受不了，后果不堪设想。你我之间还客气什么？苏长歌摆摆手，风轻云淡。苏连月娇羞低下头，道：“公子说的对。”忽然他突发奇想，仿佛小鹿那般娇顺，脸颊红了一片，断断续续道：“莲儿想让公子抱抱我，可以吗？”苏长歌大放一笑，伸出手臂将他揽入怀中，道：“都说了不必客气，你怎么还这么客气呢？”这突如其来的幸福让苏连月有些受宠若惊，小脸一下子红到了脖颈，没有再说话。他埋头在苏长歌怀里，这一刻他感到自己幸福无比，心中泛现丝丝涟漪。苏长歌突然感到自己怀里传来一股温热，低头一看，这才发现莲儿不知何时嘤嘤地哭了。“莲儿，你怎么了？”“没有，就是想起了这一世的悲惨遭遇，然后被公子所救，心中动容，而今又体会到公子温暖的怀抱，触景生情，所以才……”苏连月眼中热泪涌流。说到这，他忽然伸出双臂，紧紧抱住苏长歌的腰，道：“公子，莲儿好怕哪一天会失去你，好怕好怕，请你不要离开我。”苏长歌细心地为他擦拭去眼泪，道：“你放心，我不会的。”苏连月眼圈红红的。就在这时，苏长歌脑海当中系统补贴到账，叮，你送出了一本玄级功法9节轮转经，100亿补贴生效，
触发超量暴击，本次超量暴击倍数518000倍，恭喜宿主获得太阳心经。太阳心经，苏长歌心头一动，旋即看向系统空间，只见一本古朴厚重的道经漂浮在那里，周身传出浓郁无瑕的道韵，散发出一股股沧桑古拙之气息，浩瀚深沉。他又看了一眼小世，只见小世还是人形状态，闭着双眼，在那里盘膝静坐，沉淀修为。随着沉淀，他身上的气息越发的深邃起来，宛如广袤无垠的星空，气息内敛，深邃浩瀚。毕竟一次吸收了4850万亿灵石，这太多了，需要沉淀的时间也更多。也不知这经书有什么作用。苏长歌将目光从小世身上挪开，望着那本道经。也就在下一刻，系统声音响起：太阳心经天级功法。上古时代，一尊古老的大能者撕裂寰宇，自太阳中心取出了一粒阳炎，融合自己的鲜血，篆刻为这本古老道经，共分48层。若是修炼至顶层，即可蜕变先天庚火之体，肉身如大日烈焰，气息纯正阳刚。先天庚火之体，苏长歌一愣，旋即大喜过望。美女师尊曾经告诉过他，这世上有一种特殊体质，名为五行之体。之所以叫五行之体，则是因为此体质细分5种，分别是先天庚火之体、先天庚水之体、先天庚金之体、先天庚土之体、先天庚木之体。这5种体质中，先天庚火之体最强，遥遥领先其他4种体质。拥有庚火之体的人，肉身如烘炉，更如火炬，一旦施展，身体表面会燃起大日烈焰，整个人如一座行走的火炬般，气息纯正阳刚，浑身都澎湃着浩浩荡荡的男子气概，神圣无比。第113章太阳心经入顶层，修为暴涨，蜕变先天庚火体。第113章太阳心经入顶层，修为暴涨，蜕变先天庚火体。好东西！苏长歌眼睛大放光彩，随后立刻修炼起来。他心念一动，系统空间中太阳心经自动翻开，一道纯金色的粒子光束闪过，径直没入他的脑海当中。苏长歌顿时感到一股股奥义如大江奔流一般，尽数传输进自己的脑海。霎时间，他脑海中奥义滚滚，如江水奔腾，连绵不断，滔滔不绝。呼！苏长歌深吸一口气，仔细的体会太阳心经当中蕴含的道语理。太阳心经的道理与之前修炼过的其他功法截然不同，这里面的道语理复杂无比，每一个字都与上一个字相互呼应，交织辉映，千变万化。一时间，他脑海当中无尽的道与理相互交织，产生种种变化，让他的眸子变得光彩炽盛，散发出睿智的光芒。由于他本就是无垢之体，接收能力自然远远超出寻常人，尤其在吸收药物与参悟功法方面，更是一骑绝尘。所以很快，第1层、第2层、第3层、第5层、第10层、第15层、第20层、第30层、第40层、第48层，短短片刻，苏长歌便将太阳心经当中所蕴含的道与理全部悟透，体质蜕变，成功蜕变为先天庚火之体。先天庚火之体与无垢之体并不冲突，两者可以同时存在，这要归功于无垢之体。无垢之体属于万能之体，可以契合世间一切特殊体质。随着体质蜕变，苏长歌体表猛然浮现一层纯金，金到发红，犹如流动岩浆一般的深红薄膜，整个人如一座大日烘炉，气息暴涨，阳刚纯正。这公子，你……苏连月这时候也猛然感知到公子的怀里更加温暖，定睛一瞧，这才发现了，那是火，也是岩浆，但这岩浆并不烫人，反而让人感到无比温和。他埋头在苏长歌怀里，感到浑身上下暖洋洋的，如在做日光浴一般，这种感觉让他很迷恋。一时间，他不由得又抱紧了苏长歌几分。轰隆隆，苏长歌浑身如大日烈焰，一股纯正阳刚的气势席卷开来，浩浩荡荡，普照天下，犹如烈日般的波动，将山头笼罩的黑雾灼烫的层层爆碎，发出滋啦滋啦的腐蚀声，化作齑粉。正在待客厅收拾碗筷的道仪圣主离得远远的，也感知到了这股浩荡圣洁的波动，顿时心头一跳，震撼道：原来是先天庚火之体，不愧是隐世大宗的人，厉害，真是厉害啊！而他身旁亦有一些弟子在这里，此刻感知到那股阳刚纯正的波动，都是备受打击，怔怔失神。同样是人，这差距为什么就这么大？轰！山头上随着气息暴涨，苏长歌的修为也跟着暴涨起来。神罡境破，神威境1重天，神威境3重天，神威境5重天，神威境7重天，神威境9重天，修为接连暴涨9个境界，这才堪堪停止下来。突破完毕，苏长歌长长的吐出一口浊气，只感到耳清目明，有一种崭新的蜕变之感，眉心之中更有点点慧光溢出，整个人精神焕发，精神饱满。公子，你身上暖暖的，抱着好暖和。怀中响起苏连月的声音，苏连月此时的感觉就仿佛是置身在冬天的暖阳里，浑身上下温暖无比。他越来越迷恋苏长歌了。苏长歌摸了摸他的小脑袋，亲和的说道：你喜欢就好。随即他心念一动，体表岩浆消撤，恢复如初，但那股如大日烈焰般的阳刚之气却没有消失，萦绕在他的周身，连绵不断。忽然远处传来一声爽朗的长啸：花前月下，佳人相伴，年轻真好啊。苏长歌转头一看，原来是道仪圣主，他开口笑道：怎么了？
是安排好住处了吗？道一圣主拱手道：“以为前辈安排好了，请随我来。”好。苏长歌起身，带领苏连月离开此地。在道一圣主的引路下，两人很快抵达一处琼楼之前。琼楼高约100丈，轻奢高雅，透着一股君子之气。晚辈告退。道一圣主为苏长歌推开门，随后恭敬离开。苏长歌踏入其中，只见这里窗明几净，干净整洁，各种器物摆放整齐，墙壁上到处都挂着珍贵的玛瑙夜明珠，透着如月光般的光线，很温馨，很治愈。这都是精心布置的，能看得出来道一圣主很用心。琼楼中一共有2间厢房，也是道一圣主精心布置的。他只知道苏连月是苏长歌身边的侍女，不知真正的关系，他怕招待不周，就特地准备了2间厢房。苏连月看到有2间厢房，美目一动，猜到了什么，他脸颊涌现一抹娇羞的红晕，低下了头，断断续续道：“公子，莲儿习惯晚上和你在一起了，现在要分开，有点舍不得。”苏长歌不是矫情的人，自然是答应了，道：“好，那我们就住一起。”吱嘎，他推开其中1间厢房，带苏连月住了进去。一夜无话，转眼天明。第二天一早，有专人过来送餐。苏长歌用完早饭，闲来无事，就在道一圣地转了转。一天转下来，他赫然发现这里即便是白天，在普天烈日下，还是有着浓郁的黑雾笼罩，如乌云盖顶，且越来越浓，空气中处处流露着不寻常的气息。至于昨晚被自己崩碎的层层黑雾，已经恢复如初，似乎会自动愈合一般。这太诡异了，联想到黑暗魂帝说的有诈，他感觉自己这一趟似乎没这么简单。不过他岂会惧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没什么好怕的。时间悠悠而过，转眼又来到晚上。到了这时，道一圣主驾驭一辆白玉沉香辇车来到琼楼。辇车是由6头如麒麟般的异兽拉车，脚踏滚滚火云，缭绕万千神辉，规格极高。前辈，约定的时间到了，请。苏长歌从琼楼走出，带着苏连月步入白玉辇车。随后，道一圣主亲自做马夫，划破长空，朝着吞云山脉而去。第114章不费吹灰之力解决，白捡2件至宝，南宫允儿。第114章不费吹灰之力解决，白捡2件至宝，南宫允儿。辇车横渡虚空，一路向西飞速驶去，沿途云层翻滚，留下一道绚丽的神霞。辇车中，苏长歌眉头逐渐挑起，感觉有些不对劲。依稀记得美女师尊曾告诉过我，吞云山脉是在东道域最东边，靠近东海之滨，这怎么往西方去了？他心里狐疑，但也没开口询问。兴许是同名的山脉吧。公子。苏连月紧紧抓着他的手，舍不得松开。大概过了不久，辇车外传来道一圣主的声音：“前辈，到了。”这么快？苏长歌眉头再度挑起，分明刚走没多久，这怎么就到了？怎么可能这么快？他朝外面问道：“怎么回事？我记得吞云山脉距此不是足有万里之遥的吗？怎么这么快就到了？”道一圣主爽朗笑道：“您有所不知啊，这是一座同名山脉，和东海之滨那个吞云山脉不一样。”苏长歌没有再问。旋即，道一圣主驾驭辇车落下云层。苏长歌打开窗帘，望向下方，只见下方是一座巨大的山脉，如同一条大蛇横亘在苍茫大地上，连绵千万里。而此时，在山顶处有大队人马立在那里，周身爆发着狂暴的凶煞戾气，杀气腾腾。苏长歌扫了一眼，只见他们足有1000人，每一人都强壮魁梧，手握大刀，凶神恶煞。而在他们中间立着一名白发苍苍的老者，周身席卷着海啸般的气息波动，浑厚无比。辇车还没落下，远远就听到他们在那里咆哮：“那什么狗屁道一圣地，怎么到现在还没来？该不会不敢来了吧？”你还别说，很有这个可能。真是个胆小如鼠的家伙，没想到堂堂圣地之主，竟然是个贪生怕死的货色。一群怂货，鼠辈，鼠辈！咆哮声不断，夹杂着冷笑。道一圣主低头看着山顶，解释道：“那就是赤血古族了，那个白发老者就是他们的族长。”苏长歌点点头。很快，辇车稳稳地落在山顶，白发老者眼睛一亮，旋即爆发冷笑：“道一圣主，没想到你还真敢来啊！我们还以为你不来了呢，都准备杀上你的老巢了。”他身后的家族子弟冷哼道：“来了更好，什么狗屁圣主，不过是徒有虚名罢了，老子一刀就能劈了你！对，砍死他，砍死他！”上千名赤血古族的族人爆发鼓舞声。面对这千夫所指，道一圣主冷冷一笑，道：“本座今天请了一位大人物过来，哪个不怕死的，尽管来砍我！”此言一出，赤血古族顿时爆发哄笑。我说怎么敢来应战，原来是有人撑腰。啧啧，你真的挺有本事的，我好怕啊！你这个怂货能请来什么大人物？就凭你那仨核桃俩枣的圣地，扯犊子去吧！我今天就是要砍你，你能拿老子怎样？大哥，别跟他废话，砍死他！呲啦！一名赤血古族的壮汉拔刀抱起，凶狠的刀意爆发，悍然砍向道一圣主脑袋。道一圣主临危不惧，抬手将辇车的帘子掀开，恭敬道：“前辈，求您出马。”苏长歌应了一声，不慌不忙从辇车中走出，高举身份令牌，扫视全场，冷喝道：“我看谁敢动！”赤血古族的壮汉一愣，待看清令牌之后，脸色瞬间大变。其他赤血古族的族人也全都心里咯噔一下。大佬，
原来是太玄道宗的大佬，小老儿刚才有眼无珠，罪该万死。白发老者率先低头，不敢直视苏长歌的目光。砰砰砰！刚才还耀武扬威的赤血古族众多族人纷纷将手中武器丢在地上，随后高举双手，不敢乱动。小老儿有眼无珠，冲撞了大佬，愿意奉上族中无上至宝，用来道歉，请求大佬您不要和小老儿一般见识。白发老者从怀中取出一颗通红如血的舍利子，恭敬地递到苏长歌面前。苏长歌低头看去，只见此物约有半个拳头大小，晶莹剔透，犹如红宝石一般，极为不凡。而这时道一圣主也凑了过来，满面红光地说道：“前辈，您一出马，晚辈遇到的难题瞬间就迎刃而解，太感谢了。这是十方镇狱金，还请前辈能够收下，以后还望您多多照拂晚辈。”苏长歌心中一喜，原来这就是黑暗魂帝说的不费吹灰之力解决啊！初一下面说句话就解决了，然后得到这2样宝物，就跟白捡一样，真轻松。老实讲，还真就没想到事情竟然能这般轻松的解决，真是出人意料啊！照这么看，那赵无涯能接到这种轻松的任务也真够幸运的，可惜最后却让自己捡了便宜。他将这2样宝物接在手中，道：“怕我就收下了，感谢大佬。”道一圣主满面红光道。白发老者和所有的赤血古族纷纷拱手抱拳，态度十分恭敬。好了，既然事情已经解决，那我们就回去吧。苏长歌重新回到辇车当中。是，前辈。道一圣主驾驭辇车腾空而起，没过多久，成功回到道一圣地。辇车落下地面，立刻有大群弟子满脸堆笑的涌了上来，夹道欢迎。苏连月小声提醒道：“公子，我们快离开吧，我总感觉这里怪怪的。”苏长歌点点头，旋即朝外说道：“事情已经解决，那么我也该告辞了，再会。”机缘已经成功截胡，而且他还有正事要办，自然不可能在这里浪费时间。道一圣主诚恳地挽留道：“前辈莫急，您帮晚辈这么大的忙，若是现在就走，晚辈心里过意不去，因为这不是待客之道啊。晚辈已经命人摆下了庆功宴，还望您能赏光。”他这般盛情相邀，苏长歌也不好意思再推辞，只好答应。很快，在大批弟子和侍女的簇拥下，苏长歌和苏连月被请到了一间豪华的待客厅。待客厅的桌子上早已摆满了琳琅满目的美味佳肴，散发着白色的热气。前辈，请。道一圣主热情款待。苏长歌没有矫情，心安理得地坐入上座，刚准备开宴，忽然外面一个娇媚的声音响起：“圣主，这宴请前辈之事，怎能少得了我呢？”从门口走进来一名年轻女子。苏长歌目光望去，只见她雪肤花貌，身段纤细，2条大白腿如莲藕般白嫩丝滑，面庞俏丽，烈焰红唇，好一个俏佳人！哈哈，允儿，差点把你给忘了。道一圣主含笑看向她，随后给苏长歌做介绍：“这是晚辈座下的圣女，名为南宫允儿，让前辈见笑了。”苏长歌笑道：“无妨，奴家伺候前辈喝酒。”南宫允儿蓝舌吐香，声音娇媚，走到苏长歌身前，为他倒满酒杯。当倒完之后，他就在苏长歌身边坐了下来，有意无意地朝苏长歌身上贴去。苏连月脸色微微一变。第115章苏连月公子，人家想和你喝交杯酒。第115章苏连月公子，人家想和你喝交杯酒。苏连月就坐在苏长歌的左侧，紧靠他的肩膀，而南宫允儿则坐在了苏长歌的右侧，不时地往他怀中靠近，有意无意地贴近过来。苏长歌只觉得鼻尖香气袭人，眼见这一幕，苏连月眸光逐渐冰凉，倒不是因为苏长歌左拥右抱，而是他感到南宫允儿很不对劲。在他的感知中，南宫允儿身上的气息非常冷，说不出来的冷，如深冬冰冷一般，就好像他体内流动的血液都是冰冷的冷血。公子，我也来为您倒酒。苏连月站了起来，为苏长歌倒满一杯酒，送到他的口中。当苏长歌喝完之后，他顺势坐在了苏长歌的大腿上，身子倒在了他的怀里，雪白的皓腕更是抱住了苏长歌的脖颈，仿佛恋人般亲密无间。他是在护着苏长歌，这样一来，南宫允儿就无法再贴近了。见此一幕，道一圣主想到了什么，笑道：“前辈，您身边的侍女吃醋了呀？”苏长歌也没料到莲儿会突然做出这么大胆的举动，但闻到他身上传来的妙不可言的清香，他不由得沉醉其中，也是笑笑道：“没办法，长得太帅，这种事很难避免的。”公子。苏连月索性将错就错，将另一只雪白的玉手也抱住了他的脖颈，身躯完全倒入了他的怀，柔声道：“公子，人家想和你喝交杯酒。”南宫允儿眼中划过一抹寒光，不过他很好的掩饰了下去。苏长歌不是矫情的人，笑道：“好好好，来来来。”苏连月倒了一杯酒，自己先喝了一口，随后送到了苏长歌面前，道：“公子，请喝莲儿为您倒的酒。”苏长歌张开嘴巴，一饮而尽。宴席融洽的进行中，时光悠悠而过，转眼一个时辰过去了。到了这时，宴席进行的差不多了，苏连月喝得脸颊绯红，整个人完全挂在了苏长歌身上。啊！苏长歌打了个饱嗝，站起身来，道：“宴席已毕，我就不再多留了，告辞。”他抱起帘，准备离开。道一圣主盛情挽留道：“前辈，您为何这么着急走？外面天色已晚，不如留下来再住一宿。”苏长歌道：“不能留了，我还有急事要办。”急事？道一圣主顿时来了精神，诚恳道：“不知前辈有什么急事，在下能否帮得上忙？”苏长歌自然不可能告诉他真实目的的，
便随口说道：“我要去找一座大型妖兽巢穴锻炼一下。”斩杀妖兽，锻炼几身。道一圣主明白了，也忽然间满面红光，笑道：“前辈，您真是吉人天相啊！”晚辈刚好知道一座大型妖巢，那是一座仙王强者的陵墓，里面有很多蟒蛇妖兽，它们吞噬仙王精血，常年9月之下变得十分强大。而这座陵墓恰巧就在晚辈圣地山脚下，唾手可得。您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啊！苏长歌闻言，顿时脸色一喜，既然脚下就有，那何必再东奔西跑费力寻找？旋即笑道：“圣主盛情难却，那苏某就叨扰了。”怀里的莲儿听到蛇妖字眼，脑海猛地灵光一闪，恍然大悟，他终于捕捉那一丝不对劲的感觉来源于什么了。他看了一眼旁边的南宫允儿，眼中闪过一道金光，随即将小脑袋埋在苏长歌怀里，不露声色。前辈太客气了。道一圣主拱手道：“但今日天色已晚，不如先在晚辈这里住下，明日一早再去仙王陵墓，您觉得如何？”苏长歌点头同意。晚上黑灯瞎火的，确实不太好办。这时南宫允儿上前对苏长歌弯腰作礼，他十分恭敬，翘首弄姿，撩人的声音吐出，娇媚笑道：“前辈，明日就由奴家为您带路，您看好吗？”苏长歌没有拒绝，他不熟悉那座陵墓，而南宫允儿肯定十分熟悉，有他带路，倒也省心了。很快就有专人8抬大轿，抬着苏长歌和苏连月前往琼楼。没过多久，抵达琼楼，轿夫恭敬告退。房间里，苏连月依偎在苏长歌怀中，将唇瓣朝着他耳朵贴去，悄声道：“公子，南宫允儿好像是蛇妖，很可能是蟒蛇化形，也可能是夺舍。以我现在的修为，还无法催动全部的神魂去感知，分不太清楚。但就这2种，不会有错。”苏长歌眉毛一挑：“那你说这里的古怪会不会来源于蛇？”“应该是，这里黑云笼罩，气息极不寻常，很可能就是山脚下的蛇妖在作怪。”苏连月猜测道。苏长歌豪迈一笑：“先睡吧，明天去一趟就知道了。”苏连月依偎在他的怀中，一双玉手紧抱着他的腰，吐气如兰道：“公子，莲儿刚才是不是太那个了？”他想起刚才抱着公子的脖子，更是要和他喝交杯酒，脸颊红晕片片，绯红的，像盛开的花朵。苏长歌将他抱起，笑道：“怎么，我家莲儿知道过分了？”苏连月脸颊拢得更加绯红，宛如彻底盛开的花朵，潮红一片，却也有一丝担忧，绛唇开合道：“公子是不是不喜欢我？”苏长歌没有回答，只是将他紧紧揽在怀中。公子的怀抱好温暖。苏连月明白了什么，白皙无瑕的脸颊更加绯红，雪白的皓腕伸出，搭在了苏长歌脖颈上，又一次将他牢牢抱住，亲密无间。这一刻，他感到面前男子气息扑面，让他迷恋，让他沉醉，忍不住闭上双眼，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身子微微弓起，想要吻上他的唇瓣，但他却没有这个勇气。自己只是侍女，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思虑中，他紧紧抱着苏长歌，带着对公子的幻想，渐入梦乡。时光悠悠，转眼天亮。清晨，道一圣主带着座下众多弟子，早就在琼楼外面等候。一盏茶时间后，吱嘎一声，苏长歌推门而出，道：“出发。”身后，苏连月紧跟在他的身边，脸颊还残留着微微的绯红。第116章张百川。第116章张百川。很快，道一圣主取出一个飞舟，迎风暴长至万丈大小，载上众人朝着山下飞去。一路所过，风驰电掣，越是往下飞，四周的黑雾就越发的浓郁，也更加的漆黑，漆黑如墨，处处透着诡异。苏连月感知了一下，神识扫去如泥牛入海，感知不到任何的东西。他紧紧拉着苏长歌的手，不露声色。大概一盏茶后，飞舟成功抵达，落在地上。苏长歌抬眼望去，只见这里是一处崖壁，崖壁正面有一个黑乎乎的洞窟，内部不时传出蟒蛇的尖叫。晚辈由于圣地事务繁忙，就只将前辈送到这里，接下来就由允儿为您带路了。道一圣主恭敬道。南宫允儿走了出来，今天的她穿着一身布料很少的红衣，白亮的肌肤露出大片，娇笑道：“前辈，请跟奴家来。”苏长歌点点头。就在这时，道一圣主身后忽然走出一名青年弟子，他望着南宫允儿迷人的身段，眼中涌现深深的痴迷和喜欢，请求道：“圣主，弟子想和南宫师姐一起去，您看成吗？”道一圣主看了他一下，和蔼可亲的笑道：“已进去历练一番也好，去吧。”青年弟子名叫张百川，是道一圣地的真传弟子。谢圣主。张百川大喜过望，立刻踏步上前，来到南宫允儿身边。南宫允儿扫了他一眼，目光冰冷：“你以为我会理你吗？”不再多想，他转头望向苏长歌，嫣然一笑，冰冷的目光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一抹仰慕神圣的华光，熠熠生辉，灿若星河。这时，苏连月也看了张百川一眼，顿时将他看了个透彻。感知中，张百川不是蛇，是人，一个清清白白的人。公子，那个青年是人，他似乎很喜欢南宫允儿。他悄悄传音。苏长歌嘴皮子暗暗抽搐。老实讲，如果不是昨晚莲儿告诉他南宫允儿是一条蟒蛇的话，他还觉得没什么。但现在得知了这些，他看着张百川，打心眼里佩服他的勇气。我日，厉害啊！晚辈告退。道一圣主驾驭飞舟离开。道一圣主走后，南宫允儿上前弯腰作礼，
道：“前辈，仙王陵墓大概入口100米的位置，有一道厚重的石门，极其坚固，需要很多个通天境的修士合力才能推开。等会我们合力推开。”苏长歌微微一笑，道：“何须那么麻烦？他肉身成圣，体内蕴藏着足足2亿斤力量，最不怕的就是这种坚固的东西。”旋即，一行人进入洞窟，随着不断深入，苏长歌能够清晰地听到陵墓深处不断传出蟒蛇吐信的声音，呲溜呲溜的，还有各种瘆人的尖叫声，应该是蟒蛇们在相互厮杀。一路上，苏连月紧紧拉着苏长歌的衣角，像是他的小女人一般跟在他的身后。至于张百川，则大踏步向前，走在南宫允儿身前，颇有一副凌云气概，道：“师姐，你跟在我后面，我保护你。”南宫允儿摇了摇头，没有说话。走了100米后，前方果然出现一道石门，矗立在那里，如一座雄关，挡住去路。“前辈，奴家和您合力。”南宫允儿还没说完，便看到苏长歌一拳轰出，轰轰擦擦，一道道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起，厚重如雄关的石门当场被这一拳轰开一个大洞，被硬生生贯穿。大洞周围的石头也全都承受不住这股力量，被牵连，被崩碎，转眼土崩瓦解，炸成齑粉。这南宫允儿愣住了，他好厉害啊！脑海刚划过这个念头，他突然目光一寒，眼中闪过一抹慎重，眸光变得阴沉，眼珠子骨溜溜的转，不知在想些什么。张百川此时也愣住了，我操，这就是隐世大宗的人吗？真他妈牛逼呀！随着石门爆炸，浓烟滚滚，苏长歌白衣上落了一层灰尘。公子，苏连月取出一张洁白无瑕的手绢，为他擦去身上的灰尘。苏长歌其实可以用体内威压将这些灰尘震飞的，但莲儿如此贴心，他也没说什么。南宫允儿身上也落满了浮灰，他刚要擦，张百川忽然凑了过来，递上了一块干净的布匹，道：“师姐，拿着，滚！”南宫允儿一声冷哼，直接将这块布拍飞出去。张百川碰了一鼻子灰，也不生气，尴尬地收回布匹，陪着笑容道：“好，我滚，我滚。”南宫允儿体内气息一震，一股真气瞬间将所有灰尘震飞出去。旋即，4人跨过石门，朝着里面深入。陵墓深处，仙王官尊，充满能量。阴森的墓里不断有瘆人的蟒蛇吐信声响彻，透过微光，依稀能看到几条殷红如血的蛇信子在黑暗中闪烁血色光芒，以及一道道白色、绿色、黄色的眸子亮起，那是蟒蛇的眼睛，是活人的气息。哈哈，有活人来了，吃掉他！姐姐，我要吸干他的血。这些蟒蛇吞噬仙王精血，修炼有成，身上的蛇皮早已蜕变为厚重的鳞甲，口吐人言：“前辈，他们都是通天境妖兽，十分强横，您要小心。”南宫允儿提醒道。只是在说完之时，他的唇角露出了一小截嫣红的长蛇，又长又尖，黑色的眼珠涌现贪婪与渴望，随后又被他吸入口中。这个动作很快，没有人注意到。很强，那太好了，对我来说，他们越强越好。这些妖兽正中苏长歌下怀，他取出太初阴阳镜挡在身前，随时准备吸收那些蟒蛇爆发出来的能量。姐姐，这人类是不是疯了？竟敢口出狂言，看不起我们！杀了他，吃掉他，我要活吃了他！蟒蛇们明显被激怒了，一股股恐怖的波动爆发，空气炸响，空间扭曲，朝着苏长歌碾压而来。嗡！当那些攻击来到苏长歌身前时，空间一阵波动，随后便归于虚无。紧跟着，苏长歌脑海当中系统提示响起，叮，能量加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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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不得不说，真爽！苏长歌红光满面，拿着镜子冲到那些蟒蛇跟前，大笑道：“来呀，打我呀！人类，别太得意！”一条庞大的花白巨蟒彻底被激怒，摆动沉重的尾巴，掀起一股飓风，嗤嗤作响，狠狠朝苏长歌砸去。嗡！尾巴狠狠地砸在镜子上，顿时一阵波动传出，蟒蛇爆发的力量尽数被吸收。叮，能量加1。苏长歌大笑道：“你就这点力气吗？再来！”吼！蟒蛇爆发怒吼，尾巴冲天而起，如一座沉重山岳般凌空碾下。嗡！尾巴重砸在镜子上，当中蕴含的力量再次被吸收。蟒蛇疯狂了，它深吸一口气，摇摆着庞大的身躯，再一次狠狠砸向苏长歌。轰！强大的力量将空间都撞击得坍塌下去，大地都在震荡，然而无用。伴随着嗡的一声嗡鸣，这股力量再次被吸收，苏长歌毫发无伤。蟒蛇暴怒，大叫道：“一起上！”轰轰轰轰轰轰轰！无数道庞大的蛇躯扭动，深沉的攻击伴随着凶狠的力道狠狠砸击过来。叮！能量加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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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波攻击后，太初阴阳镜增加的能量十分巨大，足足增加了1300多点能量值。苏长歌什么事都没有，这群蟒蛇累得浑身大汗，气喘吁吁，躺在地上大喘粗气。还有劲没？再来啊！苏长歌笑道。蟒蛇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已经说不出话来了。他们这个族群组有上千条，现在所有的力量都已经被榨干，连说话都没有力气了。见他们没有利用价值了，苏长歌走上前去，一拳轰出，砰！一拳爆头，紧跟着砰砰砰砰砰，接连不断的炸响响起。苏长歌一拳一个，
很快就将这些蟒蛇尽数轰杀。一颗颗蟒蛇晶核浮现在血泊中，散发出金色的光芒。莲儿，把这些晶核都收起来。苏长歌转头说道：“是，公子。”苏连月走上前，手掌一挥，将这些战利品一一收起。这些蟒蛇都是通天境妖兽，晶核内部蕴含的能量十分精纯，一颗下肚能提升大量的修为。苏长歌又看着地上那七零八落的蛇牙和鳞甲，道：“累了，那些蛇牙和鳞甲什么的也都收走，不要浪费。有很多商人收购这些东西，要知道蛇牙锋利无比，可以做成武器，至于鳞甲就更不用说了，可以做成坚固的铠甲。等出去后，这些东西随便找个地方就能卖出一个好价钱。”不得不说，苏长歌感到自己这次简直是进入了一个宝库了，不仅能给道气充能，还能获得金核和鳞甲蛇牙，一举四得，简直完美。一旁南宫允儿呆呆地看着他，心中震惊也胆颤，眼神越发的慎重起来。至于张百川则陷入了深深的自我否定中。尼玛，苏长歌只是10多岁的少年而已，而他却是20多岁的青年，人家比他小，却比他牛逼多了，通天境的巨蟒一拳就能打爆，看得他都要怀疑人生了。一段时间后，轰轰轰轰轰轰，又是一个蟒蛇族群累得气喘吁吁，趴在地上无力动弹。这已经是第290个族群了。这段时间中，太初阴阳镜不断收集能量，量变产生质变，很快就抵达临界点，成功充满能量，足足1万点能量值。这要是爆发出去，不知会恐怖到何种地步。要知道那些蟒蛇一条尾巴砸下来，少说也得有几千万斤力量，镜子足足吸收1万次，那就是1万个几千万斤的力量，十分恐怖。苏长歌看着镜子，只见太初阴阳镜的镜面由白色转变为深红色，内部蕴养的可怕神威随时都会破镜而出，释放璀璨无比的一击。而到了现在，这里的蟒蛇也都被清理的差不多了，死的死，逃的逃，几乎是见了他就躲，一条比一条跑得快。苏长歌追了上去，一拳一个，全部轰杀。他在前面杀，苏连月在后面捡，两人配合默契，没过一会就收获的盆满钵满。很快，这里的蛇妖就被清完了，一行人也抵达了陵墓最深处。这是一间石室，遍布蜘蛛网，灰尘味道扑面，脚下有很多雨水。而在石室靠墙的位置，一个青铜官尊静静悬浮在那里，散发着古朴沧桑的气息。这就是那尊仙王官尊吧？里面应该有宝物。苏长歌看着这青铜官尊，眼中闪过一抹喜色。官尊买宝，仙王遗物官尊十分古朴，离得老远就能明确感知到一股古老的气息扑面而来。苏长歌不废话，径直走上前去，准备掀开官尊盖子。忽然间，他脑海灵光一闪，转头问向南宫允儿道：“这官尊你们圣地碰过吗？”这里就在道仪圣地山脚下，所以他们有很大概率已经将官尊里的宝物收走了。南宫允儿摇摇头，苦涩道：“没有，这官尊可是仙王葬身之所，我们这些后辈不敢打开，生怕遇到危险。”得，苏长歌满意的笑了：“你们不敢，我敢！”砰！他一掌拍在官尊上，厚重的官尊盖子顿时飞了起来，在空气中掀起一阵音爆，重重的砸在地上。顿时，一束束金色粒子光线自官尊之中喷薄而出，霎时间石室光芒四射，璀璨夺目。苏长歌探头看去，只见官尊中仰躺着一具骷髅，他身上所有的血肉已经被蛇妖吞噬干净，只留下森森白骨。至于身上的衣袍，早已腐朽的破破烂烂，辨认不出原来的样子。而在他身边摆放着各种各样光芒闪闪的宝物，有色彩斑斓的宝石，有强横的道器，亦有刀、剑、枪、戟，每一把都是神兵，最低都是玄级起步，十分强横。可以看得出来，这位仙王生前是一尊叱咤风云的大能，可在死后却被摧残成这副样子。公子，苏连月触景生情，滚烫的热流从眼眶流出。他前世虽是圣人，但却不是不死不灭之身，早晚会像这尊仙王一样寿元耗尽，步入死亡。但这一世，苏长歌赠给了他长生血，他已蜕变长生之躯，与天同寿，不死不灭，这让他很感动，泪水滑落。如果不是这里有旁人，他早已控制不住情绪，扑到苏长歌怀里，嘤嘤的哭了。苏长歌将他拥入怀中，安慰了一番，随后才看向南宫允儿及张百川，沉声问道：“我扫荡了这处妖兽巢穴，宝物我全都要了，你们没意见吧？”“没有，没意见。”南宫允儿和张百川异口同声道：“这么强的实力，谁还敢有意见？”苏长歌点点头，旋即看向官尊当中的骸骨，道：“前辈，我不白拿您的东西，这些东西埋葬在这里，只会明珠蒙尘。作为回报，我会将您的遗骨转移到其他地方妥善安葬，让您再也不会受到妖兽的摧残。”这就是他的打算。宝物是拿来用的，不是埋在这里慢慢腐朽的。而这尊仙王死去多年，肉身被摧残的只剩累累白骨，冥冥中最大的心愿，应该就是能够入土为安吧。唉，突兀的，官尊中响起一道长叹，这声长叹仿佛来自亘古，极为古老、悠久、沧桑，伴随着解脱。随之，一股浩瀚的威压席卷而出，那些神兵剑戟自动悬浮而起，充斥着古老斑驳的气息，来到了苏长歌眼前。前辈，这是答应了吗？他心领神会，将这些宝物一一收下，随后开始收拾官尊当中的宝物。由于宝物数量实在是太多，占据了官尊的一半，
他没时间一个个细看，一股脑装在储物戒指里。最后，他开始收拾这尊仙王的遗骨。很快，他感到有点瘆人了，因为这尊仙王的遗骨内部竟然都被妖兽挖骨吸髓，骨质变得脆弱无比，如同枯柴，里边钻着很多条小蛇，几乎把骨头当成了巢穴。前辈，被这般摧残，你有的受啊！苏长歌叹息一声，将这些小蛇逼了出来，随后挨个打爆。也就在将遗骨收拾完毕的时候，他冥冥中感觉一道讯息打入了识海中，是这尊仙王的。年轻人，谢谢你，吾埋葬在这里万年，终日饱受摧残，那些蟒蛇吞噬我的血肉，挖骨吸髓，我只剩一丝微弱的神魂，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撕咬我的肉身，无能为力。谢谢你，吾如今终于可以安心的去了。仙王的声音虚弱无比，飘忽不定，力量即将耗尽之际，他又传授给苏长歌一件秘密。中古时代，吾曾在狼牙山一座山洞留下一处宝贵传承，兴许现在还没有被人发掘。你出了我的陵墓后，立刻赶往那里拿下传承，这样一来，我也算有一波传人了。哈哈哈！仙王豪迈大笑。就在此时，他忽然感知到了什么，又发出一声疑惑之声，道：“咦，不对，陵墓外面怎么黑雾笼罩？外形看上去是一座仙山，不对，有鬼！”刚说到这，仙王最后一丝力量也耗尽，神魂消散，声音戛然而止。苏长歌微微挑眉，听这尊仙王的话，似乎道一圣地有着很大的蹊跷，到底怎么回事？这时，南宫允儿上前道：“前辈，这里已经空了，我们回去吧。”苏长歌点点头，走吧。他拉上苏连月，跟南宫允儿朝着外界走去。沿着来时的路，四人很快就回到了陵墓入口。刚抵达外界，苏长歌抬头看了一眼天空，猛地眼眸一凝。第119章南宫允儿盛情邀约，共筑一个帐篷。第119章南宫允儿盛情邀约，共筑一个帐篷。抬眼望去，映入眼帘的是漆黑漆黑的夜空，连一丝星星点滴亮光都无。天上漆黑一片，黑雾彻底笼罩，如同深渊的凝视。天竟然已经黑了，怎么回事？苏长歌感到很不对劲，依稀记得分明才进入陵墓没多久，这怎么就已经黑了？公子，苏连月紧紧抓着他的手，眼神警惕地扫视四周。张百川脊背发凉，牙齿在口中打颤，哆嗦道：“我记得我们是早上进入的陵墓，现在应该还远远不到晚上，这怎么就已经？难道有鬼？”苏连月回头望向陵墓，眼眸涌现凝重。那里面的蛇妖不是被清完了吗？为什么这里还没有恢复正常？南宫允儿倒是不惊不躁，道：“可能是我们算错了时间。”苏连月紧紧抓着苏长歌的右臂，放在怀里，道：“公子，不管怎么说，我们先离开这里。”不行。南宫允儿摇了摇头，望着崖壁上方，道：“上面黑雾太浓，若是吸入体内，后果不堪设想，最好还是等圣主来接我们。”他紧接着道：“临行前，圣主曾和我交代，天亮他就会来接我们。我这里有帐篷，今夜先在此睡下，等天亮再说。”经这么一说，大家原本疑惑的情绪顿时安定下来。我突然想起我第一次拜入圣地的时候，那时候就是不小心吸入了一口黑气，导致昏迷了10天10夜，差点就醒不过来了。张百川后怕道。苏长歌点点头，道：“那好，就先休息一晚吧。”南宫允儿取出4个帐篷，放到地上，一一撑起。很快，帐篷全部撑起，每个帐篷内部约莫7、8个平方的空间，十分宽敞。搭建好帐篷后，他红唇轻启，望向苏长歌，热情邀约道：“前辈，奴家第一次在外面过夜，这荒郊野岭的，奴家心里好害怕。奴家想和您共筑一个帐篷，您愿意吗？”他本就生得花枝招展，花貌雪肤，此刻说话间更是语气撩人，妩媚无比，让人不忍拒绝。苏长歌眼眸一凝，这是准备用美貌引诱我上当，然后夺舍我？还没来得及说话，旁边的张百川忽然高举双手，兴奋叫道：“愿意，师姐，我愿意！”他由于兴奋，整张脸都红彤彤的，红光满面。苏长歌嘴角一抽：“尼玛，厉害，实在是厉害！你给我滚！”南宫允儿冷冷地扫了他一眼，张百川顿时如同被一盆冷水泼下，满腔热情被浇灭，尴尬地站在那里，低下了头。而后，南宫允儿看向苏长歌，眸中媚光流转，有动人风情溢出，口吐香兰道：“奴家会好好服侍前辈的，不知您意下如何？”苏连月抓紧了苏长歌几分，悄悄传音道：“公子，他盯上你了，这是要害你，你要当心。”我知道。苏长歌自然知道这条蟒蛇肯定没安好心，蛇类冷血、狡猾、多变，一旦进入他的温柔乡，恐怕得拿命去赔偿。公子，你进去找个时机杀了他。苏连月这时候目光变冷，补充道：“苏长歌点点头，随后看着南宫允儿，露出一个放浪不羁的笑容，道：“美人盛情邀约，那我岂有拒绝之理？”南宫允儿顿时大喜，道：“奴家一定会好好服侍前辈。”说完，他打开帐篷入口，邀请道：“前辈，请进。”苏长歌迈步而入，目视他进去。张百川发出一声自愧不如的感叹：“唯有强者可以得到美女，古人诚不欺我也。”苏连月看了他一眼，眼神复杂，随后也没说什么，进入自己的帐篷睡下。他看似睡下，实则神魂力量弥漫而出，紧盯南宫允儿的帐篷，生怕公子发生不测。张百川感叹了一会后，也进入另一个帐篷睡下。前辈，奴家会好好伺候您呢。苏长歌所在的帐篷中，娇眉的声音响起。南宫允儿媚眼如丝，
风情万种，撩拨人心。好，来吧。苏长歌不露声色地笑道：“奴家来了。”南宫允儿连步轻舞，步步靠近，来到苏长歌面前。奴家想要和您亲亲呢。话音刚落，突然一条嫣红的长蛇从他口中吐出，舌尖分叉，犹如2条嗜血小蛇，陡然以你春意的氛围变得寒冷、诡异而又寂静。呵呵呵，都说英雄难过美人关，果真如此，你就将性命交代在这里吧。南宫允儿恢复了蛇的本性，咔嚓一声，身子从中间裂开，一只蟒蛇头颅从中钻了出来，血盆大口张开，犹如恐怖深渊，朝着苏长歌撕咬覆盖，竟是贪心的要将苏长歌囫囵吞下。苏长歌等的就是这一刻，心念一动，北斗七星剑出现在手中，顿时帐篷中的气氛降至冰点，凛冽的剑芒伴随着滚滚杀机爆射而出。第120张斩蛇，第120张斩蛇，刺啦刺啦啦！寂静的夜里传来剑气斩击在鳞甲上的声音，火星子似箭，如闪电般刺耳。苏长歌挥动北斗七星剑，一件件接连不断的斩击在蟒蛇巨大的头颅上，霎时将他的鳞甲破开，剑刃长驱直入，深入骨肉7寸，鲜血淋漓。前辈，您好狠呀！您怎么这么狠心？蟒蛇头颅口吐人言，声音魅惑，如银铃般悦耳动听，音波影响四周，空气荡漾涟漪。苏长歌感到自己耳朵迷离了一瞬，但也只是一瞬，下一刻就消失无影，好像被免疫了一般。体内深处太初极道法典自动运转，一股股浩荡之气喷薄而出。精神攻击吗？苏长歌一瞬间明白了，这蛇妖企图用精神幻术来麻痹自己，但被太初极道法典给免疫了。不好！蟒蛇发现幻术无效，惊叫一声，将蛇头收回，重新变作南宫允儿的样子，手中出现一柄匕首，锋利无比，寒芒喋血，朝着苏长歌刺来。找死！苏长歌一剑斩出，短兵交接，火花四溅，瞬息将匕首斩成碎片。南宫允儿心头一惊，急忙收了杀机，娇媚道：“前辈饶命，奴家刚才一时兴起，失了方寸，还请您。”唰，回应他的是一抹锋利剑芒。啊！南宫允儿脸色猛地煞白，慌不择路逃出帐篷，朝着外面逃去。哪里走？苏长歌唰的一声，紧紧跟上。剧烈的打斗声早已惊动苏连月和张百川。苏连月抬手一挥，滚滚威压瞬间封锁住所有去路。而这边张百川还疑惑发生了什么事，慢条斯理地走出自己的帐篷，放目望去，顿时一惊：我操，怎么回事？眼前的景象实在是让他难以置信。只见前辈拿着一柄长剑，正追着一个曼妙的身影砍杀，那身影根本不敌，节节败退。巧的是，这身影他十分眼熟，是允儿师姐。张百川一下子就认了出来，顿时生出怜香惜玉之心，心中勃然大怒：前辈为什么要追着师姐砍杀？前辈，你为何要杀师姐？愤怒质疑的声音从他口中传出。苏长歌边追杀边喊道：他是蛇妖！什么蛇妖？张百川眼里闪过一抹不可思议，怎么可能？师姐那么漂亮，怎么会是冷血的蛇妖？你休要血口喷人，是不是师姐没把你伺候好，你就要打要杀？真是个负心汉，亏师姐喜欢你！苏长歌大喝道：你自己看！他一剑狠狠斩在南宫允儿身上，顿时将他的身子斩得皮开肉绽。蛇妖吃痛，维持不住人形，人身猛地尽数变成蛇身，长长的蛇躯拔地而起，居高临下的俯视大地。这……张百川愣住了，但下一刻，一声遗憾的长叹从他口中吐出：哎，可惜了。听到他这声长叹，苏长歌人都懵了，这尼玛真狠人啊！佩服，实在是佩服之至。苏连月手中出现倚天剑，一道银白的剑芒如匹练，照亮夜空，击斩而去。糟了！蛇妖绿色的瞳孔浮现一抹绝望，噗呲，剑光斩来，如摧枯拉朽，瞬间将他的鳞甲斩开，碎骨混合着鲜血四处溅落。随之，他庞大的躯体倒在地上，没了声息。公子，看看他死了没，以防有诈！苏连月大喝。苏长歌立即上前一步，哪料还没走到近前，眼前忽然一道身影飞速闪过，原来是张百川。他体内力量尽出，一掌抚在蟒蛇尾巴上，电光火石间就拽着蟒蛇的尸体飞速离去，转眼不见踪影。离得老远，苏长歌听到了他兴奋的大笑：哈哈，南宫师姐，即便你是蛇，我也喜欢你！我操！苏长歌嘴角狠狠抽搐了一下，发出自愧不如的感叹：兄弟，我打心眼里佩服你。他正要追上去，眼角忽然一动，察觉到了什么，左眼的余光中瞟见不远处的草丛无风摆动，有阴影沉浮。苏连月这时也感知到了什么，左侧西北20度方向，一大队人马正静静蛰伏在那，暗流涌动，杀机四伏，有埋伏。苏长歌唰的转头望向那里，大喝道：什么人？滚出来！高智商反派！黑暗中缓缓走出一队人马，每一人都高大魁梧，修为高深，而领头之人更是气息内敛，浩瀚深邃。苏长歌看了他一眼，顿时眸光一凝：怎么是你？那人竟是道一圣主！苏连月也是眼眸一凝，怎么回事？道一圣主埋伏在这里做什么？哈哈哈！没想到允儿竟然失败了。道一圣主完全没有了之前那副恭恭敬敬的样子，而是昂首挺胸，哈哈狂笑。不过你们也应该元气大伤了吧？苏长歌心弦一动，一伙的道一圣主，
你这是做什么？是要与我太玄道宗交恶吗？作为最强道域、最强势力，无数古老世家、隐士豪族都是闻风丧胆，他有那胆子得罪吗？苏连月也道：你就不怕迎来惨绝人寰的报复吗？道一圣主冷冷一笑，那就要看到一圣地倒霉到何种程度了。什么？苏长歌微微一怔，没听懂这句话。苏连月也是神色一顿，没听明白，难道是假冒的？下一刻，道一圣主大手一挥，只听呼的一声，平地狂风四起，飞沙走石，那原本黑雾笼罩的天空陡然大放光明，如拨云见日，又见青天。虚空之上，一轮大日高挂，散发出温暖的光线，照亮苍茫大地。猛然间，苏连月眉头一皱，现在竟然不是黑夜，而是白天。也就在黑雾散去之际，苏长歌猛地发现了什么，不由得眉毛一跳。什么？这里竟是……放目望去，哪里有什么仙山，哪里有什么圣地？入眼所见，孤坟累累，墓碑无数。这里竟是一处乱葬岗，到处都是孤寂的大坟。是道一圣主面庞身躯猛地扭曲，身躯破碎，现出原形，竟是一条张牙舞爪的大蛇。而他身后诸多人马也都露出狞笑，纷纷化作原形。霎时间，四面八方都是庞大的蛇躯，居高临下，四面楚歌。苏长歌环视四周，猛地想通了什么，哈哈哈，想通了，真聪明。但那又如何？你的命到此为止了。道一圣主巨大的蛇躯哈哈大笑。为什么？苏长歌语气冰冷。道一圣主原形大蛇狞笑不答，他不打算解释这一切。苏长歌顿时明白了，这大蛇极为狡猾，深知反派死于话多的道理，闭口不言，只急火杀自己。尼玛，这穿的什么世界？为什么不让自己穿到无脑文里面？反派拥有这么高的智商干什么？同时也明白了为什么出发之际黑暗魂帝说有诈了。修蛇干得漂亮。就在此时，天空阴影浮动，上千道身影突兀浮现。苏长歌转头一看，竟然是赤血古族，而领头之人赫然是那名白发老者。不要多言，杀了这两人。白发老者一上来就爆发嗜血杀意，化作一条参天大蟒，而他身后的诸多赤血族人也都纷纷现出蛇形。原来他们都是蛇。公子小心！苏连月手持倚天剑护在苏长歌身前。莫慌！苏长歌不慌不忙，取出半块灵石唤醒黑暗魂帝，他要搞清楚这一切，看看自己猜测的是否正确。眼前白影一闪，手中出现一粒沙。年轻人，你还是来了。黑暗魂帝出现的刹那，很快就明白了如今的状况。前辈，解释一下怎么回事？苏长歌说道。黑暗魂帝道：这里不是道仪圣地，而是一处乱葬岗，到处都是大坟，而道仪圣主和赤血古族全都是一群蛇妖吞噬仙王精血，时间久了修为高深，佯装成他们的样子假扮的。这群蛇妖不但吞噬仙王精血，更是将这处乱葬岗所有的死人全都吞噬，化作他们生前的样子，迷惑过往行人。这群蛇妖要你们来，就是要夺舍你们，随后混入太玄道宗，慢慢渗透整个太玄道宗，最终夺舍所有人，悄无声息地掌控苍蓝界第一势力。而问题就出在那封信上，若要明白前因后果，就要追本溯源，从那封信开始说起。由于道仪圣主不是人，他如果派手下去送信，自然会被灵无敌识破蛇身。道仪圣主很聪明，他抓了一只大鹰，让大鹰代替手下去送信。当然也可以用人，但是他不用，因为容易失控。而什么球员，什么灵脉，统统都是假的，为了演戏给你看。计划进行得很顺利，大鹰将那封信送到太玄道宗，随后太玄道宗派人出马来到此地，从这里开始进入下一个环节，去吞云山脉。在吞云山脉，他们用十方镇狱经和赤血舍利获取你的信任，将整个事件演得真实，麻痹了你。到这里，第一个环节就结束了。此时你要走，他热情挽留，诱导你进入下一个环节，就是仙王陵墓。此时第二个环节的关键人物登场，南宫允儿。道仪圣主的目的就是要南宫允儿在这个环节摸清你的实力，并择机夺舍你。哪料南宫允儿失败了。前面我已经说过，他很聪明，为防南宫允儿失败，他双管齐下，在此地设伏，等着你们被南宫允儿消耗的元气大伤，坐收渔翁之利。然后就到了第三个环节，就是你目前面临的情况。我当时是通过赤血舍利子发现这个蹊跷点的。黑暗魂帝继续说道，那赤血舍利早在中古时代就失窃了，原来是被这群蛇妖给偷走的。而他带你去的吞云山脉根本不是吞云山脉，你自始至终都没有走出过乱葬岗，他所带你去的吞云山脉只是乱葬岗的边缘地带。你是不是很疑惑为什么那么快就到了？这就是原因。啪！苏长歌一拍额头，恍然大悟，怪不得，真的怪不得。而陵墓中的那尊仙王应该也是察觉出来外界的诡异了，但却因为力量耗尽，无法告知自己。明白了，全都明白了。不得不说，这次碰到的反派智商实在是太高了。就在这时，黑暗魂帝忽然身影一暗，惊叫道：不好，吾又透支了。年轻人，破局之法就看你的了，吾可不想埋没在这里，那样的话，吾又不知道要等多久才能碰到下一个人。黑暗魂帝话未说完，就陷入沉睡。道仪圣主原形大蛇摆动巨大的身躯，俯视着苏连月，狞笑道：圣人神魂，不错，真是不错。苏连月眉毛一挑，冷声道：你是夺舍了
这具女人的身体吧？那我们就是同道中人了。不如我们一起杀了这小子，共谋大业如何？道一圣主原型大蛇狂笑道：“噗！”苏连月直接被气笑了，竟想策反自己，找死！他紧握倚天剑，牢牢地护在苏长歌身前。他是转世重修，并非夺舍。道一圣主原型大蛇却认为是这样，剑策反不动。道一圣主原型大蛇眼中闪过一抹寒芒，沉声道：“已不过是夺舍而已，发挥不了原本的实力。暴打那个狗屁护道者和那个惹人发笑的杂役还行，想杀我，就凭你目前的实力，差得远。至于那小子，虽然肉身强横，但体内潜力似乎并没有完全开发出来，同样和我差得远。至于为什么差得远，他不会蠢到去说。仙王一身的精血都被他和白发老者吞噬了，余下那些零零散散的残渣才是其他蛇的。”眼看着四面楚歌，苏连月突然转身抱紧苏长歌，闭上双眼，不顾一切的在他脸颊留下一个吻，而后眼中闪过一抹决绝，断喝道：“公子，你快走，莲儿要自爆，下辈子希望还能再遇到你。呜，快走！”他的眼中泪水滑落，轰！紧跟着一股浩瀚的威压爆发而出，苏连月身上出现点点星芒，恍若灿烂的星河，酝酿巨大的爆炸力。住手！苏长歌一掌将他从爆炸边缘拉回，拥入怀中，道：“你干什么？亲了我一口，不想负责任？公子，我……”苏连月眸中泪花滚动，流满双颊。“公子，我不想你死，我想要你活着，我舍不得。我们不会死，谁都不会死，看我的！”苏长歌挺起胸膛，从储物界取出一面镜子，正是太初阴阳镜。此刻太初阴阳镜内部所蕴养的可怕神威传出一阵阵恐怖的能量波动，那是陵墓中无数条巨蟒的攻击在里面激烈运转，如暴动的深海，爆发轰鸣之声，随时准备释放撼天动地的一击。